楚夏，我怎么还没怀孕？你是不是不行？大前宫，祖龙禁地，一绝美女子坐在浑身染血的少年腿上，她青丝如瀑，身材曼妙，一双美眸泛着金色的灵韵，神圣中又透露出几分妖异。楚夏有气无力地撑开眼皮，我只答应跟你双休，别的概不负责。不行，我必须怀孕才行。继续。女人不管不顾，再次欺身压了过来。楚夏已是强弩之末，无力反抗，只能躺平。2个时辰后，地面一片狼藉，衣衫化作碎布，就连坚硬的玉质地砖都以2人为中心，破碎出蛛网状的裂纹。女人容光焕发，眸中金芒更盛，但她眉宇间却笼罩一抹愁云，心中似有不甘。还是不行，你虽然是纯阳道体，但修为实在太弱，难以跟我的低阴仙体产生共鸣。不过也不是完全没用，至少我的实力恢复了不少。女人名叫江云芝，是前朝玄阴女帝，500年前被部下背叛，最终自爆身亡。但江云芝并未死去，而是假死脱身，藏匿在皇宫深处的祖龙禁地内，蛰伏起来，伺机报仇。只是她伤势太重，苦修500年也难以恢复实力。她的低阴仙体非常特殊，要想完全恢复巅峰修为，必先在体内孕出地胎，依靠运气的先天地气方有1线机会。只是这皇家禁地危险重重，平日里根本无人敢靠近，偶尔有人误入，也是宫里的太监宫女，派不上用场。要不是今天突然闯进来一个浑身染血、身受重伤的楚夏，他都打算就此沉睡下去，过个几百几千年再出来。看着昏睡不醒、气若游丝的楚夏，江云芝眼里生出一分怜爱。这就是我江云芝的男人吗？刚才没注意看，现在他才发现楚夏长得还真不赖，便宜这小子了。醒醒！江云芝伸手在楚夏脸上掐了一下。楚夏昏昏沉沉地睁开眼，下意识道：来吧来吧，趁我还有一口气在，你赶紧蹂躏我吧，等我死了你就没机会了。谁说你会死？我经脉尽断，修为全废，浑身有至少7处致命伤，便是神仙来了也难医。楚夏神色一暗，他18年前才穿到这个世界，成为天资卓绝、人人羡慕的神武将军府少主。可自从父亲战死沙场，他的身份一落千丈，从前身边的好人也一个个相继露出最丑恶的嘴脸，包括他的未婚妻大前六公主夏兰溪。为了除掉自己，夏兰溪甚至动用了龙渊卫追杀他。楚夏怎么也想不到，曾经跟在自己屁股后面口口声声喊着此生非他不嫁的女孩，如今却要取他性命。放心吧，你现在是我江云芝的男人，我不同意，谁也不能夺走你的性命。一双温柔的纤纤玉手抚过楚夏的脸颊。说罢，江云芝取出一枚遍布经文的丹药，含在口中，俯身上前稳住楚夏，暗运灵力，将丹药送入楚夏腹中。但就在江云芝要分开的时候，他突然感觉心口一震，只见一朵散发出神异光辉的青莲从他心口绽放而出，随着花瓣一片片绽开，一口纯黑色的小鼎显现出来，如瓜熟蒂落般坠下，顷刻间没入楚夏的身躯中，消失不见。这是万神鼎。江云芝神色动容，万神鼎乃是江家先祖留下的至宝，但自先祖之后，江家后代无任何人可再激发出万神鼎的力量，导致万神鼎被封存在了江家血脉之中。可现在万神鼎竟然主动脱离他，进入了楚夏的体内，这实在是不可思议。难道楚夏有驾驭万神鼎的天赋？楚夏，你感觉如何？楚夏一脸惊诧，他刚刚突然听见心口之中传来一个宛若来自横骨的声音：太初正清，煌煌威灵，持尊劫煞，祸引归心，绝顶重现，万神来朝。楚夏默然内视，看到一口漆黑的神鼎十分霸道地将他的识海丹田一口吞没，并取而代之占据了楚夏的丹田位置。鼎口之中混沌横生，一团团墨色的灵气不断迸出，顷刻间在楚夏体内游走一圈，将他原本破损不堪的经脉修复如初，甚至比原来更加粗壮。就连楚夏身上的伤痕、破损的脏器都以肉眼可见的速度修复愈合。看到楚夏的变化，江云之美眸中惊喜连连。他猜对了，万神鼎认主楚夏了，这太不可思议了。万神鼎从江家老祖传承到现在，历经至少10万年岁月，这期间江家涌现过不少旷世奇才、绝顶强者，但无一例外都未能将万神鼎激活。想不到在自己手里居然看到了万神鼎重新复苏的这一天到来，只不过不是在自己手里被激活的，而是楚夏，但也没区别，楚夏现在是他的男人。万神鼎，这是你送我的。楚夏已经恢复力气，他坐起身来，神色复杂地看着江云芝。他本以为这个女人只是把他当成炉鼎榨取，没料到他会给自己送上如此一份厚礼。虽不知这万神鼎究竟为何物，可他能让自己顷刻间起死回生，就绝非等闲宝物。那当然，除了我，还有谁能对你这么好？江云芝说道，只是语气略有些心虚。你现在伤势恢复了，我们再试试。
江云芝没给楚夏思考的时间，再次将他扑倒，开始肆意索取。1天2天不分昼夜，神魂颠倒。数日之后，江云芝彻底放弃了。我明白了，肯定是因为你修为不够，导致我无法怀孕。我给你1年时间，这1年你必须突破宗师境，届时你再入祖龙禁地与我双修，这期间我会闭关沉睡。还有，你现在是我江云芝的男人，我不管你在外面有多少女人，但她们只能是妾。说罢，江云芝袖手轻扬，楚夏只觉一阵天旋地转，紧接着便重重摔在一张柔软的大床上。这娘们也不知道温柔一点。楚夏龇牙咧嘴地爬了起来，一睁眼便看到一个明眸皓齿、娇艳似花的少女，穿着一袭半透的淡粉色纱衣，露出线条优美的颈项和清晰可见的锁骨，朱唇微张，正目瞪口呆地望着自己。在少女即将叫出声来之前，楚夏迅速出手捂住她的嘴，将她按在身下，威胁道：“不许叫，不然把你扒光了丢出去。”呜！少女被楚夏的威胁震慑住了，眼神惊恐地点了点头。这是呢？楚夏四顾看去，发现这是一间古色古香的闺房，装修得很是奢华。仔细一看，屋内的用具摆设都雕龙绣凤，这分明是皇家子弟才有资格享用的宫廷器。江云芝这是给我扔奶来了？楚夏刚要询问，却听门外传来一阵脚步声。黄姐，你伤势好些了吗？我给你带了参汤来，这可是500年份的紫金参，功效很不错。这声音楚夏再熟悉不过了，正是6公主夏兰溪，那个下毒废他修为、追杀他到祖龙禁地的未婚妻。楚夏眉头一蹙，看了一眼身下面色惊恐的女人，有点眼熟。对了，这不是长公主夏子轩吗？这时外屋的房门已经被推开，楚夏暗道不妙，夏兰溪亡我之心不死，若见到我还活着，肯定会出手。只有一个夏兰溪，楚夏当然不怕，可他每次出行身边都有龙渊卫跟着，龙渊卫的实力至少是炼神境起步，而且一出动就是成群结队，哪怕楚夏靠着万神鼎恢复了修为，但也只有聚气境9重，正面冲突肯定打不过。可眼看房门就要被推开，楚夏现在根本无从躲藏。忽然楚夏发现这床上的凤披还挺厚的，他二话不说钻进被窝里，一手擒在少女心口部位，冷声道：“我若被发现，你也难逃一死。”夏子轩吃痛，连连点头，侧身躺下，将楚夏的身形完全遮掩起来。感受到楚夏的大手传来的力度和温热，夏子轩忍不住面红耳赤起来。与此同时，房门被推开，脚步声渐行渐近。咦，子轩姐，你怎么脸色这么红啊？不会是生了热病吧？要不要我去传太医来瞧瞧？夏兰溪关切的声音传来。无妨，只是刚吃了药，身体有些燥热。要害都被楚夏拿捏了，夏子轩不敢反抗，只能随便编了个借口。夏兰溪轻叹一声，为了这次祖龙祭典，几位皇姐皇兄真是受苦了。身为大前皇族，这是摆脱不了的宿命。倒是六妹你也快要成年了，你打算何时与神武将军府的楚夏完婚？你若早点嫁出去，也就用不着和我们一样受苦了。夏子轩语重心长地说道。楚夏微微一愣，夏子轩怎么会突然提起他来？莫非他认出了自己？他掌心暗暗用力，警告夏子轩不要耍什么花招。黄姐你说什么呢？我跟楚夏是不可能成亲的。莫说他楚家的顶梁柱已经倒了，就算神武将军还活着，我也不可能跟楚夏在一起的。我已经有心仪之人了。说到最后，夏兰溪的声音都显得有些娇羞起来。真的吗？是哪家的公子有如此好运？夏子轩好奇起来。哎呀，八字还没一撇呢，说出来羞人，等过些日子黄姐你就知道了。夏兰溪一副少女怀春、含羞带媚的小女人家姿态，看得夏子轩都有些恍惚。不说这些了，我还有事先走一步。黄姐你记得把参汤喝了，对你身体有好处。说罢，夏兰溪告辞离去。直到脚步声走远，楚夏才从被窝里探出个脑袋。你认得我？楚夏凝眉质问道。你能先把手松开吗？长公主楚楚可怜的央求道，眼眸里噙着点点泪光。别跟我装可怜，只要我一松手，你马上就会叫人来，别以为我不知道。楚夏在夏兰溪手里吃够了苦头，若是再不学会提高警惕，那岂不是白白遭罪了？可是真的很痛，我本就受了重伤，若不小心死在屋子里，你的处境会更加危险的。我看你能说会道得很，哪里像是受了伤的模样？见楚夏不信自己，长公主竟直接掀起纱裙，将她光洁平坦的小腹露了出来。只是在她的小腹偏左下侧的位置，有一道散发着黑气的伤疤，伤疤很深，看着似乎是某种猛兽的利爪所致，看上去触目惊心。这是……楚夏正要发问，忽然感觉丹田中的万神鼎微微一颤，似乎对伤疤上的黑气产生了兴趣。楚夏心思一动，伸手就朝着伤疤处摸了过去。长公主脸色一红，却也不敢反抗，只能任由楚夏在自己的小腹上按来按去。触碰到伤口时，疼得她呼吸一滞，眼里泪光翻涌。
好一副我见犹怜的模样。可楚夏丝毫不为所动，反而对伤疤产生了浓厚兴趣。就在触碰到黑气的瞬间，万神鼎再次颤动了起来，将那团黑气一股脑儿吸入了楚夏体内。长公主又似痛苦又似舒服，忍不住发出一声嘤咛。楚夏两只手都忙得很，一时情急，直接冲他的阴唇咬了过去，目光凶横地盯着他，让他不要发声。这可是皇宫深处，到处都是龙渊味，千万大意不得。长公主吃痛，连忙止住呼声，用眼神向楚夏求饶。两人现在的姿势不可谓不暧昧，这让从未与男子有过亲密接触的长公主心脏狂跳，一时间气血上冲，不受控制地吐出一口鲜血来。我靠！楚夏被灌了一嘴血，人都麻了，刚要发作，却见长公主软趴趴地倒了下去，没意识了。不会死了吧？楚夏心头一慌，他跟夏子轩毕竟无冤无仇，要是不小心把他给弄死，那就罪过了。他连忙伸手探了一下鼻息，虽然呼吸微弱，但还好，只是昏迷过去。楚夏稍稍放心了些，然后继续按着长公主的小腹，将淤积在她腹中的那团黑气一股脑全部吸出来。那团黑气全部汇聚到了万神鼎之中，迅速被万神鼎吞噬掉。正当楚夏好奇之时，却见万神鼎中再次翻涌出一团黑雾，轰的一声，一团炽热的金色火焰喷涌而出，火焰里竟夹杂了一本书籍，准确说是一部功法《大日阳神诀》。看到书封上5个金灿灿的大字，楚夏心头一震，下一秒，这本书化作金芒散开，融入到了楚夏的识海之中，如醍醐灌顶一般，大日阳神诀的全套修炼法门映入楚夏的脑海中。片刻后，楚夏从震惊中清醒过来。上品仙诀，这是一部修仙功法。大前国崇尚武道，武者分为聚气、炼神、通玄、化劫、宗师5大境界，成为宗师才等于拥有修仙的敲门砖。但修仙功法全部大前皇族所垄断，皇族以此为诱饵，近乎掌控整个大前皇朝的武道势力。楚夏深知，在大前想要获得一部修仙功法是多么困难。父亲为大前戎马半生，杀敌无数，所求也不过是一部修仙功法而已，可至死都未能如愿。想不到楚夏竟如此轻易就获得了，而且还是上品仙诀。来不及多想，楚夏已经盘膝而坐，开始运转灵力，修炼大日阳神诀。这一练就是半天，直到天色渐渐暗下来，楚夏蓦然睁开双眼，居然突破炼神境了。楚夏很是惊喜意外，他虽是聚气9重，但正常修炼想突破炼神境至少得半年时间。大日阳神诀不愧是上品仙法，和武道功法简直是天壤之别。还打算继续修炼，但楚夏的肚子却咕咕叫唤起来。仔细一想，他从被困祖龙禁地到现在已经过去了7、8天时间，期间低米未进，能撑到现在全凭意志力。你饿了吗？要不要我叫人准备一些御膳来？睡在一旁的长公主早已苏醒过来，正好奇地打量着楚夏。她的气色比之前明显好了很多。她苏醒的时候，楚夏是知道的，只是当时她正在突破的关键阶段，见她很识趣的没有大喊大叫，所以就没管她。但楚夏还是不放心，用不着，你不用耍什么花招，我很快就会离开这里。怎么会呢？你救了我的命，我感激你还来不及。长公主露出一脸善意的微笑。楚夏瞥了一眼她的小腹，黑气被吸走后，她的伤势似乎已经恢复大半。那也不用。楚夏端起放在床边的参汤，正准备喝下。如果我是你，我肯定不会喝的。长公主忽然说道。楚夏眉头一皱，似乎察觉到了什么，将手指探入参汤中。顿时间，万神鼎又起了反应，竟从参汤之中吸走了一团毒素。这毒楚夏太熟悉了，正是夏兰溪给他下的化气散，一种能让人经脉寸断、修为尽失的剧毒。这参汤不是给长公主准备的吗？夏兰溪这女人怎么回事？害她还不够，居然连自己的亲姐姐也要下毒谋害。你是怎么知道的？楚夏凝眉问道。长公主苦笑道：小六1年也不会来看望我一次，突然登门，能安的什么好心？无情最是帝王家，说的一点没错。楚夏说罢，便在长公主惊诧的目光中，仰头将参汤一饮而尽。你不要命了？区区剧毒，能奈我何？楚夏很是装逼地说道。若非万神鼎将化气散的毒性都吸走了，他可不敢乱喝。长公主见楚夏喝下毒药，竟然完全不受影响，顿时美眸一亮。他能解毒，怪不得他能从小六的手里活下来。小六，你这次是看走眼了啊？楚夏，你愿意跟我合作吗？夏子轩直勾勾地盯着楚夏说道。合作什么？假扮我的护卫，帮我安全度过祖龙祭典，作为交换，我可以帮你一起对付夏兰溪，顺便还能帮你调查你父亲的真正死因。这个女人知道的还真不少，楚夏有点小瞧她了。祖龙祭典吗？楚夏隐约听说过，这是大前国皇族争夺皇位的一种特殊仪式，
过程极其凶险，每次祖龙祭典都会有皇子公主死去，最终活下来的人才有资格成为下一任的天子或女帝。我只有聚气境的修为，能帮上你什么？长公主突然风情万种地白了楚夏一眼。骗鬼呢，你刚突破炼神境了，我能感觉得到。她忽然又叹息一声，明枪易躲，暗箭难防，正面竞争我不惧怕，但暗地里的阴招防不胜防。你既不惧剧毒，哪怕只是留着帮我试毒，也能给我带来巨大的帮助。楚夏沉思了片刻，他现在确实没有更好的去处，留在长公主身边暗中行事，或许是最好的选择。好，合作愉快。楚夏摸了摸肚子，夏子轩顿时笑靥如花，等着吧，肯定把你喂饱。不到1炷香时间，一桌子丰盛的御膳便出现在了长公主的寝宫内。楚夏跟饿死鬼投胎一样，一顿风卷残云，吃的肚皮都撑圆了。待楚夏吃饱喝足后，夏子轩走到寝宫的角落中，似乎是启动了某种法阵，墙面落下，形成一道道通往地下的台阶。这下面是一间练功房，平时不会有人进去，你可以暂住其中，或者你可以跟我睡一张床，只要注意不被人发现就行。夏子轩盈盈一笑，给了楚夏2个选择。楚夏感觉自己被他调戏了，他没有多想，直接来到了香软的大床上躺下。夏子轩明显愣了一下，小家伙年纪不大，脸皮倒是厚得很。别这么看我，我现在还不能完全信任你。你要是把我关在地下室，来个瓮中捉鳖，我岂不是栽了？差点死了一回。楚夏学到的最大的教训就是，千万不能相信女人，越漂亮的越不能信。夏子轩愣了一下，旋即便笑得花枝乱颤起来。他穿的本就宽松，这一笑仿佛风浪骤起，汹涌波涛颤颤巍巍，差点都要兜不住，呼之欲出了。可惜楚夏完全无动于衷，甚至懒得多看一眼。被江云之折腾了几天，他现在心情非常平静，女色与我只是那过眼云烟罢了。有本事等我缓过来，你再嚣张试试。一夜无眠，夏子轩睡得倒是很香，但楚夏丝毫没有倦意。一是怕这女人不守规矩，趁她睡着了对她下手；二是楚夏内视丹田，发现万神鼎上不知何时竟又吐出了一件东西，一颗墨绿色的丹药。意识接触丹药的瞬间，他的脑海中多出了一份关于丹药的信息。击煞丹，这是一颗和化气散功效相似，但毒性强了10倍不止的毒丹。难道这就是万神鼎的作用吗？被万神鼎吸收的东西会经过强化再被吐出来，可之前吸收的黑气为什么会吐出来一部上品修仙功法呢？搞不懂，看来还得多测试几次。思绪间，一只粉嫩细软的胳膊伸了过来，搭在了楚夏的胸口上。长公主呢喃梦呓道：母后，母后，雪儿一定会帮你报仇的，狗皇帝必须死。耳边传来夏子轩满含怒意的梦呓，让楚夏略感意外。他似乎听到了什么不得了的八卦。夏子轩的母后不就是死了20多年的大前皇后孟婉晴吗？据说当年皇后生夏子轩后便患上了癔症，精神失常，整日里疯疯癫癫，扬言自己是长生不老药，最后活活把自己锁进炼丹炉中烧成了焦炭。夏子轩在梦里如此咒骂自己的亲生父亲，莫非孟婉晴之死是皇帝在背后操刀？楚夏摇了摇头，也没多想。自古君王最无情，别说杀老婆了，就是杀亲爹亲妈，屠兄弟姐妹的也多得去了，没必要大惊小怪。何况这宝不准是夏子轩在故意给自己下套呢，想以此博得自己的同情，让楚夏心甘情愿给他卖命。皇族是个大染缸，从小在这种环境里长大的人，说的话一个字都不能信。无心睡眠，楚夏扒开夏子轩的胳膊，起身盘膝坐定，继续修炼大日阳神诀。随着灵力在经脉在不断流转，楚夏的身体好似一个火炉，体温逐渐攀升。好热！熟睡中的夏子轩都被烤得香汗淋漓，迷迷糊糊的竟扯开了香裙的系带，一时春光乍现。然而楚夏看都没看一眼，一心沉浸在修炼的乐趣中。夏子轩嘴角流露出一闪而逝的失落，随后呼吸平稳，真的睡下了。翌日清晨，咚咚，屋外传来一阵急促的敲门声。殿下，二皇子求见。夏子轩被惊扰好梦，睁眼的瞬间，眸中好似有一团戾气一触即引。他理了理有些凌乱的秀发和衣裙，道：让他在前厅等着。是，殿下。待宫女离去，夏子轩转身看向楚夏：老二怕是来者不善，我得出去应对一下，你要跟我一起吗？正在修炼中的楚夏微微睁开双眼。好，既然答应和长公主合作，那对皇族目前的局势就有必要多些了解。那你在这等会，我帮你找一套衣服来换上。夏子轩出门离开，没过一会儿就回来了，可他却没看到楚夏的身影。人呢？楚夏这才从窗台后翻回屋子里。不错，挺谨慎的，你这样的人一看就能活得长。楚夏没有理会夏子轩的夸赞，看着他手里拿来的衣服，道：你想让我假扮龙渊卫？
不是假扮，是货真价实的龙渊卫。夏子轩将一块金镶玉的龙形令牌交给楚夏，除了皇帝执掌的3000名龙渊卫外，每个皇子皇女都有权征召100名龙渊卫。正好前些天我的部下死伤了一批，目前尚有空缺，就把你补上了。你不必担心暴露身份，我手底下的龙渊卫都是死士，所有人的身份来历只有我知道，外人不可查阅。夏子轩又补充了一句。楚夏不再多问，当即将龙渊卫的衣服换上。和普通的龙渊卫衣装不同，这套做工明显更加精细，衣领处还有很隐蔽的3爪蛟龙纹绣。这是副将的衣装，属于五品武官服，可在宫内大部分地方持刀行走。楚夏眼眸一亮，这下倒是方便多了。夏子轩又拿来一副金色的面具交给楚夏，戴上吧，免得被老二认出来。楚夏点了点头，他曾与二皇子夏瑞明有过一面之缘，当时他还因为楚夏跟夏兰溪的婚约刁难过他，态度十分恶劣。虽然过去了挺长时间，他未必还记得自己，但慎重些不是坏事。父亲的死过于蹊跷，如今整个神武将军府都身陷囹圄，不得不防啊。略施粉黛轻妆后，夏子轩换上一袭黑色宫装，华贵典雅中又蕴含几分成熟女人的曼妙风韵。虽然比起江云芝还是差了些，但也算是楚夏见过的人间绝顶尤物了。跟我来，低头行进，距离不得小于3尺，也不能太远。出了门，夏子轩的表情瞬间变得高冷起来，用一种发令的口吻对楚夏说道。楚夏瞥了一眼夏子轩婀娜多姿的背影，暗道了一声规矩真多，但还是保持距离跟上了。紫月殿前厅，一名身着锦绣华服的高瘦男子负手而立，他脸色苍白毫无血色，眼神深邃冰冷，仿佛没有任何感情。此人正是大前二皇子夏瑞明。在夏瑞明身侧还站着一个满脸皱纹的黑袍老者，气息深沉似海。在长公主和楚夏抵达前厅的时候，二人的眼神同时注视过来。夏瑞明怀揣着双手一动不动道：皇姐气息孱弱，看来伤得不轻，既如此，是时候把珍宝阁的钥匙交出来了。夏瑞明，五祖殿试炼尚未结束，你就这么笃定我过不去？长公主黛眉微蹙，眉宇间闪过一抹凌厉，距离五祖殿关闭只有不到3天时间了。长公主殿下失败已成定局，何必再浪费时间拖延下去呢？一旁的老者冷哼道：吴有山，你算什么东西？一个阉狗有什么资格在我面前耀武扬威？长公主呵斥道。黑袍老者顿时大怒，衣袍猎猎作响，竟有10几只蜈蚣毒虫从他袖口钻了出来，爬来爬去，看起来很是瘆人。住手！夏瑞明冷不丁瞥了老者一眼，威压十足。黑袍老者连忙将毒虫收起，退到一旁不再言语。皇姐，我这属下性情如此，并非有意顶撞你。夏瑞明淡淡道。但他的话也并未说错，距离五祖殿关闭只剩3天，以皇姐现在的状态，绝无可能完成试炼，与其苦苦挣扎，不如提前将珍宝阁的钥匙交给我，作为补偿，我可以赠送皇姐一枚4品培元丹，祝皇姐早日恢复。说罢，夏瑞明取出一个紫檀木盒，打开后里面是一颗散发着奇异暗香的丹药。说完了，说完你可以带着你的丹药滚出我的紫月殿了，这里不欢迎你。长公主摆了摆手。送客。刹那间，不知从哪窜出来几名龙渊卫，气势汹汹，拔出刀剑，摆出送客的架势。夏瑞明微微眯起眼睛，眸中的阴鸷一闪而过。愚蠢的女人！夏子轩，3天之后，我会在五祖殿外等着看你的笑话，希望你到时候不要后悔自己的选择。说罢，夏瑞明头也不回地离开了。紫月殿外，主子，夏子轩这女人太不识抬举，要不要老奴暗中教训她一下？吴有山阴恻恻地说道。虽然他故意改变了自己的嗓音，听起来没那么尖锐，但依旧改变不了阉人的本质。马车上，夏瑞明眼眸低垂，冷不丁一巴掌抽在吴有山脸上。夏子轩再不识抬举，她也是我的同父异母的亲姐，你想让我背上不仁不义的骂名？主子息怒，奴才说错话了。吴有山满脸惶恐地跪拜下来。夏子轩不能出事，但他的紫月殿里多死几个人也无伤大雅。吴有山连连点头，奴才明白了。夏瑞明淡淡的瞥了吴有山一眼。小山子，听说你最近跟夏兰溪走得挺近。吴有山心头一突，忙不迭解释道。主子误会了，六公主殿下是来找我帮她炼制化气伞的，她开价极高，奴才想着多赚一些，就能多为主子分担一些。那你倒是挺有心。夏瑞明抹擦着下巴，凝眉沉思起来。小六虽然年纪不大，手段倒是颇为不俗，竟给他攀上了升仙门的圣子，若有升仙门在背后扶持，这祖荣祭典怕是又要激烈3分了。最后1年了，此番风云莫测，不知谁能笑到最后。吴有山立刻露出一副谄媚笑容，能夺下地位的肯定是主子您。呵，今天开始紫月殿加强防备，尤其要注意毒虫蛇蚁的滋扰。大厅内，夏子轩叮嘱了一声，随后他又看向楚夏道：
你随我去一趟五祖殿。好，初夏没多想就答应下来。他刚好也想见识一下五祖殿究竟是什么地方。殿下，您伤势尚未恢复，现在去五祖殿太危险了。是啊，殿下，身体要紧。两名容貌清秀的龙渊卫劝说起来。楚夏这时才注意到，这二人长得一模一样，居然是一对双胞胎姐妹花，而且这二人修为不俗，皆是通玄境的强者。没时间磨蹭了，你们两个也跟我一起去。夏子轩雷厉风行，直接出发。一行人风风火火地登上马车，转眼间就来到了五祖殿外。下马车的时候，楚夏莫名感到一股威压袭来，抬头望去，只见一座古老的殿宇横贯天地间。这殿宇规模很是庞大，看起来十分古老，但并不残破，到处雕梁画栋，望去尽是亭台楼阁，周围被一圈茂密的槐树笼罩。这些槐树生得异常高大，枝繁叶茂，将五祖殿完全遮蔽，从而显得有些阴气沉沉。跟紧我，不要东张西望。夏子轩叮嘱了一声，随后便径直朝着殿内前进。两个双胞胎则是一左一右护在夏子轩两侧，神情紧张严肃。一路行至正殿，并未发生任何意外，也没看到任何人影。但楚夏隐约感觉得出来，这地方不简单，里面存在一些很诡异的气息。正殿内十分空旷，仅耸立着一座墨黑的石碑，五祖悬空。楚夏看着石碑上的文字，疑惑道：他是何人？不知道。夏子轩道：这五祖殿存在的历史比我们大前皇朝还要久远，应该是前朝的某位武道祖师。说罢，夏子轩径直走到石碑前，伸手朝着石碑按了下去。下一刻，大殿上轰鸣震动，四面八方的地砖纷纷下落，形成8个通往地下的暗道。开始了，注意戒备，你修为不够，跟在我身后即可。夏子轩说道，选择了一个入口，准备进入。这入口有什么讲究吗？楚夏问道。没有，五祖殿的试炼开启后，每次都会8个入口，每个入口都会进入不同的空间，进行不一样的挑战试炼，每次遭遇的试炼内容也不同，全凭运气。楚夏心思一动，你若信我，就走这边。他走到西南方向的入口处说道。夏子轩微微一愣，沉思片刻后，还是决定跟上楚夏。双胞胎见长公主对一个新来的龙渊卫如此信任，心中很是诧异。这男人虽然长得挺帅，但年纪太小了，他能有什么主见？但既然长公主都信任楚夏，他们自然也没什么好说的，迅速跟上了夏子轩的步伐。楚夏也不废话，率先朝着通道内走去，不一会儿便来到一处宽阔的地下空间。只见一柄散溢着清冷光辉的宝剑矗立在一块巨大的玉石上，居然是剑道试炼。完了！看到这一幕，夏子轩顿时神色一沉，双胞胎更是露出一脸绝望的表情，愤怒地瞪向楚夏：你要害死我们了！五祖殿最难的挑战就是剑道试炼，想要拔出宝剑，必须拥有千锤百炼的剑意，否则就算是宗师强者来了也拔不出宝剑。只要拔出宝剑就算过关。楚夏并未理会，而是径直朝着那悬空宝剑走去。在长公主和双胞胎龙渊卫惊愕的目光中，楚夏大步流星地走上前去，一手握住剑柄，将宝剑提了起来。很难吗？楚夏手持宝剑，轻描淡写地耍了个起剑式，划出一片朦胧的剑华虚影。夏子轩傻眼了，双胞胎也如遭雷击似的愣在原地一动不动。下一秒，楚夏手里的宝剑突然被一股黑气裹住，顷刻间消散无踪。果然如此，楚夏心道。刚才夏子轩开启试炼的时候，万神鼎就产生了反应。楚夏凭着万神鼎的指引，选择了西南方向的入口，这里面果然有东西可以被万神鼎吸收。随着宝剑消失，楚夏内视丹田，很快便看到一柄全新的宝剑被万神鼎吐了出来。上品灵器，绝煞剑。灵器，这是修仙者才有资格获得的飞剑。楚夏心中大喜，也没藏着掖着，直接将绝煞剑祭出。凌厉霸道的剑气瞬间充斥整个地下室，长公主和双胞胎的目光都不由自主被吸引过来。好强的剑气，压得我快喘不过气了。寻常宝剑可没有这等锋芒，这绝对是祭炼了无数次的上品法器才有的威力。夏子轩好不容易平复心境，道：楚夏，你果然没有让我失望，这次能否通过五祖殿试炼就全靠你了。试炼还没结束吗？当然，这才只是第一关而已，接下来才是真正的试炼。但是夏子轩欲言又止，一副忧心忡忡的模样。怎么了？怪我没提前跟你说清楚，五祖殿试炼总共分为3关，但具体难度是根据第一关决定的。你选择了剑道试炼，那么接下来的2关肯定也与剑有关，这是所有试炼中最困难的，稍有不慎甚至会有生命危险。夏子轩语气略显无奈，他伤势尚未完全恢复，今天来本是打算探探路，谁曾想直接通过了剑道试炼的第一关，这下想要放弃都不行，只能一条道继续走下去。这又何妨，走下去便是。楚夏能感觉到万神鼎依旧在震颤，
说明这下面还有他感兴趣的东西。这可是提升实力的绝佳机会，楚夏不可能错过的。好，那就继续往下走。夏子轩眼里恢复神采，沿着通道继续往下深入。双胞胎也紧随其后跟上，路过楚夏身边时，还满含歉意地鞠了一躬。楚夏，刚才小瞧你了，没想到你如此神勇。可以看看你的大宝贝吗？楚夏大方地将绝煞剑递了过去。万神鼎吐出的宝物与他有一种奇妙的精神联系，相当于认主了，外人是夺不走的。双胞胎同时接过绝煞剑，爱不释手了抚摸了几下。好可爱，好硬啊，感觉被他戳一下肯定会死的。听到双胞胎对绝煞剑的描述，楚夏嘴角不受控制地抽动了一下。这两个人的精神状态绝对有问题，二人倒是没好意思多看，抚摸了一遍后就交还给楚夏，急匆匆地追上夏子轩了。沿着地道继续深入了数十米，楚夏来到第二间地下室。这里空间要宽阔得多，甚至有一些树木，地面踩上去是松松软软的苔藓，空气中还弥漫着一股浓郁的水汽。仔细听，不远处还有潺潺溪流声，似乎是来到了地下河的附近。小心！夏子轩眉头一挑，忽然退后数步，拿出一个烟花筒一样的东西，对着半空射去。刹那间，如烟花盛放般，一团明亮耀眼的红光将整个地下室照亮。楚夏定睛一看，只见不远处的树丛里斜插着一柄锈迹斑斑的铁剑，铁剑上贴满了符纸，符纸以朱砂浸染过，散发出微弱的红芒，有符文若隐若现。我怎么感觉有些头晕？我也是。双胞胎看到铁剑，立刻产生强烈的不适，一时间只觉得天旋地转，浑身力气都好似被抽空一样，双膝酸软无力，扑通倒地不起。夏子轩状态好一些，但也好不了多少，他呼吸有些急促，脸色涨红，差点没站稳脚跟。楚夏见势不妙，立刻扶住夏子轩，带着他退回到地道中。放下夏子轩后，他又折返回去，将双胞胎一左一右夹在胳膊下，一同带了回去。你没事吗？夏子轩抓住楚夏的胳膊询问道。我还好，你们休息一下，我去看看怎么个事。再次折返回地下室中，楚夏盯着铁剑看了一会，确认没什么问题后，便大胆地走了过去。他小心翼翼地伸手触碰铁剑，刹那间，一股凌厉的剑意被万神鼎吸收。下一刻，一部剑谱从万神鼎中吐了出来，不等楚夏看清，就迅速融入到楚夏的脑海中。太乙玄真剑诀。感受到脑海中被醍醐灌顶的信息，楚夏很是惊喜。这是一篇临阶上品剑诀，和大日阳神诀品质相等。短短1天之内，他居然获得了2部修仙功法，这体验感也太好了。趁着夏子轩他们还没恢复，楚夏打算就地修炼一下太乙玄真剑诀。但这时他注意到铁剑开始一寸寸破裂，很快就化作满地的碎铁屑，连带着铁剑上的咒符也纷纷落下。哗啦，一只干枯的利爪猛地在铁剑下方破土而出。因为来得太突然，楚夏都被吓得一惊，但他反应也是极为迅速，直接抄起手中的绝煞剑横劈过去。这利爪尖硬如铁，砍上去火星四溅，但仍旧抵挡不住上品灵剑的锋芒，咔嚓一声就被斩断。嘶啊！一声凄厉的咆哮从脚下传来。楚夏怀疑这铁剑下面是不是封印了一只僵尸，没有多想，楚夏再次催动绝煞剑往地面疯狂刺去，一连刺了几十剑，直到再无嚎叫声传来，楚夏这才罢休。楚夏忍不住好奇，还是将泥土翻开查看起来。只见泥土之下埋藏着一节节残破的干枯尸块，仔细看尸块上还长满了绿毛，真是僵尸啊！楚夏很是意外，这五祖殿还真是邪性，连僵尸都有。幸好他刚得到了绝煞剑这样的上品灵剑，对付区区一只绿毛僵尸不在话下。可若没有绝煞剑在手，寻常武者碰到这样一只僵尸，恐怕是九死一生的下场。摇了摇头，楚夏正打算将泥土填埋回去，忽然他瞥见在僵尸的身下似乎埋藏着一团散发出微光的东西。楚夏急忙将泥土挖开，将东西捡了出来，擦拭干净后，一个翠绿色的小药瓶呈现在楚夏眼前。楚夏刚打开药瓶想仔细瞧瞧，结果黑气一卷，里面的丹药直接被万神鼎给吞掉了。楚夏顿时无语住了，可转念一想万神鼎给自己带来的好处，便立刻释然了。反正鼎爷肯定少不了咱的好处。果不其然，片刻后，一颗崭新的丹药被万神鼎吐了出来。培元丹9品。楚夏很是诧异，今天夏瑞明来的时候拿着一颗4品培元丹当宝，结果他转手就弄到一颗9品培元丹。4品跟9品，这差距可是天壤之别。这可是极品疗伤丹药，不管受了多重的伤，一颗下去保证恢复的生龙活虎，保命的好东西。楚夏立刻贴身珍藏起来。随后他走到一处干净的空地上，盘膝而坐，开始修炼太乙玄真剑诀。修炼不知岁月，也不知过去多久，楚夏心有所悟，刹那间
一声惊天动地的剑鸣从他体内迸发而出。怎么了？夏子轩和双胞胎龙渊卫急忙跑了过来。只见楚夏双目如剑，锋芒外露，绝煞剑更是随着楚夏身上发散的剑意上下飞舞，顷刻间就将周遭树木斩成满地碎屑，就连厚重的岩壁都被剑气硬生生削得凹陷下去。看着四周被剑气破坏的痕迹，夏子轩美眸中惊喜连连。寻常武者可练不出剑气，只有领悟剑意后才能驾驭住剑气的锋芒。楚夏看着年纪不大，修为也不高，却能够将剑气发挥到如此境地，这肯定是从小磨砺打熬的结果。可他才多大啊，总不能从娘胎里就开始练习剑法吧？这就是真正的天才吧？双胞胎更是惊叹不已，看向楚夏的眼神都多了几分崇拜之意。我修炼了多久？楚夏起身问道。已经过去2天了。夏子轩道。已经2天了吗？楚夏竟然毫无感觉，仿佛只过去了一刹。不愧是修仙功法，玄妙至极，让人一沉浸就完全忘却了时间流逝，距离试炼结束还有多久？只剩不到半天了。说到这，夏子轩神色再次凝重起来。虽然已经闯过2关，但最后一关才是最艰难的。这2天他已经尝试了多次，然而看不到半点成功的希望。现在楚夏醒来，或许只能指望他来创造奇迹了。夏子轩眼神里满含期待地看着楚夏。跟我来，我给你讲解一下最后一关的情况。好。楚夏跟随过去，穿过长长的地道，来到了最深处的地下室。地下室四面环水，中间是一个直径超过20米的圆形平台。平台由漆黑坚硬的乌铁打造而成，上面有很多密密麻麻的孔洞。在平台的中心位置摆放着一张石桌，石桌上有一个木盒子，那就是五祖殿试炼的奖励——修仙功法五行术。修仙功法，楚夏眉头一皱，不知道是什么品级，但万神鼎似乎没有任何反应。难道是瞧不上？既然奖励就在眼前，为何不取？楚夏问道。你看看就知道了。夏子轩伸出手来，一旁的双胞胎立刻递来一枚石子。夏子轩用力将石子扔上平台，哗啦啦，刹那间无数道剑气从平台的孔洞里轰射而出，成千上万道剑气将平台完全笼罩。石子还没飞进去3米远，就被剑气击中，瞬间炸裂成齑粉。情况就是这样，我尝试过各种方法，但完全无法靠近中心区域。夏子轩满脸无奈。双胞胎之一说道。我们还尝试过用树木和尸块阻隔剑气，但是没用，这些东西的硬度都不够高，完全阻挡不住剑气的冲击。剑气很强，哪怕是宗师强者，同时被这么多剑气袭击，恐怕也要被扎成马蜂窝。楚夏四下打量了一眼，确实也想不到更好的方法了。这陷阱虽然很明显，看起来到处都是破绽，可只要它强度够高，那就是很管用的。楚夏看着手中的绝煞剑，忽然心思一动，道：我有办法了。说罢，楚夏直接将绝煞剑扔了出去。就在绝煞剑要落地的刹那，只见楚夏指尖一挑，绝煞剑悬停半空。随着楚夏指尖滑动，绝煞剑跟随他的动作开始上下翻飞，时而起飞，时而下落。御剑术，这是修仙者中剑修最基础的御剑手段。楚夏修炼的太乙玄真剑诀自然也是包含御剑术的，虽然只修炼了2天，但基础的御剑手段他还是掌握了一些，100米之内驾驭飞剑不成问题。可这一幕落在夏子轩眼里就非常不可思议了，这简直就是剑仙的手段。他看向楚夏的眼神都变得不一样了。天才啊，能够以武道之法练出剑仙才有的本领，这不是天才是什么？哪怕如此，他都丝毫没怀疑楚夏是不是修炼了修仙功法。毕竟在大前，修仙法门被皇族垄断已经是500年不变的事实，更何况在他的认知中，就算有修仙法门，那至少也要达到武道宗师的实力才有资格修炼。楚夏才突破炼神境不久，连修仙者的门槛都够不上，如何能够修仙？唯有见到天才才能解释这一切。去！楚夏向前一指，绝煞剑飞入平台，刹那间无数剑气射出。楚夏眉头一凝，驾驭绝煞剑灵巧转动，避开剑气锋芒，迅速朝着中心靠近过去。刺啦一声，绝煞剑直接刺中木盒，随后扭转90度，将木盒竖起，带着木盒再次穿过密集如雨的剑气，飞回到楚夏手中。前后不过几个呼吸的时间，困扰了夏子轩他们3人2天的难题，就这样被楚夏轻松破解。夏子轩接过木盒，打开一看，里面果然是修仙功法五行术。楚夏，这次多亏有你，否则我绝无可能通过五祖殿试炼，算我欠你一个人情。今后你有什么要求，尽管跟我开口。夏子轩信誓旦旦地说道，还故意冲着楚夏眨了眨眼，眼神仿佛都能勾人。楚夏顿时打了个寒战，脑海里莫名浮现出在祖龙禁地里的画面，他感觉自己被江云芝都快搞出心理阴影了。这贤者模式什么时候是个头啊？殿下，有问题。奖励已经拿到，按说试炼通关后
通道会重新开启的，可我看了一下，上面的入口还是关闭的。双胞胎龙渊卫接连说道。夏子轩这时也意识到不对劲，试炼还没结束。楚夏刚要开口，猛然察觉到一抹阴冷诡异的气息迅速逼近过来，他二话不说，凭着感觉催动绝煞剑一剑劈出。这一剑，他甚至调动了大日阳神诀的灵力，剑刃之上爆闪出一团炽热耀眼的火光。炽热的剑气威势惊人，一剑划破长空，似乎劈中了什么东西，传出一声轰鸣震动。楚夏定睛看去，只见一头浑身冒着黑烟，形似山精野怪的生物被绝煞剑劈落在地。这一剑杀伤力相当不俗，在那野怪胸口劈开1道半尺长的剑痕，深可见骨。但这野怪颇为凶猛，倒地的瞬间便立刻扭转身形，龇牙咧嘴的再次扑了过来。蟒兽！夏子轩惊叹道，眸中忽然迸发出一股怒意。白芷、青鱼，压制住他！双子得令，立刻手持利剑冲上前去，与那野怪缠斗起来。楚夏这才注意到，那怪物身上冒着的黑气有些眼熟，正是之前他从夏子轩腹部伤口上吸收过来的黑气。原来之前夏子轩就是被蟒兽所伤，怪不得一见蟒兽就动了怒火。这蟒兽实力一看就很强，双子招数出尽，气血翻涌，双眼都杀红了，然而依旧不是蟒兽的对手。眼看形势不妙，夏子轩轻咬背齿，正欲顶着伤势出手。这时楚夏先一步踏出，他手掐剑诀，绝煞剑再次翻飞而起，从半空中一剑刺落，正中蟒兽的后脖颈，咔嚓一声，连带着蟒兽的颈椎骨和后视的皮肉一同切开，刹那间鲜血喷涌如注，大量黑气四散。楚夏出手太快，以至于夏子轩反应过来的时候，蟒兽已经倒在地上，彻底咽气了。双子原本都做好拼死一战的打算，可看着眼前失手分家的蟒兽，一整个愣住了。三人同时向楚夏投去震惊的目光。这蟒兽也不经打啊！楚夏笑着走上前去，伸手在蟒兽的尸体上扒拉了2下，不知不觉，蟒兽身上的黑气就被万神鼎给吸收一空了。楚夏这时才知道，原来这黑气其实就是蟒兽身上的妖气，这是一头低阶妖兽。听到楚夏的话，夏子轩三人同时无语住了。瞧瞧，这是人说的话吗？蟒兽虽然不是什么厉害的妖兽，但再怎么说也是妖兽啊，即便是通玄境强者，也得好几个围攻才有胜算。上次试炼时，夏子轩就是被一只蟒兽偷袭，导致身负重伤，还中了妖毒，差点因此丧命。谁知道楚夏一剑就斩杀了蟒兽，这难道就是剑道天才的含金量吗？通道开启了，这蟒兽果然才是最后的试炼。殿下，我们把这头蟒兽带回去吧，听说蟒兽的肉质相当鲜嫩多汁，而且非常滋补。白芷和青鱼兴高采烈地说道。好，夏子轩点头微笑。顺利通关，他总算也是松了口气。五祖殿试炼也是祖龙祭典的一部分，迈过这道坎，他才有资格继续往前走，否则就只能灰溜溜地离开大乾宫，获得一块不算富庶的封地，当一个小小的王侯，在遗憾中了却残生。这样是未来，是他不敢想象的。楚夏，我们走吧。夏子轩笑盈盈地走上前来。楚夏站起身来，露出一副心满意足的笑容。好的。他正要将蟒兽扛起来，双子却是急忙拦住楚夏，两人合力将蟒兽扛起，道：楚夏，你可是大功臣，这种粗活脏活怎么能让你干呢？你快去洗洗手，蟒兽交给我们就行。那行吧。楚夏当然乐得轻松。很快，一行人便通过地道原路折返，回到了五祖大殿之中。恭喜长公主殿下通过试炼，陛下赏赐黄金1000两，灵药50株，上品武道功法3部。门外突然传来一阵爽朗的笑声，只见一名鹤发童颜的老太监大笑着走了进来。楚夏神色微惊，这老太监绝对是个高手，很可能是一位宗师，他身上散发的灵力强度和他父亲比起来都不遑多让。大乾宫果然是卧虎藏龙之地，随便冒出来一个太监都是武道宗师。见过单公公，多谢父皇赏赐。老太监看起来慈眉善目，眯着眼睛笑道：嘉奖已经送到紫月殿去了，陛下还叫我转告长公主，再过几天就是皇后的忌日，别忘了去皇陵祭拜你母亲。夏子轩神色一正，双手攥得发青，很快又恢复正常。子轩不会忘的。单公公微微点头，没别的事，那老臣就先行告辞了。话音刚落，单公公已经消失得无影无踪。回去吧。夏子轩说道。楚夏点了点头，随后跟上。不对劲。夏子轩眉头紧锁，呢喃自语道：什么不对劲？母后死了20多年，父皇从来没有提起过，为何今日突然提醒我去祭拜？这么说好像是有些不对劲。罢了，不管怎么，母后每年的忌日我都会去祭拜。夏子轩神情有些低落。生在皇族，凡事都要谨慎小心，尤其是皇帝的话，一字一句都要斟酌揣摩，发掘背后可能隐藏的信息。
若不是一直有个信念支撑着他，这长公主谁爱当谁当去。黄姐怎么垂头丧气？你能活着从五祖殿走出来，已经算运气不错了。二人刚走出五祖殿外，便听到一个满含讥讽之意的低沉声音传来。夏瑞明乘着一架金碧辉煌的马车徐徐而来，他高坐在马车之中，透过垂帘伸出一只手来。长公主殿下，事到如今你还有什么话好说的？赶紧把珍宝阁的钥匙交出来吧，别坏了规矩。吴有山阴恻恻地从马车后走了出来，眼神咄咄逼人。夏瑞明，你就如此笃定？我过不了五祖试炼。夏子轩本就心情不佳，碰到前来找茬的夏瑞明，眼底的怒火都快兜不住了。要不然我们打个赌，黄姐想赌什么？夏瑞明信心十足，他调查过，夏子轩选择的是难度最高的剑道试炼，以他的实力根本不可能过关。他现在死不承认，无非是想拖延时间罢了。作为长姐，我也不欺负你，免得传出去别人说我以大欺小，就赌你100两黄金，如何？夏瑞明愣了一下，旋即冷笑起来。黄姐还真是有些小瞧人了。他对吴有山挥了挥手，后者立刻明白过来，直接取出10块金灿灿的金锭。那我就不客气收下了。夏子轩一挥手，就将10块金锭收入囊中。夏瑞明刚要皱眉，就看到白芷和青鱼扛着一头血淋淋的蟒兽走了出来。现在还有话说？夏子轩掂了掂手里的金锭，一脸蔑视地瞥了夏瑞明一眼。蠢货，上赶着给人送钱花，珍宝阁若真交到你手里，亏空是迟早的事。说罢，夏子轩便登上了紫月殿的马车，扬长而去。砰！夏瑞明气郁不已，爆发的灵力将马车的顶棚都掀飞了。该死，怎么会这样？他居然通过了剑道试炼，还猎杀了一头蟒兽，损失了100两黄金，对他来说不算什么。可这下想夺取珍宝阁的掌控权就难了。吴有山屁颠屁颠的将顶棚拾了回来，重新安在马车上。殿下莫要生气，我已在紫月殿里安放了不少蛊虫，只要殿下一声令下，今晚我就能帮殿下将珍宝阁钥匙夺得。胡闹！这事若传到父皇耳边，他该如何看待我？你这阉狗真是愚不可及，快去将蛊虫撤了，我自会另想他法，用不着你来替我操心。夏瑞明气郁不已，一脚将吴有山从马车上踹了出去，挥了挥手，马车旋即狂奔离去。殿下，等等我！吴有山情急万分，声音都顾不上伪装，阉人的尖嗓暴露出来，火急火燎地朝着马车一路追去。刚坐上马车，夏子轩就将他手里的100两金锭丢给了楚夏。这次多亏有你，否则我也没法赢下赌注，这100两金锭送你了。似乎是担心楚夏还不满足一样，夏子轩又道：这只是开胃菜，只要你继续跟我合作，该是你的好处肯定一分都少不了。多谢长公主。楚夏随口应了一句，将金锭揣进口袋，便继续闭目养神。见楚夏不为所动，夏子轩还以为他不满意，心里盘算着要给楚夏准备一份惊喜大礼才行。这样一位潜力无穷的天才，必须牢牢掌握在自己手里才行。楚夏其实并未多想，他正在内视丹田，看着一缕缕浓郁的灵力不断从万神鼎内喷涌而出，汇入到他全身经脉之中。这是万神鼎吸收了蟒兽的妖气后回馈给楚夏的。如此澎湃的灵力，足以让楚夏的修为提升不少。他根本无暇多想，只能拼命调动灵力进行修炼，一刻也不能浪费。回到紫月殿后，楚夏也是第一时间回到长公主寝宫，盘膝而坐，开始疯狂修炼。这么勤奋吗？不愧是少年天才。跟过来的夏子轩忍不住称赞了一声。时光飞逝，转眼已经是午夜。楚夏终于将万神鼎吐出的灵气全部吸收。这一番下来，楚夏提升不小，修为蹿到了炼神境4重，直接来了个3连跳。这在过去，楚夏是根本不敢想的事情。楚夏不由打起了主意，若能多斩获几头蟒兽，那他的修为岂不是可以提升得更快？咕噜，缓过神来的时候，肚子又开始叫唤，又是3天没吃东西，扛不住了。楚夏起身望去，发现桌子上已经摆满了食物，沐浴室里有哗啦啦的流水声传来。长公主在沐浴，房里还有一个大男人，他倒是一点也不知道避讳。不过楚夏现在还处于贤者模式，完全提不起任何想法。他走到桌前，便开始大口狼吞虎咽起来。吃饱喝足，楚夏刚想躺平，就看见夏子轩只披着一件薄纱裙就走了出来。玲珑曼妙的玉体若隐若现，从手到脚无不散发着诱人的魅惑，谁看了不迷糊。他带着明媚的笑容走来，取出一个纹绣精美的钱袋子交给楚夏。送你的，这是储物袋，可以装下100斤重物随身携带，没有任何重量。你的金锭可以藏在里面，里面还有一些我给你准备的宝物。储物袋，这不是修仙者才有的法宝吗？楚夏只听过没见过，这东西市面上可买不到。不过想到夏子轩的身份，楚夏便释然了。大前皇族能够垄断修仙功法，自然也能垄断法宝，外人无法获取的东西，
对皇族来说却算不上珍贵。那我就不客气了。楚夏接过储物袋，打开之后发现里面是一片漆黑，要用灵力感知。楚夏点了点头，将灵力渗透到储物袋中，一个不算大的空间立刻呈现在眼前。里面放的东西还不少，有几套按照楚夏的身材轮廓量身打造的换洗衣物，2双造型精致的长靴，一些备用的食物，还有整整50株用紫檀木盒装好的灵药。灵药可是稀罕物，随便一株都价值不菲。这应该是皇帝赏赐给夏子轩的，他居然一株没有留下，全赐给楚夏了。这么大方吗？一抬头，楚夏就看到夏子轩正笑眯眯地看着自己。收下吧，这些灵药我用不上，但你修炼这么勤奋，有灵药滋补身体，效果会更好。没别的企图？楚夏有些警惕地问道。夏子轩愣了愣，旋即娇笑道：当然没有，你想什么呢？那好吧。楚夏还以为他是馋自己的身子呢。你去洗个澡吧，我先睡了。夏子轩伸了个懒腰，回到床上躺平，没一会儿就沉沉睡去。楚夏思虑片刻，还是来到了沐浴室中，低头一看，满地都是随处乱丢的女人贴身衣物，还有一些发钗饰品也都胡乱丢在各处。楚夏连下脚的地方都没有，该说他邋遢还是不拘小节呢？楚夏无奈地摇了摇头，只能捡起地上的衣物简单收拾了一通。忙活了好一阵，楚夏才脱掉龙渊卫的官袍，泡进了散发着清香的水池中。水池通过底部的红色岩晶矿石加热，温度略高，但修炼过大日阳神诀后，楚夏完全可以承受得住。泡了一会还挺舒服，楚夏干脆在这里修炼起来。足足过了1个时辰，楚夏才从沐浴室中出来。灵力运转，片刻间头发上的水汽就被蒸发掉。看着床榻上夏子轩十分不雅观的睡姿，楚夏轻叹一声，上前帮他重新盖好凤披。正要继续修炼时，楚夏发现地下室的入口是开启的状态。他犹豫片刻，还是朝着地下室走了进去。跟夏子轩同处一室，总归多有不便，他还是需要有一个独属于他的安身之地才行。来到地下室，楚夏点燃灯盏，发现这里空间还挺大，就是有些杂乱，堆放着许多古董字画、金银珠宝之类的东西，还有一些乱七八糟的书册。楚夏稍微看了一眼，发现都是一些志怪杂谈、民间异闻。想不到长公主还有这种爱好。但继续翻下去，楚夏就感觉到不对劲，虽然披着志怪小说的书封，可里面的内容怎么全是情情爱爱，有几篇口味还相当重，看得楚夏直皱眉。他摇了摇头，连忙放下手中的书，沉静心神，将地下室整理了一遍，取出一个松软的蒲团盘膝坐下，准备开始修炼。江云之交代的任务，他不敢不完成。1年内突破宗师境可不是容易的事情，他必须加倍勤奋，不然到时候没完成任务，他指不定又要怎么压榨自己。对了，可以试试这些灵药的功效。楚夏翻开储物袋，将50个紫檀木盒全部打开，取出里面的灵药。下一刻，万神鼎又产生了波动。没等楚夏反应过来，黑色灵气一扫而出，将50株灵药全部笼罩，一口吞下。楚夏丝毫不慌，反而面露喜色。一下吃了50株灵药，他很好奇这次万神鼎能吐出什么好东西来。耐心等待片刻，万神鼎再次颤动，一枚金灿灿的丹药浮空而起，紧接着便是一股沁人心脾的药香味散溢开来。涤尘丹，上品灵丹，有洗髓伐毛、脱胎换骨之功效。楚夏感受到丹药的信息，忍不住咽了咽口水。灵丹啊，这可是修仙者才有本事炼制出来的丹药，其功效绝不是培元丹之流的普通丹药可以比拟的。这颗涤尘丹对楚夏绝对有大好处，能够让他的体质强化一大截。没有任何犹豫，楚夏直接将涤尘丹服下。等了一会，楚夏开始犯困，倒头就睡了过去。兰溪殿，殿内殿外上百名宫女太监正在忙碌不休，似乎是在准备迎接某位大人物的到来。一名提着水桶的太监跑得太过匆忙，一不小心摔在地上，桶里的水洒了一地。正路过的夏兰溪裙摆上被溅了2滴水花，顿时勃然大怒：不长眼的狗奴才，拖下去砍了！2名龙渊卫顷刻出动，将那太监拖了出去。殿下息怒，圣子大人马上就要到了。一名宫女急忙跑来安抚道。夏兰溪抓住宫女的手，忐忑不安地说道：小然，我有点紧张怎么办？许哲哥哥来自仙门，会不会瞧不上我们这种世俗皇族子弟？殿下你就放心吧，圣子大人那么喜欢你，又岂会在意身份？但愿如此吧。这个世界从始至终都是仙道为尊，大前皇朝不管在世俗中庸有何等的统治力，面对正统的修仙势力依然处于劣势。夏兰溪从来不在乎什么祖宗祭典，在他看来，就算当了大前的女帝又如何？就凭大前传承的那些修仙功法，根本不足以让他修炼成仙。只有加入升仙门这样真正的仙家势力，他才有问鼎长生大道的机会。那可是长生啊，岂不比一个世俗世界的女帝要强得多？这也是夏兰溪在接触到许哲后，立刻毫不犹豫斩断情缘的主因。
楚夏在大前国的确称得上少年才俊，可上限终究是太低了，比不上许哲哥哥的1/1000。不是我无情，而是修仙之人必须心狠手辣，不择手段。毕竟修仙之路就是逆天改命之路，没有逆天的觉悟，谈何修仙？夏兰溪努力挤出一抹甜美的笑容来。走吧，跟我去殿外等许哲哥哥来，我会用我的魅力将许哲哥哥牢牢抓在手里。话音刚落，九霄天外传来一声振聋发聩的剑鸣呼啸。只见一道蓝色的剑影从万米高空垂直落下，顷刻间便出现在了兰溪殿外。从飞剑之上落下一名身着白衣、风神俊茂、气质出尘的俊美男子。看到飞奔出来的夏兰溪，男子缓缓落地。许哲哥哥，我想死你了，你这次来一定要多留几日，让兰溪依尽地主之意，带你好好领略我们大前的江山美景。许哲微微一笑，恐怕要让你失望了，我这次路过大前是来收罗一些炼制敌陈丹的材料，只能停留半日，随后还要去一趟万古荒原，与另外几位师弟会合。啊，没关系的，许哲哥哥，半日也好，让兰溪好好招待你吧。说着，夏兰溪亲昵地挽着许哲的胳膊，走进了兰溪殿中位。你没事吧？楚夏迷迷糊糊间感觉有人在自己脸上掐来掐去，他猛然惊醒过来，却发现自己已经不在地下室，而是泡在沐浴室的水池中。只是原本清澈的池水，如今变得黑乎乎的，上面还飘着一层油花。什么情况？你想把我煮了？楚夏愣愣道。夏子轩没好气白了楚夏一眼。我还想问你呢，早上我去修炼室看你，结果你倒在地上一动不动，身上全是黑乎乎的污垢。为了把你背上来，我的裙子都废了，头发上也沾了很多污垢，洗了半天才弄干净。楚夏这才想起来是怎么回事。这敌陈丹的效果这么强吗？他感受了一下身体状况，简直是前所未有的轻盈，感觉非常舒适。你先出去，我自己清洗一下。换洗衣服给你准备了，你自己换上，弄脏的那套我给丢了。说完，夏子轩就离开了沐浴室。楚夏从水池中站起身来，用热水将身上仔细清理了一遍。看着镜子中白的发光，皮肤比新生婴儿还要娇嫩的自己，楚夏顿时无语住了。果然是脱胎换骨啊！虽然变嫩了，但肉身强度却是得到了大幅的提升。他用匕首在手臂上划拉了一下，锋利的匕首居然没能留下任何痕迹。不仅如此，楚夏的嗅觉、听觉、视力都得到了大幅的强化，整个人有种焕然一新的感觉。但这些还不是最大的变化。楚夏能感觉到自己和天地间的灵气产生了一种微妙的共鸣，吸收灵气的速度大幅提升了，有一种在臭水沟里生活多年的鱼儿突然游进了大江大湖中的错觉。这就是上品灵丹的功效吗？我现在的修炼速度应该比之前快了好几倍吧。楚夏暗爽不已，这下1年内突破宗师境的任务他就更有信心完成了。走出沐浴室，夏子轩已经在外面准备好了一桌子饭菜。楚夏摸了摸肚子，还真有些饿了。可奇怪的是，坐下之后看着满桌子的大鱼大肉，楚夏居然一点胃口也没有，总感觉这些饭菜闻起来没以前香了，甚至有点臭臭的。怎么了？不合口味吗？夏子轩问道。楚夏点了点头，可也说不上来具体是怎么回事。夏子轩想了想道，那你等会我让人去把昨天带回来的蟒兽肉烤了也好，妖兽的肉腹含灵气，应该会更好吃。夏子轩刚离开，楚夏便盘膝而坐，沐浴阳光下开始修炼大日阳神诀。练着练着，楚夏就察觉到不对劲，他的体内竟是凭空燃起了一簇金色的火苗。楚夏蓦然睁眼，弹开手掌，指尖灵光迸发，金色火苗摇曳升起。虽然火苗很小，可散发的温度却是高的惊人，刹那间就将周围的木质家具引燃。我擦！楚夏连忙收回火焰，打来水将火势给扑灭。这是大日阳炎。奇怪，按照大日阳神诀的介绍，至少需要修炼到第3层才能凝聚大日阳炎，可我刚第1层入门，怎么就能凝聚大日阳炎了？难道跟我是纯阳道体有关？楚夏正打算继续修炼，夏子轩已经带着烤好的蟒兽肉回来了。闻到烤肉的香气，楚夏立刻食指大动，二话不说便开始大块朵颐起来。富含灵气的烤肉香酥软烂，吃起来有一股清甜的奶香，汁水也是极为丰盈。不一会儿，楚夏就吃了10几斤烤肉，看得夏子轩目瞪口呆。他少时荤腥，可看着楚夏吃得这么享受，也不禁有些蠢蠢欲动起来，跟着尝了几块。好吃是好吃，可吃了半斤他就撑了。这家伙吃了10几斤都不带停的，他的胃是铁打的吗？对了，有件事要告诉你。夏子轩道。夏兰溪正在他的兰溪殿内宴请一位来自升仙门的修仙者，此人名叫许哲，如果我没猜错的话，他应该就是夏兰溪的心仪之人。闻言，楚夏眉头一皱。升仙门是什么势力？这是大前皇朝北方的一个修仙宗门，历史悠久，非常神秘。虽然整个升仙门只有不到100人，但个个都有仙人之姿，
飞天遁地无所不能，移山填海不在话下。武道宗师在他们眼里只是蝼蚁一般的存在。居然是修仙宗门吗？大前境内是没有修仙势力的，连修仙功法都被皇族垄断，凡人根本接触不到修仙者这样的存在。但在大前之外，还有无比广袤的天地，那里才是修仙者的天下。在平民百姓的眼里，皇权至高无上，拥有绝对的统治地位。可在皇族眼里，修仙者又何尝不是高高在上的存在呢？怪不得夏兰溪迫不及待要杀他，原来是找到更厉害的靠山了。见楚夏不语，只是一味的吃肉，夏子轩还以为他吃错了呢。好女人多的是，以你的才能天赋，将来必定会大有一番作为，何必在一个女人身上吊死？楚夏目露凶芒，我只是在思考，要如何才能弄死夏兰溪这个贱人。感受到楚夏身上爆发的戾气和杀意，夏子轩愣了愣。下个月初1，祖龙祭典第2场试炼就会开启，届时7位皇子皇女会共同前往万古荒原进行围猎大赛，猎取祭典所用的贡品。如果你真想报仇，那将是绝佳的机会，我也会尽力帮助你。夏子轩显然也不是什么烂好人，夏兰溪敢给他下药，那他就不介意送对方上西天。皇族子弟是没有亲情的，尤其是大前为了争夺皇位，几名皇子皇女更是注定要经历血腥厮杀，天然就是互为敌对的关系，杀起来就更加不会心慈手软了。能跟我说说这祖龙祭典的具体情况吗？楚夏有些好奇地问道。夏子轩点了点头。你应该知道前朝玄阴女帝江云芝吧？楚夏突然听到江云芝的名字，暗自一惊，莫非这祖龙祭典和他那双修对象还有关系？楚夏点了点头，听说过一些，但具体不是很了解。无妨，我知道的其实也不多，我只知道江云芝可能还没死。夏子轩捧着一杯热茶继续说道，祖龙祭典除了用来选拔新皇，还有一个重要的使命，就是镇压江云芝的怨魂。甚至可以说，镇压江云芝的怨魂才是祖龙祭典的主要目的，从中选拔出新皇反而是顺带的。祖龙祭典前期分为3个步骤，3重试炼看似复杂，但其实本质相同，都是为了镇压江云芝做准备。直到3关试炼结束，祖龙祭典正式开启，届时通关的皇子皇女们便会进入祖龙禁地之中，集合大前之国运，镇压江云芝的怨魂，让江云芝永世不得翻身。如此方能确保大前国运昌隆，大夏皇族可以世代传承下去。一口气说了不少关于祖龙祭典的事情，夏子轩有些口渴，将杯中香茗一饮而尽。楚夏则是陷入了沉思之中。江云芝是被镇压在祖龙禁地里的怨魂，可她明明是有肉身的，他还逼着自己和她生孩子呢，很怪，这里面充满可疑之处。要不是江云芝现在已经沉睡，楚夏都想再去一趟祖龙禁地找他问问清楚。祖龙祭典什么时候正式开启？楚夏问道。算算时间，大概还要1年时间吧。夏子轩道。这不是巧了吗？江云芝也是让他1年后突破宗师境，再入祖龙禁地和他双修。看样子这祖龙祭典，楚夏是必须要深入参与其中。不管怎样，肯定要保送夏子轩进入最后一关，跟他一同进入祖龙禁地吃饱了，我去修炼。楚夏起身前往地下室。对了，明天上午我要去皇陵祭拜母亲，你得陪我一起去。楚夏心思一动，皇陵在地京城西郊外，途中要经过西街神武将军府，也坐落于西街，或许途中可以回家看一眼。楚夏点了点头。好。剑鸣呼啸，夏兰溪痴痴望着许哲御剑离去的身影，眼波流转，眉目生情。只有这样谪仙一般的男人，才有资格做夏兰溪的夫君。可不知为何，这半天相处下来，他总感觉许哲哥哥跟自己有一种若即若离的疏远感。夏兰溪没有多想，这可能就是修仙者的风度吧。毕竟在人家眼里，修仙求道觅长生才是头等大事，儿女情长肯定要靠后站。殿下，我调查过了，许上仙药的这几味灵药，大前宫里确实有，但都在珍宝阁内收藏着，只有长公主殿下才有资格调用。宫女小然急匆匆地走来说道。闻言，夏兰溪顿时皱起眉头。夏子轩这个女人不简单，我以前是小瞧她了，想从她手里取得灵药，恐怕不是易事。但为了许哲哥哥，就算再难，我也要完成任务。夏兰溪吩咐道。摆驾，去明轩殿，我要跟夏瑞明好好谈一谈。翌日清晨，楚夏从地下室出来的时候，夏子轩还没醒。他睡姿依旧十分不雅，贴身的轻薄纱裙都卷到了头顶，一双夺命大长腿完全暴露在楚夏视野之中，就连最贴身的私密衣物都看得清清楚楚。楚夏目不转睛地看了一会，旋即确定了一件事情：贤者模式结束了。红日高升，晨雾渐散，一架挂着黑色帷幕的马车正缓缓驶出大前宫。宫门外是一条贯穿整个地京城的五皇大道，跨过天子桥，穿过林荫路，很快就抵达了闹市区，转进到了西街。再往前不远，
就是神武将军府。楚家自大前500年前开国时，便是大前皇室麾下最精英的一支神兵，无论是打江山还是守江山，神武军都立下了赫赫战功。可惜传到楚夏父亲这一代时，家世已经衰败，过去拥有100万雄师的神武军，如今也只剩下10万之众，否则父亲未必会很快。马车便行驶到了神武将军府大门外。夏子轩看了楚夏一眼，指道：马车会放缓速度，到西城门外大概需要1刻钟的时间，我会赶上的。楚夏戴上龙鸢尾面具，跳下马车，并未从大门进入将军府，而是绕行到了将军府的后院，翻墙进入。府内的下人基本已经被遣散，后院的花园许久无人打理，都荒废了很多。是少爷吗？一个拄着拐棍的老者看见楚夏，哆嗦着走上前来问道。楚夏摘下面具，露出真容。徐管家，你是怎么认出我的？这老者名叫徐树，是在楚家兢兢业业当差了一辈子的老管家，看到果然是楚夏，徐管家激动不已。老朽是看着少爷长大的，少爷的身形轮廓、走路姿态，老朽都记得一清二楚，又岂会认错？楚夏点了点头。徐管家，这些日子苦了你了，府上近况如何？可有受人欺负？徐树摇了摇头。将军虽死，余威犹在，那些宵小之辈倒是不敢轻易对将军府出手，只是什么？府上的积蓄都用来抚恤神武军战死的将士，家底已经掏空，府上的日常用度都撑不住，又有人趁机散播将军府要倒台的谣言，家丁丫鬟们都跑了。楚夏眉头一皱，朝廷下拨的抚恤款呢？不知道，听都没听说过。没有，还是被截胡了。楚夏眸中闪过一抹厉色，这事他必须要查清楚。白薇呢？在家吗？楚夏问道。大小姐在家中，她已经很久没去书院读书了。少爷，你是该去看看她，现在只有少爷你才能让小姐振作起来。楚夏不再多言，直接朝后宅走去。很快楚夏就来到一间环境清幽雅致的小院中，他刚要敲门，就见屋门被推开，一个脸色白皙憔悴、瘦弱的仿佛风一吹就会飘走的少女走了出来。四目相对，楚白薇先是愣了一秒，旋即露出一副无比惊喜的表情，猛地扑了上来，紧紧抱住楚夏。哥，你总算回来了，我就知道你不会丢下我不管的。楚夏拍了拍妹妹的单薄的后背，沉声道：你怎么瘦成这样？不记得我对你说过的话吗？无论发生什么事情，自己的身体才是最重要的。楚夏的母亲在生2胎时难产去世，如今父亲也不在，血亲就只剩下楚白薇一人。楚夏在大前宫里的时候，最放心不下的就是这个年幼的妹妹。她才13岁，本该是锦衣玉食的将军府大小姐，却突然遭遇如此大的变故，父亲在外战死，尸骨无存，兄长也失踪不见，了无音讯，没有精神崩溃已经算是不错了。楚白薇抹去眼泪，露出一口洁白皓齿，冲着楚夏傻笑：哥，我饿了，你能给我做蛋炒饭吗？楚夏心疼地揉了揉妹妹的脑袋，打开储物袋，将一堆食物糕点拿了出来，放在屋里。随后他又将100两金锭全拿了出来，让楚白薇小心藏好，在家好好养身体。你哥我最近很忙，有很多事情要处理，等忙完了再回家看你，到时候看到你要是没尝10斤肉，小心我拿皮鞭子抽你屁股。楚白薇吓得连忙捂住屁股，又委屈巴巴地说道：我一定按时吃饭，乖。楚夏虽有千言万语，但也知道现在不是合家团圆的时候，我回家的事情不要对外说，长辈问起来也别说，只有你跟徐管家知道就足够了。说罢，楚夏不再多言，当即离开了将军府西城门外。楚夏刚好追上马车，夏子轩见楚夏回来，也没多问什么，只是看了他一眼，便继续朝着窗外远眺，神色平静。黑色的宫装让他整个人多了几分沉静肃穆的气质，和平日散漫随意的模样很是不同。楚夏也不言语，盘膝坐定，继续修炼大日阳神诀。那一缕大日阳炎经过昨夜的修炼，火势已经壮大不少，现在燃烧起来已经有小拇指粗壮了，温度也更高了不少。楚夏不敢随意祭出，不然这马车估计转眼就会被烧成灰烬，这可不是武者能够拥有的手段。有大日阳炎和绝煞剑在手，楚夏觉得还是很有安全感的。不知不觉马车行至郊外一条山道上，再往前2-3里就是皇陵了。可就在这时，楚夏猛然察觉到一股危险的气息正在逼近。趴下！楚夏直接按住夏子轩的脑袋，将他往自己怀里按了下去。与此同时，嗖的一声破空尖啸传来，一根足足有拇指粗细的弩箭轰射而来，带着强烈的气劲罡风，将马车直接拦中轰断。敌袭！刹那间，10余名龙渊卫反应过来，将马车团团护住。夏子轩伏在楚夏大腿上，凝声喝道：白指清玄，去追刺客，务必活捉。得令！双胞胎通玄境修为爆发，瞬间展露出卓越矫健的身法，如脱兔一般循着弩箭射来的方向追去。就在这时，道路一侧的山坡上突然有大片碎石滚落下来，
那些碎石重达数百斤，滚落的势头非常凶猛，若是被砸到，即便以龙渊卫的实力也很难挡住。往山下撤，楚夏当机立断，抱住夏子轩便往山下一路奔去。龙渊卫也纷纷跟上。山脚下是一大片的茶园，生长着茂密繁盛的茶树，很容易葬人，必须小心。龙渊卫负责上前开路，楚夏贴身保护长公主，注意防备四周的异动。这时双胞胎也很快折返回来，姐姐白芷的手里还提着一个血淋淋的人头，她将人头踩在脚下，道：殿下，刺客应该是死士，被我们截断生路后直接抹脖子自尽了，管他什么来历，敢对殿下按下杀手，都得付出死亡的代价。双子的凶悍让楚夏不由刮目相看，这两姐妹倒是有几分悍将之姿，若是在神武军里，说不定有能力做到主将的位置。夏子轩凝眉不语，从父皇让他来皇陵祭拜母后开始，他就感觉不对劲，如今果然应验。寻常刺客可不敢在皇陵外对大前国的长公主行刺，敌人的身份直接就被缩小到一个很小的范围内了。其他6位皇子皇女皆有行凶的动机，可夏子轩本能地认为，最后可能要除掉自己的，说不定就是他那位高高在上的父皇。他的眼里终究还是容不下自己嘛。想到这，夏子轩神色有些低落，但很快便重新振作起来。绕路吧，穿过茶园，翻过前面的山头就是皇陵，不管是谁想阻拦我，今日我必须要到母后的陵墓中进行祭拜。说罢，夏子轩起身行动，准备横穿整片茶园。白芷和青鱼立刻冲上前去，施展轻功腾挪在茶树之上进行警戒。其他龙渊卫也还算是训练有素，不用指挥便分散开来，以夏子轩为中心形成防御圈，确保100米之内无人能近身。楚夏则是慢悠悠地跟在后面纵观全局，他的剑意感知可以散发到周围100余米范围，若有风吹草动必能提前发现。目前来看，敌人没有进一步的举动，但真正的危险说不定在皇陵之中。若真有人动了杀心，铁了心要除掉夏子轩，那么肯定会在皇陵中提前埋伏好。楚夏将绝煞剑抱在怀中，心中并无太大的波澜。既然答应和夏子轩合作，那么力所能及之处，他会保障夏子轩的安全。但如果真冒出来一个宗师境的敌人，那长公主就只能自求多福了。很快，一行人便顺利穿过茶园，开始登山前进。上山的石阶修得很宽阔，攀登起来并不费力。双子还是一马当先，冲在最前方。夏子轩伤势还没有完全恢复，走起来略显吃力，额头上已经渗出了细小的汗珠。这时，一只手伸了过来，借你用下。楚夏说道。夏子轩看了楚夏一眼，没多说什么，伸手搭在楚夏的胳膊上，借着他的力量登山，感觉轻松了不少。若敌人太强，你就主动撤退吧，我们只是合作关系，没必要将你拖下水。我正有此意。夏子轩愣了愣，没好气地白了楚夏一眼。你倒是挺现实。人之常情。夏子轩甩开楚夏的胳膊，登山的脚步加快不少，哪怕小腹疼的脸色都有些煞白，但速度丝毫没有降低。不一会儿便来到了山坡上，前方是一片密林，密林的尽头依稀可见皇陵的轮廓。双子走在前面，挥舞利剑斩断藤蔓灌木，清理出一条通道。夏子轩扶着腰喘息了片刻，回头见楚夏还在慢悠悠地走着，心里气不打一处来，咬紧牙关再次加快脚步，哪怕疼得嘴角直抽也不停下。没一会儿，众人便顺利安全地抵达了皇陵。皇陵四周群山叠翠，遍地都是枯藤老树，奇花瑞草，幽鸟轻啼如鹰哭，寂静婉转空生悲，有一种格外悲凉肃穆的感觉。人终究是会死的，历代君王无论生时执掌多大的权柄，100年之后皆要长眠于此。唯有成为修仙者，方能打破寿命的枷锁。且不论是否存在真正的长生大道，就算只是能多活100-10年，也能让无数人趋之若鹜。立于宏伟的皇陵脚下，楚夏心中突然升起一片感悟。吼！楚夏的思绪忽然被一声低吼声打断。有妖兽，注意防备！皇陵有人看守，怎么会让妖兽闯进来？夏子轩黛眉微蹙，特意将妖兽引来这里对付他吗？还真是动了不少心思。一只状如蛮牛的蟒兽，双目赤红，口鼻喷烟，迈着踉踉跄跄的步伐靠近过来。这只蟒兽不对劲，好像被下药了，妖兽的嗜血凶性已经完全激发出来，不好对付，必须合力击杀，速战速决。双子满脸凝重，预感到接下来会有一场恶战。然而就在此时，又有2声低吼从其他方向传来，又出现了2只蟒兽，同样双目赤红，妖气翻腾。3只蟒兽还真是大手笔。夏子轩忽然冷笑一声，他现在几乎可以断定，真正的幕后黑手一定就是皇帝，只有他才能有如此手段。真是我的好父亲啊！看来今天必须祭出母后留给他的保命手段。夏子轩还没反应过来，楚夏的身影已经急速窜了出去，
手中的绝煞剑横劈而出，斩出一片金灿灿的火光，几乎没有任何悬念，就将当头的那只蟒兽腰斩。夹杂着恐怖高温的剑气，甚至在斩断蟒兽的瞬间，就将他的伤口炙烤成一片焦黑，封住了血脉脉络，一滴妖血都没喷涌出来，就直接倒地不起了。这不是送福利吗？楚夏可是高兴坏了，有了这3头蟒兽，他的修为又可以迎来一波暴涨。不管幕后黑手是谁，楚夏如果见到了，那必须得当面感谢一下。打瞌睡时送枕头，老铁人真好。一击得手后，楚夏没有片刻犹豫，掐动御剑诀，绝煞剑呼啸而出，斩出带有弧光的一剑，直接将另外2头蟒兽也当场斩首。这次的蟒兽虽然比在武神殿遇到的要大一些，妖力要更加雄浑一些，但面对淬了大日阳炎的绝煞剑，依旧的没有任何抵抗之力。何况经过狄晨丹洗髓伐毛后，楚夏的灵力强度增长不少，御剑的威力自然也跟着提升了一大截。区区低阶妖兽而已，别说只有3头，就是一次来30头也不够他杀的。不是，这就结束了？白纸震惊的下巴都要脱臼了。青鱼看向楚夏的眼神瞬间变得无比崇拜，腿都差点夹不稳了。夏子轩也傻眼了，这家伙怎么比2天前又强了不少？这一剑也太凶猛了，即便是化劫境的武者都不一定能够抵挡得住吧。楚夏挨个将3只蟒兽都摸了一遍，让万神鼎将妖力全部吸走，然后才心满意足的起身望向众人。都愣着干什么？不就是杀了3只蟒兽吗？顺手的事。来几个人帮忙剥皮取肉，最好生一堆篝火熏烤一下，这样肉不容易变质。听到楚夏的呼喊，双子和其他龙渊卫这才反应过来，甚至都没等下子轩开口，众人就纷纷上前来，在楚夏的指挥下将3头蟒兽分解得干干净净。这3头蟒兽的体型都比较大，全部弄好，总共有700-800斤的精肉，算是大丰收，应该够楚夏吃上好几天了。双子此时已经将火生好，甚至还就近采摘了一些香料，又从储物袋里拿出一袋精盐，化身厨娘，卖力地帮楚夏将蟒兽肉腌制起来。一旁的夏子轩看得都莫名有些不是滋味，他的这群龙渊卫以前都是死忠于他的，可现在他们却成了楚夏的走狗，一个个眼里的崇拜之情根本无法隐藏。虽然楚夏刚才连杀3只蟒兽的手段的确很厉害，可我才是这里的主子啊。夏子轩无奈地摇了摇头，径直朝着皇陵深处走去。龙渊卫们这才反应过来，还有正事要办，现在可不是烤肉的时候，但火都升起来了，也不能丢下不管啊。双子立刻叫来2名实力最弱的龙渊卫，吩咐道：你俩负责在这里烤肉，其余人继续出发，保护殿下安全。虽然蟒兽已除，但难保皇陵之中是否还有别的危险，还是得谨慎对待。楚夏依依不舍地看了一眼烤肉，最终还是跟上了夏子轩的脚步。皇陵内树木遮天蔽日，不见半天阳光。夏子轩的脚步停留在一座陵墓的入口，这陵墓建造在山体之中，里面空间很大，深不见底，暂未察觉到危险。夏子轩来到了一座墓碑前，墓碑上写道：大前16代皇后孟氏晚晴之墓。夏子轩沉默片刻后便开始动手扫墓祭拜，他没有要任何人帮忙，自己一个人前前后后忙活了快半个时辰才完成祭拜。走了。夏子轩似乎没有太多留恋与不舍，完成祭拜后便立刻转身离去。回到紫月殿已经是下午，回来的路上没有再出现任何风波。楚夏也乐得清闲，坐在马车上吃了一路，肚子里塞了10多斤烤肉。刚回来他就迫不及待进入地下室开始闭关修炼。万神鼎吸收了3头蟒兽的妖气后，吐出了大量灵气，都快把楚夏的丹田给塞满了。他至少得闭关2天才能将这么多灵气全部消化掉。至于夏子轩，他似乎累得够呛，回来之后衣服都没脱，倒头就睡了过去。只是看到他眼角的泪痕时，楚夏才意识到他的心情没有表面看上去这么平静。2天时间转眼即逝，爽，终于将全部灵气炼化了。在大量灵气的滋养下，楚夏的修为直线攀升。短短2天，他接连突破数次，修为已经来到了炼神境8重。再来2头蟒兽，楚夏觉得自己都有机会冲击一下通玄境了。不过接下来似乎没什么遭遇蟒兽的机会了。但就算是正常修炼，楚夏觉得自己也有机会在下个月到来之前突破通玄境。调息片刻后，出现从地下室走了出来，没看到夏子轩的身影。房间里也乱糟糟的，贴身衣物到处乱丢，床铺也没整理，梳妆台前的胭脂水粉也是随意乱放。楚夏时再看不下去，在房间里打扫整理起来。刚整理完，夏子轩就风尘仆仆的回来了。看着一尘不染的房间，夏子轩脸上的疲态一扫而空，笑逐颜开到真棒。看着房间里干净整洁的模样，心情都会好很多。那你平时倒是多叫人来打扫打扫啊。我不喜欢别人进我的房间，再说这里不是还藏了个大男人吗？让别人进来打扫也不方便。
好像也对，罢了，毕竟是寄人篱下，搞搞卫生也不耽误时间，就当是付房租了。夏子轩伸了个懒腰，将外衣脱了下来，丢到楚夏手中。我去沐浴了，你要是没事，顺便帮我把衣服也洗了。你真拿我当下人了？楚夏凝眉，枕头下面有50两金锭，还有一瓶5品淬体丹，当报酬够不够？楚夏掀开枕头一看，下面果然摆着5块金灿灿的金锭和一瓶丹药。长公主您这真是太客气了，以后您的衣服我包了，保证洗得干干净净。是吗？那可多谢你了。沐浴室的门掀开一角，一件件刚脱下的贴身衣物飞了出来，扔到楚夏怀里。一起洗了吧。一夜无话。翌日清晨，夏兰溪一大早就跑到了紫月殿来。黄姐，你要帮帮我啊。房门突然被推开，夏兰溪就看到夏子轩趴在床上，而一个龙渊卫正骑在他的背上。我等会再进来。夏兰溪瞬间面红耳赤，夺门而出，背靠在门外。夏兰溪还没缓过神来，这女人也太不检点了吧，居然白日宣淫，还跟自己的下属搞在一起，还真是想不到呢。不过那个龙渊卫的身影怎么看起来有几分眼熟呢？屋内气氛陷入了片刻的诡异宁静，床上的长公主和楚夏也傻眼了。不是，他怎么进来也不先敲门啊？快下去找个地方躲起来。夏子轩慌乱地说道。楚夏却是不徐不急地站起身来，将龙渊卫的面具戴上。慌什么？他又没看到我正脸。可是我的清白啊。夏子轩很是无语。楚夏呵呵一笑，你们姐妹俩互相巴不得对方死，就差没扭打，在地上互揪头花，掐脖子掏心窝了，现在还在一起，他的看法了。也是哦。夏子轩更加坚定了要除掉夏兰溪的决心。进来吧。夏子轩坐起身来，理了理身上有些凌乱的衣裳，也怪自己好端端的让楚夏给他按摩什么，花了10两金锭才说服他，结果刚享受了几分钟，夏兰溪就跑过来了。等会你得给我补上时间。他瞥了楚夏一眼。楚夏翻了个白眼，当即将面具戴上。片刻后，夏兰溪才走进屋内，脸色还有些红润，低着头都不好意思看夏子轩。楚夏见状，心中冷笑不已，真是个戏精，为了新欢连未婚夫都要杀害的毒妇，装什么纯啊？要不是已有对付夏兰溪的计划安排，他现在都恨不得一剑劈死这贱人。他怕自己多看几眼就会克制不住要杀人的情绪，干脆转过身去，眼不见为净。夏兰溪倒是绝口不提刚才发生的事情。一进门，他就直奔夏子轩而来。黄姐，夏瑞明太不是个东西了，他把我害惨了。别着急，慢慢说。夏子轩倒想看看这小贱人又在打什么馊主意。黄姐，还记得我上次跟你提过，我现在已经有心仪之人了吗？他叫许哲，是圣仙门的圣子。前几日他来找过我，委托我帮他采买一些优质的灵药。夏瑞明不知从哪得到消息，说他手里有我要的灵药，我轻易就信了他的鬼话，凑集了足足1000两金锭，结果被他给骗了。给我的灵药都是不够年份的水货。我刚才去找他理论，他居然说不管他的事，灵药都是从珍宝阁兑换的，要我来找你算账。夏兰溪美眸里噙着点点泪珠，一副受了天大委屈的模样。他哽咽着继续说道，我当然知道这事跟黄姐你没关系，可我实在咽不下这口气，所以我想请黄姐帮我出谋划策，我们2人联手对付夏瑞明，至少要让他把吃下去的钱财都吐出来。当然我也不会让黄姐白白出力的，到时候夏瑞明吐出来的钱财我们5-5平分。黄姐，您意下如何？夏子轩耐心听完后不置可否的笑了笑，这倒不是什么大事，说好办也好办，说难办也难办，就看你想怎么办了。那当然是大办特办，最好闹到父皇耳边，让夏瑞明颜面丢尽最好。夏兰溪毫不犹豫地说道，精致的小脸蛋上满是怒容，腮帮子都气得鼓了起来，给人一种奶凶奶凶的感觉。哪怕是夏子轩也不得不承认，她这个六妹真是太招人喜欢了。明明知道她给自己下毒，可看到她这张脸，完全让人生不出丝毫脾气。这种天生的让人心生怜爱的能力，也算得上是一项顶尖的天赋了。没问题，你回去等我消息吧。夏子轩嫣然一笑道，那就有劳黄姐了。夏兰溪嬉笑着扑上来，在夏子轩的脸颊上亲了一口，然后就蹦蹦跳跳的告辞离开了。前一秒还笑盈盈的夏子轩，下一秒脸上瞬间笼罩了一层冰霜。真是个危险的女人，才16岁就如此深藏不露，再过2年还得了。楚夏这时才摘了面具走过来，你还真打算帮这个贱人一起对付二皇子？只要能赚钱，何乐而不为呢？夏子轩饶有兴致地说道。楚夏耸了耸肩，只要你别中了这2人的奸计，到时候哭着来求我就行。放心，我可没那么蠢。夏子轩伸了个懒腰，再次趴在床上，摆了个舒服的姿势。继续，我的钱可不是白花的。来了。翌日，楚夏还在闭关修炼，夏子轩已经早早出门，来到了珍宝阁。
珍宝阁非常特殊，是大前皇族宝库的下属机构，专门为皇族提供天材地宝、修炼耗材的。各地进贡给皇族的奇珍灵药，大多都会收藏在珍宝阁内，皇子子弟通过皇家俸禄按需兑换。珍宝阁的含金量不言而喻，按理说应该完全掌控在皇帝手里。如今之所以由夏子轩掌管珍宝阁，是因为当年皇帝参加上一届祖龙祭典时，还是皇妃的孟婉晴给皇帝提供了巨大的助力。皇帝许诺登上皇位时，便将珍宝阁交由他来看管。夏子轩是从母亲手里继承了珍宝阁，也正因此，导致夏子轩这些年来没少遭人惦记。想要夺取珍宝阁钥匙的人，又何止是夏瑞明一个呢？金碧辉煌的高塔之内，白芷和青鱼一左一右护送夏子轩进入珍宝阁中。在一扇由金刚铸造、厚如城墙的铁门前，夏子轩缓缓取出一枚造型精致的紫色玉佩，玉佩散发出一抹柔和的光亮，形成一道收束的紫光，映照在铁门上。刹那间，铁门上的机关咔嚓咔嚓响动起来，一道道阵法禁制被打开。随着大门缓缓开启，一阵浓郁的灵气飘散而出。莫老，辛苦你了，帮我把这个月的账本取来。随着夏子轩话音落下，一名身形佝偻、白发苍苍的老者不知从何处走来。小姐请稍等。老者缓缓走进珍宝阁内，他行走的速度看似很慢，但并未让夏子轩等多久，很快就拿着账本送到了夏子轩面前。夏子轩简单翻阅了一阵，露出一副了然于心的表情。正要离去时，夏子轩忽然想起什么。莫老，我这几年的兑换额度还剩多少？小姐还有3000额度可用于兑换。夏子轩思量片刻，道：给我全部换成适合炼神境和通玄境修士助长修为的灵药。莫老闻言，神色略微有些诧异，但他没有多问什么，再次进入珍宝阁内。片刻后，他抱着一个比他还高的箱子走了出来。总共300株灵药，请小姐清点。不必了，莫老的为人我岂会信不过。夏子轩微笑道：这位莫老曾是孟家的管家，自他母亲出生时就侍奉在身边，如今已有40-50年，但他的模样好像从来都没变过。在娘亲的记忆里，他很小的时候，莫老就已经是这副半只脚迈进棺材里的形象。过去这么多年，棺材板怕是都要被他踩烂了，他依旧是这副模样，仿佛岁月已经在他的身上定格了似的。小姐，莫老似乎有话要说，可话到嘴边又摇了摇头。没事了，小姐慢走。莫老也保重，注意身体，缺什么传个消息，我让人给您安排。不用，老朽在这里生活得很好。夏子轩也不强求，点了点头告辞离去。回到紫月殿，夏子轩就让白芷青鱼将箱子送到了自己的寝宫里。还在地下室修炼的楚夏突然感觉到万神鼎剧烈的震颤起来。什么情况？楚夏跑了出来，只见地面堆满了各式各样的灵药，一股浓郁的药香味扑鼻而来。想要吗？都送给你了。夏子轩笑盈盈的朝楚夏勾了勾手指。楚夏目光一沉，那么代价是什么？让我生个孩子。夏子轩直勾勾的盯着楚夏，语出惊人道：楚夏一整个无语住了，连眼里对灵药的渴望都瞬间熄火，甚至于万神鼎都停止了震动，仿佛连万神鼎都觉得这要求实属有些过分。我能先听一下原因吗？楚夏说道。他还是有点意外的。江云之要生孩子，是因为他需要依靠先天地气恢复实力。可夏子轩这又是闹的哪一出？繁衍后代，人之常情，需要理由吗？夏子轩嫣然一笑，但这样的解释显然不足以打动楚夏。好吧，我承认，我有些害怕了。因为皇陵刺杀。夏子轩摇了摇头。身为长公主，我从小到大经历的暗杀不计其数，只是暗杀不足以吓到我。但祖龙祭典开始后，我便有一种强烈的预感，我可能坚持不到最后。原本我并未考虑过繁衍之事，可在皇陵祭拜母后时，我突然想到，假如我死了，那今后还会有人给母后扫墓吗？如果母后的血脉断在我手里，我又是否有颜面在九泉之下面见母后呢？可如果我有一个孩子，那一切或许会变得截然不同。就算我死了，我的孩子还能继承我的意志，去完成我未能达到的目的。哪怕我的孩子办不到，孩子的孩子依旧能够将我的血脉传递下去，子子孙孙无穷尽也。那么终有一天，我的心愿会实现的。楚夏明白了，夏子轩要的不是孩子，而是一个希望。他所承受的压力或许比楚夏看到的要更大，倒也不是不能理解。可时间已经不多了，难道你想顶着个大肚子去参加祖龙祭典？谁说我要亲自生了？楚夏又懵了。是你自己要孩子，你又不亲自生，那你图什么呢？难不成这个世界还有代孕的技术？那楚夏可真是孤陋寡闻了。你过来，我告诉你。夏子轩勾了勾手指头。楚夏耐不住好奇，还是凑了过去。夏子轩伏在楚夏耳边低声道：珍宝阁里有一件法宝，
是前朝遗留下来的宝贝，唤作人种袋，有运化万物之效。只要将你的那啥跟我的那啥混在一起，装进人种袋里，便可形成胚胎，而且可以自由控制孵化的时间。我若顺利赢得皇位，那自然用不上，可我如果哪天暴毙而亡了，便可将人种袋送出宫去，10个月后我的孩子就能出生了。楚夏听得眉头直皱，修仙者真是牛逼，居然连这种法宝都能研制得出来，关键是听起来还的确有几分可行性。作为一个托底的手段来说，确实不错。你看，我连人种袋都拿出来了。夏子轩小心翼翼地掀开裙子，露出绑在大腿上的白色丝带，丝带上系着一只巴掌大的翠绿色口袋，的确是一件法宝，而且品阶应该远超楚夏的绝煞剑。楚夏突然奇想，不知道能不能让万神鼎吸收人种袋。我能摸一下吗？想摸腿？夏子轩调皮地眨了眨眼睛。楚夏呵呵一笑，大手直接攀了上去，顺着夏子轩的膝盖一路深入，最终落在人种袋上。然而万神鼎却对人种袋没有丝毫反应，倒是有点遗憾。摸够了没有？你还没回答我呢。为什么选我？哪有那么多为什么？我看你顺眼，这还不够吗？夏子轩没好意思多说，其实他选择楚夏是经过深思熟虑的。首先，楚夏很年轻，那啥的质量应该很好，可以保存很久。其次，楚夏的修炼天赋是夏子轩见到过的人里最顶尖的，将来有很大可能成为一名真正的修仙者。如果真要生，那给孩子找个有潜力的父亲，肯定有巨大的优势。如何？考虑好了吗？楚夏沉思片刻，这活我接了。让江云之生是生，让夏子轩生也是生，那多生一个又有何妨呢？再说了，有他在，夏子轩又岂会那么轻易死去呢？这300株灵药，楚夏是要定了，就等你这句话了。夏子轩喜出望外，直接将人种袋交到了楚夏手里。那你忙，我就不打扰你了，晚点我再回来。话音刚落，夏子轩就已经跑得不见人影了，留下楚夏一个人风中凌乱。不是，这就走了？合着是让我找五姑娘解决啊？楚夏绷不住了，这给是帮你生孩子，你好歹也得出点举手之劳吧。可看着满地的灵药，楚夏便释怀了。拿钱办事，要求别太高。楚夏先收起人种袋，然后迅速将满地的灵药收起来。不出意外，每碰到一株灵药，都会被万神鼎直接吸走。很快，300株灵药全都进了万神鼎中。在楚夏满心期待中，一本泛黄古书从万神鼎中飞了出来。不是丹药吗？楚夏略感意外，但也没有失望。如果是功法，那就更好了。定睛看去，却见那古书上写了3个大字：药神诀。下一刻，药神诀化作一道道灵光，迅速融入到楚夏的识海之中。大量的信息如潮水一般涌现。这是炼丹术，而且不是一般的炼丹术。这是一位名叫孙仲元的医仙集合毕生心血留下的传承秘术。孙仲元是何人？楚夏虽不知道，但既然有资格号称医仙，想必应该是修仙界里都响当当的存在。而且这药神诀十分特殊，它是炼丹术，但同时也是一部功法，是需要修炼突破的。药神诀共分9层，突破的方法很是奇妙，需要不借助任何外力的情况下炼制出对应的丹药。楚夏虽然获得了药神诀的传承，但他现在领悟到的仅仅是一小部分。他要突破药神诀第1层之后，才能算是真正入门，成为一名合格的炼药师。而他需要炼制的第1种丹药，名叫元灵补气丹。这是一颗下品灵丹，虽然只是下品，可炼制难度非常高，需要用到的灵药也是五花八门，多达数十种，很多都是楚夏没听说过的，功效也是非常之牛逼，是真正的大补丹药。无论身体亏空的有多厉害，一颗丹药下去，保管立刻生龙活虎，精神抖擞，夜遇10次不成问题。补不补的不重要，主要是我这人打小就喜欢炼药。地下室，楚夏忘乎所以的修炼着药神诀。这功法很是玄妙，修炼之后不会增长修为，但却能够加强楚夏对灵力的细微控制，这恰恰是炼药师最需要的天赋。不仅如此，修炼的过程中，楚夏的脑海中还会时不时迸发出一些对于炼药的灵感。只是半天修炼下来，楚夏就收获了大量关于灵药方面的基础知识，能够辨识上千种灵药的药理药性、炼制方法，这是很多炼药师需要积年累月学习才能获得的经验。可楚夏只用了半天，这药神诀属实有些厉害过头了。而且楚夏连第1层都还没突破，若是将来修炼到第9层大圆满，那他的炼丹术岂不是天下无敌？楚夏对这位医仙孙仲元的身份产生了浓厚的好奇，不知道有没有史料可以查查。半日的修炼，楚夏已经完全将炼药师的入门经验完全掌握，接下来就必须亲手炼制一枚元灵补气丹，才能突破到药神诀第1层，还是得找夏子轩帮忙。看着空空如也的人种袋，楚夏有些犯难了，难道真要将丢了18年的手艺活重新捡起来？可对着一个破口袋，能有毛的兴致啊？
完全下不去手。你好了没？脚步声传来，夏子轩走进了地下修炼室中。刚进来，他就看到楚夏抓着人种袋在发呆。不是，这都半天了，你还没开始啊？那是有这么难吗？楚夏没好气道。你说的轻巧，要不你来？夏子轩尴尬地笑了笑。我就是有心也无力啊，要不然我来帮帮你吧。毕竟是自己提出的请求，夏子轩觉得他还是有必要负责到底的。再说了，有他亲自盯着也更能放心一些。万一楚夏弄虚作假呢？你会吗？楚夏质疑道。不会可以学吗？又不是多难的事情。夏子轩刚说完脸就红了，但话都说出口了，也只能硬着头皮将地下室的门关上，一步步走向楚夏身边。寂静的地下室里，夏子轩扑通扑通的心跳声清晰可闻。呼！夏子轩忽然吹了口气，将地下室里的烛灯吹灭。地下室陷入一片黑暗之中，夏子轩看不到楚夏的脸，这才感觉放松了一些。你来说我来做，我们抓紧时间，别耽搁了。楚夏却是将夏子轩羞涩的模样看得一清二楚。在狄晨丹洗髓伐毛后，他的视力大增，双眼仿佛自带夜视能力，即便是完全黑暗的环境里也能看得很清楚。好，我来教你。楚夏一把抓住夏子轩的手，明显感觉他的身躯微微颤抖了一下。半个时辰后，楚夏和夏子轩相继走出地下室。夏子轩捂着嘴就冲进了沐浴室中，过了好一阵子才出来。看到楚夏正抱着一块蟒兽烤肉吃得津津有味，他就气不打一起出来，没好气地冲上前去瞪了楚夏一眼，然后从他手中将烤肉夺走，自己3-2口吃了个精光。楚夏笑道：还没吃饱啊？闭嘴，这事不许跟任何人说，不然我咬死你。楚夏耸了耸肩，那灵药的事情明天再说，我困了。夏子轩钻进被窝里倒头就睡。翌日，楚夏正在地下室修炼，夏子轩忽然推门而入，他将一袋子灵药丢到地上，看向楚夏的眼神有些耐人寻味。这些都是壮阳滋补的灵药，你要这么多做甚？夏子轩问道。体虚，炼制点丹药补补身体。你还会炼丹？略懂1、2。那正好，晚上陪我去一趟明轩殿。夏瑞明筹办了一次药师大会，将大前有名的炼药大师都邀请了过来，届时夏兰溪会去闹点动静，我们也正好去看看热闹。夏子轩说完便转身离开了，也没给楚夏拒绝的机会。什么情况？难道这两人还真商定好了对付夏瑞明的计策？也罢，去看看也无妨。楚夏不再多想，将袋子里的灵药一股脑倾倒出来，总共有数十种灵药，都是炼制元灵补气丹的原材料。楚夏立刻催动绝煞剑，开始分割药材。因为数量不多，全部药材加起来只够炼制3枚元灵补气丹，3次机会应该够了。要神诀的突破，最难的地方在于不能借助任何外物来炼制丹药，也就是说连炼丹炉都不能用。怎么练？徒手练呗。楚夏脑海中有一仙孙仲元的传承知识，虽然目前只停留在理论阶段，但方法绝对是可行的。而且楚夏有天然的优势，他修炼的是火属性修仙功法大日阳神诀，能够催动大日阳炎。另外，楚夏自身还是纯阳道体，以身为炉，对他来说并非难事。深吸一口气后，楚夏心境平复下来，将他第一份药材放置在掌心之上，开始催动大日阳炎进行炼化。随着金色的火焰将药材包裹，楚夏小心翼翼控制着火力的强弱。很快，这些药材便开始融化，药力被炼制出来，杂质被一点点剔除，很快就变成了一团纯净的药液。炼药的过程很顺利，比楚夏预想的还要顺利100倍。最难的火力控制上，楚夏甚至没感觉到任何阻碍，他对火焰的控制能力似乎已经到了驾轻就熟的地步。这难道也是纯阳道体带来的好处？楚夏没有多想，一气呵成将一颗圆润饱满、散发着淡淡灵光的元灵补气丹炼制成型。闻起来有一股独特的清香，应该算是成功了吧。没有犹豫，楚夏当即就将元灵补气丹吞服下去。随着药力散开，楚夏气血翻涌，浑身舒泰，感觉强的可以一拳打死10头牛。效果这么强，楚夏被吓到了。这元灵补气丹不愧是大补之物，一般人可不敢乱吃。但楚夏不是一般人，他一鼓作气，又将剩下的2份药材都炼制了。这2枚丹药他就没当场服用了，而是先存入了储物袋中。楚夏发现，这元灵补气丹不仅有重振雄风的功效，甚至还能用来快速补充灵力，消除疲惫，增强意志力，甚至有一定疗伤的作用，用途可以说是相当广泛，以后可以多炼制一些常备在身。随后，楚夏便开始沉浸式修炼药神诀，顺利突破药神诀第1层后，再次获得一部分医仙传承。夜幕降临，明轩殿内灯火通明，宽阔的庭院里摆放着一尊尊炼丹炉，炉火烧得通红，10几名衣着考究、气质不凡的炼药师正聚在一起推杯换盏。
杯光烛影，气氛融洽。我提议大家一起向二皇子殿下敬上一杯。我同意。二殿下爱才之心，人尽皆知。吾等草民今日到大乾宫中做客欢宴，都依赖二殿下的赏识。夏瑞明摆了摆手，各位都是大乾皇朝闻名遐迩的炼药师，是国之栋梁，中流砥柱，能够邀请来各位，是孤的荣幸，诸位不必客气，同饮此杯。接下来便是诸位表现的时间了。与庭院里热闹非凡的景象不同，二楼的气氛明显就要冷淡许多。今日受邀前来的有长公主夏子轩、六公主夏兰溪以及三皇子夏哲彦，7位皇子皇女凑齐了4个，倒也算得上是大场面了。尤其是在祖龙祭典已经开启的现在，皇子皇女相互为敌，能有这样相聚一堂的机会还是很难得的。除了这几人外，受邀而来的宾客还有几个，大多是宫中的宦官权臣，看起来应该是夏瑞明的党羽。楚夏对朝堂上的事情不太清楚，但其中一人他却认得，甚至可以说很熟。此人一身黑色劲装，天庭饱满，神采奕奕，身形非常健硕，浑身散发着野兽一般的气息。他名叫陆奇峰，是神武军的一名副将，楚夏父亲的旧部之一，一位拥有化劫境5重修为的武道强者。看到陆奇峰的时候，楚夏心中略有些感慨。父亲死后，神武军名存实亡，虽然大部分忠诚的将士还会选择留下，但也挡不住一些有志之士另谋出路。陆奇峰肯定不是特例，现在神武军的高层估计已经走了一半了，但楚夏也能够理解，毕竟人往高处走嘛，现在的神武军已经辉煌不在了。这时楼下传来一阵闹腾的声音，要开始了，我先下去看看。夏兰溪跑得最快，第一时间下去。三皇子夏哲彦微笑道：皇姐，我们也下去瞧瞧吧。二哥这次召集这么多炼药师来，我还挺好奇他想炼制什么丹药，听说他这次为了筹集灵药可是砸下了重金。夏子轩点了点头。哲彦，听说你前些日子去武极宗闭关，成功突破了化劫境，恭喜你了。侥幸而已。夏哲彦淡淡一笑，神态从容。很快一行人便陆陆续续来到了楼下的庭院中。这时夏瑞明麾下的龙渊卫正运送一批灵药进来，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一株有半人高的血红色灵芝，灵芝表面还生长了密密麻麻的水泡，虽然看起来有点辣眼睛，跟感染了毒素似的，但靠近一闻，却有一股无法言喻的奇香扑面而来，直冲天灵盖。炼药师们看到这株灵芝都忍不住惊叹起来，居然是经过玄椒咸淬炼过的血溶灵芝，这可是极其稀少罕见的异化灵药。这么大的异化血溶灵芝简直闻所未闻，这可是用来炼制龙血丹的极品材料，这品质无敌了，炼出来的龙血丹恐怕能够达到9品。就连夏子轩都震惊于夏瑞明的大手笔，这一株异化血溶灵芝的价格绝对十分惊人，哪怕是在珍宝阁里都难以寻到这种级别的珍品。今日我将邀请在场的所有炼药师炼制龙血丹，炼出龙血丹品级最高的炼药师将会获得1000两金锭的奖励。诸位，只要是对自己的炼丹术有信心的，都可以开始了。夏瑞明此言一出，在场的炼药师全都振奋起来，哪怕是对富裕的炼药师而言，1000两黄金也不是小数目。一时间，众多炼药师争先恐后上前取药，忙不迭开始炼制龙血丹。一口口炼丹炉很快就变得热气腾腾，飘散出浓郁的药香味。夏兰溪忽然凑近夏子轩身边：皇姐，你不去试试吗？你可是7品的炼药师，不比他们差，万一你炼出品质最高的龙血丹，不光能够赚到1000两黄金，还能在这群炼药师面前立威，珍宝阁也需要炼药师坐镇，此乃一举两得啊。夏兰溪怂恿道。听到夏兰溪的话，楚夏略感意外，夏子轩居然是炼药师，可他在紫月殿跟夏子轩朝夕相处了这么多天，从没见他炼过丹药，藏得可真深。夏子轩呵呵一笑，他虽然不知道夏兰溪打的什么如意算盘，可他知道这丫头肯定没安好心。其实从他找上门来寻求帮助开始，夏子轩就怀疑过，他已经和夏瑞明联合起来，想要给自己下套，说不定今天这场面就是特意给他准备的，但他暂时还没有看出其中的猫腻。而且夏兰溪的话也的确戳中了夏子轩，珍宝阁的确很缺乏炼药师，有这么多炼药师在场，或许真是一次不错的机会。就在夏子轩犹豫之际，楚夏突然出现在身旁。殿下金枝玉叶，岂能随便出手？这炼丹之事，不妨交给我吧。你……夏子轩疑惑看了楚夏一眼，虽然今天楚夏说自己会炼丹，可对他的炼丹水平，夏子轩持怀疑态度。我承认你是剑道上的天才，但炼丹跟剑道完全不搭界，你总不能同时还是一名炼丹天才吧？这位是……夏兰溪好奇盯着楚夏，虽然他戴着面具，说话也故意沉着嗓子，可他还是莫名有种似曾相识的感觉。你见过的？夏子轩道。夏兰溪顿时想起了什么，不由脸颊一红。既然是皇姐的下属，那肯定也是一位炼药师，既然他毛遂自荐，不妨让他试试。
夏子轩这回也不好再拒绝，而且他确实也想看看楚夏这家伙哪来的勇气，敢跟这么多炼药师同台竞技。如果楚夏都不怕丢人现眼，那他有什么好担心的？那你就上去试试吧。夏子轩点头道。楚夏二话不说，上前领取了一份龙血丹的材料，走到一处空置的炼丹炉前。虽然他有徒手炼丹的能力，不过这场场合下不宜暴露太多，还是低调一些比较好。龙血丹只是临阶下品丹药，对已经突破药神诀第1层的楚夏来说，炼制起来没有任何难度，但随便炼制肯定不行。最后比的是丹药的品级，还是得稍微用点心思。思虑片刻后，楚夏有了打算，立刻动手炼制起来。炼丹这事会与不会，一上手就能看得出来。夏子轩只看了一眼，就被楚夏给惊讶到了。好老练的炼药手法，一味味灵药被他不假思索地送入炼丹炉中，过程好似行云流水一般，而且绝不是胡乱来。对灵药添加的先后顺序，他仿佛了如指掌，火控的控制更是一绝。明明是后来的，可楚夏炼制龙血丹的进度，反而很快就赶超上了其他炼药师，就连其他人都开始将目光转移到楚夏身上。黄姐，你手下这个龙渊卫好厉害，是极品炼药师？夏兰溪忍不住好奇地问道。他心道，怪不得夏子轩会跟一个龙渊卫搞到一起，原来这家伙还是有点能耐的。这我也不知道。那他叫什么名字？多大年纪？夏兰溪又追问道。他叫夏初，年纪30来岁吧。夏子轩替楚夏隐瞒了身份。他现在深刻认识到了楚夏惊人的潜力，不仅是剑道天才，还在炼丹术上颇有造诣。关键他才18岁啊，难以想象这样的人将来会有何等成就。必须把他牢牢掌握在自己身边，绝不能让外人抢走了。不过夏子轩忽然也产生了一些好奇，如果夏兰溪知道眼前这个男人正是他弃之如敝的未婚夫楚夏，会作何感想呢？30多，对炼药师来说倒是算很年轻了。夏兰溪似乎想起什么，道：黄姐，上次帮你通过五祖殿剑道试炼的，该不会也是这个夏初吧？正是他。夏子轩微笑承认。有意思，可惜他是黄姐的人了，不然我都想把他招募到我的麾下来。就在二人嘀咕的时候，一位炼丹师面前的炼丹炉忽然轰隆一声炸裂开来，尚未成型的灵药瞬间散落的满地都是，他自己也被炸得满头是血，一脸沮丧跌坐在地。废物，拖下去！夏瑞明皱眉挥了挥手，几名龙渊卫瞬间出动，将那炼药师强行带走。片刻后，一声凄厉的惨叫从院墙外传来，其他炼药师听闻此声，皆是面色一变，下意识地手抖了一下，唯独楚夏丝毫不为所动，一心沉浸在炼丹的乐趣之中。成了！一名头发花白的炼药师老者面露喜色，掀开丹炉，顿时灵雾涌起，一颗赤红色的丹药飞了出来。有人眼尖，立刻辨别出丹药的品级，惊呼道：是8品的龙血丹，不愧是灵月大师。白发老者观摩着掌中的龙血丹，捋了捋胡须，笑道：龙血丹有淬炼骨髓、增强气血的奇效，品阶越高，适用性就越广。这一枚8品龙血丹，哪怕是宗师强者服下，也能起到一定的效果。夏瑞明满意道：灵月大师不愧为药王谷首席炼药师，8品龙血丹一出，今日的比赛应该是毫无悬念了。还没结束，现在就急着盖棺论定，该不会是怕输不起吧？夏兰溪冷哼一声，与夏瑞明冷风相对，眼眸中的怨气藏都藏不住。夏瑞明淡淡一笑：六妹，还埋怨兄长呢？你要的灵药我可一株都没少你的，至于年份不够，那是你自己的眼力问题，可怪不到我头上。呵呵，你放心，到时候许哲哥哥来了，我会如实跟他说明情况的。夏兰溪环抱双臂，搬出了许哲的名字，想要吓唬一下夏瑞明，但夏瑞明丝毫不买账。也只有你们这些无能之辈才会对修仙者趋之若鹜，视为珍宝，在姑的眼里屁都算不上。等姑当上大前新皇，第一件事情就是对大前周边的修仙势力开刀，让他们臣服在姑的脚下。你放屁，就凭你也配？一旁的三皇子夏哲彦见二人快要争吵起来，连忙挤到二人中间，当起了和事佬。二哥、六妹都是一家人，何必为了一个外人伤了和气？哼，谁跟他是一家人？夏兰溪冷哼一声，旋即又瞪向夏哲彦。谁要你多管闲事的？夏瑞明坑的事，我又不是你，你站着说话不腰疼是吧？要不你替他赔我1000两黄金，我算你格局大，否则别对我指手画脚。炮雨连珠的一通乱对，直接让夏哲彦尬在了原地。他尴尬地摸了摸鼻子，陪着笑脸默默退了回去。这时陆续有炼丹师炼成了龙血丹，只是品级远不如灵月的8品龙血丹，夏瑞明都懒得多看一眼，差不多了。楚夏满意的点了点头，说实话，第一次用炼丹炉炼制丹药，他感觉有些不太顺手，没有直接徒手炼丹来的方便，因此才多耗费了一些时间，但影响不大。深吸一口气，楚夏将炼丹炉打开，
砰的一声，一道带着彩色光晕的灵气冲天而起，奇异的药香味瞬间散发开来，弥漫至方圆数十米范围。刹那间，整个明轩殿都安静了，所有人的目光都朝着楚夏聚焦过来。林月更是心头一颤，满脸不可思议地望着丹炉中飞出的龙血丹，感觉跟见鬼了似的。这是什么品级的龙血丹？夏兰溪好奇问道。他对炼丹一窍不通，但也看得出来，这颗龙血丹似乎有些与众不同，跟其他炼药师炼制出来的龙血丹看起来有很大区别。别人的龙血丹都是嫣红如血，可这个夏初炼制的龙血丹却是半透明的，反而一颗晶莹剔透的红色琉璃球，周围还有一缕缕灵雾环绕，单看脉象就很是不凡。扑通！就在众人好奇不已的时候，林月居然重重跪倒在地上，他的眼神甚至变得有些狂热起来。灵丹，这是只有炼药宗师才能炼制的灵丹，老朽今日真是大开眼界，敢为宗师尊姓大名。灵丹，宗师。林月的话让在场所有人都震惊了。武道有宗师，炼药之道自然也有宗师，但能够被称作宗师的，那都是登峰造极的绝世强者，放眼整个大前皇朝都是极少数的存在。尤其是炼药宗师，数量比武道宗师还要稀少，含金量高的可怕。长公主麾下的龙渊卫居然有一名炼药宗师，这可不是小事情，弄不好这甚至有可能影响到祖龙祭典的走向。不少朝堂大员的目光瞬间发生变化，纷纷看向了长公主，攀附之心立刻活跃起来。祖龙祭典不仅仅是皇子皇女们的争斗，同样也是满朝文武战队的绝佳时机。谁能在祖龙祭典期间战队成功，等到新皇登基之日，定能收获巨大的回报。炼药宗师，楚夏听到林月的话，同样有些意外。这颗龙血丹的确是他耗费了一些心思炼成的下品灵丹，丹药分凡品、灵品等等。林月炼制的8品龙血丹只是凡8品，楚夏炼制的哪怕只是1品灵丹，也远比凡品丹药强上100倍。但只是炼制一枚灵丹，就有资格称之为炼药宗师吗？那宗师的含金量也未免太低了点吧。毕竟楚夏昨天才开始接触炼丹，这枚龙血丹只是他炼制的第2枚丹药而已啊。这位是本宫紫月殿的龙渊卫副将，名叫夏初，他是本宫培养多年的炼药师。夏子轩走上前来说道。他怕楚夏说漏嘴，更怕楚夏被别人挖墙脚。楚夏愣了愣，旋即明白了夏子轩的想法。他凑到夏子轩耳边轻声道：长公主，你有点护食了。夏子轩俏脸微红，没好气的白了楚夏一眼，这风情万种的一眼，谁看得不迷糊？在场的文武官员们感觉骨头都酥了。长公主的容貌已然是冠绝天下，但之前从来都是一副冷若冰山的模样，令人高山仰止，难以直视。可这一眼的风情让人们忽然意识到，原来长公主也会露出这样的表情。唯独林月完全没注意到这一幕，她的目光从始至终都死死盯着楚夏。夏初前辈，请收我为徒。林月跪步上前，扑通一声重重拜倒在楚夏脚下，额头撞击地面，发出一声闷响。这突如其来的拜师让在场众人皆是一阵惊叹。林月都80多岁了，还是药王谷的首席炼药师，而夏初虽然戴着面具，可听声音最多也就30来岁。可林月居然要拜夏初为师，这岂不是倒反天罡了？楚夏也很意外，但他很快就做出回应：我没有收徒的打算，你起来吧。不，前辈今日若不收我为徒，我便在此长跪不起。林月说完，又砰砰砰的开始磕头，给楚夏都整无语了。不是，这老头年纪挺大，怎么还如此孩子气呢？眼看着林月额头都磕破了，鲜血染红了地面，楚夏还真怀疑自己如果坚持不收徒，他是不是能把自己给活活磕死。这老头属实有些生猛。行了，你快起来吧，我暂且收你当个记名弟子好了，但别指望我有多少时间教你，顶多闲暇时指点你2句。楚夏无奈说道。要真让这老头磕死在他面前，那楚夏心里也过意不去。再则，楚夏对药王谷多少有些了解，在大前皇朝境内，药王谷是最大的民间炼药师势力，整个大前境内的炼药师大多都出自药王谷，无论在民间还是朝堂，药王谷都具有不俗的影响力。据说在民间开办医馆，都需要由药王谷开具行医证明才行，可以说相当有权势了。而林月作为药王谷的首席炼药师，显然也是颇具地位的，收下这个老徒弟，对楚夏来说还是很划算的。多谢师尊。林月老脸上的皱纹顿时舒展开来，又连忙磕了3个响头，这才晃晃悠悠的起身。二殿下，今日炼丹大赛获胜者无疑是我的师尊夏初前辈，师尊所炼制的灵品龙血丹价值至少超过5000两黄金，就连武道宗师强者听到消息都会闻风而动，出价争抢。林月顶着满脸血朝夏瑞明说道。夏瑞明脸色比吃了10斤狗屎还难看，他万万没有想到夏子轩手底下居然还藏着一张王牌，而且出手就是王炸。炼药宗师
还是一名年轻的炼药宗师，这含金量甚至可以说超过了一名武道宗师。夏初，从没听过这个人，他是从哪冒出来的？难不成真是夏子轩暗中培养的？那他的运气也实在太好了，这种炼药奇才100年都未必能出一个，怎么就被他给遇到了呢？二哥何故不言是舍不得奖金吗？早说啊，不就是1000两黄金吗？二哥你若是给不起，这钱由我代出也没问题，毕竟能够结交一位炼药宗师的好事，平时花费再多金钱都换不到。夏兰溪盈盈一笑地走上前来，拍了拍手，身后的龙渊卫立刻端着一摞整整齐齐的金锭走上前来，正好是100根10两的金锭，在夜幕下泛着金灿灿的光辉。楚夏的表情忽然变得有些怪异起来。夏初，这是本宫给你的嘉奖，尽管拿去用，本宫的兰溪殿还收藏了不少稀有的灵药，你若是感兴趣，随时可以来做客。夏兰溪露出她招牌式的少女感十足的桃花笑颜，明眸皓齿，顾盼生姿，完完全全就是世间男子心目中的白月光形象。若不是楚夏知晓这个女人的本性，恐怕还真要被她迷住。当面挖墙脚不太合适吧？夏子轩冷不丁说道。皇姐不要这么小气嘛，我只是单纯欣赏夏初这样优秀的炼药师，再说了，他要真忠心于你，又岂会被别人轻易挖走呢？还是说皇姐觉得自己不如我，怕被我比下去？夏兰溪笑盈盈地看着夏子轩，眼睛都眯着了月牙的形状。哼，你想太多了，夏初，既然六公主盛情邀请，那你就答应了吧。今后多去兰溪殿走动走动，万一被六公主相中了，成了驸马，岂不快哉？夏子轩满不在乎地说道。他当然知道楚夏是无论如何都不可能被夏兰溪拐跑的，所以他根本不慌。那就多谢六公主殿下了。楚夏顺手就将那1000两黄金接了过来，塞进了储物袋中收起。白给的肯定得要，报酬是报酬，赚钱是赚钱，做人要有底线，总不能为了报酬连钱都不要了吧？见楚夏收了自己的金锭，夏兰溪顿时露出一副得意的笑容。哼哼，凭本公主的魅力，区区一个炼药师还不是轻松拿捏？夏子轩啊夏子轩，到时候你就等着哭吧。咦，二皇子殿下怎么不见了？这边刚闹腾接触，突然有人喊了一声，众人定睛一看，夏瑞明居然悄摸摸的开溜了，就连楚夏都没察觉到他是什么时候跑走的。不是吧，堂堂二皇子，1000两黄金都给不起，搞这出？等等，龙血丹还在我手里呢。楚夏突然想到，这可是价值5000两黄金的龙血丹，夏瑞明开溜了，那这丹药不就是他的囊中之物了？夏瑞明为了逃避1000两黄金的赏金，居然溜出了自己的明轩殿。这件事情几乎一夜间传遍了整个大乾宫，一时间这位二皇子名声大噪，抠门的名声怕是难以洗脱了。而此时楚夏已经回到了紫月殿，被他带回来的除了龙血丹之外，还有一个老头，准确说林月是死皮赖脸自己跟过来的。楚夏拦都拦不住。师尊，方便让我参观一下您的炼丹房吗？什么？师尊没有炼丹房？长公主殿下，老朽不得不倚老卖老的说你2句，师尊这样的炼药宗师，放眼整个大乾皇朝都不超过5位，师尊理应享受国之栋梁的待遇，怎么能连一间炼丹房都不配拥有的？这事如果传出去，长公主你也脸上无光不是吗？林月虽然老态龙钟，却是个十足的马屁精加话痨，来到紫月殿后叽叽咕咕说的不停，甚至还数落起了夏子轩的不是。楚夏看到夏子轩的脸色都青了，有些忍俊不禁。好在戴着面具，夏子轩也看不出他的表情。你的徒弟你自己招待，我不奉陪了。夏子轩气得不行，偏偏这林月在炼药世界又算得上一方泰斗级人物，年纪又这么大了，轻易得罪不了。本着眼不见心不烦的原则，夏子轩早早就回到寝宫睡大觉去了。结果就是没了夏子轩吸引火力，楚夏不得不独自面对林月这个话痨。虽然他拍马屁的功夫的确一流，但叽里咕噜说个没完没了，就很让人心烦了。可无论他如何明示还是暗示，这老头都无动于衷，就是一根筋赖着不走。楚夏又不能当着他的面跑到长公主的寝宫，可他在紫月殿还真没别的容身之处，只能领着老头在紫月殿里漫无目的闲逛参观起来。说起来，楚夏虽然在紫月殿住了有些日子，但除了夏子轩的寝宫外，别的地方还真很少涉足。这一逛之下，楚夏发现紫月殿面积还挺大，后院还有一个非常宽阔的花园，栽种招数不尽的奇珍异卉，打理得非常精致。今天是满月，虽然已是深夜，但花园里的能见度依旧很高。以楚夏现在的视力，看起来跟白天没多大区别。他甚至看到花园的水池里，一条条肥硕的锦鲤正仰着头在水面吐泡泡。这锦鲤还不是普通的锦鲤，浑身都散发着灵气，似是某种灵物一般。师尊月下观锦鲤，真是好有雅兴，不愧是炼药宗师。林月见缝插针地拍起马屁来。楚夏翻了个白眼，懒得理他。二人去杂物房取来一些柴火，在水池边就地升起一团后果，
然后捞起一条最大最肥的锦鲤，破毒去鳞，架在火上烤了起来。这几天3餐都是猛兽肉，再好吃也腻了，得换换口味。林月有点懵，这师尊怎么好端端烤起鱼来了？难道是要用烤鱼招待我这个新入门的弟子？师尊您歇着，您的手和金贵着呢，这种粗活怎么能让您来干，交给弟子就可以了。林月一脸殷勤地说道，主动承揽下了烤鱼的活。不是，这老头该不会还想留下来蹭饭吧？楚夏很无语，于是他又抓了一条锦鲤开烤，不一会儿便有一阵清香扑鼻而来。这锦鲤的肉质相当不错，感觉应该会很好吃。而且楚夏发现自己修炼了药神诀后，对火候温度的控制堪称完美。这种对火候的掌控力拿来烤鱼，无异于是降维打击再厉害的烧烤师傅，在他面前估计都要黯然失色。以后万一落魄了，去开一家烧烤店，想来也是不愁赚不到钱的。楚夏心中嘀咕道，又给烤鱼翻了个面。我悟了。林月突然一蹦3丈高，发出一声惊叹。楚夏被他吓了一激灵，手里的烤鱼都差点丢了出去。你有病啊，师尊，您可真是用心良苦啊。林月满脸激动地跪拜下来，砰砰砰磕了3个响头，地面的青草都被他的脑门压弯了腰。不是，这老家伙发什么癫呢？什么用心良苦？你说话能别一惊一乍的吗？师尊刚才给烤鱼翻面，不正是在暗示弟子做任何事情都要讲究两面性？烤鱼如此，炼丹亦是如此。我们炼药师炼制灵药，火焰大多都是自下而上，如此便会导致灵药受热不匀，这细微的差距却能够对激发灵药药性产生巨大的影响。但经过师尊的点拨，弟子立刻就领悟了其中奥妙，那就是翻面。只要在炼制灵药时把握好时机，对灵药进行翻转，便可使火力均匀作用在灵药上，从而最大限度地激发出灵药的药性。这么简单的事情，我怎么之前从来都没考虑到呢？师尊，弟子能够拜您为师，真是3生有幸。有师尊的指点，弟子此生或许亦有突破宗师境的机会。师尊，我要回去好好参悟您的教诲，下次再来，弟子定会备上一份厚厚的拜师礼，绝不会让师尊您失望的。说完，林月就笑着跑出了紫月殿。你小子顺我烤鱼是吧？楚夏想追都来不及，这老家伙跑得太快了。楚夏被气笑了，我就烤个鱼解解馋，你丫哪来那么多脑补？还说什么给灵药翻面，炼药有那么复杂吗？不是顺手就来，幸亏多烤了一条，不然白忙活一场。楚夏取出精盐孜然辣椒面，一股脑儿撒在烤鱼上，便开始大快朵颐起来。10几斤的锦鲤很快就被楚夏消灭得干干净净，连骨头都被他烤酥脆了，嘎嘣嘎嘣一起吃掉。吃了个7分饱，楚夏还算满足，便起身回到了长公主寝宫。进门后，楚夏发现夏子轩已经睡着了，嘴里却还在叽叽咕咕说着什么梦话。楚夏好奇，凑近过去听了一下。不行，那里不能吃。楚夏，你这个王八蛋！不是，他怎么睡觉还骂人啊？楚夏很无语，他摇了摇头，走进沐浴室中，将满地的衣服收拾了一下，随后泡了个澡，便进入地下修炼室中，将龙血丹拿了出来。确认万神鼎对龙血丹不感兴趣后，楚夏便直接将这颗灵阶的龙血丹吞服下去，开始炼化。龙血丹的主要功效是增强气血造化之力，说白了就是强化骨髓，增加骨髓的造血能力。武者修炼非常消耗气血，这龙血丹对武者而言称得上是极品，但对修仙者来说其实意义不大。修仙之人讲究一个风姿飘渺，来去无踪，不会跟武者一样与人肉搏血战，那种战斗在修仙者看来是上不了台面的。楚夏不在乎这些，能对自己有帮助的丹药那都是好东西。增强气血之力，他的体力会更加充沛，精力会更加旺盛。在没有成为真正的修仙者以前，这些提升还是会有很大帮助的。随着龙血丹开始发挥作用，楚夏感觉浑身上下的骨头都酥酥麻麻的，有点痒，但又挠不到，这种感觉还是挺让人难受的。好在持续的时间不久，1刻钟后骨髓开始发热，楚夏可以清晰感觉到自己的精力得到了提升。副作用就是他现在莫名有些亢奋，完全无法进入修炼状态，脑海中不由自主地浮现出在祖龙禁地的记忆，然后又想到昨天在这间地下室里发生的事情，想到了夏子轩柔若无骨的小手，想到他嫣红的唇，楚夏突然有些怀念之前的贤者模式了。现在他根本静不下心去修炼，只能随手拿起一本夏子轩收藏的言情画本翻阅起来。书名很怪，叫《仙师请留宿》。楚夏，你个混蛋！大清早的，楚夏还在地下室看书，夏子轩突然怒气冲冲地跑了进来。你怎么骂人啊？楚夏没好气道。昨晚他没有去夜袭夏子轩，可是付出了很大的毅力，他怎么还生气了？你是不是把我养在后花园的锦鲤给烤吃了？夏子轩眼睛瞪得老大，气势汹汹地质问道。楚夏点了点头。
烤了2条，我就吃了1条，有什么问题吗？你赔我鱼！夏子轩气急落泪，居然蹲在地上哭出声来，一滴滴晶莹剔透的小珍珠从他眼角不断滑落。楚夏懵了，吃你2条鱼而已，至于吗？那是娘亲留给我的宝贝，我养了20年啊，就剩下最后7条了。那些肥美的锦鲤，居然是皇后留给夏子轩的遗物，这谁能猜到啊？眼见夏子轩落泪不止，楚夏有心安慰他几句：“鱼死不能复生，节哀。”楚夏此言一出，差点把夏子轩整呛到了。你还挺会安慰人的。抹去眼泪，夏子轩直勾勾地盯着楚夏道：“原谅你可以，但你要帮我一个忙。”楚夏突然嗅到了阴谋的气息，这女人该不会是故意跟他演戏，博取同情，然后坐地起价吧？像是他能干出来的事。不过现在死无对证，楚夏百口莫辩，只能被他拿捏。说来听听，不过分的话，那就满足他一次吧。去兰溪店帮我偷一件东西。偷下兰溪的东西。楚夏眸光一动，这事他还真有点兴趣。什么东西？一幅画像，我母后的画像，是大前画圣鬼谷仙为母后所画，但完成后不久就遗失了。经过我的调查，是夏兰溪的生母景贵妃窃取。景贵妃死后，画像被夏兰溪获得，应该藏在兰溪殿的地下宝库中。这幅画像对我非常重要，如果你能把它取回来，我就原谅你，而且我还能答应你一个要求。夏兰溪抿了抿红润的香唇，似乎在暗示他什么一样。楚夏一听就来劲了，我现在就去兰溪殿。别急，夏子轩拉住了楚夏，你直接登门去找夏兰溪，难免会引起他的猜忌，要让他主动邀请你才合适。你有主意。夏兰溪今日要在翰林院读书，申时放课，你可以在他返回兰溪殿的途中出现，制造一场偶遇，他见你落单一人，必会提出邀请。好家伙，这要说夏子轩不是计划好的，楚夏都不信。你就不担心我真被夏兰溪挖墙脚了？毕竟她可是我的未婚妻呢。夏子轩嫣然一笑，我相信自己的眼光，也相信你的眼光，我能感受得出来，你是一个正直且纯粹的人，你的眼里容不下一粒沙子。爱听，继续。夏子轩风情万种地白了楚夏一眼，从储物袋里取出一本功法秘籍，交给楚夏。移形换影术有什么用？楚夏好奇问道。这是我娘亲留下来给我的功法，别看它只是武道功法，但来历可不普通。这是前朝传承下来的秘籍，是从一部修仙功法简化而来的，修炼之后可以获得对全身肌肉的细微掌控力，从而改变声带，改变脸部轮廓，从而实现完美的易容，任何人都无法看出端倪。学会移形换影术，哪怕夏兰溪要你摘下面具，你也可以应付了。不过要注意一点，这移形换影术不能长时间使用，最好不要超过1个时辰，否则肌肉会固化，难以恢复原本的容貌和声音。这功法确实有点东西。楚夏当即收下，结果刚到手就被万神鼎给吸收了。夏子轩以为楚夏将功法收入了储物袋，道：抓紧时间吧，你只有半天时间了。说完他便离开了地下室。楚夏此刻正内视丹田，眼睁睁看着一部功法被万神鼎吐出来。偷天换日诀，不出意料又是一部上品仙诀，和移形换影术类似，也属于伪装术，但效果却要比移形换影术强上太多。不需要折腾肉身，而是生成一道幻影，蒙蔽他人的视线，不仅能改变声音和面容，甚至连高矮胖瘦、体型轮廓乃至整体上的气质都能模拟出来，哪怕是宗师强者都无法看出任何破绽。楚夏二话不说就开始修炼起来，直到下午，楚夏终于初步掌握了偷天换日诀，虽然还不算熟练，但已经够用了。楚夏催动灵力覆盖于脸庞之上，他的容貌开始发生变化。对着镜子微调了一阵，楚夏捏出了一张平平无奇、非常普通，可以说是毫无存在感的脸庞，就他了。申时快到了，准备一下出发吧。夏子轩催促的声音从门外传来，翻来覆去都是些地族教条、繁文缛节、御下之术，听得耳朵都起茧子了，烦死。返回兰溪殿的銮驾之上，夏兰溪嘀嘀咕咕抱怨个不停。小然跪坐在夏兰溪身侧，卖力地给他揉肩捏背，同时安抚道：殿下再忍一忍，再过2个月您就满18，只要通过翰林院的结业考核，就不用再去读书了。提到考核我更心烦，纪太傅虽然是宗师强者，但心眼子却比宦官还小，看我百般不顺眼，等到考核的时候，他肯定会想法子卡我一下，真不想在这宫里待下去了。殿下可别这么说，你有大前公主的身份，才能更好的留在许仙师身旁，若没了公主的身份，许仙师对您的好感肯定会大打折扣的。夏兰溪黛眉微蹙，你是说如果没了公主的身份，我在许哲哥哥眼里屁都不是？被夏兰溪冷眸一瞥，小然顿时吓得脸色煞白，扑通跪拜下来。殿下恕罪。罢了，起来吧。夏兰溪轻叹一声，其实你说的我又何尝不知道呢，但仅仅依靠身份
是无法真正打动许哲哥哥的，我必须要变得更强，比如成为大前国500年来第一位18岁的宗师强者。而这正是我必须要赢下祖龙祭典的缘由。就在这时，夏兰溪忽然听闻一阵呼啸的剑鸣声传来，什么动静？去查查。夏兰溪凝眉道。几名龙渊卫立刻出动，片刻后折返回来，禀告道：殿下，有人在养心湖上练剑，好像是长公主麾下的那名炼药宗师。下出。夏兰溪美眸一动，停驾。夏兰溪走出銮驾，来到养心湖湖畔。这养心湖是大前宫里的一座人造湖景，面积不大，但景色宜人，湖水清冽见底，湖上还修建了许多水廊、避风亭，常常有人在这里泛舟休憩，或邀上3、5好友在亭中饮茶下棋。刚在湖畔站定，夏兰溪就看见一个戴着金色面具的龙渊卫正踏水而行，在湖面练剑。他手中的利剑看起来十分不凡，荡漾的灵韵和剑气将湖面激荡出一道倒波状涟漪。他身姿偏移，剑法如神，看得夏兰溪美眸连连放光，忍不住鼓起掌来。被掌声惊动，夏初连忙收起剑势，凌空一跃来到岸边，参见六公主殿下。夏初，现在我相信是你帮夏子轩度过5祖殿的剑道试炼了。想不到你不仅在炼丹术上有惊人的天赋造诣，连剑术也如此出类拔萃，真不知道夏子轩是怎么培养出来的。夏子轩羡慕地说道，挖墙脚的想法更加浓烈了。六殿下谬赞了。夏兰溪心思一动，道：夏初，我刚购入了一些灵药，但不确定年份是否符合，能不能请你去兰溪殿帮我看看？你放心，我不会让你白跑一趟的。我那里还存了不少灵药，你若有需求可以尽管取走，算是我个人送你的。这恐怕不妥。怎么？你怕长公主责备你？那倒不是，长公主殿下为人开明，不会对我的事多加干涉。那有什么好犹豫的？跟我来吧。那好吧。楚夏勉为其难地点了点头。夏兰溪满心欢喜，邀请楚夏坐上他的銮驾，返回兰溪殿。途中闲聊，夏兰溪能说会道，对楚夏一通吹捧。楚夏只是静静听着。上次和夏兰溪独处是什么时候的事情了？大概是16岁那年，两人相约去郊外踏青。那时的夏兰溪还是个与人说话都会脸红的害羞小丫头，只是短短2年，一个人的变化居然能如此大。楚夏还是有些感慨的，但他知道过去那个跟在他屁股后面口口声声喊着此生非楚夏哥哥不嫁的六公主已经不复存在的。往事已矣，不值得留恋，唯有杀了他，楚夏道心才能稳固。不一会儿，銮驾便回到了兰溪殿。夏兰溪带着楚夏直奔后殿，来到一处专门存放灵药的库房内。库房不算大，但里面收藏的灵药数量却不少，只是堆放是很杂乱，看样子都是刚收过来不久。有些灵药还带着湿土，怕不是刚从山里挖出来，还没几天。重点是玄阳草、玉髓藤和芙蓉果这3种灵药，麻烦夏初大师帮我挑选一下，看看是否有年份超过200年的。简单。楚夏修炼药神诀后，辨识寻常灵药简直易如反掌。他挨个查看了一遍，不出一盏茶的功夫，就将几株灵药筛选了出来。这几株的年份都达标，尤其是这株玉髓藤，年份更是超过了300年。太好了！夏兰溪满心欢喜地将这几株灵药收入了储物袋中，然后很是大方地说道：其他的灵药我都用不上，全部送给夏初大师吧。这么大方？剩下的灵药虽然年份差点，但也都在100年之上，单个或许不算值钱，但这里可是有200多株呢。六公主此话当真？当然，不过我有一个小小的要求，夏初大师能不能教我炼丹？这丹药之术需要长时间的学习和积累，六公主若想速成，那请恕在下无能为力。没那么复杂，我只是想亲手炼制一颗10香丹，做成香囊送给许哲哥哥当礼物。夏兰溪俏皮地吐了吐舌头，眉目间流转着少女怀春的心思。原来如此，10香丹炼制起来还是比较容易的，六公主只需备好灵药，我可以手把手教你。灵药早已经备妥，夏初大师请随我到炼丹房来。炼丹房内炉火温热，楚夏已经炼成了一枚10香丹。整个炼丹房内都弥漫着复杂的芳香，仿佛置身在一片无边无际的花丛中下。兰溪紧闭双眼，深吸一口气，好香，比我用过的10香丹还要香10倍。夏初大师不愧为炼药宗师，炼制10香丹的过程我都演示过了，六殿下要亲自上手尝试一遍吗？夏兰溪嫣然一笑，不着急，天都快黑了，晚膳已经备好，夏初大师不妨先随我去用膳，吃饱了才有力气炼丹。哎呀，没事的，黄姐若是怪罪起来，你就把责任都推卸到我头上。夏兰溪拉着楚夏的胳膊就走，完全不给他反驳的机会。夏兰溪准备的晚膳非常丰富，而且食材之高档，用料之丰富，完全超乎楚夏的预料。这么说吧，楚夏原以为是珍馐美味的蟒兽肉，在这里根本上不了台面。各种妖兽的肉
这里应有尽有，甚至有一道菜是用蛟龙心肝来做的。蛟龙可是大前皇朝境内最顶级的妖兽，一旦出现，需要出动上万人的军队去剿灭。楚夏的父亲当年就率领神武军去剿灭过一处蛟龙巢穴，屠戮了4条大蛟，那是一场血战。可如今蛟龙的内脏却变成食材出现在了餐桌上，难道这才是真正的皇家子弟的奢华做派吗？那长公主算什么？紫月殿的伙食连妖兽肉很极少出现，更别说蛟龙肉了。夏初大师，请用膳吧。夏兰溪看着楚夏说道，对他面具下的真容还是充满好奇的。之前不好开口，可现在都吃饭了，你总不能还一直把面具戴着吧？他很想看看被夏子轩看中的男人究竟长什么模样。好，面具落下，一张普普通通、平平无奇的脸出现在夏兰溪面前。看清夏初真容的瞬间，夏兰溪心头略微有些意外。虽然他预期的不太一样，不过也没有让他太失望。就是很普通的长相，说不上帅，但也绝对不丑，倒是气质方面要更加出类拔萃一些，沉稳而不失张力，给人的第一感觉就很可靠，值得信赖，而且才能是可以弥补外貌的。炼药宗师和剑道高手的身份足以给夏初加分不少。对了，有菜岂能无酒？小然，把我珍藏的药酒取1壶来。夏兰溪吩咐道。六殿下，待会还要炼制丹药，还是别喝酒了吧，小酌怡情，不碍事的。夏兰溪大大方方地说道。那行吧。楚夏勉为其难地点了点头。有万神鼎在，他倒是不怕夏兰溪会在酒里下毒。经过涤尘丹洗髓伐毛，他的体质也远超普通武者。夏兰溪如果是想把他灌醉了套话，那就更不可能了。先静观其变，看看他究竟有什么打算。这顿饭吃了足足1个多时辰，1壶3升的药酒，两人几乎平分掉了。楚夏倒是没什么感觉，但夏兰溪显然有些喝高了，脸颊红扑扑的，说话都有些不利索，但意识还算清醒。这让楚夏颇为意外，他认识的夏兰溪可是完全不胜酒力的，他什么时候变得这么能喝了？小然，再去取1壶药酒。夏兰溪拍桌子喊道。六殿下，今天太晚了，今天就到此为止吧，我得回去了。楚夏还惦记着偷画像呢，没工夫在这耽搁下去。正好夏兰溪喝多了，现在下手是最合适的时机。不行，你还要帮我炼制10香丹呢。夏兰溪摇摇晃晃地站起身来，朝着炼丹房走去。楚夏对一旁的侍女说道。你不劝劝你家主子？小然弱弱地说道。我不敢，殿下跟别人不同，他醉酒之后记忆反而更加清楚，这期间若是触怒了他，等明天肯定少不了一顿罚。夏兰溪还有这种体质？楚夏现在突然有些怀疑，眼前这个人究竟是不是夏兰溪了？他做出这么多反常的事情，该不会是被人给夺舍了吧？楚夏心思转动，打算找机会试探一下。他跟随夏兰溪再次来到炼丹房，夏兰溪一步一晃地开始准备灵药。楚夏说道。10香丹是利用10种灵药的天然香味炼制而成的丹药，不同的灵药搭配起来会产生不同的香味，不知六殿下偏好何种香气？夏兰溪目光在摆放灵药的木架子上扫了一眼，兰草、茴香蜡还有白榛果，这3种灵药的气味是我最喜欢的。闻言，楚夏眉头微皱。没说错，这3种灵药的味道的确是夏兰溪从小就喜欢闻的。能在醉酒状态下不假思索地说出这一点，看来夏兰溪就是夏兰溪，并没有被人夺舍。殿下，醒酒茶来了。小然端着醒酒茶走了过来。夏兰溪端起茶杯喝了一大口，也不废话，径直来到炼丹炉前，按照楚夏的指点和教导，开始亲手炼制10香丹。他倒是有些天赋，炼丹的手法提升很快，经过几次尝试后，还真炼制出了一枚品质达标的10香丹。夏兰溪将10香丹小心翼翼收好，转身对楚夏道：多谢夏初大师。小然，将库房的灵药都包好，给夏初大师送过来，再取100斤蛟肉来。不多时，小然就将东西送了过来。夏兰溪用一只储物袋装好，亲手送到楚夏手中。夏初大师可千万不要推辞，否则就是不给我夏兰溪面子，那在下就却之不恭了。楚夏很干脆地收下了储物袋，稍微渗透灵气打量了一眼，发现这个储物袋制的比他的要好不少，能够装得下1000斤的物品。这种法宝储物袋可是很稀罕的宝贝，只有修仙宗门的炼器师才会炼制。造价或许不高，但物以稀为贵，卖到大前皇族手里，价值绝对不菲。种种迹象表明，夏兰溪财力非常雄厚，而且很大方，舍得砸钱。如果在这里的不是楚夏而是别人，说不定还真有可能被他成功挖墙脚。就在楚夏收下储物袋的下一秒，夏兰溪突然脚下一软，整个人朝他怀里倾倒而来。楚夏下意识地接住了夏兰溪，香软在怀，楚夏不由一愣。金钱攻势之后还有美色诱惑，双管齐下，夏兰溪这是铁了心要挖长公主的墙角啊！小然，拿药！夏兰溪抓着楚夏的胳膊，有气无力地说了一声，
接着便彻底昏迷过去。不好，殿下又犯病了，我去取药。夏初大师，您帮忙照顾一下殿下。小然说完便急匆匆地跑开了。犯病？初夏疑惑不已。夏兰溪有病。他将夏兰溪放平在桌子上，抓住她的手腕，略微感知了一下，却没发现任何异常状况。夏兰溪体内的灵力运转得很顺畅，怎么看也不像生病的样子。小然很快就跑了回来，拿着一颗血红色的丹药，掰开夏兰溪的嘴，帮她服下。初夏眉头紧皱，血魂丹，这是一种非常邪门的丹药，需要用活人献取的心头血来炼制，是修魔之辈才会用的手段。服下了血魂丹后，夏兰溪很快就苏醒过来，脸色也恢复不少，只是还有些虚弱。让夏初大师见笑了，小然，你送夏初大师出去。是，殿下。侍女小然道。大师，请。初夏没有多说什么，点了点头，跟随侍女离开兰溪殿。六公主这是犯什么病了？初夏路上好奇问道。小然面色发愁道，我也不清楚，殿下的事情，我们做下人的哪敢过问，殿下的前几任贴身侍女都是因为说了不该说的话被处死了。初夏微微皱眉，他以前就发现过夏兰溪身边的侍女经常换，初夏还问过他几次，但夏兰溪每次都是敷衍回答。原来都是被处死了吗？就送到这了，我还得回去照顾主子，大师您慢走。你回去吧。见初夏离去，小然这才原路折返，可刚走2步，后脑勺猛然一震，被敲晕过去。初夏迅速将小然拖进路边的花丛中，将他的外衣扒了下来，同时脱下自己的外衣收入储物袋中。随着偷天换日诀再次施展，初夏全身灵气激荡，迅速伪装成了小然的模样，就连身形轮廓、言行气质都几乎一模一样，难辨真假。片刻后，初夏换上小然的衣服，折返回兰溪殿中。他正要赶往炼丹房，忽然看见一道黑影如鬼魅般朝自己飘来。妈的，大晚上见鬼了！初夏心头一颤，大日扬言蓄势待发，却见那黑影靠近后，竟是一个头发花白、拄着拐杖的老嬷嬷。那人可询问过什么？老嬷嬷张口询问道，发出的声音十分阴沉，让人产生心理上的不适。初夏摇了摇头，没有，算他识趣，可惜此人是长公主的亲信，不然用她的血肉来炼制血魂丹，效果应该会非常好。老嬷嬷阴恻恻地说道，话音刚落，又如鬼魅一般飘走了。初夏这才松了口气，他能隐约感觉到这老嬷嬷的实力很不简单，应该是一位宗师强者。血魂丹是他炼制的。来不及多想，初夏快步返回炼丹房。只见夏兰溪坐在炼丹炉前，依旧是一副虚弱至极的模样。送我回房。夏兰溪吩咐道。初夏应了一声，上前将夏兰溪搀扶起来，送出了炼丹房。幸好之前初夏简单参观过兰溪殿的布局，知道寝宫的位置，不然就露馅了。很快他就将夏兰溪送回寝宫中。回到寝宫后，夏兰溪直奔沐浴室而去。还愣住干什么？帮我更衣。哦。初夏强装镇定，走进沐浴室中，帮夏兰溪将身上的衣裙一件件褪下。夏兰溪有些狐疑的看了小然一眼，你怎么心不在焉的？奴婢是在担心殿下的身体。初夏心情有些复杂，认识夏兰溪这么多年，今天还是第一次看到她毫无保留的模样。不得不说，18岁的少女真是青春无敌，这样一具完美无瑕的身体摆在眼前，很难让人保持冷静。有什么可担心的？一时半会又死不掉。夏兰溪倒是十分豁达，道：抱我到池子里，再给我取一壶鹿血酒来。都这样了，还要喝酒？初夏也没多想，将夏兰溪抱进浴池中，随后返回卧房内。他有些犯难了，这鹿血酒藏在什么地方呢？他四下翻查起来，忽然发现这间卧房的布局和夏子轩的卧房相差无几，那应该也有地下室。初夏来到卧房角落，见应该是地下室入口的地方摆放着一个书架，凭他的眼力，一下子就发现这个书架是可以活动的。初夏当即伸手推动，果然很轻松，就将书架移开，露出了后面的一扇隐蔽的房门。门没有上锁，也没有阵法禁制，一推就开。初夏沿着阶梯走进地下室中，点燃灯盏，发现这地下室空间还挺大，里面有大量收藏品。最离谱的是有一整面壁堆着金灿灿的金锭，其他古董字画、灵药珍宝更是多不胜数。赵慕强忍住将这里一扫而空的冲动，来到藏酒的区域翻找起来。这应该就是鹿血酒了。找到一壶血红色的酒后，初夏立刻送到了沐浴室中。进门时，初夏突然产生了一个想法，他手里还有一枚积煞丹，这玩意的毒性远超化气散10倍以上。只要他现在将积煞丹融入鹿血酒中，便有大概率可以完成复仇。凝思片刻后，初夏还是放弃了。夏兰溪死在宫中，必然会引发轩然大波。反正下一场试炼就快开始了，还是在围猎时下手更合适。先让他再多活几天。
楚夏推开沐浴室的房门，里面雾气氤氲，夏兰溪居然已经躺在浴池中睡着了。楚夏将鹿血酒放到他身旁，默默退了出去。再次进入地下室，楚夏先将字画全部取出，开始翻看起来。这些字画的内容大多都是求仙问道之流，可见夏兰溪对修仙的渴望有多么强烈。翻了好一阵子，终于在压箱底的地方找到了一幅人物画像。画像上是一个眉目和蔼温柔的女子，长得和夏子轩有7分相似。落款正是画圣鬼古仙，就是她了。楚夏正要将画像收入储物袋中，可突然万神鼎颤动了一下，紧接着出现便看到从画像之中渗出一缕青烟，这青烟很快就被万神鼎给吸收殆尽。紧随其后，一张金箔纸从万神鼎中飞出。什么情况？楚夏不明所以，他将金箔纸拿出来，端详片刻，隐约可见金箔纸上似乎画了什么东西，好像是一幅人体经络图，但和常见的经络分布又有区别。楚夏一时间研究不明白，只能先将金箔纸和画像一同收入储物袋内。夏子轩交代的任务算是完成了。接下来楚夏看着地下室里琳琅满目的藏品，开始挑挑拣拣起来。储物袋能装的东西有限，当然要挑贵重的带走。金锭就算了，太重，装不了多少。灵药和古董倒是可以挑一些带走，还有一些珠宝玉石，看起来价值也不菲。一通搜刮，直到储物袋装不下，楚夏这才收手。退出地下室，楚夏正准备悄悄开溜。小然，你跑哪去了？进来帮我搓背。沐浴室中忽然传来夏兰溪的呼喊声。夜深且寒，楚夏离开兰溪店的时候已经是后半夜，可算是把他累坏了。给夏兰溪搓澡就不说了，这事倒不算什么，有手就行。但是在不引人注意的情况下将小然送回兰溪店，可是费了他不小的功夫。楚夏尤其担心被他老嬷嬷给撞见，好在一切顺利，哪怕有什么遗漏，至少查不到楚夏身上来。查到也没关系，楚夏明面上毕竟还是夏子轩的人，皇族的明争暗斗犹如家常便饭一样，你来我往，实属正常。返回紫月殿后，楚夏本打算泡个澡再休息，可一回来就看到夏子轩瞪着个眼睛坐在床上，居然还没睡。这么晚不睡你修仙呢？楚夏调笑道。看到楚夏如此轻松自如的神情，夏子轩终于松了口气。他都会贫嘴了，说明今晚行动一切顺利。画像呢？楚夏打开储物袋，将皇后孟婉晴的画像拿了出来。夏子轩惊喜万分，扑上来就要取走画像，楚夏却故意将画像高高举起。我可是冒着生命危险帮你偷来了画像，长公主连个谢字都吝啬说出口吗？夏子轩瞥了楚夏一眼，随后一脸娇羞地搂住楚夏的脖子，娇滴滴地说道：楚夏哥哥，谢谢你啦，你人真好。楚夏鸡皮疙瘩都竖起来了，连忙将手里的画像塞给了夏子轩，还欠我一个条件，别忘了。楚夏说完便去了沐浴室，舒舒服服泡起澡来。3天后，地下室里灵气氤氲翻腾，伴随着一阵灵气激荡，楚夏整个人的气息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终于突破通玄境了。楚夏睁开双眼，露出十分满意的微笑。所谓通玄，是指人体经脉中的一处主要穴位通玄穴，此穴位是人体灵力与外界沟通的重要桥梁。突破通玄境后，通玄穴会被打通，从而让武者能够更加流畅地使用灵力外放，从而使用一些粗浅的术法神通。当然，因为修仙功法被皇族垄断的缘故，大前皇朝的武者即便通玄境后也难以修炼到术法，哪怕是最普通的术法也不是寻常人能够接触到的。但即便如此，迈入通玄境后，修士的实力也能获得巨大的提升，哪怕只是简单的将灵力外放，用来附着武器兵刃，都可以增加不小的杀伤力。以灵力覆盖身体也能起到一定防御效果。达到通玄境修为的武者放在民间已经称得上小有实力，在普通百姓眼里成了招惹不起的存在。离开祖龙禁地至今只过去了半个月左右的时间，能够突破通玄境，楚夏的心情还是有些激动的，距离突破宗师境又接近了一步。下次再进入祖龙禁地和江云之双修，楚夏说不定就有能力占据主导地位了。念及此处，楚夏内心有些火热起来。回到寝宫里，楚夏没看见夏子轩的身影，便走出屋外，打算呼吸一下新鲜空气。天天待在地下室，楚夏整个人都阴暗了不少，还是得见见阳光才行。楚夏，今日怎么有闲情雅致出来晒太阳？一道熟悉的身影走了过来。白芷还是青鱼？楚夏有些不好意思地询问道。这两个双胞胎长得实在是一模一样，连声音都没区别，叫人很难分辨。我是姐姐白芷，妹妹今天当差陪长公主出宫去了。出宫？去哪了？楚夏问道。好像的百草园进贡了一批质量不合格的灵药，长公主很生气，带着刑部的人去问责了，说是要杀一批人以儆效尤。可惜我今天休假没机会跟去，不然怎么也能捞到几个人头。白芷一脸遗憾地说道。
你很喜欢杀人吗？白芷认真的点了点头。没什么事情能比看着刀尖上的热血逐渐冷却凝固更让人赏心悦目了。你高兴就好。楚夏暗道一声疯子，在这大前宫里想找到一个正常人实在太难了。那个楚夏，我能不能悄悄问你一件事情，但你不能告诉长公主。你问。楚夏点了点头。白芷凑近楚夏耳边低声道，你是不是跟长公主睡过觉？楚夏一愣，为什么你会这么想？我猜的，但我感觉长公主看你的眼神不太一样，仿佛很亲密，彼此之间没有什么秘密，具体我也说不上来，但总之绝不是正常的主仆关系。楚夏突然伸手在白芷的脑袋上拍打了一下，等长公主回来，我就告诉她，你私下造谣长公主。别啊！白芷顿时慌了，我没事八卦个什么劲嘛，这下惹麻烦了。她一把抱住楚夏的胳膊，撒娇似的说道，我就随口一说，楚夏你别当真啊，这事可不千万不能告诉长公主，不然我死定了。小奈帮我把衣服洗了。楚夏一股脑从储物袋取出好几套脏衣服，塞进了白芷怀里，洗干净，熨烫好，一点污渍都不能留下，我就不告发你。好吧。白芷委屈巴巴的抱着脏衣服回去了。临近傍晚，夏子轩才带着龙渊卫们返回紫月殿。楚夏远远就能闻到血腥味，每个龙渊卫身上都沾了不少鲜血，看来没少杀人。你突破了。看到楚夏在院子里晒太阳，夏子轩微微一愣，旋即察觉到了什么，惊喜地问道。楚夏点了点头，天才啊，这才是真正的天之骄子，半个月前才刚突破炼神境，今天就突破通玄境了，如此下去踏上宗师境界岂不是指日可待？可激动之余，夏子轩又不免有些担忧起来。楚夏成长潜力如此惊人，自己真的能够将他掌控在手里吗？等他不需要借助自己的身份打掩护时，或许就是他离开自己的日子吧。除非他能成为祖龙祭典最后的赢家，登上女帝之位，又或者不知想到什么，夏子轩俏脸微微一红。我回去沐浴了。看着夏子轩迈着风姿卓越的步伐离去，楚夏很无语。你去洗澡跟我说什么？还想让我给你搓背不成？10月初1，晨光和煦，今天是祖龙祭典第2场围猎试炼的日子。一大早，大前宫内热闹非凡，7位皇子皇女都带着自己的精锐部下一同出发。帝京城内已经进入戒严状态，街道上空无一人，大批龙渊卫把守着各个要道。紫月殿的銮驾之中，夏子轩正趴在书案上补觉。他向来好睡懒觉，今天起了个大早，一路上都在抱怨个不停。青鱼将一碗热腾腾的瘦肉粥端了过来。殿下，吃点东西吧，路还远着呢。围猎地点在万古荒原，距离帝京城足足有500多里地，哪怕日夜兼程，最快也要明天中午才能抵达。夏子轩有气无力地摆了摆手，楚夏，你帮我吃了吧，不到中午不要叫醒我。说罢，他用毯子将头一盖，彻底与世隔绝。楚夏也不客套，将早餐全部取来，3两口就消灭得干干净净。楚夏，长公主就交给你照顾了，銮驾容不下太多人，我和白芷去外面骑马。青鱼说完便转身离开，走的时候还将木帘放下。楚夏百无聊赖地靠在窗边，手里拿着一张金箔纸，又看又摸。经过这些天的观察下来，楚夏大致可以确认，这张金箔应该是一张仙符，和普通的仙符似乎又有很大区别。具体有什么作用，楚夏目前还搞不清楚，但他还是选择贴身携带，总感觉会有帮助。中午，皇家围猎队伍暂时在一处湖畔边安营休息。夏子轩终于醒了过来，他伸了个懒腰，光洁小巧的玉足搭在楚夏大腿上。饿了，有什么吃的吗？你胡吃吗？楚夏没好气地说道，捏着脚踝将他的脚丫子挪开。夏子轩似是回忆起了什么，顿时面红耳赤起来。偶尔尝尝也不是不行。他猫着身子爬上前来。殿下，午膳已经备好。白芷的声音忽然从銮驾外传来。我不饿，你们吃吧。哦。白芷应了一声，面色有些疑惑。长公主的声音怎么听起来不对劲？傍晚。够了，你真当饭吃啊？楚夏推开了夏子轩，他用大拇指刮了一下嘴角，笑盈盈地说道，瞧你小气的，不就一点米糊糊吗？还能把你吃穷了不成？轰隆！楚夏正要开口，却听见一声巨响传来，紧接着狂风大作，一股浓浓的硝烟味弥漫而来。全员戒备，守护皇室！一声厉喝当空传来，伴随着强大的灵境震荡。夏子轩脸色一变，白芷，什么情况？殿下，有人袭击了围猎队伍，3皇子的銮驾被炸了。什么人如此大胆，敢在这个时候动手？夏子轩很是惊讶。这次皇室子弟全员出动，可是大前皇朝最重要的事情，龙渊卫的高手几乎倾巢而出，负责保护围猎队伍的宗师境强者，明里暗里不下10个人。除非是修仙者，否则谁有这样的胆子？
我下去瞧瞧。楚夏勒紧裤腰带跳下銮驾，只见一名身披银甲、老当益壮的老将，手持长枪，正在前方半山腰上与几名贼人恶斗。居然是中海大将军！看到银甲老将，楚夏颇为诧异。这位可是大前皇朝赫赫有名的大将，一生战功赫赫，杀敌除妖不计其数。100岁时还在战场上大杀四方，凭一人之力压得周围皇朝抬不起头，为大前江山稳固立下头功。哪怕是神武军，在他老人家面前都要逊色不少。楚夏的父亲在这位中海大将军面前都只能算是个新兵蛋子。楚夏小时候跟随父亲去拜访过中海大将军，当时中海将军还对楚夏格外器重，想要收他为关门弟子。但后来不知何故，中海将军告老还乡，去江南颐养天年了。想不到今日居然又能见到这位老将军，而且他的风采丝毫不输给当年。他的年龄应该超过150岁了，居然越活越年轻，看样子应该是修炼有所成，说不定突破到了更高的境界。宗师之上的境界，真正的修仙者才有资格触及的境界。老将出马，所向披靡。对面那几名贼人虽然实力也颇为强劲，可哪怕联起手来，依旧不是中海的对手，被压制的节节败退。一人还被银枪刺穿头颅，当场毙命。龙渊卫此时也开始大批出动，将周围完全封锁起来，迅速收缩战线，对所有敌人展开围剿。化劫境强者随处可见，宗师强者的气息也是超出预料的多。这种场面还真是难以预见。不到1炷香时间，战斗便宣告结束。总共20多名敌人，7个宗师境强者全被杀得精光，一个不剩。中海踏空而归，他的长枪上挂着3颗血淋淋的头颅，随手一挑丢到地上去。查明来犯之敌的身份，再派人回宫禀告此事，请求陛下再派遣一些援兵过来。中海眉头深皱道：接下来的路途恐怕不会太平。夏子轩忽然从銮驾上走了下来。钟老将军，辛苦您了。中海对夏子轩微微点头，长公主客气了，这是老臣职责所在。夏子轩没多说什么，接着便赶往三皇子夏折彦的銮驾。楚夏也跟了上去。老三，你可真是硬骨头，銮驾都炸成灰了，你居然连皮都没破一块，真有你的。刚走过去就听到了二皇子夏瑞明的声音传来。与此同时，夏兰溪和另外3名皇子也都赶了过来。这3名皇子是老4、老5和小7，分别叫做夏景城、夏元芳和夏木生。见过皇姐。几人异口同声地对夏子轩说道。夏瑞明自然也看到了夏子轩，但他眼观鼻鼻关心，完全装作看不见。夏子轩却没打算放过他。你们几个千万别跟老二学，区区1000两黄金也要赖账，传出去犹如我们大前皇族的颜面。噗嗤，不知是谁绷不住笑出声来。夏瑞明顿时脸色一僵，恶狠狠地瞪了过去。这时夏折彦刚换上新衣走了出来。没事吧？夏子轩关心道。夏折彦露出一脸阳光灿烂的笑容。多谢皇姐关心，我皮后没什么大碍，就是身边的几个太监宫女被炸死了，以后要多加小心了，外面不比宫里，危险随时都有可能发生。确认安全后，围猎队伍再次出发，连夜向着万古荒原进发。虽然夜里赶路危险系数更高，不过有钟老将军坐镇，加上10多名宗师保驾护航，基本不存在太大的问题。銮驾里灯火幽暗，夏子轩正和楚夏讲解万古荒原的情况。荒原上妖兽众多，里面有3大妖窟最为险恶，其中妖魔多不胜数，一旦深入其中，宗师强者都未必能够全身而退。围猎的主要任务是猎杀3种妖兽，分别名为石铁豚、黑血羊和鬼角牛，它们是头颅是祖龙祭典最佳的贡品，必须要将3种妖兽的头颅都收集到，才算完成这次围猎试炼。这上面有3种妖兽的画像以及它们的习性、特征，你拿去仔细看一下。此外，参加围猎的每支队伍人数不得超过10人，你我2人加上白纸青鱼，另外可以再挑选6名队员。我从麾下的龙渊卫里挑选了6名精锐，待会你们认识一下。我们的处境其实不妙，据我了解，夏明瑞和夏兰西手底下都有宗师强者，其他人情况不清楚，但唯独我们紫月殿并无宗师强者坐镇，遇到危险情况我们会较为被动。不过需要猎杀的3种妖兽实力都不算太强，只是较为稀有少见，所以这次围猎运气成分占比很高。夏子轩对这次围猎还是非常重视的，说话时眼神语气都颇为严肃。顿了顿，他又说道，另外今天的袭击让我有些担忧，不能排除万古荒原中还有埋伏的可能，如果被我们遇到了，那极有可能会和宗师强者正面交锋。虽然我有对付宗师强敌的底牌，但也很难保证万无一失。我也不想说太多丧气的话，但形势肯定比你预想的要严峻，如果你想退出的话，我不会阻拦你，毕竟你我非亲非故，我也不想让你为了我搭上性命。楚夏呵呵一笑，不用跟我打感情牌，我可不吃这一套。楚夏，
夏子轩被揭穿也不演了，一把抱住楚夏的胳膊，娇滴滴地说道：“只要你帮我拿下这次围猎试炼，我什么都听你的。你叫我往东，我绝不敢往西。你就对我这么有信心？我才刚突破通玄境而已，论实力，在你麾下的龙渊卫里都排不上号。”夏子轩目光真挚地凝望着楚夏：“你跟他们不一样，我知道，你肯定修炼了修仙功法，对不对？”朝夕相处之下，这一点如果夏子轩都看不出来，他这长公主也是白当这么多年了。之前不提，是不想让楚夏误以为自己在威胁他，但现在情况不同，为了拿下狩猎试炼，他必须寻求一个真正的靠山。选择楚夏，其实有赌的成分在里面，但夏子轩向来觉得自己运气不会差。楚夏耸了耸肩，不承认也不否认：“行了，别肉麻了，早点睡吧，明天才是重头戏。”夏子轩顿时眉开眼笑，十分亲昵地搂着楚夏的胳膊：“我就这么抱着你睡，随你。”楚夏挪开碍事的桌案，侧身躺下，也没有多想，很快就沉入梦乡。一夜无事发生。清晨，天色刚刚破晓，楚夏一睁眼就看见夏子轩猫着身子趴在他面前，正津津有味吃着早点。“小馋猫，偷吃被我抓到了吧？”夏子轩楚楚可怜道。“那你要惩罚人家吗？”楚夏忍不住打了个激灵，这长公主真是越发猖狂了，不教训都不行。楚夏揪着她的头发拽到面前，起身蹲下，将她按在膝盖上，狠狠打起鼓来。咚咚隆咚，咚咚。夏子轩没料到会是这样的惩罚，顿时羞得满脸通红，捂起脸来。小小惩戒后，楚夏才将夏子轩放开。夏子轩轻咬背齿，仿佛下定决心似的，突然扑了过来，将楚夏压倒，直接用裙盖将楚夏整个人罩住。“你别乱动，交给我。”正午，阳光明媚，围猎队伍抵达万古荒原。此地甚是怪异，10里外还是一片青山绿水，风光秀美的景象，可一旦进入万古荒原，周遭林木便迅速变得枯黄落败，远远望去，青山和荒原形成一条泾渭分明的界限。到达界限附近时，围猎队伍停了下来，7位皇子皇女陆续从銮驾上走下来。“殿下，您不舒服吗？”看到长公主走路的姿势有些不对劲，白芷和青鱼立刻上前关切问道。夏子轩脸颊微微一红，强忍着痛楚，迈开脚步道：“没事，坐久了有些腿麻。从天亮坐到中午，腿能不麻吗？”楚夏跟在后面暗暗吐槽道。踏入万古荒原，楚夏走在松软的黄沙上，忽然神色一动，这里的灵气浓度仿佛一瞬间激增了数倍，而且万神鼎立刻就震颤了起来，似乎是对这荒原之中的某件东西产生了反应。“诸位殿下，按照规矩，围猎一旦开始，3天内整个万古荒原将被封锁，期间无论遇到何种危险，外人都无法进入荒原救援，所以这3天内你们只能依靠自己渡过难关，希望各位谨慎行事，以性命安全为先。”一名鹤发童颜的老太监忽然走了出来说道，正是之前在五祖殿见过的单公公，他是大前宫的宦官总管，皇帝身边的亲信，位高权重，便是皇子皇女们见到他也要礼让3分。中海老将军也走了过来。祖龙巡猎大计正式开始，老臣预祝诸位凯旋而归。话音落下，夏瑞明率先奔入荒原，夏兰溪、夏哲彦等人也紧随其后。夏子轩一行人是最后进去的。殿下如此淡定，是有什么好的路径选择吗？白芷好奇问道。天太热了，先去找一处阴凉的地方避避暑，等太阳落山之后，我们再深入荒原。夏子轩扇着风说道。鹅楚夏无奈摇头，让你别逞强，现在走不动了吧？但夏子轩的想法落空了。这万古荒原之上寸草不生，所见之处都是光秃秃一片，不是黄沙就是乱石，地面还有大大小小的坑洞裂缝，但就是找不到可以遮阳乘凉的地方。白芷和青鱼只能扯来一张黑布，搭成一个简易的遮阳罩，帮夏子轩防晒。真墨迹，我先去前面探探路，你们快点跟上。楚夏耐不住了，万神鼎一直颤动个不停，宝物应该就在不远处。万古荒原的外围区域还是比较安全的，一路走来，楚夏并未看到任何妖兽的踪迹。他循着万神鼎的指引，一步步前行。走到一处沙丘时，万神鼎的动静变得最为激烈。就在这里吗？楚夏祭出绝煞剑，催动御剑术，向着沙丘下方挖去。但沙粒松软，刚挖出坑来，就被周围涌来的沙子重新填埋了。楚夏眉头一皱，直接扩大范围，将整座山丘荡平。一时间，四周烟尘滚滚，直到沙丘的高度下降了7、8米后，一根枯藤出现视野中。长剑一挥，枯藤被斩断，藤蔓中心露出裂口，里面有暗红色的浆液渗透而出。感受到万神鼎的悸动，楚夏立刻伸手触碰浆液，顷刻间大量浆液被吸引出来，全部被万神鼎一股脑吸收。片刻后，一株巴掌大的翠绿嫩苗从万神鼎中吐了出来。悟道神树幼苗。感受到这株幼苗的信息，
楚夏面色诧异，虽不知这悟道神术是什么东西，但听名字肯定不是等闲之物。收了，带回去可以找个地方种下来。本以为到此结束，然而万神鼎紧接着又开始震颤起来，下面还有好东西。楚夏神色一动，继续催动绝煞剑向下挖。当完整的枯藤全部暴露出来后，楚夏只见藤蔓的根系之中竟包裹着一尊玲珑宝塔。这玲珑宝塔只有半米高，是一座7层浮屠，通体镂空雕琢而成，造型无比精美，只是表面污浊不堪，还有多处破损痕迹，属于战损版。不等楚夏仔细查看，嗖的一声，玲珑宝塔就被万神鼎吞噬。这次却等了好一阵子，万神鼎中才有东西吐出来，还是那座玲珑宝塔，但仿佛经过修缮一般，玲珑宝塔焕然一新，通体散发出莹莹宝光，破损也被修补，整体散发出一种宝相庄严、灵气非凡的感觉。玲珑锁妖塔，这玩意似乎是一个养殖场。楚夏被脑海中传来的信息震惊到了，这是一件用来锁妖的法宝，任何妖兽一旦被锁入其中，都会遭到无情的炼化。锁妖塔的持有者可以控制其中妖兽的意志，甚至可以将其炼化为傀儡妖仆。好东西啊！正好这万古荒原有许多妖兽，我可以多抓捕一些妖兽关进玲珑锁妖塔内，不管是驯化还是留着当备用口粮都很合适。楚夏迫不及待地取出玲珑锁妖塔，催动灵力炼化认主。这法宝的品质好像很高，远超上品灵气。咦，锁妖塔里似乎关押了一只妖兽。楚夏将玲珑锁妖塔托在掌心，仔细向内凝望，能看到在锁妖塔最高层中的监牢内，用一根根乌黑的铁链锁着一头妖兽。那妖兽长得和人类女子无异，但是额头上升有一双如同利刃的尖角，头发雪白，体态修长婀娜，只是脸庞被头发遮盖起来，看不清容貌如何。楚夏正想仔细打量，突然意识一转，竟发现自己出现在了玲珑锁妖塔内部。哗啦啦，铁链震颤，那白发妖女轰的一声撞在牢笼上，露出一双血红色的双眸，死死注视着楚夏。小鬼，你是什么人？冷厉的声音从白发妖女口中传来，好可怕的气势威压。楚夏下意识退后数步，但转念一想，自己现在的玲珑锁妖塔的主人，眼前这妖女再厉害，如今也是阶下囚，完全无法威胁到她，便大胆了起来，放肆！你就用这种口气跟主人说话？楚夏凝眉怒斥一声：“主人！”哈哈，小鬼，你在做什么春秋大梦？我什么？玲珑锁妖塔易主了？你究竟是什么人？你跟荒古道君是什么关系？荒古道君，莫非是玲珑锁妖塔的前任主人吗？与你何干？一个阶下囚而已，看我不炼化了你！楚夏当即催动灵力，启动了锁妖塔的机关大阵。刹那间，牢笼之中雷光迸发，一道道比碗口还粗的雷芒化作长鞭，疯狂抽打在白发妖女身上。不，住手！一阵凄厉的哀嚎声传来，白发妖女疯狂挣扎，试图扯断身上的锁链，然而根本无济于事。几道雷鞭抽过，她直接两眼翻白，晕死了过去。楚夏这才看清楚白发妖女的真容，还真是一个顶级的大美人，不仅容貌妖异魅惑，身材更是超绝，而且她的眉宇之中似乎还藏着一抹淡淡的帝王之气，想来以前应该也是妖界的大人物。若能将她炼为妖仆，楚夏收了心思，意识脱离，将锁妖塔重新纳入丹田之中。突破通玄境后，楚夏的丹田也增长不少，倒是可以用来收纳一些物品，也算是一个小型的储物空间。不过寻常物品是无法收纳进来的，只有法宝之类的东西才行。殿下，天怎么突然阴了？夏子轩抬头望去，发现原本万里无云的天空，不知何时笼罩了一层阴云。不知道，不过这样也好，不用担心晒黑了。这时楚夏也回来了，前方安全，赶紧出发吧，已经耽误很久了。楚夏说道。夏子轩点了点头，眼神有些躲闪，不好意思直视楚夏。走吧，我们先去西南面的妖窟狩猎鬼角牛，此妖实力最为强横，趁我们现在战力最为强横的时候，先下手为强，胜算会更大。说罢，他就带头朝着西南方向走去。在荒漠上行进，速度还是有些慢的，走了足足2个多时辰，才抵达妖窟附近。周围可见的妖兽数量逐渐多了起来。路上众人也猎杀了几只小妖，但大多都是落单的，没什么威胁。前面那座光秃秃的荒山下面就是妖窟的入口了，都给我打起精神来，随时准备杀妖。夏子轩语气严肃，袖手一扬，一只造型精美的弯弓出现在他手中。原来长公主还是个射手，倒是挺符合他。楚夏暗暗想到。龙渊卫们立刻上前保驾护航。一行人来到山脚下，刚来到一处山洞前，洞穴里就传来一阵沙沙声响，上百只红眼大老鼠冲了出来。龙渊卫们二话不说，便与妖鼠鼠展开厮杀。化劫境的龙渊卫战力还是相当彪悍的，斩杀妖鼠如同砍瓜切菜，顷刻间就结束了战斗。
白芷和青鱼则负责将这些妖鼠收集起来，剥皮取肉，用盐水腌渍后收入储物袋。楚夏看得直皱眉头。老鼠肉你们也吃？什么老鼠肉？这可是上等的妖兽肉，熏烤一下好吃的很。白芷说道。妖鼠是吃地下的灵药长大的，肉质鲜美，关键还有壮阳的功效。青鱼补充道。你要这么说，那确实没毛病，回头的尝尝。楚夏突然有些后悔，刚才没抓2只妖鼠，不然放进玲珑锁妖塔里养起来，不就有源源不断的鼠肉供应了。处理好妖鼠后，一行人正式进入洞穴内。深入100余米后，便来到了妖窟入口。妖窟的是一个巨大的地下巢穴，充斥着大量暗道、坑井、裂缝，入口很多。而且据说3大妖窟的地下空间都是相连的，只是地形环境复杂，哪怕有地图都不一定能找到正确的路径。夏子轩取出了10颗发光的萤石，分别交到众人手里。进入妖窟后，危险程度会大大提升，但要记住，我们的目的是寻找鬼角牛，遇到其他妖兽不要恋战，能跑就先跑，跑不掉再围剿，尽量节省时间。是，殿下。龙渊卫们异口同声地回道。这些龙渊卫如同死士，完全没有感情。体格最为强壮的龙渊卫主动上前开路，2名龙渊卫在最后方警戒，夏子轩则被安全地保护在队伍中间，白芷和青鱼护在身侧。沿着一条蜿蜒向下的坑道，众人进入一个又一个地下空腔，遇到了不少的妖兽踪迹，但唯独看不到鬼角牛。1个时辰后，殿下，再继续前进就要深入妖窟的核心区域了，那里有可能会遇到5阶大妖。一名龙渊卫担忧地禀告道。夏子轩黛眉微蹙，继续深入，都已经走到这里了，断然没有回头的可能。龙渊卫们闻言都打起了12分的精神。穿过一条窄道后，前方视野豁然开朗。这是一个宽阔的地下空间，潮湿炎热，生长了许许多多的灵药，一眼几乎望不到头。可惜年份差了点，夏子轩有些遗憾地说道。这样一大片灵药，如果上了年份，那价值不可估量。但这里显然是妖兽采食的地方，灵药根本没有缓缓成长的机会。话虽如此，但楚夏还是挥动绝煞剑，打韭菜似的砍下大片灵药，一股脑塞进了玲珑锁妖塔里。既然要养妖兽，多备一些饲料是很有必要的。突然，万神鼎轻轻一颤，楚夏顺着感应，一剑朝岩壁劈砍过去。哗啦一声，岩壁崩裂，居然露出里面一个独立隐蔽的小空间。里面只有一间屋子大小，但也生长了许多灵药，而且因为避开了妖兽采食，这里的灵药年份都很高，普遍在100年之上。你是怎么发现的？夏子轩美眸中满是惊喜。闻到的。楚夏随口一边钻进洞口中，开始大肆采集灵药，一口气将200-300株灵药全部收集，楚夏这才心满意足。难道这就是炼药宗师的天赋吗？白芷和青鱼惊叹不已，看向出现的目光满是崇拜之情。殿下小心，有妖兽的气息在靠近，数量很多，准备战斗。夏子轩拉开弓弦，3根箭矢蓄势待发。下一刻，伴随着一阵沉闷的低吼声，足足12头形似平头哥，个头比牛犊还大的妖兽爬了出来。4阶妖兽凌云墨，居然冒出来这么多！轰轰轰，3根利箭同时轰射在一头妖兽身上，灵气炸裂，发出尖锐的爆鸣。然而却只是留下了3个坑洞，连凌云墨的外皮都没有击穿。夏子轩眉头微蹙，不愧是4阶妖兽。话音刚落，他又搭起3根利箭轰射而出。与此同时，龙渊卫们也与凌云墨展开交锋。凌云墨的攻击性倒不是很强，行动速度也不快，奈何皮糙肉厚，刀枪难清，一时间陷入苦战。龙渊卫人数有限，一个人要对付2只凌云墨，完全无法展开有效反击。不一会儿，战线就被不断压制，众人不得不退回身后的窄道中。楚夏，别管灵药了，我们撤。夏子轩冲着暗洞里的楚夏喊了一声。嗖，一道剑芒呼啸而出，锋利的剑光一闪而没，一头凌云墨直接被拦腰斩断。剑光不停，再次劈向另一头凌云墨，但这次似乎失误了，并未一击斩杀凌云墨，只是用剑气将凌云墨劈晕过去。一头头凌云墨相继倒下。短短10息之后，洞穴便恢复安静，绝煞剑悬空而立。楚夏这才慢悠悠地从暗洞中走了出来，伸手一招，绝煞剑自动飞到他身后藏匿起来。此时他才看清楚凌云墨的模样，肥肥憨憨的，脂肪层看着就很厚，用来熬油应该会很香。楚夏挑选了4只最肥的凌云墨，打开玲珑锁妖塔，将它们塞了进去。一回头，出现发现夏子轩和白芷、青鱼3人正瞪大眼睛，不可思议地看着自己。愣什么？继续走吧，不用绕路了。楚夏拍了拍手，继续往洞穴深处带头进发。沿路遇到的灵药，不管年份，都一股脑收割了。殿下，白芷咽了咽口水，心中有千言万语要问。
夏子轩摇了摇头，什么都别问，什么都别说。他虽然知道楚夏突破通玄境后实力会比之前更强，可顷刻间秒杀12头4阶妖兽，还是让他有些震撼。4阶妖兽的战力可是堪比化捷境武者的。虽然凌允墨不是攻击性很强的妖兽，胜在皮糙肉厚，但再不济也肯定比3阶妖兽要强得多。楚夏见到天才的含金量还在上升，夏子轩忽然觉得自己可能赌对了。走着走着，楚夏忽然停下脚步，夏子轩差点撞到了他的背上。怎么了？楚夏指着前方说道。那就是鬼角牛嘛。顺着楚夏的指引，夏子轩抬头望去，只见在一片高高隆起的石壁上方，一只通体黝黑、头生尖角的壮硕黑牛正吭哧吭哧地啃食着岩壁上的苔藓。夏子轩先是一愣，旋即惊喜道：就是他，快包围！可就在这时，一道金光忽闪而过，化作一张金色大网，将鬼角牛一整个笼罩起来。我先发现的，夏子轩，你去别处寻找吧。一阵暗带讥讽的声音轻飘飘地传来，来者是一个身穿黑色云纹袍的中年男子，他催动猎网绞杀鬼角牛，将鬼角牛的头颅完整切下，一手提着牛角缓缓飘落下来，看向夏子轩的目光颇有几分挑衅的味道，随后转身离去。陆晨，夏子轩眉头微皱，虽然满心不爽，却没有出手争夺，眼睁睁看着此人离去。这家伙是谁？他叫陆晨，是四殿下锦城麾下的龙渊卫，任职2品武官，是龙渊卫里最年轻的武道宗师，43岁踏入宗师境，如今才46岁，正当壮年。白芷夫在楚夏耳边小声解释道，怪不得夏子轩压制住了怒火，面对一位宗师强者，就算他们一起上，估计也没多少胜算。就这么算了。楚夏看向夏子轩，夏子轩眉头紧锁，那还能怎样？打又打不过，只能继续再寻了。话虽这么说，但夏子轩明显憋着怨气，好不容易搜寻到的鬼角牛，转眼就被人夺去，这一下围猎的进度会被大大拉慢，接下来时间就变得十分紧迫了。你不是有底牌吗？楚夏问道。夏子轩摇了摇头，那是保命用的，陆晨如果主动出手袭击我们，那我肯定不会手下留情，但他既然走了，那就没必要浪费法宝，冷静一些倒不算坏事。不得不说，这次围猎对夏子轩非常不利，没有一位宗师强者坐镇，太吃亏了。楚夏没有跟宗师交过手，难以判断双方实力差距，也不可能贸然出手，但就这么放任陆晨离去，楚夏总归有些不爽。你们继续找鬼角牛，我跟上去瞅瞅，别乱来，我们还有时间，没必要去冒险。夏子轩劝说道。无妨，我不会打没有把握的仗。楚夏不再多言，一脚踩在绝煞剑上，施展御剑术飞了出去。御剑飞行，看到这一幕，众人惊叹无比，这已经是修仙者才有资格掌握的手段了吧。夏子轩立刻转过身来，严令告诫众人，绝不可将关于楚夏的任何信息传出去。还好这里都是他信得过的亲信，不然消息一旦走漏，楚夏的处境会很危险。大干皇族是绝不允许外人掌握修仙功法的。陆晨的速度很快，层次错落，结构复杂的妖窟对他而言仿佛如履平地，根本不构成阻碍。但他速度再快，凭的也是脚力，和御剑飞行的楚夏比起来，丝毫不占优势。楚夏不远不近地跟着陆晨，始终保持着100米左右的距离。若是其他武者这样跟踪陆晨，凭他宗师强者的直觉，肯定早就发现。但楚夏修炼的偷天换日诀，能够改变乃至隐匿自身气息。陆晨虽然是宗师强者，但终究不是修仙者，没有神识之类的感知手段，不可能察觉到楚夏的存在。御剑飞行还有一个好处，只要不加速，产生的噪音几乎为零，尤其是在这黑漆麻乌的妖窟里面，隐蔽性就更强了。轰！一声空爆之音传来，楚夏御剑凌空，向下望去，只见陆晨正与一头妖兽厮杀。那妖兽是一只浑身散发着绿色毒气的大蜘蛛，不仅会喷射毒丝，甚至速度和力量都不亚于陆晨，应该是一只5阶妖兽。这家伙运气不佳啊，不知道能不能打得过。楚夏落在一处岩石柱上，悠哉地看起了热闹。陆晨明显不是大蜘蛛的对手，几次交锋下来都被占到任何优势，身上甚至还被毒丝缠绕。那毒丝不但蕴含剧毒，韧性更是强得离谱。陆晨一时半会甚至无法挣脱，开眼看形势不妙，陆晨心生退意，用一张大网罩住毒蛛，趁机逃遁。好机会！楚夏当即俯冲而下，落在毒蛛背后，直接开启玲珑锁妖塔，将失去行动能力的毒蛛收入了锁妖塔内。一次成功，楚夏惊喜不已。这样一只5阶妖兽，凭他的实力还真不一定能够制服，现在却白捡了现成的便宜。不仅收获了一只5阶大妖，还有陆晨丢下了那张大网，材质也是极为特殊，能够扛得住5阶妖兽的撕扯，说不定也是一件法宝，一并落入了楚夏的口袋里。收完毒蛛，楚夏不做停留，再次御剑而起，追上陆晨。这家伙跑路的速度还挺快，
要不是处下感知能力强，还真不容易找到。该死，浪费老子一张捕妖网！这妖窟果然名不虚传。陆晨嘴里骂骂咧咧，但心情看起来似乎还不错，至少抢到了鬼角牛，也算没白跑一趟。这一个牛头可以在四殿下那里换来5000两金币，想赚大钱必然要冒风险。想到夏子轩一行人憋屈的模样，陆晨就忍不住想笑。堂堂长公主混得如此悲惨，身边连个宗师都没有，还跑来参加什么围猎，不如回家睡大觉。嘀咕着，陆晨忽然感觉有些疲倦。不好，这猪毒比我预料的要强。他赶忙找地方坐下，打开储物袋，翻出一瓶解毒丹，一股脑灌了7、8颗下去，旋即盘膝而坐，开始运转灵气进行调息。看到这一幕，楚夏忽然意识到这是一个绝佳的偷袭机会，但他没有着急出手，而是先将意识沉入玲珑锁妖塔中。既然刚弄到一只5阶妖兽，那必然是要充分利用起来的。锁妖塔最下层，毒株被关押在一间通体由乌铁打造、严丝合缝、密不透风的牢笼中。楚夏的意识穿过铁壁进入牢笼中，先将毒株身上的捕妖网取走，随后开动法阵，先给毒株来了一波猛烈的电疗。刹那间，雷光四溅，火花迸射，毒株连一个回合都没抗住，就倒在地上抽搐起来。这么弱？不对，应该是顶层的那妖女实力太强了。锁妖塔的雷刑相当厉害，5阶大妖根本扛不住，那妖女的实力绝对远超5阶之上。但是要如何才能驯化这只妖兽呢？楚夏忽然想到，锁妖塔里似乎还有一个储物间，他还没去查看过。心思一动，楚夏的意识直接飘到了储物间里。储物间不大，但里面乱七八糟的东西还挺多。但首先吸引楚夏注意的是一只正趴在桌子上呼呼大睡的小黄鸟，准确说是一只金翅小雕。这也是被关押在锁妖塔里的妖兽吗？但它怎么没有被关在牢笼里呢？楚夏好奇地凑近跟前看了一眼，似乎是察觉到楚夏的目光，小黄鸟猛地睁开双眼。四目相对，小黄鸟愣神了片刻，旋即连忙起身：“菜菜恭迎塔主大驾光临。”你是何人？楚夏问道。无名菜菜，乃是荒古道君麾下一只灵宠。道君飞升之前，将我留在此地作为守塔灵，命我看管妖皇女帝。听到菜菜的话，楚夏表情变得古怪起来。妖皇女帝是指锁妖塔顶层关押的那个白发妖女吗？能起这名字的，那绝对不是等闲之辈啊！更让楚夏诧异的是，这玲珑锁妖塔的上一任主人荒古道君居然已经飞升了。飞升不就意味着已经成仙吗？想不到锁妖塔的上一任主人居然如此强大，这下可真是捡到宝了。先不说这些，我刚抓了一只妖兽，要如何将它驯化的服从我的命令？菜菜目光一扫，立刻洞察了锁妖塔内的情况。一只5阶的红眼毒株吗？简单，塔主大人等我片刻，马上给您安排的妥妥当当。下一秒，菜菜就扇动金色羽翼，唰的一下如同穿越虚空一样消失不见。我去看来这小黄鸟的来历也不简单啊。楚夏意识下沉，返回第1层中，只见那大蜘蛛已经苏醒过来，正毕恭毕敬地跪拜在地上，迎接着楚夏的到来。菜菜飞到楚夏的肩膀上落脚。塔主大人，这只红眼毒株已经被完全驯服，从此以后只对塔主您言听计从，您让他往东就绝不敢往西，您就是要他献上性命，他都不会有片刻犹豫。这么听话？那是当然。菜菜作为守塔灵，虽然实力不高，但驯化5阶以内的妖兽还是手到擒来的。要是6阶妖兽，那就得费一番功夫了，但问题也不大。8阶以内的妖兽交给菜菜，肯定是不会让塔主大人您失望的。看着菜菜得意的小表情，楚夏被他逗笑了。这小黄鸟看来还是有点本事的。那你是几阶妖兽？菜菜生前是一只12阶的金翅大鹏鸟，死后被荒古道君炼魂魄为灵宠，与玲珑锁妖塔同命相连。在锁妖塔内，菜菜最多可以发挥出9阶妖兽的实力，但也不是固定的。如果锁妖塔能够装满妖兽，而且都是10阶以上的大妖，那菜菜的实力也能跟着提升，成为13阶大妖也不是没可能。但可惜，菜菜的魂魄与锁妖塔融合在一起，今生今世恐怕都无法离开锁妖塔，在外面的世界自由翱翔了。菜菜说罢，神情有些低落起来。楚夏一时间有很多疑问，不过想到外面的陆晨，还是决定压后再议，先把牛头夺回来才是当务之急。菜菜，帮我把红眼毒株送出去。明白。下一秒，楚夏的意识回归，红眼毒株也同时出现在他身旁。楚夏指向不远处的陆晨，做了个抹脖子的动作。红眼毒株立刻领会了楚夏的命令，当即贴着岩壁向上攀爬，来到了陆晨的头顶上方，顺着一根蛛丝缓缓降落，悄无声息地接近陆晨身边。哗啦，接近足够的距离后，红眼毒株张开锋利的口气，吐出一大口墨绿色的毒液。突如其来的袭击让陆晨根本无从防备，察觉到危险靠近时，毒液已经淋了全身，顿时冒起一阵青烟，并伴随着钻心的痛楚袭来。
该死的妖孽！陆晨滚的闪避，用泥土将身上的毒液沾走一部分，同时调动全身灵力抵挡毒素蔓延。但五阶大妖的毒性何等凶猛，他一时间头晕眼花，站都站不稳。红眼毒蛛可不管这么多，当即扑杀上去，宛如利剑的蜘蛛腿对陆晨展开疾风骤雨的猛攻。宗师强者还是有点东西的，即便身中剧毒，依旧和红眼毒蛛打得有来有回。因为怒气上冲的缘故，战力甚至比之前更加凶猛，一时间竟然压制住了红眼毒蛛的攻势，硬生生劈断了2根蜘蛛腿。眼看红眼毒蛛不敌，楚夏不再隐藏，当即施展御剑术，操控绝煞剑从后方杀去。正全力以赴对战红眼毒蛛的陆晨，根本没料到还有敌人在，后背完全没有防备，瞬间就被绝煞剑劈中。这一剑砍在陆晨的护体灵力上，没有对陆晨造成实质的伤害，但却将他的护体灵力撕开了一角。红眼毒蛛瞬间抓住机会，再次发动猛烈攻势，将陆晨轰飞出去，重重砸在岩壁上，紧接着吐出一大片带着毒液的蛛丝，将他牢牢粘黏在岩壁上，动弹不得。什么人竟敢偷袭我？有本事的站出来！陆晨灵力轰鸣，疯狂挣扎，震得岩石晃动，然而依旧无法挣脱。他急了，这样下去必死无疑。楚夏没有发声，只是再次调动绝煞剑，直奔陆晨的胸口猛烈刺去。噗嗤！本已是强弩之末的陆晨，如何能够招架得住？护体灵力瞬间破裂，剑气穿胸而过，搜绝煞剑飞回出现手中。太乙玄真剑绝威力果然很强，配合上品灵气绝煞剑，足以破开宗师强者的防御。而且我还没用大日阳炎，如此看来，即便是正面生死交战，我也有可能杀死宗师强者。当然，理论是理论，实战是实战。宗师强者又不是活靶子，正面交战中，即便偷袭也很难成功。但这也足以说明修仙者的含金量。毕竟楚夏才刚突破通玄境，距离宗师差了2个大境界。修仙者在武者面前优势太大了。过了一会，见陆晨彻底没了声息，楚夏才走上前去。因为陆晨浑身沾满了蛛网和毒液，楚夏没有亲自动手，而是让红眼毒蛛上前将陆晨身上的储物袋取了下来。这种低级的储物袋都没有法阵限制，在谁手里谁都可以打开。楚夏打开一看，发现里面装了不少好东西，各类灵药至少有500株，灵丹有10几瓶，多是培元丹、解毒丹、生血丹之类的，还有一些新鲜捕获的妖兽肉、兽皮、兽牙等，这些是可以当做炼器材料的，越是稀有价值越高。至于其他的东西就没什么大用的，比如一些武道功法秘籍，楚夏完全看不上。谁修炼了修仙功法后还会浪费精力去修炼武道功法呢？但留着也能卖钱。最后就是最关键的鬼角牛的牛头了。意外的是，除了鬼角牛外，还有一颗黑色的山羊头。黑血羊好吗？这下3个贡品直接凑齐2个，只要再找到石铁臀就够了。楚夏笑着将储物袋收入囊中，又将红眼毒蛛收回玲珑锁妖塔内，便按照原路开始返回。楚夏回去的时候，夏子轩还在带人四处搜寻，虽然猎杀了几头妖兽，但完全没有发现鬼角牛的踪迹。如何？见楚夏归来，夏子轩连忙问道，心里却不抱什么期待。毕竟陆晨可是宗师强者，被宗师抢走的东西哪能那么容易夺回来？解决了。楚夏将鬼角牛和黑血羊的头颅取了出来，丢在地上。所有人的目光顿时跟随而来，夏子轩更是小嘴微张，惊讶的说不出话来。什么情况？楚夏真把鬼角牛夺回来了，还收获了一头黑血羊，他是怎么做到的？你跟陆晨交手了？夏子轩急忙问道。他死了。楚夏也没隐瞒。死了。夏子轩愣神了片刻，旋即就拉着楚夏走远，低声问道，你杀的？不是，他运气不好，遇到一头5阶妖兽，被妖兽吃了，让我捡了个现成的便宜。夏子轩傻眼了，这样也行？是陆晨运气太差，还是楚夏运气太好了？怎么听起来这么玄乎呢？他摇了摇头，没去多想。毕竟这里是妖窟，妖兽多不胜数，即便是宗师强者，一不留神也容易把小命交代。不管真实情况如何，就按照楚夏说的下定论吧。运气好也不是罪。夏子轩立刻将其余龙渊卫召集过来。鬼角牛和黑血羊已经到手，接下来我们只需要再寻到一头石铁臀，就能完成这次围猎试炼。据我了解，石铁臀的活动范围主要在另一座妖窟之中。我们现在原路撤离，从荒原地表朝另一座妖窟的入口进发，顺路休整一下。围猎才刚开始，我们还有充裕的时间，不必着急。继续深入妖窟会有风险，万一遇到5阶妖兽，那可就麻烦了。所以原路退出是最好的选择。楚夏倒是不介意继续深入妖窟，他还想碰碰运气，能不能再抓几只5阶妖兽呢？但夏子轩既然这么决定了，他也没什么意见。他还惦记着夏兰溪呢。妖窟里环境复杂，太适合杀人越货了。想杀夏兰溪，这次机会绝对不容错过。
收拾一番后，众人开始原路撤出妖窟。返程的路没什么危险，很快就抵达了万古荒原地表。此时天色已经入夜，荒原上昼夜温差极大，地面都结了一层厚厚的银霜，但黑夜也没有阻止前进的脚步。夏子轩观察了一下星象，确定方位后，带领队伍前行。经过2个多时辰的跋涉，终于到了另一座妖窟的入口附近。这里地面凹陷，满是深不见底的天坑，有些深坑表面看起来光秃秃毫无生机，但里面却生长着茂密的树木，形成了一片片地下丛林。楚夏能够感觉到其中一个天坑中散逸的灵气尤为浓郁，便向夏子轩提议从此处进入妖窟。夏子轩思虑片刻后答应下来。有龙渊卫立刻取出绳索，一端固定起来，另一端抛入深坑之中。众人通过绳索路迅速降到天坑底部的丛林内，依靠萤石的亮光，很快便找到妖窟的入口洞穴。这次没遇到什么拦路的妖兽，但刚进入洞穴就发现里面密密麻麻生长着一种紫红色的花朵，好奇怪的味道，不会有毒吧？青羽捂着鼻子说道。楚夏看了一眼，道：紫蛇藤的花本身无毒，但会吸引毒虫蛇蚁，这玩意可以当作红眼毒蛛的食物，倒是可以收集一些。楚夏等众人通过洞穴后，催动绝煞剑，将地下和岩壁中的紫蛇藤全部挖了出来，一股脑全部收入了玲珑锁妖塔内。楚夏忽然意识到，玲珑锁妖塔其实也可以当做一个储物空间，而且比储物袋能装的东西可多太多了。收集了数百斤紫蛇藤后，楚夏跟上队伍进入妖窟之中。第一层洞窟非常大，而且里面水汽充盈，有大大小小数10个地下湖泊，周围有很多螃蟹之类的甲壳四处散落，大多数刚死不久，蟹肉还被人取走了。看来还有别人跟我们选择了同样的入口。夏子轩嘀咕道，不知道是谁。如果是夏兰溪的队伍，那就再好不过了。附近的妖兽都被清理过了，不用在这耽误时间，我们继续深入。夏子轩道。在一条地下瀑布的下方，发现了妖窟的第2层空间，也有人经过留下的痕迹。楚夏率先御剑而出，在下方简单搜索了一番，确认没有危险，便让夏子轩他们速降下来。接下来的道路则要顺畅许多，通过一层层如同梯田的台阶，可以快速向下。不知不觉，一行人便已经来到了妖窟的深处。途中遇到了不少妖兽尸体，倒是给他们节省了不少时间。降到底部后，周围出现了许多大小不一的通道，应该是被妖兽挖出来的，类似蚁巢，结构很复杂。轰隆隆，地下传来一阵沉闷的轰鸣声，似乎有人在战斗。看来我们跟前面的队伍应该很接近的，先不用管他们，还是以寻找石铁臀为首要任务。殿下，这边的地层里蕴含很多铁矿，石铁臀以金属为食，我们通过这条线索去找，发现的概率应该更大。白纸说道。夏子轩点了点头，确定道路后，众人便打起了12分的精神，开始寻找起来。只是地道错综复杂，走了一会便有些被绕晕了，完全分不清东南西北。沿路做好标记，免得离开时找不到出路。夏子轩叮嘱道。楚夏忽然察觉万神鼎轻轻颤动了一下，这个方向，跟我来。楚夏当即御剑而起，加速前进。夏子轩也不多想，立刻紧跟上。不一会儿，在楚夏的带领下，众人来到了一处较为宽阔的地下洞穴内。这洞穴非常明亮，到处散布着发光的矿石，有蓝光、紫光、青光混杂在一起，给人一种强烈的视觉冲击。楚夏甚至有些担心这地方会不会有辐射，好在待了一会儿，并未感觉到任何不适。好多玄铁矿石，可惜带不出去，不然也是一笔不菲的收入。夏子轩摇了摇头，玄铁矿价值极高，哪怕是最普通的一条矿脉，都可以卖到数万两黄金的高价。这片矿脉看起来规模还不小，价值可能超过10万两黄金以上。楚夏听到这，却是眼前一亮。你们带不走，不代表我不行啊！玲珑锁妖塔里90%区域都是空的，多了不说，装他个几万吨矿石带出去，还是轻轻松松的。虽然动了发财的念头，但这么大批量的玄铁矿石，要开采下来也是个麻烦事，总不能光靠绝煞剑去砍吧，那样效率实在太慢。所以楚夏也没着急，先在周围探索起来。万神鼎的颤动还在继续，楚夏跟着指引，飞到了洞穴深处，又穿过一条地道，来到了另一处洞穴内。这里长满了植被，散发着浓郁的灵气波动。楚夏眸光一亮，这地方肯定有宝物。楚夏正要上前，却突然看到一块石头飞驰而来，他侧身躲开，石块如炮弹一般从他身旁掠过，砸在身后的岩壁上，硬生生嵌入岩壁数10公分深。什么玩意？楚夏凝出一团大日阳炎洒出去，半空中爆裂成成百上千道火苗，瞬间就将地面的植被点燃。熊熊大火中传来一阵哀嚎声，一群长得像穿山甲但体型比牛犊子还大的妖兽四散逃出。这是什么妖兽？楚夏俯冲下去，抓起一头妖兽塞进了玲珑锁妖塔中，让菜菜查看。塔主大人，
这是4阶妖兽绝经兽，实力一般，但很擅长在地下打洞钻探。在修仙界里，有的宗门会专门驯养大批的绝经兽，负责挖矿，比人力挖矿的效率要高得多。听到菜菜的介绍，楚夏大喜过望。这不是打瞌睡，有人送枕头吗？他二话不说，立刻将四处乱窜的几十头绝经兽全部抓入了玲珑锁妖塔内，让菜菜抓紧时间驯化。此刻火势已经蔓延到了整个洞穴，滚滚浓烟升腾而起。楚夏正要退出去，却见洞穴之中传来一道猛烈的灵气波动，果然有宝物。楚夏催动灵力护体，顶着烈焰冲入火海中。还好修炼了大日阳神诀后，楚夏对火焰有很强抗性，烈焰炙烤在身上并不觉得伤人，反而暖洋洋的很是舒服。一路冲去，楚夏来到洞穴中心的一处洼地附近，这里有一口泉眼，不停有泉水涌出，并伴随着阵阵白雾。这白雾是雾化的灵气，浓度极高。楚夏忍不住贪婪地呼吸了一口，手刚伸过去，万神鼎就如同老牛饮水一样，瞬间将泉水吞噬一空。与此同时，一株浅蓝色的灵药从泉眼底部被吸了上来，刹那间，一股磅礴的水气从灵药上散发而出，周遭空气湿度暴增，原本猛烈的火势竟然顷刻间就被压制下来，转瞬间大火就被扑灭。这是什么灵药？楚夏惊奇不已。可就在他刚要伸手去取时，一道寒芒毫无征兆地刺了过来，那是一根锋利无比的钢针，要是被刺中，恐怕身体都会被直接扎穿。危急关头，楚夏第一时间催动绝煞剑格挡，哐的一声脆响，钢针成功被拦截，弹飞出去。但与此同时，又有一大片钢针飞驰而来，这些钢针上还冒着阴冷的寒气，这气息楚夏感觉有点眼熟，不正是他在兰溪殿见过的那个老嬷嬷的气息吗？楚夏意识到不妙，立刻抓住灵药御剑遁走。看着楚夏飞驰离去的身影，阴暗的岩壁上飘来一个苍老的身影。御剑术，这小子竟然偷学了仙家功法，当斩！黑影一动，追着楚夏便飘了出去。他速度极快，几乎一转眼的功夫就追上了楚夏。感受到背后传来的阴冷复古的气息，楚夏浑身鸡皮疙瘩都竖了起来，立刻催动大日阳炎，凝成一道火墙阻挡。轰的一声，那老太婆没有防备，直接撞在了火墙上，顿时火花四溅，一阵鬼叫声传来。妈的，这老太婆究竟是人是鬼？楚夏听得头皮发麻，不敢回头，不断催动灵力加速逃窜，借助地道复杂的环境试图脱离。但没过一会，楚夏又感觉到一股阴冷的气息逼近，这样下去不行，必须反击。楚夏眉头一挑，飞入一道狭窄的洞口中，将红眼毒珠释放了出来。红眼毒珠瞬间领悟了楚夏的想法，催动蛛丝凝成蛛网，埋伏起来。楚夏也收敛气息，藏匿在暗处。阴冷的气息越发接近了，嗖的一声，一道鬼魅黑影飘来。就是现在，红眼毒珠瞅准时机，将蛛网展开，一跃而起，将鬼影罩住。混在蛛网上的毒液触碰到鬼影身上，瞬间发出一阵刺辣的声响，伴随青烟冒起。楚夏也几乎同一时间出手，将大日阳炎凝聚在绝煞剑上，施展御剑术，当头劈落。顿时火星四溅，黑影直接被展开，露出老太婆的真容。布满褶皱的老脸散发着诡异的青芒，两根锋利的尖牙从嘴角延伸至下巴，看起来格外瘆人。是僵尸，死而不僵，是为僵尸。这老嬷嬷怪不得浑身阴寒之气逼人，想不到是此等孽物。来不及多想，楚夏再次催动大日阳炎轰击过去。红眼毒珠也不停喷出蛛丝，压制住僵尸的动作。该死该死该死！僵尸口中发出凄厉的吼叫，但大日阳炎灼烧之痛让他难以忍受，根本无法进行反抗。僵尸这样的阴邪之物本就惧怕阳光，而楚夏的大日阳炎本就是堪比正午烈阳的纯阳之火，可以说专门就是克制邪祟的。不消片刻，僵尸老太婆就被烧穿肉身，化为灰烬了。居然这么轻松，楚夏也是惊呆了。本以为会有一场恶战，想不到这僵尸完全不是大日阳炎的对手。他真是宗师境的高手吗？咚咚咚，红眼毒珠在灰烬里翻找了一阵，提着一个储物袋送到楚夏面前。乖。楚夏下意识想摸摸红眼毒珠，可看到他浑身沾满毒液，想想还是算了。将红眼毒珠送回锁妖塔中，楚夏打开储物袋扫了一眼，里面装着的大部分都是一些阴邪之物，还有一些邪丹。之前夏兰溪服用的血魂丹也在其中，有足足10几颗。更离谱的是，储物袋里还藏着一些被冻成冰块的尸体，不是宫女就是太监，估计都是兰溪殿的下人。这些血魂丹不会就是用他们炼制的吧？楚夏一阵恶寒。除此之外，储物袋里还装着一颗猪脑袋，这就是石铁臀的头颅吧？得来全不费功夫，这下3件贡品都凑齐了。楚夏单独将猪头拿出来，至于剩下的他也没丢。
楚夏想到了一个对付夏兰溪的绝妙主意。确认安全后，楚夏靠在石壁上，将先前获得的那株水蓝色灵药取了出来。这灵药通透水润，看起来好似一块万年不化的蓝冰雕琢而成的工艺品，触之微凉，闻之清新。若以灵气灌注，表面还会荡起一层水波状的涟漪，紧接着周遭空气湿度大幅提升，甚至会凝结出水雾。这玩意且不说药效如何，拿来当加湿器绝对效果显著。下一秒，万神鼎微微一颤，就将这株灵药给吞噬了。楚夏早有预料，耐心等待起来。片刻后，一颗蓝色的丹药被万神鼎吐出。润灵丹，五品灵丹，功效是提升水灵根的品阶。楚夏眸光一动，灵根是修仙者不可或缺的天赋条件，没有灵根，就算给你修仙功法也无法修炼。不过大干皇朝禁止普通人修仙，所以民间没有检测灵根的法宝。楚夏自己是什么灵根，灵根是什么品级都不知道，但他大概率应该是火系灵根，毕竟他是纯阳道体。这润灵丹可以提升灵根品级，肯定是好东西，可惜我用不上，只能先收起来了，看以后有没有机会卖个好价钱。休整片刻后，楚夏开始原路返回，很快就返回了之前充满玄铁矿石的洞穴内。菜菜，绝金兽驯化的如何了？楚夏询问道。回禀塔主，已经全部搞定，46头绝金兽全部被驯化成功，而且塔主您运气不错，其中有一头绝金兽幼崽血脉纯度很高，稍加培养，成年后有机会进阶成6阶妖兽，那还挺不错。楚夏当即将绝金兽全部释放出来，命令他们开始挖掘周围的玄铁矿石。吼吼！绝金兽们发出低沉的吼叫，纷纷开始钻洞挖矿，一时间场面热闹非凡。夏子轩和龙渊卫们都被吵闹的声响给吸引过来。突然看到冒出来这么多妖兽，夏子轩还被吓了一惊，但看到楚夏在指挥这些妖兽后，他便松了口气。但紧接着，夏子轩脑海中就冒出一个大大的疑问：不是，他怎么还会御兽？妖兽中虽然也存在一些性格温顺的品种，但在温顺的妖兽也是妖兽，驯化难度的极大的。据说只有修仙界的某些宗门才流传着御兽的仙法，楚夏又是如何办到的呢？看到夏子轩一脸疑惑的模样，楚夏知道他想问什么，便直接将石铁臀的头颅扔了过去。夏子轩再次震惊，这就将3头贡品凑齐了。白芷和青羽也傻眼了，他们辛辛苦苦搜索了半天，一根猪毛都没看见，楚夏出去一趟就直接搞定了，那岂不是意味着这次围猎试炼已经成功了？这才刚过去1天都不到啊，这效率也太匪夷所思了吧，好像他们从头到尾都没出什么力，完全就是一路跟着楚夏躺赢的。妈了，你这么能干，会显得我们很无能啊，怎么都不说话？楚夏笑道。夏子轩张了张嘴，却不知如何开口。楚夏带给他的震撼实在太多，以至于他都有些麻木了，有一种楚夏无论做出什么事情来都是理所应当的感觉。安营扎寨吧，今天辛苦一天，好好休息一下。白芷、青鱼，你们去生火烤肉。夏子轩安排好的任务，选了一个地势较高的地方安营，将众人都支开后，他独自来到楚夏身边。吃过饭，你到我帐中来。说完，他就急匆匆地跑开了。楚夏莞尔一笑，这长公主真是越发大胆了。好香了，妖兽虽然凶恶，但肉质的确是难得的美味，即便不用香料，随便烤一下已经很好吃了。青鱼一脸幸福地说道。篝火前，众人围坐一圈，正在分食烤肉。楚夏一个人就消灭了大半。白芷好奇地盯着楚夏的肚子，很是惊叹。几十斤烤肉吃下去，居然一点变化都没有，这家伙的体质真是太强横了。饱了，楚夏拍拍肚子，回到矿区，监督了一下掘金兽们的挖矿进度。目前已经采集到了一大堆的原矿石，估计有上千吨。原矿石还需要经过冶炼才能炼成玄铁。楚夏的大日阳炎虽然也可以用来炼铁，但数量太多，没必要浪费自己的灵力，还是带出去再说。他先将这批原矿石收纳到了玲珑锁妖塔的第2层中。对了，菜菜，你通知一下掘金兽，如果发现其他人类的踪迹，将路径记下来汇报给我。好的，塔主。长公主就是架子大，营帐还得搭在高处，规模也比别人大得多，都顶得上一间正屋了。楚夏推开营帐的门帘，刚进门就被夏子轩伸手捂住嘴。小点声，他们能听见。我可以不发声，你行吗？楚夏坏笑打量着夏子轩。夏子轩脸色一红，但也被激起了好胜心。好，那就比比看谁先忍不住，奉陪到底。奇怪，鬼婆去了这么久，怎么还不回来？一处寒气四溢的洞穴中，夏兰溪莫名有种不祥的预感。殿下放心，鬼婆可是宗师强者，就算遇到5阶妖兽也奈何不了他老人家，我们还是再耐心等待一阵吧。一名龙渊卫说道。夏兰溪黛眉微蹙，正要开口时，系在手腕上的一串银铃突然发出悦耳的声响。
许哲哥哥！夏兰溪大喜过望，立刻循着银铃的指引追了过去。其他龙渊卫不敢马虎，也纷纷跟上，护在夏兰溪身侧。不多时，夏兰溪闯入一片辽阔的洞穴之中，龙链刺鼻的血腥味扑面而来。只见一头黑褐色的巨蟒盘在地上，浑身都是剑痕窟窿，鲜血流淌的满地的是，地面都被染红。几名少年少女正在分解蟒尸，夏兰溪一眼便看到其中的许哲，他面露欣喜之色，刚要开口，却惊讶地瞪大双眼。许哲哥哥小心！又一头巨蟒不知从何处飞射而来，宛若一道利剑，直奔几名少年少女而去。妖孽，受死！许哲眉头一皱，顷刻间展出一道剑芒，那剑芒蕴含惊人的灵力波动，并伴随着一阵宛若龙鸣的怒嚎，应声便将巨蟒的头颅斩断。许哲师兄好剑法，怪不得师尊只将腾龙剑诀传授给圣子大人，才修炼7年就有如此高深的剑道造诣。我们升仙门自创建以来，还是头一次遇到您这般天赋出众的天骄。圣子大人好帅啊！夏兰溪看着几名女修，一脸仰慕地看着许哲哥哥，心头咯噔一下，突然产生了强烈的危机感。妖窟之中不见日月，但推算一下，大概能知道，现在是进入万古荒原的第2天正午。楚夏在长公主的銮帐待了2个时辰，最后还是赢下了胜利。作为赢家，楚夏却并未得到什么好处，反而被长公主埋怨了一通，然后被赶了出去。女人啊！楚夏无奈摇头，继续去收矿。经过2个时辰的忙碌，掘金兽已经挖掘出了大半的玄铁矿石。楚夏将这些矿石收下，足足装满了锁妖塔的下面5层。再有2个时辰，差不多就能将剩下的玄铁矿石全部开采一空了。咕咕，一只掘金兽跑到楚夏面前叫唤起来。他在说什么？菜菜的声音从锁妖塔中传来。塔主，这只小家伙说他发现了一伙人类的踪迹，他们正在朝大火洞进发。大火洞？那是什么地方？菜菜用意识和掘金兽交流了一番后解释道，那是万古荒原的中心区域，在那里似乎关押了一头赤火龙。我想起来了，那是当年荒古道君镇压在这里的一头邪龙。详细说说。大概是500年前吧，荒古道君来到万古皇朝，准备拜访玄阴女帝江云芝，却遭到了一伙邪修的围杀。那伙邪修实力非常强大，为首之人自称圣火仙，其实就是一头入了邪道的赤火龙。那一战就发生在万古荒原，敌人的攻势非常凶猛，但荒古道君还是更胜一筹，一个人屠戮了全部邪修。只是那赤火龙体质特殊，难以击杀，于是道君施展封天绝地的大神通手段，炼化出一方炼狱，将赤火龙镇压了起来。按说经过这么多年的镇压炼化，那赤火龙应该已经尸骨无存了才对，怎么还活着呢？菜菜说完，自己的语气都变得有些疑惑起来。等等，你说荒古道君来拜访江云芝？楚夏没想到会在这里再次听到江云芝的名字。荒古道君当时已经是即将飞升的修仙界顶级大佬了，他居然要来拜访江云芝，那江云芝的实力该是何等强大？楚夏发现自己有些低估他的双修对象了。塔主大人也认识玄阴女帝吗？我听闻她可是修仙界里惊才绝艳的顶尖强者，不仅实力强大，威震天下，还是绝顶的大美人，追求者不计其数。就连荒古道君对江云芝都爱慕的不行，平日里收获了一些顶尖的天才地宝，都会第一时间拿来送给江云芝。可惜我没见过，不知道这玄阴女帝是否有传说中那般惊天地泣鬼神。对了，那天道君离开万古皇朝的时候，自斟自饮喝起了苦酒，还叽里咕噜说的一堆话，好像是在说什么天命难违、因果难料之类的话，一个劲的捶胸顿足。当时我还以为道君的道心破碎了呢，结果没过多久道君就飞升了。初夏凝眉不语，有点怪，如果江云芝的实力那么强大，那他是如何被大干皇朝推翻的呢？就算是下属背叛，但也不是一般的下属能办到的事情吧。可大干皇朝500年的历史当中，似乎没出现过什么厉害的修仙者高手，而且大干皇朝这片土地也不像是什么富饶之地，否则皇族也不用费尽心思去垄断修炼功法，这其中必有隐秘。看来只能下次再见到江云芝的时候，找他好好问问了。塔主大人，您打算去大火洞吗？菜菜忽然问道。或许吧，现在还不确认掘金兽看到的是不是夏兰溪一行人，属下打算等挖完玄铁矿之后再做打算。塔主大人，菜菜建议您还是去一趟为妙，那邪龙的实力非常强横，而且喜食人肉，一口就能炼化成千上万的人类，如果他挣脱封印逃了出来，后果会很严重。菜菜语气担忧地说道。而且塔主大人可以放心，就算真遇到挣脱封印的邪龙也没关系，我们还有底牌呢。什么底牌？妖皇女帝啊！菜菜嘿嘿一笑，到时候让妖皇女帝跟邪龙去打，最好打他个2败俱伤，那就再好不过了。这小黄鸟胆子忒大，挖完矿再说，楚夏还需仔细斟酌一下。趁着掘金兽挖矿的功夫，楚夏盘膝而坐，开始修炼起来。妖窟之中灵气浓郁，是个适合修炼的好地方。
一转眼2个时辰过去，在睁眼时，楚夏居然突破到了通玄境2重，好快的突破！看来这妖窟的确很适合修炼。楚夏有点想在这里长期待下去的冲动了。正好他又有玲珑锁妖塔，可以在这里抓捕驯化妖兽，待久了，甚至有可能培养出一支妖兽大军出来。若能将整个万古荒原内的妖兽都驯化了，那恐怕连造反的资本都有了。楚夏如何能不心动？他按捺住心头的想法，先将满地的玄铁矿石收集起来。这下锁妖塔差不多要被装满了。楚夏顺便还查看了一下妖皇女帝的状态，她依旧处于昏迷之中，但不知道是不是装的。楚夏试着催动阵法，劈出一道雷霆落在妖皇女帝身上，没什么反应，看来的确没醒。妖皇女帝暗暗捏紧了拳头。回到营地，楚夏直接钻进长公主的銮帐内，将她摇醒。虽然长公主有起床气，可看到楚夏后还是立刻清醒过来。听完楚夏的讲述，夏子轩凝眉道：“你打算独自去寻找夏兰溪，不需要我帮忙吗？”“用不着，你们跟着反而是累赘。”楚夏直言不讳道。夏子轩一脸无语，虽然这是事实，但你也不能说的这么直白啊，稍微委婉一点也行。好吧，反正贡品已经集齐，提前回去交差也能拿个好名次。这次围猎试炼，很多朝中元老都盯着，能获得他们的认可，对未来的道路会很有帮助。夏子轩点头道：“走了，2天后见。”楚夏御剑而起，嗖的一声便消失得无影无踪。夏子轩无奈摇头，他心头莫名有些忧虑起来。自己明明已经做出了这么大的牺牲，可为什么依旧感觉把握不住这个男人呢？他来去如风，如此潇洒自如，这样的男人真的是凭自己的实力可以掌握的吗？强行打感情牌，说不定反而会弄巧成拙，让楚夏疏远自己。或许当一个安分的贤内助才是最合适的，以不争不抢的心态跟他相处，说不定会有奇效。夏子轩下定了决心。咕咕，绝经兽带着楚夏来到了一处洞窟之中，他就是在这里发现其他人的。这洞窟温度很低，四周岩壁都结着一层厚厚的冰霜，里面生长了一些寒属性的灵药，但都已经被采摘一空了。从痕迹和现场残留的灵气波动来看，大概率是夏兰溪率领的队伍没错。楚夏将其他绝经兽一同召唤出来，吩咐道：“去周围探路，有一群可以随意支配的妖兽部下，还是挺方便的。”楚夏无需自己动手，只是坐着休息了一会儿，绝经兽便将周围环境探查得一清二楚。在绝经兽的带领下，楚夏来到了不远处的另外一座洞窟内。这里赫然有2具巨大的蟒蛇尸体，这大蟒体长至少超过50米，躯干比马车还粗，怕是都能赶得上蛟龙了。蟒蛇有被分解过的痕迹，一些重要部位都被取走了。塔主大人，这是一公一母2只玄阴蟒，在5阶妖兽中算比较厉害的，它们血液极阴，是炼毒的好材料，但最值钱的还是蛇胆，可以用来炼制敌尘丹。菜菜介绍完，又道：“看伤口，这2只玄阴蟒应该都是被人一剑斩杀的，出手的应该是个剑修，实力大概在筑基境初期。修仙者实力如何划分？炼体、炼器、筑基、结丹、金丹、元婴、化神、合体、渡劫9大境界。”楚夏愣了一下，不是，能秒杀5阶妖兽的修仙者只是筑基初期修为，内宗师境其实也就是炼气巅峰，我通玄境的修为只相当于炼体境巅峰。修仙果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武道宗师在普通人眼里已经很强了，可在修仙界成为武道宗师却只是最基础的门槛而已。塔主大人，这2头玄阴蟒的血肉还挺多的，可以收集起来当饲料。菜菜提议道。也好，反正还有点空间。楚夏点了点头，当即命令绝经兽将玄阴蟒分尸，然后由他一起收入玲珑锁妖塔内。搞定之后，楚夏继续前进。绝经兽又带着他来到了另一处洞窟中，这洞窟就比较隐秘的，根本没有正常的路径可以进入，一路都是绝经兽不停钻洞，硬生生钻出来的一条道路。这洞窟内十分阴暗，但却弥漫着一股香甜可口的气息。楚夏催动大日阳炎将洞窟照亮，发现里面生长了一株非常巨大的浅蓝色花朵，盛放的花朵直径达到了30多米，花苞内分泌出了大量的汁水，而且还是温热的，冒着氤氲的热气，好似一处温泉。这又是什么玩意？楚夏问道。是琼浆花，这么大的还挺少见，其花蜜富含灵气，是妖兽们最喜爱的食物，但最有价值的还是它的根茎，里面包裹着一块秘晶，修仙者食用后可以强壮体魄，增长修为。楚夏顿时心动了，二话不说就催动绝煞剑飞了上去，挖开地面，露出琼浆花的根茎。在巨大的根茎中一番搜索，很快楚夏就找到了菜菜所说的秘晶。这秘晶看起来晶莹通透，好似一块凝固的糖浆，足足有水桶大小，他浅尝了一小块，味道还挺不错，就是吃多了甜得发腻，效果也确实很明显。吃了一小块，没一会儿楚夏的身体就开始发热，浑身上下似乎充满了灵气。
他当即盘膝而坐，开始修炼。这一练就是半天过去了，一整块秘经全被楚夏吃得干干净净，修为直接突破到了通玄境5重，而且还只是开始。他体内还有大量灵气凝聚，需要一段时间才能消化掉。等完全消化这块秘经，楚夏有可能直接突破通玄境9重，甚至突破化劫境也不是没可能。果然是好东西。楚夏满意的点了点头，多亏有这群绝经兽，不然这种隐藏极深的宝物，他一个人是很难遇到的。楚夏缓缓起身，此时绝经兽们正趴在花蜜，一个个吃得肚皮浑圆，正在睡懒觉。楚夏也趁机收集了一些花蜜，存放在玲珑锁妖塔中。心思一动，楚夏单独取了一盆花蜜，送到了关押着妖皇女帝的牢笼之中。妖皇女帝依旧趴在地上一动不动，楚夏也没在意，送完就走。这就是大火洞，绝经兽们聚集在洞口处，便再也不敢前进半步。里面似乎有什么恐怖的气息，让他们心生畏惧。楚夏也没为难他们，将绝经兽全部送回了锁妖塔内，自己单独御剑飞入洞窟内。刚进去，楚夏就感觉到一股刺鼻的硫磺气息和热浪扑面而来。洞窟非常大，一眼看不到边，到处都是高耸的熔岩柱，岩石都仿佛经过高温淬炼一样，变成了琉璃一般的质地。视线尽头散发着妖异的红芒，时不时还有灼热的火浪喷涌而出，蹿上数百米的高空。轰轰轰，远处忽然传来一阵激烈的轰鸣。楚夏飞到高处望去，隐约可见几道身影正与一只火红色的妖兽战斗，相隔至少有10里路，但楚夏运足目力后，竟依稀可以看清那几人的身形轮廓。我这目力倒是又增长了不少，看来秘经的确有增强体质的功效。楚夏嘀咕了一声，缓缓朝着战斗的方向靠近过去。他暂时没看到夏兰溪的身影，但战斗的那几个人他似乎没见过，没什么印象。从几人的战斗手法来看，明显都是宗师境以上的强者。突然冒出这么多宗师境，还是有必要提防一下的。飞越5里路程后，楚夏已经可以看清楚对方的容貌了。正在和妖兽战斗是3男3女，看起来年纪都不大，衣着华贵，但不像是宫里的打扮，手段和气质也与宫里的武者大不相同，出招飘渺，灵韵激荡，分明是修仙者的身法。尤其是主攻之人，一手剑法极为凌厉，出剑还有龙吟声震，普通的剑道高手可没这能耐，哪来冒出来一群修仙者？楚夏疑惑之际，继续往前靠近。靠近战场1里后，楚夏暂时停下，施展偷天换日诀，隐匿身形气息，避免被发现。这里高手如云，还是低调一些比较稳妥。目光几番搜寻，楚夏忽然神色一震，看到了，夏兰溪果然在这里。他正待在地面一处安全地点隐蔽着，几名龙渊卫保护在他的身边，而夏兰溪的目光从始至终都没有从那名年轻俊朗的剑修身上离开过。楚夏心有明悟，不出意外，那人应该就是夏兰溪口中的许哲哥哥了。战斗还在持续，以许哲为首的6名修仙者虽然实力强劲，配合默契，杀招接连不断，可对面的妖兽却也不是吃素的，颇有些能耐手段，打的是有来有回。这是一只6阶的岩赤枭，身体被一层厚厚的红色甲壳包裹，防御力极强，还能承受高温，可以在岩浆中生存。这几个人一看就没什么经验，居然在充满岩浆的区域跟岩赤枭交战，虽然也能强杀，但肯定要费一番功夫，说不定还要付出伤亡的代价。菜菜不屑的声音的传来，楚夏看了一会便不再关注，而是继续盯着夏兰溪，眸中闪过一抹杀意。灵力升腾，片刻后，楚夏的容貌开始发生变化。不一会儿，他体型缩小了一大截，身形也变得佝偻起来，脸上长满皱纹，变成了僵尸老太婆的模样。随意扯了一块黑布当做斗篷披上，盖住脚下的绝煞剑。楚夏催动御剑术，用一种飘飘荡荡的姿态往前飞去。这次他没有隐藏气息，很快就被夏兰溪一行人发现。鬼婆，你可算回来了，我还以为你出事了。夏兰溪激动不已，立刻迎上前来，丝毫没有对鬼婆的身份产生怀疑。楚夏微微张口，发出阴沉的声音。碰到了一只难缠的妖兽，解决后便跟着殿下的气息找寻过来。太好了，有鬼婆护在身边，我能安心不少。夏兰溪又看向前方，之前遇到了许哲哥哥，他说要带我去一个好地方，说不定还能赐我一场机缘，我便跟过来了。他的眼神里充满了期盼。修仙者最重视机缘，有些大的机缘甚至可以起到逆天改命的效果。夏兰溪有种预感，自己的好运即将降临了，那就提前恭喜殿下了。楚夏阴冷地说道。夏兰溪忽然拉住楚夏的胳膊，绕到了石柱的后面，小声道：鬼婆，给我一颗血魂丹，隐蔽一点，千万不能让许哲哥哥发现了，他又要犯病了。楚夏心思一动，将一枚丹药取出来，交到夏兰溪手中。但这并不是血魂丹，而是他早就获得的击煞丹，毒性是化气散的10倍乃至100倍，即便是宗师强者服用了，都会修为尽失，甚至会暴毙而亡。楚夏主打的就是一个礼尚往来。
你送我化气散，我送你积煞丹，合情合理。丹药到手，夏兰溪微微一愣，问道：鬼婆，这颗血魂丹怎么感觉不太一样？这是改良的血魂丹，功效比普通血魂丹更强一些。原来如此，多谢鬼婆。夏兰溪笑逐颜开，小心翼翼将丹药收好。与此同时，一声剧烈的轰鸣传来，在许哲6人强力的攻势下，那只炎赤霄终于被击败。这妖兽的壳实在太硬了，连许师兄的清玄剑都难以破防，不愧是6阶妖兽。这妖兽以前从未见过，估计是稀有品种，可惜太大了，不然带回宗门，说不定能得到一笔不菲的门派贡献。许哲飘然落地，平复了一下翻腾的气息后，望着一名脸色不太好看的少女说道：周玉师妹伤势如何？突然被许师兄关心，周玉原本煞白的脸蛋居然升起一抹红霞，柔声道：多谢师兄关心，我没什么大碍，吃一颗培元丹应该就能恢复过来。吃我的吧，我的培元丹是8品，疗伤效果更佳。许哲将一枚丹药送到少女手中，这一幕自然落在了夏兰溪的眼眸中，但她只是微微颤了一下，很快就恢复正常，上前赞叹道：许哲哥哥好厉害，6阶妖兽也能轻松拿下，不愧是筑基后期的强者。许哲露出一抹儒雅淡然的笑容，6阶妖兽确实少见，但我以前也单独击杀过几只，所以不是什么大问题。好装，但此言一出，在场所有人看向许哲的眼神都变得崇拜起来。许哲摆了摆手，又道：继续出发吧，穿过这片岩浆区就是此行的目的地了。传闻那里囚禁着一头恶龙，我们此行便是来查验此事的。恶龙？夏兰溪神色一震，不是蛟，而是真正的龙吗？大干皇朝的土地上居然还藏着此等异兽，怎么他丝毫不知情呢？不过也能理解，如果是真龙的话，除了修仙者根本没人可以靠近。好厉害，我已经迫不及待想要欣赏许哲哥哥屠龙的英姿了。夏兰溪眼眸里仿佛有星星闪烁，眼神无比期待。哈哈，屠龙倒不至于，但如果此地真的藏有真龙，升仙门的金丹强者肯定会亲自出手的，到时候我们也能有幸跟着沾光。一路说笑着，众人穿过岩浆区，一路上前。楚夏则是走在队伍最后方，他目光死死盯着那头倒在岩浆之中正在缓缓沉没的炎赤霄。这6阶妖兽还没有死透，如果收入玲珑锁妖塔内，说不定还有救。若能驯服一头6阶妖兽，对楚夏的帮助肯定是远远超过红眼毒蛛的。哪怕救不回来，6阶妖兽的血肉也是大补之物，肯定不会亏本。干了！楚夏将气息隐匿到极致，贴着岩浆表面缓缓飞过去，大手一挥，成功将奄奄一息的炎赤霄收走。菜菜第一时间查看起了炎赤霄的状态。塔主大人，这炎赤霄怕是不行了，没有灵药治疗，估计活不过3天。楚夏眉头微蹙，如果有一颗9品培元丹呢？培元丹嘛，虽然是9品，但药效还是差点意思，最多有60%概率救活炎赤霄。那就救。楚夏直接将珍藏的9品培元丹交给了菜菜，顺便还拿出了一些疗伤的灵药，都是上了年份的。6阶妖兽价值太大了，完全值得一搏。随后楚夏便跟上了队伍。忽然楚夏眸光一动，他看到夏兰溪偷偷将积煞丹吞服了下去，比楚夏预期是要轻松不少。难道这就完成复仇了？嗨！下一刻，夏兰溪突然剧烈咳嗽起来，一旁的龙渊卫顿时被吓坏了。许哲也面露疑色地看了过来。六公主，你没事吧？夏兰溪连连摆手。可没事的，许哲哥哥，就是空气太干燥了，嗓子有些不舒服。许哲道：正好也快到了，先安营扎寨吧。你们在此地休息一阵，我们去周围探寻一番。那也好，许哲哥哥你千万小心。直到许哲一行人走后，夏兰溪终于坚持不住，蹲在地上剧烈咳嗽起来，血都咳出来了，药效应该发挥作用了。楚夏不动声色地走上前去，扶住夏兰溪。殿下莫慌，这是正常反应，等气血通顺就好了。说罢，他冷眸一扫：你们还愣着干什么？赶紧安营，让殿下好好休息。龙渊卫们显然都很惧怕鬼婆，听到他的呵斥，立刻开始动手搭建营帐。不一会儿功夫，夏兰溪的銮帐就搭建起来。楚夏扶着夏兰溪进去。此刻的夏兰溪意识已经有些不清醒，自己也完全走不动路，只能靠楚夏的搀扶才行勉强移动。进屋躺下后，夏兰溪抓住楚夏的手：鬼婆，我好难受，感觉五脏六腑都在燃烧，你能帮帮我吗？哼，你现在也知道中毒的滋味不好受了吧？楚夏本打算直接表露身份的，但转念一想，夏兰溪身上说不定还藏着什么保命的底牌，万一现在暴露身份，夏兰溪趁机发难，要跟他鱼死网破同归于尽，那不就亏大发了吗？还是再等等。楚夏拍了拍夏兰溪的手背：殿下吉人自有天相，不会有事的，忍一忍就过去了。夏兰溪还是很信任鬼婆的，她咬紧牙关努力支撑，
直到脸色煞白，气若游丝也没松口。眼看夏兰溪已经快不行了，楚夏知道自己再待下去，等许哲他们回来就难以解释了，得抓紧时间开溜。可就在楚夏起身的刹那，夏兰溪的身上突然爆发出一阵奇异的灵力波动，这股灵力宛若璀璨的星空，将他整个人笼罩起来。短短几个呼吸的功夫，星芒又隐没到夏兰溪体内，逐渐夏兰溪的气息变得正常起来，脸色也开始恢复红润光泽。什么情况？楚夏震惊了，击煞丹的毒居然被夏兰溪解了。塔主大人，这个女人有问题。菜菜的声音从丹田中传来。怎么说？她的体内有妖族的气息，而且来头很大，连我都要畏惧3分。楚夏眉头微皱，你是说夏兰溪被妖族强者夺舍了？难道真和他之前猜测的一样？这样的话，夏兰溪性情大变的原因倒是可以解释了，难不成是他错怪了夏兰溪？夺舍？不是，菜菜的意思是，这个女人本身就是妖族，只是她的妖族血脉处于蛰伏状态，只不过刚才突然被激发了短短一瞬，这应该是她的某种自保手段。我猜测，这女人可能是某位妖界大佬的转世。夏兰溪是大妖转世，不管了，只要不是被夺舍就行，这样楚夏才能杀得心安理得。看向躺在床上，气息正不断恢复的夏兰溪，楚夏默默祭出了绝煞剑。既然毒药都杀不死你，那就只能物理超度了。等等，菜菜又喊了一声，还有什么事？楚夏凝眉，塔主大人，您忘了自己的身份吗？您可是玲珑锁妖塔的塔主，遇到妖类当然是要降服驯化啊。你让我驯化夏兰溪？楚夏眉头一挑，这个提议还真让他有点兴趣。虽然菜菜暂时还不能下定论，但我敢肯定，这女人体内的妖魂至少是13阶以上的大妖，和妖皇女帝甚至有的一拼。她前世大概率是渡劫师败才选择转世的，而且妖魂保持的还算完整，这一世潜力非凡，有资格登临妖仙之境。若趁她尚未成长起来抢先驯化，让她服从于塔主大人，对塔主大人的好处是不可估量的。菜菜越说下去，楚夏越是心动。杀人从来都只是最低级的报复手段，诛心才是上策。若能驯化夏兰溪，让她从此当牛做马，为自己效力，那才是对她最好的惩罚。你能驯化吗？楚夏问道。菜菜道，还不能肯定，但菜菜可以试一试，反正最坏的下场无非是驯化失败，到时候塔主大人再取他性命也不迟。是这么个道理。楚夏沉思片刻，当即做出决定。他当即取出从陆晨那获得的捕妖网，将夏兰溪兜住，然后将他收入了锁妖塔中。只要妖族才能进入锁妖塔，而夏兰溪成功被收入锁妖塔，证明他果然是妖族，藏得也太深了。楚夏道，需要多久？菜菜答道，不管能不能成功，1个时辰内必定能出分晓。他守塔1000年，有的是驯妖的手段。不管夏兰溪有多大的来历，可他现在毕竟只是个修为平平的普通人，驯化他的概率还是挺大的。交给你了。楚夏不再逗留，当即离开帐篷。殿下身体不适，还在休息，你们谁也别进去打扰。楚夏对着门外的龙渊卫叮嘱了一声，便缓缓飘走了。他没有返回，而是继续朝着洞窟深处深入。越是深入，周围温度越高，抬头望去，就连岩壁中都冒着通红的火光。随着灵气散开，楚夏逐渐恢复真容。他遇见巡视，并未发现许哲他们的身影，只见到洞窟最深处有一个深不见底的通红大坑，灼热的火焰不停从洞口往外窜，引起的热浪足以将人烤成焦炭。楚夏倒是勉强能承受住这里的高温，就是不知道许哲他们是如何办到的。塔主大人，赤火龙应该就被关押在这火坑的底部，我记得那里应该有一个地宫，在地宫的第3层就是赤火龙的封印地点，需要破解一些特殊的机关法阵才能进去。我把破阵之法传给您，待会您就可以自行开启了。说罢，菜菜凝聚出一股特殊的灵力波动。楚夏接收后，脑海中便浮现出一段关于阵法机关的记忆。塔主大人，我要专心驯化，待会若遇到事情，您多叫我几声，我怕听不见。好，你忙。楚夏倒是不赶时间，他先绕着火坑周围简单巡视了一番，又测试了一下火焰的温度，确认对自己没太大影响后，这才飞入火坑之中，一路往下降落。一路降到火坑底部，周围的温度比上面还要高出1倍有余，但楚夏却感觉更舒服了，甚至有种立刻坐下来修炼一会的冲动。在这种地方修炼大日阳神诀，应该会事半功倍。楚夏忍住了修炼的想法，因为他已经看到了许哲，他们6人正围成一圈，缓慢的前行。在他们中间悬浮着一颗碧蓝色的珠子，正散发着凛冽寒意，帮助降温。原来是靠着这种方法进入火坑的吗？看样子连筑基境修士也抵挡不住这里的高温侵袭，而且因为火光遮挡住了视线和感知，他们甚至没有发现近在10几米开外的楚夏。
修仙者也没啥能耐吗？楚夏呵呵一笑，不想在他们几个身上浪费时间，便御剑而起，从许哲一行人头顶飞过。师兄，我怎么感觉刚才有东西从头顶飞过？你眼花了吧？这里环境如此恶劣，除了我们还有谁能进来？许哲眉头紧锁，不断催动灵力，激发寒冰珠的力量，无暇分心，集中精力赶路，不要分神。好的，师兄。飞了一阵，前路被一道厚厚的崖壁阻挡，楚夏飘然落地，目光紧盯岩壁，一点点向前摸索。找到了，在一条燃烧着烈焰的地缝里，楚夏看到了建筑的痕迹，还有一扇封闭的石门。但是地缝里的温度有点高，楚夏不确定自己能不能扛得住。拼一把！楚夏屏住呼吸，身如利剑，嗖的一声穿过火海，进入地缝深处，顷刻间便来到石门前。一股淡淡的焦糊味飘来，好险，再慢点估计就要被烧伤了。楚夏定了定神，目光看向石门，石门上有一些奇特的符文，虽然楚夏看不懂，但在菜菜给他提供的记忆中找到了对应了符文印记以及破解之法，照葫芦画瓢倒是不难。楚夏当即催动灵力，将符文以特定顺序连接起来，片刻后石门微微一震，自动开启了。楚夏走进地宫内，抹去了石门上的灵气，石门便再次关闭。他简单查看了一下地宫内的环境，里面温度不高，但是很闷热。往前走了一段距离，进入到一个很空旷的大厅内，地上到处都是残垣断壁，还能看见很多干尸，估计是当年被荒古道君除掉的邪修。这些干尸附近还有一些金属器具完整的保留了下来。楚夏随意捡起一柄利剑，虽然时隔500年，但利剑依旧锋芒毕露，质量比他的绝煞剑甚至还高，但拿在手里，手掌莫名有些酥麻的感觉。楚夏急忙将利剑甩开，定睛一看，手心居然被刺出了几个细小的血洞，正往外渗血。邪修的法宝果然也是邪物，看来不能乱动。他不再去触碰那些邪修的遗物，继续朝着地宫深处进发。很快便来到第2层入口，这里同样被一道厚重的石门隔绝。楚夏如法炮制，将石门开启，进入第2层。这里依旧遍布干尸，而且数量更多，粗略扫了一眼，至少有200-300具尸体。而且这里温度更高，很快干尸都已经碳化，一些金属器具都被融成了铁水。楚夏不敢久留，继续深入，来到第3层入口。但这里的石门却仿佛经过暴力破坏，上面布满裂纹，符文都已经破碎，无法被开启。楚夏试着攻击石门，见石块哗哗掉落，料想有戏，便加大攻势，同时催动绝煞剑一顿乱砍。终于在楚夏不懈努力下，石门轰然倒塌。可刚要穿过石门，楚夏猛然感觉到一股灼热的火浪扑面而来，他下意识暴退数米闪避。与此同时，一道火红色的利爪轰地从后门撞击过来，那利爪比门框还大，只能勉强将几根爪子探出来，使劲掏来掏去，将地面和墙壁抓出一道道裂痕。但尝试了一会，或许是发现无法进一步破坏大门，利爪逐渐放弃。这玩意就是赤火龙，一只爪子就如此巨大，那整体岂不是大得惊人？楚夏躲在石柱后面，好不容易才平复心境。更要命的是，赤火龙似乎可以在第3层自由行动，这意味着他已经挣脱了封印。麻烦了，菜菜。楚夏呼唤了几声，却没有反应。他找了个隐蔽的地方坐下，意识进入玲珑锁妖塔内。一进去就看到夏兰溪被锁在关押妖皇女帝旁边的牢笼里，一道道紫红色的雷弧不停从她身上穿透而过。夏兰溪眼神涣散，已经疼到麻木，仿佛丢了魂一样。可在看到楚夏出现的一瞬间，夏兰溪眼里还是闪过一抹震惊和茫然。楚夏，你还活着？不，你没有肉身，你已经死了。你是变成厉鬼来索我命的吗？楚夏的意识体被夏兰溪当作了厉鬼，他眼瞳里满是惊恐之色，仿佛楚夏的出现比万雷穿心带来的恐惧还要强烈。你很盼着我死吗？楚夏站在牢笼外，冷眸俯视夏兰溪。夏兰溪心头一颤，突然大笑起来。楚夏，你不该出现在这里的，我马上就要死了，等我死后也会化作厉鬼。我活着的时候能杀你1次，死了也能杀你第2次，你就别痴心妄想了，我便是做了鬼，你也依旧配不上我。听到夏兰溪这番话，楚夏对他仅存的一点期盼也瞬间烟消云散。加大力度，楚夏对菜菜说道。好的，塔主大人，这是我擅长，不过手段太狠的话，或许会对他的心智产生一定影响。无妨，变成白痴更好。那倒不会，但用过激手段驯化出来的妖仆，行为和意志上也会变得更加偏执狂热，类似于某些教派里的狂信徒一样，虽然难以驾驭，可一旦驾驭住，会比普通的妖仆更加忠诚。楚夏微微点头，听起来还不错，你随意发挥吧。明白，塔主大人。听到楚夏和小黄鸟的对话，夏兰溪愣住了。塔主大人，妖仆，他们在说什么？
但夏兰溪没有多余的思考时间，下一秒，上百道雷霆同时轰落，这些雷霆甚至没有穿透他的身躯，而是进入他的体内，顺着他的经脉在全身各处疯狂乱窜。那痛苦的感觉比10万只蚂蚁在体内啃噬血肉还要强烈，比五马分尸凌迟处死还要凄惨。可偏偏夏兰溪根本无法昏迷过去，只能完完全全承受所有痛楚折磨。看着夏兰溪痛苦的模样，楚夏没有丝毫怜悯之意，这一切都是他应受的惩罚。塔主大人，严赤霄的伤势已经恢复的差不多了，他很感激塔主愿意主动臣服，这下省去了驯化的时间。菜菜拍着小翅膀飞过来说道。下一秒，严赤霄就被带到了楚夏面前，他硕大的身躯以一种虔诚卑微的姿态匍匐在地上，6对三角形的复眼充满感激之情。可靠吗？楚夏问道。他可不会轻易相信妖兽的忠诚，必须要有足够的保障才行。放心吧，主人，经过锁妖塔驯化的妖兽都会被打上忠诚的精神烙印，绝对不会背叛塔主。塔主一个念头就可以绝对妖仆的生死。楚夏这才点了点头。这时，楚夏听到外界传来一些动静。菜菜继续驯化夏兰溪，严赤霄做好战斗准备。吩咐了一声后，楚夏意识回归，侧耳倾听，发现声音是从第2层传来的。难道许哲他们这么快就破解法阵闯进来了？很快，通往第3层的石门就开始响动起来。楚夏御剑而起，来到一处断壁之上，收敛气息，隐藏起来。片刻后，轰！一声剧烈的爆鸣传来，石门轰然倒塌。哈哈，宗主大人给的破甲符还真是好用，管你什么法阵禁制，直接轰开就行。还得是许师兄，这破甲符甚是玄妙，就算给我都不知道如何催动。不过这地宫到底是谁建造的呢？都过去这么多年了，阵法依旧还在运转。升仙门6人依次进入第3层。许哲看到地上的爪痕，面露凝重之色，道：那妖龙就在下面，状态很活跃，危险性可能比宗门评估的要高，大家多加小心了。说罢，他轻轻转动食指上的一枚戒指，顷刻间大量法宝凭空出现。这是宗主临时借调给我们的法宝，每个人挑选3件穿上，另外每人再服用1颗抗火丹和固体丹，等会行动时紧跟在我身后，千万不能分散。若遇见妖龙，也绝对不要恋战，那不是我们能够解决的强敌。只要取到1片龙灵，我们就立刻撤离。说罢，许哲立刻盘膝而坐，服用丹药调理气息，争取快速恢复到巅峰状态。剩下5人也打起精神来，选好法宝，服下丹药，跟着一起盘膝而坐准备起来。楚夏看在眼里，没有任何动作。在他看来，有许哲一行人帮他探路，反而替他省去了不少麻烦。就算遇到危险了，也有他们在前面扛着，楚夏可以见机行事。于是楚夏便耐着性子等待起来。一炷香时间后，许哲率先起身出发。一行人集结后，穿过破碎的石门，进入了地宫3层。过了一会，楚夏才缓缓动身跟了过去。下到第3层，楚夏放眼望去，到处都是一片支离破碎的痕迹，而且地下的环境很复杂，有数不清的坑洞，到处流淌的岩浆，破碎的巨石，倒塌的岩柱，好似末日崩塌的战场。许哲6人非常小心谨慎，一路借助掩护前进，全神贯注，大气也不敢喘一口。楚夏也不着急，找了个隐蔽的角落，盘膝而坐，静静等待。吼！一声清脆的龙吟，伴随着经久不衰的回音荡漾而来。刹那间，烈焰横生，一团炽热的火焰腾飞而至，周遭温度瞬间暴增。许哲见状，立刻腾空而起，祭出一张泛着寒气的灵符扔了出去。那灵符当空爆开，化作无数寒冰铁锁，将那团火焰缠绕起来。寒冰符中蕴含的万年冰魄，短时间内压制住了赤火龙身上的火焰，露出了赤火龙的真容。那是一头体长超过100米的红龙，浑身鳞片红的发黑发紫，一双龙目威严中透着狂躁的邪气。面对铁锁束缚，赤火龙眼神甚至有几分不屑，只是轻轻挥动利爪，就将铁锁扯开，同时身形一转，龙尾横扫而出。快退！许哲暗淡不妙，再次打出一道灵符，灵符爆裂，变成一片浓烈的白雾，遮天蔽日。可还不等白雾扩散开，一道火光猛然炸裂，橙红色的火柱喷涌而出。金光盾。许哲一边后撤，同时祭出一件金色法宝，那法宝瞬间膨大数百倍，化作一道金色墙壁，阻挡住了火焰的攻势。趁此机会，许哲一行人仓皇逃回，冲进第2层后，这才松了口气。许师兄，这妖龙也太强了，至少有金丹境的修为了吧？太恐怖了，要是被那火焰烧到，恐怕瞬间就会尸骨无存。几人心有余悸地说道。许哲也是面露凝重之色，看来情报有误，这妖龙的实力远比我们预测的要强，先撤退吧，回去禀告宗主大人，由他来定夺。可惜损失了一面金光盾，那可是上品灵器，是宗主特意借给我使用的，还是保命重要。
最后就算成功拿下妖龙，也分不到我们半点好处，赶紧撤离吧。许师兄说的没错，我们已经尽力了。意见统一之后，许哲一行人便火速撤离地宫。不愧是修仙者，跑路的速度挺快。楚夏有点绷不住了，亏他刚才还对这群升仙门的修仙者寄予厚望，结果就这。忽然高温逼近，楚夏心头一颤，该不会被赤火龙发现了吧？他小心翼翼弹出脑袋望去，却见赤火龙正趴在那金光盾上，爪子在上面挠个不停，一口锋利的龙牙也在上面啃来啃去，发出刺耳的摩擦声。隔着磨牙呢？楚夏汗颜不已。菜菜，现在怎么办？楚夏问道。塔主大人遇到赤火龙了，还请您放开神识，让我借助您的神识查看一下赤火龙的情况。不会打草惊蛇吗？大人放心，真遇到危险，就把赤火龙收入玲珑锁妖塔内，把它和妖皇女帝关一起。这样真的能行吗？万一无法将赤火龙收入锁妖塔里，那它岂不是很危险？楚夏总感觉菜菜的提议不是很靠谱。君子不立危墙之下，还是得保险一些才行。有了，赤火龙无法进入地宫第2层，楚夏可以先退回第2层，这样就算赤火龙发难，他也能更好的应对。念及此处，楚夏当即行动，御剑飞到石门处，同时展开神识。正在卖力磨牙的赤火龙瞬间就被惊动，龇牙咧嘴的扑了过来。看着一头浑身冒火的恶龙扑面而来，压迫感还是非常强的。楚夏迅速退后到安全距离，下一秒，一道深红色的赤炎呼啸而来，瞬间席卷整个地宫2层空间。楚夏不可避免地受到火焰侵袭，好在距离足够远，他又及时催动大日阳神诀进行抵抗。那火焰炙烤到身上，虽然有些发烫，但还在承受范围以内。楚夏甚至突然冒出一个大胆的想法，如果借用赤火龙喷出的火焰来修炼，说不定会有奇效。哈哈，塔主大人，我明白了。菜菜兴奋的声音传来。明白什么？我就说那邪龙被荒古道君镇压了500年，怎么可能还活着呢？原来这头赤火龙根本不是当年被镇压的那只，而是他生下来的后代。后代？菜菜道。这虽然也是一头赤火龙，但年纪应该不超过300岁，很可能当年那头邪龙被镇压时就已经有了身孕，在被镇压的时候将小赤火龙生了出来，所以这小家伙完全和外界没有接触过，显得有些呆呆笨笨的。那他实力如何？顶多7阶左右，我完全可以将他驯服，甚至都不需要费什么功夫，只要跟哄小孩一样哄哄他就能成功。菜菜嘿嘿笑道，语气变得有些猥琐起来，跟个怪大叔似的。7阶相当于修仙者什么境界？差不多和结丹修士一样吧，不过赤火龙血脉很强，培养好了，7阶的战力也堪比8阶，可以和金丹境强者一较高下。一听这话，楚夏立刻来了精神，要是能够驯化这头赤火龙，那他岂不是直接无敌了？以后金丹境以下的强者都不必放在眼里。那就交给你了。放心吧，塔主，您只需要保持神识展开，让我先跟着小家伙去交涉一番。楚夏点了点头，当即盘膝而坐，神识完全展开。很快，赤火龙便没了动静，瞪着一双自带凶光的大眼睛在原地发呆。看来菜菜已经跟他交涉上了。楚夏也没浪费时间，趁此机会开始修炼起来。时间一晃，半个时辰过去了。搞定。塔主大人，在菜菜3寸不烂之舌说服下，小赤火龙同意进入锁妖塔中，只要他一进来，嘿嘿，剩下的事情就由不得他了。楚夏忽然有种助纣为虐的感觉，但那可是一头货真价实的真龙啊！不需要犹豫，楚夏当即起身，壮着胆子走上前去。赤火龙表现得很好奇，眼神里还有一丝好奇，盯着楚夏打量起来。塔主大人，只需触碰赤火龙的爪子即可。楚夏将手伸出，赤火龙也探出利爪，用爪尖和楚夏碰触了一下。下一秒，赤火龙凭空消失，出现在了玲珑锁妖塔内。搞定。楚夏没想到会如此轻松。等升仙门的金丹强者跑过来，看到赤火龙已经不翼而飞，不知会作何感想。对了，主人，那个妖族女子已经驯化成功了，您可以将她召唤出来检验一番。夏兰溪驯化成功了。楚夏心念一动，下一秒，夏兰溪就出现在楚夏的面前。看到楚夏的一瞬间，夏兰溪眼眸中闪过一抹复杂的情绪，旋即她双膝跪地，虔诚地匍匐在地面。参见主人。诚意不够。楚夏冷声道。夏兰溪娇躯微微一颤，拖着膝盖向前挪动，来到楚夏脚下，捧着他的靴子亲吻在靴背上。看着夏兰溪如此卑微的模样，楚夏心头总算有些解气了。他俯身蹲下，捏着夏兰溪精巧的下巴，强抬起她绝美的脸庞。回答我，为何要下毒害我？这个问题始终困扰楚夏，他必须要弄清楚。夏兰溪露出一副惶恐不安的表情。主人恕罪，奴婢知道错了，奴婢太过贪心，觉得主人无法给我想要的未来，所以努力才产生了下毒的想法，
恳请主人饶恕奴婢，奴婢从今往后会尽心尽力为主人效力，绝不敢违抗主人的命令。所以从没有其他的原因，只是单纯嫌弃我实力差，要灭了我的口号，另择新欢。夏兰溪艰难地点了点头，哈哈，这个回答不错，我很满意。楚夏捏着夏兰溪的下巴道，这样我就可以毫无负担地操控你，命令你，让你当牛做马了。能给主人当牛做马，是兰溪的荣幸。夏兰溪微笑道，真乖啊，你要是一直都这么乖，又岂会落入今日这般境地。对了，我再问你，关于我父亲的死，你可知晓有什么隐情？楚夏问道。夏兰溪道，回主人，楚伯父并非战死，而是死在总管太监单公公手里，这是皇帝的命令。单公公，楚夏脑海中瞬间浮现出那个皮笑肉不笑的大太监形象。全是他？不，单公公只是执行者，真正的幕后黑手是皇帝。我早该猜到的，可皇帝为何要这么做呢？神武军的威势已经不及当年，根本不可能出现功高盖主的情况。父亲的实力在宗师里应该也不算强，威胁不到皇族。为何？楚夏继续问道。夏兰溪摇了摇头，这个奴婢就不知道了，皇帝的心思从来无人可以揣摩，如果要说关联的话，奴婢猜测可能跟皇后有关。皇后？怎么又牵扯到皇后头上了？主人您不知道吗？已故的皇后孟婉晴大干前任宰相李文成，主人的父亲楚浩，还有皇帝，他们4人在30年前曾一同前往升仙门拜师学艺。有这事？父亲可从来没有跟他提起过。不过前任宰相李文成和父亲的确是老相识，小时候经常来将军府做客。他好像去年因病辞官回老家休养，但没过几个月就病故了，当时父亲还专程去江南吊唁。所以这4个一同拜师学艺的人，3个都已经死了。楚夏眉头深皱，这下事情变得有些复杂了起来。这升仙门莫非有什么特殊之处？夏兰溪道，奴婢曾听母亲说过，升仙门虽小，可背景却不简单，和前朝的玄阴女帝江云芝似乎有很大关系。怎么又跟江云芝扯上关系了？您可真是人不在江湖，但江湖处处都有你的传说啊。你攀附升仙门的许哲有何目的？楚夏眼睛一转，似乎察觉到了什么。夏兰溪道，与许哲交好能给我带来2大好处，一来可以借助他的帮扶，让我顺利度过祖龙祭典，成为大干皇朝的女帝。但这是下策，成为女帝并非我所期盼，我渴望的是成为一名冠绝古今的修仙者，遨游9天，驰骋4海，不受命运摆布，不期他人垂怜。而这一切的起点是先拜入修仙宗门，得到正统的修仙法门传授。许哲是引领我走上修仙之路最好的助力。楚夏默然，为了修仙可以不择手段，只要是阻碍到他的人，哪怕是未婚夫也要铲除吗？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夏兰溪还真是颇有几分道心坚定的味道。若不是遇到楚夏，他说不定还真能成事。但现在你还是老老实实用一辈子来赎罪吧。你有没有给过他？楚夏贴在夏兰溪耳畔沉声道。夏兰溪连忙摇头，女人的第一次是最珍贵的，必须要卖一个好价钱。楚夏愣了一秒，忍不住笑了。好好，真是够现实的。不过如此也好，如果夏兰溪脏了身子，那他即便是当楚夏的奴仆都不够格。楚夏不再废话，大手一挥，将夏兰溪收入锁妖塔中。正欲离去时，菜菜的声音传来，塔主大人，赤火龙已经驯化成功了，不过这次驯化的过程有些取巧，所以赤火龙的忠诚度暂时不会太高，还不能让他为塔主大人您拼命，但干点小事应该不成问题。主要还是塔主大人您现在的修为实在太弱，难以让桀骜不驯的龙族产生认同感，这一点还需要慢慢做改变。对了，塔主大人离开之前可以去第3层看看，小圣君说他母亲藏了一些宝物在里面。小圣君是小赤火龙的名字，他母亲给他起的。楚夏点了点头，当即飞入石门，再次进入第3层。他将小圣君召唤出来，他冲楚夏发出一声清脆龙鸣，然后扭头往深处飞去。楚夏御剑跟上，转眼来到地宫最深处。这里是一片巨大的岩浆湖，滚热通红的岩浆翻涌不停，中间是一个岩浆漩涡，漩涡下方似乎别有洞天。哦！小圣君又冲楚夏叫了一声，然后将身躯挪到楚夏面前。让我骑在你身上吗？楚夏犹豫片刻后还是坐了上去。好烫！小圣君的龙鳞比烧红的烙铁温度还高，不过适应之后趴在上面还挺舒服。哦！小圣君腾飞而起，直接冲进岩浆漩涡中。在真龙灵气的护佑下，楚夏不受岩浆侵害，片刻后便来到了岩浆湖的底部。这里竟是一处巨大的龙巢，放眼望去，整个巢穴直径超过500米，巢穴的主体是用一种红色矿石熔炼形成的，看着有些简陋。巢穴之中盘踞着一具巨大的龙形骨架，这龙骨架至少有600米长，
可想而知他生前是何等的庞然大物。小圣君飞了过去，用龙尾在母亲的骸骨上扫了扫，发出呜咽的低吼，似乎是在跟自己的母亲道别。楚夏的目光则被一旁堆积如山的奇珍异宝所吸引，准确说是一大堆的龙鳞，还有一些矿石之类的珍宝。就在楚夏准备上前查看时，万神鼎再次震颤起来。楚夏心思一动，上前触碰一块龙鳞，万神鼎迅速将龙鳞吞噬。还不够，楚夏继续去触碰其他的龙鳞，成千上万片龙鳞，不一会儿功夫就被万神鼎全部吞下。紧接着，一件斗篷飞出万神鼎，这斗篷外黑内红，黑面有低调的龙纹锦绣，红面内藏符文，有暗淡的金辉流淌，看起来很是不凡。着龙衣，上品宝器。宝器？楚夏问道。菜菜，法宝品级如何划分？回他主大人，法宝分为灵器、宝器、道器、仙器4个品级。楚夏的绝煞剑是上品灵器，但这件着龙衣却是上品宝器，差了足足1个品级，绝对是好东西啊！而且是远超楚夏当前承受能力的好东西。怀璧其罪的道理，楚夏自然懂。这着龙衣一旦落入其他修仙者眼里，恐怕接下来就是杀人夺宝的剧情了。当然，有宝物不用也是浪费，只是不能明目张胆的用。就是不知道这着龙衣有什么效果。斗篷法宝大概率是防御用的，上品宝器防御能力肯定不会差，但具体达到什么程度还得测试，回头再研究吧。楚夏大手一挥，将其他矿石也一并收入锁妖塔内。等小圣君告别完，一人一龙便撤离了地宫。从原来的天坑原路返回后，楚夏将夏兰溪召唤出来，再次伪装成鬼婆的形象，送她回到了营地，但却没看到许哲几人的身影。询问之下才得知，许哲他们出来后就匆匆离开了。回到銮帐中，楚夏坐定道：接下来你有何打算？全凭主人吩咐。夏兰溪跪坐在楚夏身侧，一副小鸟依人的模样。楚夏思索片刻，将夏兰溪带在身边显然不妥，他的身份还有很大的利用价值。给你安排2个任务，首先继续扮演你6公主的身份，参加祖龙祭典，尽可能收集其他皇子皇女的情报。其次，想办法调查我父亲的死因，确认皇帝的意图。夏兰溪点了点头，奴婢知道该怎么做了，请主人等待奴婢的好消息。乖。楚夏挑起夏兰溪的下巴，后者立刻眼眸朦胧，升起一团水雾，主动凑了上来，一副想要索吻的表情。从前的夏兰溪自持身份，哪怕和楚夏关系再好，都会以各种借口搪塞过去，从不肯让楚夏占到任何便宜。可现在的他却是一副任君采撷的模样，这才像话吗？楚夏浅尝了2口，意犹未尽，按着夏兰溪的脑袋压了下去。半个时辰后，楚夏独自离开。过了好一阵子，夏兰溪才从銮帐中走出来，略微凌乱的发丝，红润的脸色，让他整个人显露出几分异样的媚态。殿下，贡品已经集齐。一名神态清冷、眼眸深邃的龙渊卫躬身道。夏兰溪嘴角扬起一抹淡淡的笑意，那就结束吧。不过祖龙祭典对我已经不重要了，我有了更重要的目标。万古荒原外，楚夏回来时，围猎试炼已经开始进行成果结算。他估计拖延了一些时间才出来，主要是想在妖窟里多逗留一会，看看能否收集到更多妖兽。但可惜整整1天时间，楚夏遇到的妖兽都是些臭鱼烂虾，完全没有驯化的价值。抓到是抓了一些，虽然不堪大用，但当作备用口粮还是可以的。本次围猎宣告结束，恭喜长公主殿下获得第1名的好成绩，现宣陛下口谕，请长公主回宫之后亲自去五龙殿面圣。单公公此时正在宣布围猎结果。楚夏眉头深皱，若非有面具阻隔，他眼眸里的杀意根本压制不住。有严赤霄和小圣君在，我要杀掉单公公应该是易如反掌，哪怕中海大将军阻拦都没用。但单公公只是执行者，他奉命行事，真正的杀父凶手是狗皇帝，那才是我真正的目标。现在杀了单公公，只会打草惊蛇，不利于接下来的调查。思虑间，楚夏已有定论。他压下杀意，走到了夏子轩身边，一起走进銮驾，开始返程。恭喜长公主殿下！听着楚夏略带调笑之意的恭贺，夏子轩微蹙的黛眉缓缓松懈下来。他眉眼如黛，千姿百媚地瞪了楚夏一眼。托您大老爷的福，让我获得了面圣的机会，小女子应当如何感激您呢？帮我买一座矿石冶炼厂。夏子轩愣了一下，旋即点头答应。这倒是不难，帝京城郊外就有好几家冶炼厂，绩效不佳，花点小钱就能盘下来。除了买厂，还有别的要求吗？夏子轩说着，一边还冲楚夏俏皮地眨了眨眼睛。有。楚夏道，面圣的时候能不能带上我？夏子轩又愣了一下，他摇了摇头，不是我不答应，但大干皇朝有规矩，面圣时只能1人前往，不能带任何侍从护卫，也不可以携带任何刀剑武器，连储物袋都要被暂扣，
甚至连发差役时的标准都有严格要求。为什么会有这种要求？难道皇帝被刺杀过，投鼠忌器？那倒没听说过。皇帝的事情，我们这些子女很难了解。他除了定期上朝，主持朝政以外，大多数时间都待在武龙殿中，不是重要的日子，根本见不到他。听到夏子轩的话，楚夏越发怀疑起来，这狗皇帝身上肯定藏着什么秘密。但是他如此谨慎，那想要接近他就更加不易了。武力硬推吗？不行，大干宫中卧虎藏龙，宗师强者还不是最大的威胁。毕竟皇族手里掌握了修仙功法，哪怕修仙很吃天赋和灵根，但以皇族的资本，要培养出几个修仙者还是不成问题的。一个拥有500年底蕴的皇族，再不济也不可小觑。你怎么没对夏兰溪动手？难道是念及旧情，于心不忍了？夏子轩突然说道。看到夏兰溪满脸灿烂微笑的回来时，夏子轩还有些意外。他相信楚夏的实力，他既然选择出手，那就不会无功而返。可夏兰溪回来了，他却没及时回来，这还让夏子轩担心了好一阵。刚才楚夏突然出现，他悬在心上的大石头才终于平稳落地。但他也很好奇，为什么楚夏没有对夏兰溪下手？青梅竹马的未婚妻，果然不是轻易说杀就舍得杀的吗？如果我真的念及旧情，和夏兰溪重归于好，准备投奔他的兰溪殿去，你会怎么做？楚夏不答反问，似笑非笑地望着夏子轩，观察着他的神态变化。夏子轩眸光微微颤动了一下，那我就和夏兰溪握手言和，倾注我紫月殿的力量，帮助她登临女帝之位。我很讨厌夏兰溪，可谁让我喜欢上你了呢？坏蛋！面对夏子轩突如其来的深情表白，楚夏反倒是愣了一下。好一个敢爱敢恨的长公主，完全没有套路，打的全是直球。这种性格的女子，谁又能够拒绝呢？楚夏俯身到他耳畔低声轻语，最后一个要求，让我一路舒服到家。到家？他把紫月殿比作家。夏子轩顿时笑靥如花。小女子遵命。返程一路顺利，并未遇到袭击行刺，但中海大将军还是全程镇守，直到将皇子皇女们护送回到了大干宫，才默默离去。入宫后，单公公留下7名皇子皇女，来到一处寂静的偏厅中。单公公摇头道，距离祖龙禁地重开还有不到1年时间，但数杂家直言7位殿下的表现都不尽人意，比起上一届祖龙祭典要差得多，陛下非常不满意，所以打算提升最后一关试炼的难度。来年开春之时，第3关万劫试炼将正式开启，届时万劫魔窟将在时隔100年后重开。诸位殿下，还请在这半年内抓紧提升实力，壮大队伍。杂家作为过来人，给诸位殿下一句忠告，这万劫魔窟的危险程度超乎尔等想象，即便宗师强者进入其中，都是九死一生的下场。言尽于此，殿下们可以各自回家了。说罢，单公公转身离去。偏厅内顿时陷入无比凝重的气氛当中。万劫魔窟嘛，早就听说过他的凶名了，想不到父皇会为我们准备这样一份大礼。3皇子夏哲彦干笑一声，2皇子夏瑞明眉头紧锁，嘴里叽里咕噜不知说些什么，但肯定不是什么好话。另外3位皇子也是神色各异，但都很复杂，甚至有些惶恐不安。唯独长公主和6公主完全一副从容不迫的模样，似乎完全对这万劫魔窟不感到畏惧。2人甚至还对视了一眼，这一瞬间也不知做出了怎样的眼神交流。紫月殿，直到夜幕降临，夏子轩才回来。他去武龙殿面圣了。回来的时候，他的脸色似乎有些严肃冷峻，一路板着脸，遇到的龙渊卫都被他生人勿近的气场吓到，没人敢靠近10米范围内。直到走进寝宫，关上房门，看到正坐在床上闭目修炼的楚夏，夏子轩脸上才露出一些笑意。皇帝说了什么？楚夏睁眼问道。对于夏子轩去面圣的事情，他还是很感兴趣的，倒是没说关于祖龙祭典的事情，只是虚情假意地关心了我几句，并告诉我母后有一份遗产留在江南，让我有空可以去看看。你打算去江南？楚夏问道。夏子轩有些犹豫。我母亲出生的孟家乃是江南大族，武道世家，传承上千年，涌现过上百位宗师强者。我的外公名叫孟龙鹤，如今已有170多岁高龄，依旧坐镇孟家家主之位，人称江南王。说到这，夏子轩话锋一转道，但我从未见过我的外公。我母后14岁便和孟家脱离关系，独自一人来到帝京城闯荡，哪怕母后成为母仪天下的皇后，孟家也没有派过一个人来看望母亲。外人都说母后之所以能够成为大前皇后，全是靠孟家在背后扶持。可谁又知道母后最落魄时露宿街头，连一口热饭都吃不上时，孟家也从未照顾过她分毫呢。直到母后疯癫之时，孟家才派人过来看了一眼，然后直到母后下葬，都再没有人来过。夏子轩的语气中夹杂着浓浓的对孟家的怨气。楚夏没想到皇后的身世还有这样的境遇，那就不去了。
你母后早年就跟孟家脱离关系，又能分到什么遗产呢？去了估计也白跑一趟。不，我要去。夏子轩的目光忽然坚定起来。不管怎样，那都是母后留给我的遗产，哪怕是一件家具、一块玉佩、一件破衣服，我都要取回来。那你准备何时动身？下个月初是我外公的180岁寿诞，既然决定要去，那这个日子肯定最为合适。到时候我们提前3天出发，一路南下，顺便还能欣赏一下江南风景。我们？谁说我要跟你一起去了？楚夏呵呵一笑。夏子轩扑了过来，一把抱住楚夏，撒娇道：去吗？去吗？你就当是陪陪我好不好吗？孟家高手如云，如果他们要欺负我一个弱女子，我哪里招架得住？有你在身边，我会安心很多的。楚夏莞尔一笑，罢了，就当是出去散散心吧。长公主撒娇，谁能顶得住啊？不得不说，这招以柔克刚，长公主用的恰到好处。不过楚夏之所以答应的这么痛快，其实也有他自己的考量。据他了解，10万神武军如今分崩离析，但其中还有几股比较强的军力聚集在一起，其中一支神武军就驻扎在江南，人数有2万之众。虽然南城气候，但2万精兵也能干很多事情了。再者就是楚夏打算将妹妹楚白薇送去江南，她一个小姑娘留在帝京城里还是太危险了。有2万神武军保护她，楚夏能减少很多后顾之忧。之后数日，楚夏几乎待在修炼室，没怎么出来。秘境的灵气在这几日被楚夏尽数炼化，修为也是水涨船高，一路突破到了通玄境8重，比预想的效果要差一点。他还以为至少能突破通玄境9重呢。塔主大人拥有纯阳道体，又是火属性极品天灵根，资质天赋超绝，消耗自然比其他人要大得多。但这其实是好事，意味着塔主大人您的基础会打熬得更加牢固，有利于今后的成长。菜菜又开始表现他身后的拍马屁功底了。你能看出我的体质和灵根？之前与塔主大人共享神识的时候，菜菜偷偷看了一眼。塔主大人不会怪罪菜菜吧？无妨，你详细说说灵根的事情。灵根作为修仙者最重要的门槛，可以说是重中之重。灵根主要分为金木水火土5种，品级由低到高分别是凡品灵根、下品灵根、中品灵根、上品灵根和天品灵根5种。当然之上还有仙品灵根，但那只存在于传说中，非常的稀世罕见，我是从来没有遇到过的。另外，单一的灵根效果最佳，其次为属性契合的双属性灵根，比如火金属性、火木属性都属于高契合度的灵根，同时拥有也不会造成太大的影响。但如果是3属性灵根，那就很难完美契合，4属性灵根就更是悲哀了，哪怕都是极品天灵根，凑在一起也是废材。单一属性的天灵根在修仙界里就已经称得上是顶级天资了，任何修仙宗门都会对其敞开大门。听到菜菜的解释，楚夏对于灵根算是有了详细的了解。看来我的修仙资质还是挺不错的。塔主大人太谦虚了，如果只是单一的天灵根也就算了，关键您还拥有纯阳道体，纯阳乃至钢之火，与您的火属性天灵根极为契合，体质与灵根的搭配简直堪称完美的典范。以塔主大人您的资质，哪怕是那些传承万年的仙门圣地都会抢着要的。该说不说，菜菜这一顿马屁拍下来，楚夏还是挺受用的。经过菜菜这一番解释，楚夏也释怀了，突破的慢一点也不算坏事。所谓能者多劳，他的天赋已经足够强大了，如果修炼速度还快，那岂不是一点也不给别人活路？但楚夏却忘了，他从突破炼神境到如今的通玄境8重，只用了1个多月时间而已。突破的速度已经可以说是快到离谱了，离谱到说出去都没人敢信的程度。帝京城北郊一座矿石冶炼厂内，白芷正陪同楚夏进行手续交接。签字画押后，这家占地30多亩的矿石冶炼厂就成功易主到了楚夏的名下。随后在老东家的带领下，楚夏简单参观了一下整个冶炼厂。这座冶炼厂有4个熔炉作坊，每个熔炉作坊里有3个大型的熔炉，都是由耐热的金铁铸造而成。这12口大型熔炉是整个冶炼厂最值钱的东西。了解完冶炼厂的工作流程后，楚夏先取出了一批玄铁矿石，让工人进行冶炼。玄铁矿石密度很大，熔炼难度较高，所以效率不会很快。楚夏耐心等待起来，整整2个时辰后，第一批玄铁才终于被熔炼出来。白芷拿起一块冷却后的玄铁锭，仔细查看了一番后道：纯度稍微差了一点，只能算勉强能用，熔炼工艺可能还需要改进一下，回头我安排2个有经验的龙渊卫来监工，问题应该不大。多安排一些龙渊卫进驻吧，我希望冶炼厂可以进行全封闭的管理。这……白芷犹豫了一番，但想到长公主之前的交代，便一口答应下来。离开冶炼厂的时候，白芷已经调来了20名龙渊卫，将冶炼厂镇守起来。走之前，楚夏将所有的玄铁矿石都取了出来，将几个大仓库全部装满。楚夏现在都记得当时白芷露出的表情有多夸张，他这才明白楚夏为什么对冶炼厂如此重视。熔炼这么多的玄铁矿石，
可不是小事。玄铁是打造顶级兵刃武器甲胄的绝佳材料，熔炼出这么多玄铁，都足够用来武装一支数万人的大军了。万一走漏消息，甚至会惊动大前军部，哪怕有长公主作保，也是一桩麻烦事。所以关起门来低调办事是最好的选择。回宫的马车内，白芷疑惑的目光时不时看向楚夏，几次欲言又止，想说什么就直说，我又不会吃人。楚夏道。白芷连忙摇头，算了，我还是不问了，知道的越少越安全。你倒是变聪明了。那当然。白芷嘿嘿一笑，但旋即反应过来不对，楚夏这话岂不是在说他以前很笨吗？10月很快进入尾声，北方的天气已经逐渐开始降温，夏子轩的南行安排已经准备就绪，明天便会启程下江南。楚夏连日闭关修炼，实力终于提升到了通玄境9重大圆满，距离化劫境只剩下临门一脚。但这一关的难度还是挺大的，相当于从炼体境突破炼气境。无人教导，只靠自己摸索的情况下，要想顺利突破还挺不容易。菜菜虽然能够指导1、2，但他毕竟是妖族，妖族的修炼方式和人类是截然不同的，无法效仿。好在楚夏也不着急，先去江南，之后再慢慢想办法吧。自己的天赋资质摆着，突破一个小小的化劫境应该不成问题，或许顺其自然后水到渠成的就突破了呢。清晨，一列马车驶出地京城南门。这次夏子轩去江南属于从简出发，所以并没有摆什么排场，也就带了50个龙渊卫，10个宫女，10个太监，5个厨子，沿南北关道一路南下，途经3省6郡，可达江南，总程2700里，每日需行程900里路。其实也不算太远，主要是马车太快了会不舒服，若是单人骑马赶路，以常见的汗血马的脚力，一天都能跑个来回。夏子轩以一种舒服放松的姿势躺在马车里，手里拿着一个刚从南街买的肉菜包子，刚出笼没多久，还冒着热气。楚夏也拿着几个包子，但没吃，而是一直望向窗外，在寻找着什么。不一会功夫，他便看到远处官路旁的行道树下，站着一名衣着朴素、身形纤细瘦弱的女孩，旁边还有一个老者，以及10余名中年男女。停一下！楚夏一跃跳下马车，朝着女孩的方向快步赶去。夏子轩神色一动，连忙伏在窗前张望。他看到那俏生生的女孩扑进了楚夏怀里，被楚夏抱着原地转了好几圈，笑得可开心了。她就是楚白薇吗？年纪不大，长得倒是一副国色天香的好苗子。看来楚夏很疼爱他的妹妹，愿意陪我下江南，大概率也是为了她。夏子轩心思一转，便分析出了其中的利害关系。他不再犹豫，当即起身走下马车，主动朝2人走过去。白薇妹妹真可爱，果然跟你哥哥说的一样，是个标致的大美人胚子。虽然瘦了些，但好好养2年，肯定能出落得亭亭玉立。到时候姐姐看到你恐怕都要自惭形秽了。哥，楚白薇有点被吓到了，下意识地退缩到楚夏身后，紧紧抱住他的胳膊。不用怕，这是长公主。得知夏子轩的身份，楚白薇顿时眼前一亮。长公主的身份何等尊贵，她肯定不会对自己说什么阿谀奉承的话，她的话一定很可靠。难道我将来真能长成大美人吗？楚夏道，你先带白薇回马车上，我等会就来。将楚白薇交给夏子轩后，楚夏来到管家徐庶面前打了声招呼，也见过了一下几位叔伯长辈。将军府人丁不算兴旺，而且族中武者基本都随着神武军分散去了各地，留下的都是一些老弱，10几个人，一个武者都见不着，这样可不行。南下的路途虽然没什么危险，但难保不会出现意外。楚夏叫来了青鱼，让他安排了几名龙渊卫护送将军府的族人南下。青鱼当即答应下来，找了2个化劫境和3个通玄境的高手过来。有劳几位了，路程不必太赶，沿途的开销届时我会双倍奉还。夏初大人太客气了，我们办事您尽管放心，保证安全将人员送到。如今楚夏在紫月殿里的地位可以说是非同一般，虽然楚夏和长公主具体是什么关系没人清楚，可就冲他在妖窟中的表现，足以让龙渊卫们都对楚夏产生敬佩。车队再次启程，楚夏回到马车里的时候，只见夏子轩已经和楚白薇相谈甚欢。长公主毕竟是长公主，哄一个小姑娘对她来说易如反掌。见楚夏回来，江白薇立刻扑进他怀中。哥，我喜欢长公主嫂嫂，不喜欢原来的嫂子。楚夏汗颜不已，没好气地瞪了夏子轩一眼。你给白薇灌了什么迷魂汤？2句话就让她倒戈相向了？你不懂，这是我们女人之间的心有灵犀。夏子轩得意地说道。楚夏耸了耸肩，他将怀里热着的包子递给楚白薇。吃吧，吃完了好好睡一觉，看你黑眼圈重的，这几天都没休息好吧？嘻嘻。楚白薇咧着一口白牙铁，憨憨似的笑了起来。楚夏无奈摇头，这妹妹的确是个美人胚子，就是性格有点憨，想把她培养成那种知书达理、秀外慧中的女神，恐怕是不太现实了。练武的话，根骨又不行，
读书就更不是那块料。菜菜，你帮我看一下我妹妹是否有灵根。菜菜立刻答应下来，观察片刻后说道：还不错，是上品的水木双灵根，看来塔主大人一家的血脉很强大，祖上或许出过厉害的修仙者。祖上？这就不太清楚了，父亲也从未跟楚夏提起过，他自己或许也不甚了解。不过楚家祖上能够创建神武军，肯定是辉煌过的。既然妹妹有灵根，资质也还不错，那必然是想办法将她当作修仙者培养的。修仙者入门最重要的是功法，但适合楚白薇修炼的功法，楚夏暂时还没有。对了，润灵丹可以给水灵根提升品级，应该可以给白薇使用。楚夏心思一动，将润灵丹取出，叫楚白薇服下。虽然不明所以，可楚白薇对楚夏的话向来都是言听计从的，根本不会多问半句。拿到丹药之后，当即就一口吞服下来。片刻后，楚白薇的身上开始有氤氲的水汽蒸腾而起，她似有所感，自觉盘膝坐下，开始炼化丹药。楚夏和夏子轩开始还好奇地盯着，但过了一会，马车里湿气实在太重，逼得二人都下车骑马去了。约莫过了2个时辰，听到楚白薇的呼唤声，楚夏才返回马车内。哥，你给我吃的是什么丹药？我感觉自己一下子变强了好多，我现在肯定能一拳打死一头牛了。楚白薇小脸上写满了惊喜。你不用管，以后哥有好东西肯定会想着你的，你就给我吃好喝好了，养得白白胖胖的最好。一听这话，楚白薇顿时撅起个小嘴，才不要，胖了就不好看了，我要把自己养得漂漂亮亮的，才能给哥争面子。少给我耍嘴皮子，上次让你尝10斤肉，你都没有完成，这几天有我监督，你少一顿饭不吃，小心讨打。不嘛哥哥。一旁的夏子轩看着拌嘴的兄妹二人，眼眸中不自觉流露出一抹羡慕。他虽然有好几个弟弟妹妹，可要么盼着他死，要么给他下毒想害死他，这种纯粹的亲情是他从小到大都不敢奢望的东西。3天时间一晃而过，江南洛水南畔青莲渡，一艘大型的摆渡船上，10几架马车陆续进入渡口。楚夏趁机下马车透透气，也顺带欣赏了一下江南山水如画的美景。大前皇朝的江南指的是洛水以南、浊海以北的地界，地势平坦，水土肥沃，是大前的鱼米之乡，也是大前人口最多的区域。仅仅是一个渡口，便已经显露出江南繁华富庶的一隅，来往商队络绎不绝。紧挨着渡口而建的小镇楼宇林立，道路四通八达，江面上还有一些造型极为精美奢华的花窗，飘来靡靡之音，还有衣着清凉的女子在摇臂揽客。都给老子小心点，这东海万年珊瑚树可是价值千金的宝物，是献给孟家老爷子的大寿贺礼，弄坏了你们统统吃不了兜着走。这时2头体型壮大的白象忽然映入眼帘，白象卖力地拖着一大车货物，盖着严严实实的红布，显得很贵重。带队的镖师是个修为不低的武者，露着一身精壮的腱子肉，长鞭高高扬起，在半空中发出一声清脆报鸣。看来孟家在江南的确地位超凡，祝寿的贺礼都要一整个镖局来押运。夏子轩点了点头道，虽然我个人对孟家没有好感，但不得不承认，在孟家坐镇之下，江南发展的比北方要更好一些。大前在洛水以北建立了3大军区，囤积100万雄兵，也正是为了防备江南的士族力量，怕他们会起谋反之心。自古君王多生疑，倒也正常。楚夏轻笑一声，二人的对话却是被外人听了去。湍急的洛水之上，一名女子踏水而行，横渡江河而来。她身着一袭流云般的白衣，怀中抱着一柄锈迹斑斑的老旧古剑，身姿轻盈如燕，仿佛乘风而至。她眼眸冷冽而锋利，有一股浩然正气，给人一种嫉恶如仇、洒脱不拘的感觉。二位颇有胆识，敢在光天化日之下议论帝王之事，就不怕犯了忤逆之罪吗？好标致的美人，像是行走江湖的女侠，英姿飒爽，说话的声音也是极为好听，让人如沐春风。夏子轩眼眸一亮，笑着打了个招呼。这位妹妹好生俊俏，不知如何称呼。在夏陵双华，奉师命去给孟家老太爷祝寿。巧了，我们也要去孟家，若不如同行一路，也好有个照应。夏子轩的主动让楚夏有些诧异，这长公主还挺外向，她就不好意思随便跟小姐姐搭讪。谁料林双华一口就回绝了，不了，师傅跟我说，山外面多是坏人，你2个虽然看起来不坏，可知人知面不知心，我还是一个人走比较稳妥。说罢，那林双华便腾空而起，施展轻功踏风而去，顷刻间消失得无影无踪。夏子轩愣了一会，忍不住笑了起来。这姑娘倒是挺有意思，看起来涉世未深，估计还是第一次来世间行走，但她颇有些修为在身，这轻功身法至少是化劫境才有的。看她年纪应该不大，能有化劫境修为，那的确有点东西。到了孟家，再想办法跟她接触一下吧，若是有机会把她招揽到龙渊卫来。夏子轩道。楚夏释然，原来他是想挖人啊。休息了一会后，车队离开了青莲渡，
继续南下，朝着50里外的唐州出发。唐州是江南最繁华的城池，也是孟家的大本营，一路上非常热闹。孟家老爷子明天就是大寿，今天从北面赶来祝寿的人群络绎不绝，走的几乎都是同一条官道。尤其是在接近唐州城外10里的地方开始，官道甚至出现了拥堵，短短10里路程，走了1个多时辰才到。抵达城门外时，几名乔装打扮后的龙渊卫立刻上前禀告：主子，城内的客栈酒楼全都满员了，便是花高价都租不下来，我们只能临时高价租下了几处民宅庭院。听到这话，楚夏直呼好家伙，一城的客栈酒楼都爆满了，这是有多少人来给孟家老爷子祝寿啊？这就是江南王的影响力吗？罢了，我们来的匆忙，没提前做准备，就这样吧，反正也待不长，有个落脚点就足够了。夏子轩摆了摆手，他虽然贵为长公主，但对衣食住行并没有什么太高的要求，骨子里没有那种皇家子弟的奢华做派。龙渊卫如蒙大赦，立刻上前负责引路。11月初1，大吉，唐州城北孟家祖宅张灯结彩，门外车水马龙，前来祝寿的人络绎不绝。从天不亮开始到上午，负责收礼的账房先生就没歇过1秒，笔杆子都要写冒烟了。龙川府周氏贺寿，宋纯金寿桃36枚，福寿万川图1卷18尺，千年龙头参1株。沐月钱庄贺寿，宋九品园灵丹9枚，下品灵器1件。江南部正司贺寿，天鼎武道馆贺寿。孟府的管家吼得嗓子都已沙哑，看着仍旧一眼望不到头的贺寿队伍，眼神已然麻木。即便是在贵重的贺礼，都已经无法让他提起兴致。此时，城北一栋朴素的庭院中，楚夏和夏子轩才刚动身。若不是街上敲锣打鼓，吵闹声一直不断，楚夏估计这位长公主至少还能再睡1个时辰。这次去孟家祝寿只是由头，真正的目的是取走母亲留下的遗产。所以夏子轩一开始就没打算公开身份，打算低调前往孟家见一面外公，然后拿了遗产就走。当然这是最好的预想，但实际情况有点复杂。就比如望着一眼看不到尽头的贺寿队伍，夏子轩无奈苦笑，失算了，没想到会有这么多人，若不公开身份，恐怕排到晚上都进不了孟府。想抄近路吗？楚夏问道。夏子轩看着楚夏拿出绝煞剑，顿时眼前一亮。对啊，可以让楚夏御剑飞行带着他进入孟府，可他隐瞒身份本就是为了低调，结果直接御剑飞行过去，那都不是高调，是张扬了。孟家来了个修仙者祝寿的消息，怕是会迅速传遍大江南北。就算楚夏不在意，夏子轩也不想让楚夏的实力过早暴露，这可是他手里的王牌，得好好藏起来才行。别了，太招摇不好，我有办法了。他招了招手，青鱼立刻带着几名龙渊卫赶来。夏子轩将一块令牌交给青鱼，道：你去一趟城主府，叫林寻墨过来见我。林寻墨正是唐州太守，唐州最大的父母官，官家和武道宗族不管私交如何，但明面上是禁止有太多往来的，所以哪怕是孟家老爷子大寿，林寻墨也不会出席，顶多是差人送一份贺礼。但无论武道宗族的力量再强大，在大前皇朝的国土之上，依旧是官家势力说了算。尤其是唐州这样的地方，朝廷赋予一方太守的职权是很大的。林寻墨本是京官，被调遣到唐州，明显是带着任务来的，手头的权势就更大了。夏子轩认识林寻墨，知道他在唐州这片地界上还是颇有威望的，现在想进入孟府，就只能让他出面了。虽然有些不合规矩，但她是大前皇朝的长公主，长公主的要求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是要超越规矩之上的。但凡夏子轩任性一点，他仅凭自己这张脸就能在江南地界上临时征调至少20万大军。不出1刻钟，林寻墨便着急忙慌地带着大批人马赶了过来。这是一个精瘦的中年男子，看着年纪不算太大，但两鬓已经斑白，黑眼圈很重，走起路来都有些打飘，仿佛已经好几天没合过眼一样。看得出来，为了维持好唐州的秩序，他这几日肯定是寝食难安。微臣林寻墨拜见长公主殿下。林寻墨正要下跪，就被夏子轩挥手制止。林太守难调有3年了吧，倒是比上次见要憔悴了许多，幸亏你了。夏子轩关切道：谢殿下关心，为大前效力是林某的职责所在，便是赴汤蹈火肝脑涂地也在所不辞。简单聊了几句后，夏子轩步入正题。我和孟家的关系你应该知道，我这趟回来是为取回我母亲留下的遗物，但我不想太过声张，所以劳烦林太守出面送我进入孟府中，与我外公见上一面。林寻墨闻言想都不想便一口答应下来。能为长公主殿下效力是林某的荣幸。林寻墨自然不傻，虽然远在唐州，可帝京城里发生的事情他都有所耳闻。长公主可是在这次围猎试炼中获得的第1的成绩，可以说是这次夺嫡之争的热门人选。说不定明年这个时候，她的头衔就会从长公主晋升为大前女帝。
他早就在江南待够了，一直在发愁没有办法调回帝京城，而眼下与长公主交好，就是自己最大的机缘。别说只是护送长公主进入孟府，便是要他调集100万大军过来踏平孟府，他也不会皱一下眉头的。既如此，便直接动身吧。夏子轩说道。林寻墨当即上前引路，跟随其后的巡城校尉立刻张罗部下开道，一时间锣鼓震天，甚至压过了孟府的声势。无数视线惊奇地看了过来，居然是林太守，他怎么来了？还如此大张旗鼓，该不会出什么大事了吧？赶紧跟过去看看。不多时，林寻墨一行人就来到了孟府大门前。孟府管家一见到这阵仗，也是心中生疑，不知道林寻墨的来意。但对方毕竟是唐州官场的一把手，手中大权在握，便是以孟家今时今日的地位，也不敢贸然去得罪他。哎呦，这不是林太守吗？什么风把您这样的大人物吹来了？快里边请。孟老爷子德高望重，乃是江南第一武道宗师，林某身为唐州太守，理当来为孟老爷子祝贺一番。只是本官向来清廉，家底不及这些武道世家，拿不出像样的贺礼来，不如就让本官亲自题词一首，以祝孟老爷子福寿万年。话音刚落，孟府之中传来一阵爽朗的笑声。林太守太客气了，孟某只不过是一介武夫，哪里当的上福寿万年4字，孟某能再苟活个20年，此生就算功德圆满了。从孟府之中走出来一位龙行虎步、高大威猛的老者，他身穿一袭青灰色复古长衫，脚踩一双布鞋，无论是说话时中气十足的嗓音，还有稳健的身姿步伐，都完全让人意想不到。这是一位180岁高龄的老人，此人便是孟家家主，人称江南王的武道宗师孟龙鹤。孟龙鹤气场惊人，一出场就吸引来所有人的瞩目，一些人甚至当场就跪拜下来，朝着孟龙鹤连连磕头，敬若神明一般。如此崇高的威望，让林寻墨都暗暗啧舌。在江南这片地界上，孟龙鹤就是金字招牌，哪怕是皇帝来了，影响力恐怕都要逊色一筹。林寻墨不动声色，笑着走上前去。孟老精神抖擞，我看再活几百年也不成问题。二人互相吹捧客套了一番后，孟龙鹤邀请林寻墨去大厅详谈官家的人，属于是无事不登三宝殿，突然造访必有缘由。孟龙鹤虽然实力强大，地位崇高，但也不敢轻易得罪官家的人，何况林寻墨还是帝京城调来的太守，地位非同一般，从某种程度上是代表皇族来监视孟家的，就更加要小心对待了。接下来的话肯定要私下交流，不能放在台面上。林寻墨当即点头，但没着急走，而是先朝夏子轩看了一眼，得到夏子轩的示意，这才跟随孟龙鹤往孟家主宅大厅内走去。大厅里也聚集了不少人，都是江南各大武道世家的家主长老之流，每一个都是林寻墨耳熟能详的大人物。这群人加在一起，几乎说是完全垄断了整个江南的武者势力，牵动的影响力更是恐怖。这不是林太守吗？连林太守都来给孟老爷子祝寿，孟家可真是长脸啊！突然，一个略带几分嘲讽的声音传来，说话的是一名虎背熊腰、满脸匪气的大汉。林寻墨见到此人，心中暗暗一惊，这不是血狼帮的帮主赵彪吗？血狼帮可是江南第一大帮派，几乎垄断了江南的赌场和青楼生意。在这两大销金窟的供养下，血狼帮崛起的速度非常迅猛，现在已经是隐隐能够和孟家抗衡1、2的大势力了。听闻近些年来血狼帮和孟家多有不和，赵彪怎么会来给孟龙鹤祝寿？不对，从他的语气来看，不像是来祝寿，反倒是来砸场子的。赵彪，你好好说话，不要在这里阴阳怪气。这时，坐在堂前的一名山羊胡老者站起身来，凝眉怒视着赵彪，呵斥道：“孟元，你什么身份，敢跟我大呼小叫？”赵彪脸色一横，抓起桌上的一把花生，朝那山羊胡老者扔去。他手劲极为霸道凶猛，花生砸出，甚至有破空声，瞬间将山羊胡老者周围的桌椅板凳砸了个稀巴烂。赵彪，你找死！周围多是孟家子弟，看到这一幕，顿时群愤激荡，纷纷抄起武器兵刃将赵彪围住。住手！孟龙鹤大手一拜，一股无形的气劲罡风将孟家子弟压制回去。他眉头深皱道：“赵帮主，你的提议我会好好考虑，明日我会亲自登门拜访，给你一个交代。”呵呵，孟老爷子早说不就好了。赵彪冷哼一声，起身离去。与此同时，大厅里还有另外数名江南大家族的族长也相继起身，跟随赵彪一同离去。大厅里瞬间就空荡了不少。在一旁默默观察的林寻墨心中更是震惊不已，这是怎么回事？看起来孟家反而是处于弱势的一方，难不成江南要变天了？林寻墨不敢多言，还是办正事要紧。孟老爷子，可否一步详谈？孟龙鹤眉宇间的阴沉很快散去，笑着道：“让林太守见笑了，我们去会客厅聊聊。”片刻后，孟龙鹤领着林寻墨来到一处僻静的会客厅内，属下和夏子轩也紧随其后。这时孟龙鹤才注意到林寻墨身边的二人，
正要开口时，林寻墨忽然面朝下，紫萱双膝跪拜：“长公主殿下，微臣就送到这里，接下来就交给殿下您了。微臣去门外守着。”说罢，林寻墨便自觉地躬身退下。孟龙鹤神色微微一震，目光落在夏子轩身上，仔细打量起来：“你是子轩？”外公不认得子轩，难道连母亲的容貌模样也忘记了吗？夏子轩淡淡问道。他与母亲容貌颇有相似之处，本以为孟龙鹤看到自己时便会立刻想起他的母亲孟婉晴，从而猜测出他的身份来历，可没想到孟龙鹤完全没认出来。看来这位外公的心里早已经将母亲忘得一干二净了吧。虽然早在意料之中，但直到此刻，夏子轩心中还是涌出一抹哀伤。面对夏子轩的质问，孟龙鹤沉默不语。他默默打开储物袋，将一个精致的锦盒交到夏子轩手中：“这是你母亲留下的东西，现在我把它交给你，拿到手你就赶紧离开江南，这地方不欢迎你。”听到外公如此冷漠生硬的话语，夏子轩顿时鼻头一酸，当即就要夺门而出。然而楚夏却在这时忽然开口说道：“孟老爷子倒是挺疼爱自己的女儿，居然会将她的遗物随身携带，既如此，又何必要装出一副如此冷漠的姿态呢？”夏子轩脚步一顿，楚夏这么一说，他也有点纳闷。母后已经死去20多年了，孟龙鹤也不可能提前知道他要回来索要遗物，那便说明孟龙鹤是一直将母亲的遗物随身携带，这显然有些不合逻辑。莫非其中有什么隐情？夏子轩立刻转身折返回来：“外公，你能给我一个解释吗？母后哪怕疯癫之时，嘴里也会时常念叨你的名字，我知道母后一直都记挂着你。”婉晴。不知是牵动了何种情绪，孟龙鹤的身躯有些微微颤抖起来，但这种变化只是一瞬间，很快就被孟龙鹤扫平。他冷声道：“我孟家没有这个女儿，更没有你这个外孙女，若不想激怒老夫，赶紧滚！”可他的神情变化逃脱不了楚夏的眼睛，楚夏当即认定这其中必有一些隐秘，而且孟龙鹤对此忌讳莫深，绝不敢多言半句。可是外公……不等夏子轩说下去，楚夏忽然抓住他的胳膊：“走吧，既然老爷子赶客，再待下去也不妥。”说罢，楚夏就强行拉着夏子轩离开。门外的林寻墨见状，立刻跟了上去，一路护送二人走出孟府。直到离开孟府后，夏子轩才挣脱了楚夏的手掌，疑惑不解地看着他道：“你拦着我干什么？有些话如果今天不当面问清楚，以后恐怕就没机会了。先别废话，把锦盒给我。”楚夏伸手讨要。夏子轩愣住了，这可是他母亲留下的遗物，他都没看，楚夏居然就想要走，虽然心里不爽，但夏子轩却还是乖乖将锦盒交到了楚夏手中。楚夏当即将锦盒打开，里面赫然存放着一张金箔纸。看到锦盒里的金箔纸，夏子轩很是意外：“这是何物？看你的表情，怎么好像认识？”楚夏也不解释，而是在夏子轩诧异的目光中取出了一张一模一样的金箔纸。准确说，还是有一些差异的，两张金箔纸上的符文结构有所不同，似乎可以连接到一起。楚夏这回终于明白过来，为什么自己参悟许久也不知道他那张金箔纸有什么含义。原来他获得的只是一部分，只有得到另外一张，才能拼凑出完整的内容。当两张金箔指触碰到的瞬间，一抹淡淡的金辉闪耀而出，金箔纸上的符文仿佛被激活一样，瞬间连接在了一起，金辉流转，形成了一个完美的大周天循环。与此同时，一道道隐秘的符文在金箔上显现而出，其复杂玄妙程度超乎楚夏的预期。仅仅是多看了几眼，楚夏甚至有些头晕目眩的感觉。夏子轩更是不堪，只看了一眼就心悸手抖，脸色都变白了几分。楚夏连忙将金箔收起，可意外的是，金箔并未进入储物袋中，而是被万神鼎半路截胡，将两张金箔都吞了进去。紧接着，一段玄妙至极的信息被万神鼎强行灌输到楚夏的大脑中，这是奇门玄法，道凝神符之术。消化了脑海中的信息后，楚夏震惊不已。这金箔中烙印的符文，居然是一种神符炼化之术的入门篇。凝符化阵是修仙者独有的手段，比起炼丹和炼器，符箓之术要更加高深玄妙，含金量更高。令楚夏疑惑不解的是，孟婉晴的遗产怎么会是神符之术呢？哪怕在修仙界中，一般的宗门势力都难以拥有一名神符师，可孟家只是一个武道世家。先回去，我慢慢告诉你。楚夏道。夏子轩点了点头，将不远处的林寻墨唤来，道：“林太守，今天有劳你出面了，此事无论造成何种负面影响，都由我一人承担，你可以放心。长公主言重了，有什么用得着林某的地方，还请尽管开口。林某虽然武道不精，但有兵符在手，调集100万精兵不在话下。无论武道世家的背景有多深厚，兵权之下都是烟云，不足为虑。”或许是看出长公主和孟龙鹤谈的不是很愉快，林寻墨肯定是要坚定不移站在战公主这边的，只要长公主有吩咐，他绝对不会有半点含糊。
夏子轩点了点头。那你再帮我查一查血狼帮和孟家的事情，查清楚后立刻向我汇报。微臣领命。回到临时的落脚点后，时间尚早，夏子轩拉着楚夏就进了屋子，连忙询问起了前因后果。楚夏也没瞒着，将经帛中记载的神符术讲述出来。你母亲认识什么修仙者吗？楚夏问道。夏子轩沉思片刻，摇头道：这我真不清楚，但我听说母后年轻时和上未登上帝位的皇帝一同外出云游寻仙，那2年似乎经历了什么。母亲虽然从来不在人前显露身手，但似乎也有宗师境的实力。楚夏立刻想到了夏兰溪提供给他的情报，难道说这神符之术是孟婉晴从升仙门里得到的？他故意将神符术拆分开，一份封存在画像中，一份交给了孟龙鹤保管，等待某一天被夏子轩发现，由夏子轩来继承。等等皇后有遗产在孟家的消息，是皇帝告诉给夏子轩的。那皇帝又有什么意图呢？情况又莫名其妙变复杂了。楚夏摇了摇头，先不管那么多，反正神符之术已经到自己手里，万神鼎这一吞直接毁尸灭迹，就算皇帝有所图谋也毫无意义了。如果他将矛头指向楚夏，那楚夏当然不介意让严赤霄和小圣君在大乾宫里肆意玩耍一番。有这2位得力干将护佑在身侧，可谓是安全感满满。所以说你的意思是母后希望我成为一名神符师，并且给我提前铺好了路。虽然我不太了解神符之术，但既然是母亲的遗愿，我愿意尝试一番。说罢，夏子轩摊开双手，眼巴巴地望向楚夏。什么？那2张金帛呢？我用掉了。楚夏的回应让夏子轩露出一脸茫然之色。什么叫用掉了？刚才不是还在你手里吗？我也不知道，刚才我打算收入储物袋里的，结果金帛直接对我进行醍醐灌顶，让我领悟了神符之术，然后金帛就自己消失了。楚夏一本正经地鬼扯起来。夏子轩傻眼了。你别拿我寻开心，这可是母亲留给我的遗产。楚夏两手一摊，不信你自己搜。夏子轩当然没有真去搜身，他也不怀疑楚夏会骗自己，可这情况就有点能让我看看神符之术究竟有何等效果吗？楚夏刚好也想试一试，他立刻叫来青鱼，让他去采买一些黄纸、朱砂和毛笔过来。青鱼不明所以，但见长公主点了点头，便立刻屁颠屁颠上街去了。他办事效率很快，不出一盏茶的功夫就将东西全都买了回来。怕不够用，他还特意多带了几份。楚夏将朱砂交给他，加水研磨。好嘞，力气活我最擅长。青鱼笑呵呵地拿着朱砂粉去忙活起来。不多时，一切准备就绪。楚夏闭目沉思片刻，忽然眼中迸发出一抹灵光，拿起沾满朱砂液的毛笔，大手一挥，在符纸上行云流水地画出一道符箓。这符箓好似一道道火苗交错编织而成，在楚夏画符的过程中，屋子里的温度居然提升了不少。很快，一张燃火符画成。楚夏将符纸交给夏子轩，以灵力催动即可，往外扔，别把屋子烧了。夏子轩疑惑不解地看了一眼，拿着符纸将灵力注入其中，然后朝门外丢出。符纸飞出10米远，忽然有灵光闪烁，上面的符文瞬间爆燃，形成一团直径半米左右的赤红色火球。这火球温度极高，虽然一闪而过，很快就消失，但还是将地面烧得焦黑一片，周围的茅草和屋檐都冒起烟来。夏子轩瞪大眼睛，惊叹不已。好强的威力，这一击瞬间爆燃产生的破坏力，恐怕连宗师强者近身都难阻挡。惊叹过后，夏子轩看向楚夏的眼神变得哀怨起来。这明明是母亲留给我的机缘，这下便宜你了。虽然有些难受，可夏子轩也并未因此真的生气，他心底甚至觉得这或许是一件好事。神符之术高深莫测，不是随便什么人都能够掌握的。楚夏是真正的天才，见到如此，神符之术肯定也是如此。反观自己，天资平平无奇，这神符之术就算到了自己手里，或许也发挥不出楚夏1/10的潜能。现在这样就挺好。楚夏误抢了母后为他准备的机缘，必然会对自己心存愧疚。不说借此机会拿捏楚夏，至少能让他对自己好一点吧。罢了，或许这就是命吧。夏子轩轻叹一声，故作哀怜。虽然猜到夏子轩可能是在卖惨，但楚夏也的确有些不好意思。以后你想要多少神符，我都包了。另外，你可以随便提一个要求，算作我对你的补偿吧。光吃不拿也不是楚夏的性格，还是得适当给夏子轩一点甜头。听到楚夏的承诺，夏子轩美眸一亮，这还差不多。如果母后泉下有知，应该也不会为难你了。夏子轩想了想，忽然脸色有些发烫，轻贴在楚夏耳畔呢喃了2句。楚夏愕然，你确定？就这个要求，不改了？夏子轩点了点头，都是我在服侍你，今天也该轮到我享受享受了。楚夏耸了耸肩，行吧，海鲜挺好，偶尔换换口味也不错。夜幕下的唐州虽没有地京城的繁华喧嚣，但江南水乡的柔美与恬静，
在楚夏看来也是极好。比起帝京城，楚夏甚至更喜欢这里的环境，很适合在这里居住，生活气息更浓郁些。他正一个人游览唐州的温婉夜色。夏子轩原本也想跟来的，可他实在走不动道，只能躺着休息。又菜又爱玩，说的就是他了。正散着步，前方突然传来一阵吵闹声。楚夏本不想打扰了兴致，可目光一瞥，竟看见了一道熟悉的身影，正是昨日在渡口遇到的那个白衣侠女，好像是叫林双华来着。楚夏这才好奇地走了过去，只见林双华俏丽的脸庞冷若冰霜，正用剑架在一个邋遢的中年男子身上怒气冲冲地训斥着他：你这烂赌鬼，家中妻儿还在忍饥挨饿，食不果腹，你却变卖家产来赌方一掷千金，你真是枉为人妇，枉为人夫！今天我就将你10根手指头统统剁掉，让你以后再不能赌！邋遢赌鬼吓得脸色煞白，裤裆都湿了。就在林双华催动古剑正要劈下去的时候，一旁的妇人却是连忙冲了上来，护在了赌鬼丈夫的身前。女侠，千万不可！我家男人要是被剁了手指，以后就再也不能赚钱养家了。您这不是要了我们一家老小的命吗？我只是请你教训教训他，没让你真动手啊！你若吓坏我丈夫，是要赔钱的。你糊涂啊！师傅教过我，赌鬼是无药可医的，除了剁手，根本没有悔改的可能。你真是气死我了！林双华气得跺脚，顿时就懒得再管这闲事，扭头就要走。可刚走没2步，那妇人就扑通跪下，牢牢抱住他的大腿。来人啊，打人了！我家丈夫被这恶毒女打得失了神智，乡亲们都替我做主啊！在泼妇的呐喊声中，周围人越聚越多，不明事理的人已经开始对林双华指指点点。我好心帮你，你怎么还恩将仇报？林双华傻眼了，师傅跟他说过，世道险恶，出门在外要多加小心。可自己明明是在行侠仗义啊，怎么反倒被人讹上了？不应该是这样的结果啊！眼看人越来越多，林双华有些慌了。这些都是手无寸铁的平民百姓，自然拦不住他。可若就此逃离，那他林双华林女侠的威名岂不是刚出道就塌房？这让他以后还怎么行善积德啊？看来只能赔钱了事了。但一摸口袋，林双华再次傻眼，我那么大的钱袋子哪去了？就在林双华一筹莫展之际，一道沉稳冷峻的身影走了过来。他的身上仿佛有一种无形的威压，只是一眼扫过，原本喧闹的场面顿时安静下来。这一根金锭够不够赔你丈夫的2只手？来者正是楚夏，他语气淡漠地问道。看着眼前金灿灿的金锭，那妇人的目光顿时被吸引过去，下意识地咽了咽口水，甚至没听清楚对方说的是什么，就迫不及待伸出手将金锭抢夺过来。看来你已经做出了选择。楚夏轻笑一声，下一秒剑光闪过，倒在地上装死的赌鬼发出一声凄厉的惨叫。他不可置信地举起手来，10根手指竟都被斩断，正不断往外飙血。那妇人也是刚反应过来，看到这一幕刚要破口大骂，可忽然感受到手里金锭沉甸甸的分量。这一根金锭足够他好几年衣食无忧了。而出手的这男人一看神态气质，就是个实力不俗的武者，根本不是他能够得罪起的人物。他二话不说，将受伤的男人搀扶起来，着急忙慌地跑走了。青石桥上，林双华拿着一串糖葫芦，吃得津津有味。你叫楚夏是吧？我记住你的名字了，刚才的事多谢你，不过你不应该赔这么多钱的，穷人乍富只会引来灾祸，那一家子守不住这份横财的。无妨，路是自己走的，机会我已经给他们了，能不能把握得住就不管我事了。楚夏一脸淡然地说道。林双华好奇地打量了楚夏一眼，你这人倒是挺有意思的，我一路上也见过不少武者，但所有人给我的感觉都是四肢发达头脑简单，和山林里的野兽没多大区别。将最后一颗糖葫芦吃完，林双华从桥栏上一跃而下，道：今天多谢你帮我解围，我现在没钱还你，他日若是有缘再见，我肯定双倍补偿你。我林双华说话算数。话音刚落，林双华便踏水而去，转眼间消失在夜色之中。单就来去匆匆这一条来说，林双华确实有几分侠女的风范，就是太嫩了一些，欠缺魔力。拍了拍手上的糖渣，楚夏咽下最后一颗糖葫芦，朝着一座灯火璀璨的青楼走去。让我瞧瞧，这烟花之地中究竟藏着什么能令万神鼎感兴趣的东西。楚夏肯定不是为了逛青楼而找的借口。万神鼎是真的颤动了一下，虽然震动并不强烈，但能让万神鼎感兴趣的东西本就不多，一旦发现了，肯定是不容错过。哟，公子好生英俊啊，姑娘们来看帅哥了。楚夏前脚刚踏入青楼，就听到老鸨子的大嗓门传来。一抬头的功夫，2楼的围栏前就已经聚集了数十名肤白貌美的妙龄女子，莺莺燕燕吵闹不休，丝毫不避讳地对楚夏从上到下点评起来。个子真高，得有9尺了吧？唇红齿白，眼眸清澈，绝对是富贵人家出生。走路姿态很稳，应该还是个练家子。我敢打赌，
这小哥下盘功夫一定很棒。楚夏听力非凡，虽然环境嘈杂，却也能听清那些青楼女子在议论着什么。还怪不好意思的，他终于能够体会那些被人评头论足的女子是什么心情感受了。不过更让楚夏意外的是，这青楼看着规模也不大，姑娘的水准却是高的有些过分。2楼随便挑一个出来都是中上之姿，有几个甚至是上上之姿。1楼的姑娘虽然要普通一些，但也绝对挑不出一个丑的。江南好啊，江南姑娘更好。这位公子看着面生，是第一次来我们神仙楼吧？不知公子有何要求？我这的姑娘什么样的都有，而且个顶个的温柔乖巧，绝不会让公子您失望。老鸨笑眯眯地打量着楚夏。神仙楼，名字起得这么大，不怕镇不住吗？楚夏淡淡道。老鸨得意笑道：公子，这您就有所不知了，咱们神仙楼的背景可不是一般的大。这么跟您说吧，就算是孟家也得给我们3分薄面，官府的人更是对我们敬而远之。哦，楚夏略感好奇，可否详细说说？他不动声色地将一根金锭送到老鸨子袖口中。老鸨子神色微微一惊，好阔绰的出手，这少年绝对来历不凡，必须好好招待。公子莫要着急，我们楼上详谈，我给你安排几个最俊的姑娘，保管将公子伺候得舒舒服服。也行。楚夏点了点头。万神鼎的感应就在2楼，先去了再想办法打探。片刻后，楚夏被带到了2楼一间奢华气派的房间，5个小有姿色的妙龄少女一齐围了过来。公子，吃葡萄。公子，小柔能够有幸跟您喝杯交杯酒。公子，楚夏顿时感觉进入了女儿国一样。简单应付了一遍后，楚夏将老鸨叫来，说说看，这神仙楼有什么通天的背景？血狼帮，不知公子听说过没有？赵彪。楚夏神色一动，想起在孟家见到的那个嚣张霸道的宗师强者。什么嘛，原来公子知道咱们血狼帮的帮主，那您还向我打听，在这江南谁不知道所有的赌坊和青楼都归血狼帮掌管？详细说说血狼帮的事。那公子，你算是问对人了，我家兄长就在血狼帮的青龙堂当差，这家神仙楼他也是占了一成干股的。我家这兄长颇有些生意经，深受赵帮主器重。老鸨子见谈话多，打开话匣子后就说个没完没了，说了好一阵子，他才意识过来自己说太多了，这才告辞离开。楚夏眉头深皱，从老鸨子的描述中，楚夏获得了一个很重要的线索。血狼帮虽然已经成立很多年了，但真正崛起就是在最近2个月。神武军也是在2个月前来到江南的，看来这是不得不管了。如果跟神武军扯上关系，我有义务替父亲清理门户。杀意心生，寒风骤起，烛台熄灭，房间里突然陷入一片黑暗。等烛光重新亮起，楚夏的身影已经消失无踪。人呢？怎么感觉背后凉飕飕的？该不会撞鬼了吧？别瞎说，公子肯定是武者，来去无踪。夜色下，楚夏漫步于大街小巷，他的手中捧着一盆茶树苗。在青楼中，楚夏根据万神鼎的指引，寻到了一块颇有历史的茶饼。这盆茶树苗就是茶饼被万神鼎吞噬后吐出来的东西。看起来不起眼的茶树苗，却有一个响亮的名字——菩提茶树，是一种比较特殊罕见的天才地宝。成熟之后摘取的茶叶叫做悟道茶，有提神开悟的功效。天才地宝可比灵药灵矿要罕见得多，这菩提茶树的价值可能会超乎楚夏的想象。回去的路上，楚夏又顺便买了些零食小吃给夏子轩和妹妹尝尝。翌日，管家徐庶和其他长辈都在龙渊卫护送下安全抵达唐州。楚夏专门租下了一套大院子，临时将众人给安顿下来。回去的时候，太守林寻墨正好赶了过来。他拜见完长公主后，便立刻将连夜收集到的情报说了出来，关于血狼帮和孟家的事情，说来也不复杂，简单说就是孟家子弟杀了几个血狼帮的小头目，遭到血狼帮记恨，对孟家在唐州的产业进行了报复打击。孟家一开始以为血狼帮不成气候，不是拥有1000年传承底蕴的孟家的对手，可几次交锋下来却吃了不小的亏。虽然孟家高手如云，但血狼帮也人多势众，帮众数量超过5000，而且大多是刀口舔血的草莽匪类，光脚不怕穿鞋的，真打起来一个个都不要命，非常凶悍。孟家家大业大，反而处处受制，真要跟血狼帮硬磕到底，肯定会付出不小的代价。孟家不得已，只能委曲求全，答应了血狼帮和谈的要求，前提是割让一部分家族产业给血狼帮。今天上午，孟老爷子就要亲赴血狼帮和赵彪进行谈判。算算时间，估计现在谈判已经开始了。谈判在什么地点？夏子轩凝眉问道。在南郊的洪湖山庄。林寻墨回道。这可是他费了不少力气才弄到的情报，为了完成长公主交代的任务，他一整夜都没有合过眼，现在整个人看起来都有些颓废，黑眼圈很深。退下吧。微臣告退。林寻墨走后，夏子轩紧蹙的眉头依旧没有舒展，
似乎是在思索什么。你想去帮你外公？楚夏一眼看出的夏子轩的心思。我不知道，要不楚夏你帮我拿主意吧。念起则生缘，不管你母亲和你外公有什么恩怨，但血脉之情是改变不了的。你外公永远都是你外公，孟家若受辱，你也注定摆脱不了干系。楚夏给夏子轩分析了一通利害关系，最后又道：再者也是最重要的，你将来如果想成为大钱女帝，没有一个坚实的后盾肯定不行。孟老爷子年事已高，终归是会入土的，到时候你这个孟家嫡女凭什么就不能成为孟家的家主呢？掌握了孟家，就等于掌握了大半个江南武道势力。夏子轩显然被楚夏说服了，沉思良久后道：走，我们去洪湖山庄。楚夏点了点头，露出一副十分欣慰的笑容。唐州南郊洪湖之畔，一座充满奢华之气的山庄内，双方人马剑拔弩张，气氛凝重到极点。赵彪身后数百名血狼帮精锐凶神恶煞，一个个光着膀子，露出肩头胸口的血狼印记，每个人身上都散发着浓烈的杀气，手底下没有上百条人命都不够格站在这里。另一边，以孟龙鹤为首的孟家族人，虽然个个也都是精锐武者，大多数实力都在通玄境之上，修为境界上胜过血狼帮一筹，但气势却明显差了一大截。有些族人甚至露出畏惧的表情，即便强撑着，颤抖的身躯也出卖了他。孟龙鹤看到这一幕，心中失望至极。这些年来，孟家真是过惯了太平日子，早已不复当年的血性和勇武了。孟老，连山那块地，你当真执意不肯割让？赵彪老神在在地吃着花生，一柄泛着银色寒芒的屠刀扛在肩头，眼神锐利，充满攻击性。没几个孟家族人敢跟他对视超过1秒。赵帮主，我不知道你从哪打听到连山这块地的消息，但老夫可以明确告诉你，这块地你们血狼帮休想得到。孟家少争事端，不代表孟家就会惧怕纷争。你若一意孤行，那就刀剑底下见真章。孟龙鹤冷哼一声，无形的气场好似猛虎下山，周遭灵气剧烈震颤，脚下的石板都崩开一道道裂纹，面前的桌子更是直接化作齑粉。砰！赵彪一把架起长刀，猛地插入石板地中，激荡的刀气锋芒惊人，瞬间将整个大厅斩断，横梁墙壁都被一分为二。他凝声道：老东西，给你脸不要脸，真把自己当成江南王了？既然你冥顽不灵，那老子就送你早入黄泉。话音刚落，数百名血狼帮精锐山呼海啸般往前冲杀过去，整个大厅里瞬间充斥着无数的刀光剑影。孟家这边很多人甚至没反应过来，他们似乎不能理解为什么一言不合血狼帮真会动手。孟家可是传承千年的武道世家，别人听到孟家的名号都会先弱3分，可血狼帮似乎完全不讲规矩，说动手就动手，好似市井街头的地痞无赖。可孟家子弟们却是忘了，在武者的世界里，从来都是靠拳头说话的。千百年前的孟家祖辈也是靠着实力一拳一拳打下的江湖地位。杀！孟龙鹤浑身爆发出强劲杀意，怒吼一声，率先带头冲上前去。老东西，你的对手是我。赵彪提刀上阵，浑厚霸道的刀气强势展出，这一刀威势惊人，甚至引动了天地灵气，卷起凌冽的刀气罡风。孟龙鹤眉头一皱，宗师巅峰，老夫倒是小看你了。他厉喝一声，嗓音中气十足，宛如龙吟虎啸，震得屋顶琉璃瓦纷纷碎裂坠落。赵彪见状，眉头不由一凝。孟龙鹤不愧为江南第一武道宗师，哪怕到了风烛残年，半只脚都已经迈进棺材板里，居然还能爆发出如此恐怖的灵劲罡气。要是2个月前的自己遇到孟龙鹤，肯定不是他一合之敌。但如今赵彪冷哼一声，眸似燃血，刀气中夹杂一缕邪红，整个人的气势瞬间拔高2个台阶，速度力量同时碾压孟龙鹤，一刀劈出，孟龙鹤根本来不及躲闪，只能催动护体灵劲缠绕双臂，以肉身格挡。轰！一声巨响，孟龙鹤的身影倒飞出去，将大厅的墙壁都砸塌，倒在一片残垣断壁之中，双臂血如泉涌，伤口深可见骨。家主，爷爷，老祖！这一幕惊骇了所有孟家子弟，可血狼帮却不会给他们任何喘息的机会，新一轮的扑杀已经展开。凌冽的刀锋划过，绽放出的血色比洪湖的湖水还要红，这几乎是一场单方面的屠戮。杀杀杀！小的们给我杀光屠尽，一个活口不留！赵彪满眼通红，厉声狂笑。孟家武者们哪里经历过这样的阵仗，不少人已经被吓破胆，开始四散逃窜。嫡系族人虽然还在顽强支撑，可实力远远不低，只能在血狼帮的屠戮下节节败退。孟龙鹤虽然强忍伤势从废墟之中爬了起来，可看到此情此景，心中也不由生出一股绝望情绪。孟家要亡！刺了！一道剑芒呼啸而来，从天而降，以肉眼难辨的速度横扫而出。顷刻间，冲在最前面的血狼帮精锐
全部被割喉穿心，一击毙命。数十具尸体几乎同时倒下，这惊世骇俗的一剑直接震慑住所有人。看着丝毫没有染上鲜血的飞剑横贯在天地间，没有一个血狼帮精锐敢再上前一步。寂静，大厅中只能听到一阵阵抑制不住的急促呼吸声。无论是血狼帮还是孟家子弟，都已经汗流浃背，紧张到极点。什么人在装神弄鬼？赵彪气血翻涌，正处于极度亢奋的状态下，顿时怒声呼喝起来。他再次提起长刀，正欲劈砍出去，却在这时，赵彪感觉到一股灼热的气息从身后传来，刺了！一只利爪穿透了赵彪的胸膛，将他整个人高高举起，提到半空。这利爪刺破了赵彪的心脏，红到发黑的鲜血喷涌如注。严赤霄甚至玩心大起，不断转动腕足，把赵彪当成风车一样在半空中转来转去，无数血点挥洒而出，好似下了一场血雨。砰！一只拳头落下，狠狠砸在严赤霄的脑壳上。滚回去！话音刚落，严赤霄就被收回玲珑锁妖塔内，只留下赵彪尚未断气的尸体当空坠下，如一滩烂肉般砸在地面。楚夏立于血狼帮精锐之中，冲着众人淡淡一笑：“不好意思，我家宠物下手有点重，把你们帮主杀了。”笑容一收，楚夏眸中有杀意一闪而过。作为补偿，我只好送你们去黄泉见他了。绝煞剑发出一声尖锐的剑鸣，呼啸腾挪，剑芒翻转，300名血狼帮精锐下一刻犹如切瓜砍菜一般被绝煞剑绞杀一空。短短一瞬，战斗结束，只余满地的残肢断臂，一个活口不留，因为没这个必要。在看到赵彪的时候，楚夏心中便已经有了定数，他嗑药了，吃的是一种名为燃血续命丹的特殊丹药。这是神武军特供的一种丹药，给战场上重伤垂死的将士服用，可令其血脉燃烧，潜能爆发，不但可以多活几个时辰，实力还能超过过往极限。没有负伤的将士也可服用，之后一段时间内会加速燃烧气血，虽不致死，但会大大衰减寿命，加速衰老。现在楚夏完全可以断定，血狼帮突然崛起，背后肯定是神武军在暗中扶持。小兄弟，你是紫萱丫头身边的龙渊卫？孟龙鹤双手交叉，互捏住伤口，止住了流血。他颤颤巍巍地走向楚夏，眼中的震惊无以复加。虽然他听闻龙渊卫中卧虎藏龙，不乏宗师强者，天才之流，可楚夏这一瞬间爆发出来的战力，已经完全超出武者的极限了吧？难道是修仙者？他是我男人。这时，夏子轩才从门外缓缓走了进来。楚夏出手，他也看到了，虽然很震惊，但却不算意外。毕竟是自己看中的男人，他的眼光怎会有错？看到夏子轩，孟龙鹤无言以对，心中五味杂陈。想不到，到头来会是他救了孟家。婉清，我亏欠你的已经够多了，现在你留下的女儿又拯救了孟家一次，这绝非是我所愿啊！你们聊，我出去办点事。楚夏将奄奄一息的赵彪提了起来，走出大厅外，顺便对夏子轩说了一声：孟家的家事他没兴趣去听，而且这爷孙俩隔阂太深，还不知道能不能聊得开，他就更不愿意在这浪费时间了。洪湖山庄很大，楚夏随便找了个房间，将赵彪丢了进去。赵彪心脏破裂，全身发黑，要不是靠燃血续命丹的效果维持生机，现在估计已经死透。虽然没死，但他已经完全失去行动能力，只有一双眼睛满含怒意地凝望着楚夏。告诉我神武军的下落，我可以给你一个痛快。楚夏一开口，赵彪顿时瞪大眼睛，他居然知道神武军的事情，他究竟是什么人？我名楚夏，神武军少帅。楚夏仿佛听懂了他的心声一样，给出了一个让赵彪死也想不到的回应。赵彪露出一副释然的神色，原来如此，那就不奇怪了。他哆哆嗦嗦地抬起胳膊，朝着西南方指去。片刻后，赵彪眼神死灰，身躯完全僵住，已经是彻底死透了。楚夏从赵彪兜里找出一个储物袋，打开看了一眼，发现里面有很多金锭，足足有1万两。1000根金灿灿的金锭带来的视觉冲击还是很强烈的。这血狼帮垄断了赌场和青楼2大暴利行业，果然是没少赚。至于储物袋里的其他东西，虽然也有点价值，但跟这些金锭比起来就不值一提的，只留下了金锭和丹药，其余楚夏全都扔了。收好战利品，楚夏御剑腾空而起，朝着西南方向望去。那是一片绵延无际的大山丘陵，深处瘴气冲天，看起来就令人不安。但楚夏没有丝毫犹豫，当即御剑飞入山中。正好天地辽阔，又没什么人烟，楚夏趁机测试了一下御剑飞行的最快速度。没预期那么快，虽然肯定比马跑的要快，但差距并不明显。但马吃点草料就能不停不休地奔跑，楚夏消耗的灵力却是实打实的，长时间御剑飞行肯定只撑不住，续航顶多也就能达到1个时辰左右。飞了一会，
楚夏就在一处山头上停了下来。下一秒，山顶上温度骤然飙升，小圣君浑身燃烧着火焰，凭空出现后，一声龙影响彻天地间，山林中飞鸟惊坠，野兽匍匐，就连蛇虫鼠蚁都瑟瑟发抖，动弹不能。方圆10里安静的都有些诡异起来。这就是龙威吗？楚夏也是惊叹不已。要不是在深山老林里，他都不敢把小圣君放出来。毕竟真龙的身影极少在人间显露，一旦出现，随便弄出点动静来，都有可能生灵涂炭。人类在龙这种圣兽面前，还是太过渺小脆弱了。主人，好。小圣君扭头看向楚夏，甚至用人语跟他打了声招呼，奶声奶气的腔调和之前那霸气侧漏的一声龙吼，实在是反差极大。你会人言？楚夏好奇道。菜菜教我的，还不熟练。不愧是龙，不仅实力超群，智慧也不是一般妖兽可以比拟的。驮我往西南方飞，注意避开人迹。楚夏吩咐道。好的。小圣君有些兴奋地点了点头。从小过着被囚困的生活，这还是他第一次踏足外面的世界。看着广袤无边的天地，小圣君心潮澎湃，早就想要好好遨游一番了。等楚夏在自己背上站稳，小圣君二话不说，如离弦之箭飞射而出，顷刻间便窜到云层之上，化作一抹红芒，以惊人的速度飞出。狂风烈烈，拍打在楚夏的脸上，纵有灵力护体，这感觉也着实不好受。速度是快，但舒适性有待提高啊。好在过了新仙境后，小圣君将速度降了下来，一路在云端之上穿行。楚夏则不断巡视地面。约莫过了1炷香时间，楚夏发现群山之中出现了一片较为平坦的区域，那里居然坐落着很多较为原始的建筑，仿佛是一个古村落。在古村落附近驻扎了众多营帐，还有身穿重甲的将士在进行操练。收！楚夏先将小圣君收回玲珑锁妖塔中，换上绝煞剑御剑而行，靠近古村落附近，在一处高山上降落。目光仔细巡视一番，楚夏将大致情况掌握。不出所料，果然是这家伙。整个神武军里能干出与帮派勾结垄断赌坊青楼这种事情的，也就只有他了。楚夏不再犹豫，当即腾空一跃，朝山下飞掠而去。洛鹏海，给我滚出来受死！古村落一间不起眼的茅草屋内，长相妩媚的女人数着箱子里的金锭，眉眼里是藏不住的笑意。鹏海，咱们这次南下真是赌对了。人人都说江南士族林立，外人难以插手，可我们只是利用一个小小的血狼帮，就打开了江南的口子。我还以为这些士族有多厉害，原来都是外强中干的货色，稍微吓唬一下就乖乖就范。女人笑开了花，憧憬着美好的未来。以血狼帮现在的敛财速度，不出1年，我们就能够赚到10辈子都挥霍不尽的钱财。到时候我们就离开大钱，远走高飞，去过逍遥快活的日子。坐在草席上的男人眉头微皱。雪妹，不是说好用这笔钱招兵买马，壮大神武军，到时候挥师北上讨伐昏君吗？只要一战成功，老子也能试试当皇帝，坐拥后宫佳丽3000的滋味。女人白了洛鹏海一眼，就你那银样蜡枪头，给你后宫佳丽3000，你也只能看不能玩。再说大前皇族气数未尽，贸然造反，你是上赶着去送死吗？不如随我远走高飞，去找个修仙宗门，以资入籍，用钱铺路，运气好也能修出个模样来。只要能够筑基，少说能活200年，不比当什么皇帝快活得多。你说的也对，可大帅的仇总不能不报吧？周雪妹冷哼一声，洛鹏海，你还真把自己当忠犬了。不是老娘在背后给你出谋划策，你能坐上神武军主这样的位置？你有什么能力统御2万精兵？靠你这一身肥膘！被女人对了一通，洛鹏海怒上心头，可却找不到半个字来反驳。良久，满心怒气也只是化作一声叹息。罢了，依你便是，老子戎马半生，也是时候该想想轻浮了。洛鹏海抓住女人的胳膊，将她一把拽进怀里，急吼吼地掀起女人的裙摆。一展茶功夫后，随着一声粗沉的鼻息，周雪妹起身穿离了里裙摆，继续眉开眼笑地盘点着箱子里的金锭。洛鹏海，给我滚出来受死！突然一声厉喝传来，洛鹏海神色猛然大变，从草席上惊坐而起，浑身肥膘直颤。这个声音是少帅大人，他居然还活着。洛鹏海先是神色一喜，可很快又慌张起来。他刚要穿衣服出门，却被周雪妹拦下。你先装病躲起来，我出去应付楚夏，一个乳臭未干的毛头小子罢了，大不了花点钱把他给打发了。他将装满金锭的箱子连忙塞进储物袋，轻摇蒲扇，摇曳生姿地往屋外走去。下一秒，周雪妹整个人都愣住了。她只见一道俊朗非凡、缥缈似仙的少年身影，好似谪仙临凡般从高山之上飘落而至。好英武的神姿，好飘逸的身法。周雪妹一时间竟看痴了，久久没有回过神来。她是见过楚夏的，可以前的楚夏还稍显稚嫩青涩，跟眼前这唇红齿白、剑眉星目的英俊少年简直不能比。
尤其是气质方面就更是判若两人了。让开！直到楚夏冷峻的声音传来，周雪媚才缓过神来。她风韵犹存的脸庞不由得升起一抹红霞，也不回应，只是一味打量着楚夏，下意识地咽了咽口水。楚夏眉头微蹙，这个女人她自然认识，是骆鹏海养的情妇。去年骆鹏海过50大寿时，楚夏跟随父亲前去赴宴，对这个妆容艳丽、打扮得花枝招展的女人留下了一些印象。可她此刻看待楚夏的眼神，却让楚夏有些生厌。雪媚参见少帅大人，彭海受瘴气侵害，身体虚弱，卧床不起。少帅大人有什么事跟我商谈就行，我可以代表他全权做主。周雪媚轻咬舌尖，借助痛感让自己迅速镇定下来。但在心里，周雪媚的想法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转变，得想个法子将楚夏留下来。你算什么东西，也配做神武军的主？楚夏眸光一冷，无形的杀气释放出来，瞬间让周雪媚浑身一颤，下意识退后2步。好浓烈的杀意，好霸道的威压。1年不见，这位神武军少帅居然成长到了如此地步，这样的男人才配得上我周雪媚。但他好像脾气不太好。没关系，一个涉世不深的少年而已，只要上了我的床，保管训得他服服帖帖。少帅怎么发这么大脾气？谁招惹您了？跟姐姐说，姐姐替你报仇。周雪媚娇吟道，一把抓住楚夏的胳膊，身姿如水蛇般贴附上去。可不等周雪媚近身，楚夏手中的绝煞剑已经架在了她的脖子上。周雪媚，别以为我不知道你教唆骆鹏海干了什么事情。你可知神武军的铁律中就有一条，凡是与民间势力勾结、狼狈为奸者，斩无赦。绝煞剑的锋芒映照在周雪媚脸上，她脸色顷刻间变得煞白。她修为虽然和楚夏一样也是通玄境，可又如何能够抵挡住上品灵气的剑意？死亡的恐惧由心底开始滋生，周雪媚手脚冰冷，六神无主，几乎就快要晕死过去。住手！就在这时，一个肥硕的身影从茅草屋里急忙飞奔出来，一把将周雪媚拽了回去。骆鹏海将周雪媚护在身后，庞大的身躯直面楚夏。少帅，你要罚就罚我吧，跟雪媚没有任何关系。而且少帅你也不用搬出神武军的铁律吓唬我，神武军铁律中也说过，要我们灵活变通。我带着2万神武军南下，不知经历多少磨难险阻，才勉强在江南站稳脚跟。我骆鹏海自认为我的功绩不是你一句话就能抹消的。再说句不好听了，大帅一死，神武军已经名存实亡，这里的2万精兵都是我一手带出来的。我叫你一声少帅，是给你面子，我要是不给你面子，你什么也不是。骆鹏海声音依旧洪亮，腰杆挺得笔直，一副油盐不进的架势，完全没有认错的态度。若是神武将军还活着，他当然不敢去挑战楚夏的权威，但今时不同往日了，一个小小的楚夏自身恐怕都难保了，有什么资格在老子面前大呼小叫？很好，看来你已经做出自己的选择了。楚夏神色淡漠道，既如此，那就依照神武军的惯例来解决此事，擂台决斗，签生死状。什么？骆鹏海大惊，楚夏要跟自己擂台决斗？一个乳臭未干的毛头小子挑战武道宗师，他怎么敢？群山之间，演武场上，正在训练的神武军将士正不断往村口外聚集。听说少帅回来了，莫非是要重整神武军？不好说，大帅一死，少帅的权威一落千丈，骆将军不会轻易交出兵权的。依我看，现在的日子就挺好的，吃喝不愁，还不用上阵杀敌。快来，少帅和骆将军签生死状了，要在擂台决斗。有这事？少帅也太冲动了，骆将军可是宗师强者，少帅才修炼几年。赶紧过去，楚夏毕竟是神武将军留下的唯一男丁，绝不能出什么意外。不一会儿功夫，2万神武将士几乎全部聚集在了村子外面。临时搭建的擂台上，楚夏和骆鹏海已经签订完生死状。楚夏，你放心，待会我一定会手下留情的。骆鹏海神色轻蔑地说道。楚夏，这是你自找的，生死状一签，哪怕我真在擂台上失手将你打死，也怨不得我。楚夏不语，只是感受着体内灵力的涌动，突破化捷径的契机就在这一战。楚夏要想清理门户，杀了骆鹏海和周雪媚，完全是易如反掌的事情。但有些事情需要高调去做，要想夺回兵权，就必须先立威。楚夏太年轻了，少帅的身份是徒有虚名，并无实权。在神武军将士们的眼里，他的身份首先是神武将军之子，而今父亲亡故，少帅之名实际上已经名存实亡。所以楚夏需要用一次华丽的胜利来为自己的少帅身份证明。所以楚夏才想到了神武军一贯来用来解决争端的老传统，打擂决斗。在军中，实力代表一切，一切的规矩律条都会为实力让步。这种强者膜拜的氛围是在战场上经历无数次厮杀培养出来的。因为战争就是要不择手段的去赢，输就意味着死，
而死人是没有任何话语权的。用不着你留手，开始吧。楚夏挑衅地招了招手，示意洛鹏海先攻。洛鹏海感觉自己的宗师威严受到侮辱，眸光顿时一冷，猛然一跺脚，浑身肥肉乱颤，刹那间竟爆发出惊人的速度，化作一片残影，消失在楚夏眼前。他的体型怎么看都不像是以速度专长的武者，可很少有人知道，洛鹏海最初是以斥候的身份加入神武军的。军中的斥候为了打探军情，连夜奔走800里都是常有的事。洛鹏海修炼的功法多是以轻功为主，他的外形对敌人颇有迷惑效果，但突然爆发的速度会让敌人无法预料。靠着这方面的天赋，洛鹏海屡立战功，一步步走上神武军5大主将的位置。我略施手段，就已经是你触及到的极限，你拿什么跟我斗？洛鹏海戏谑的声音传入楚夏耳中，声音不大，只有他一人能听见。是吗？悠悠的声音在洛鹏海耳畔响起，他稍一愣神的刹那，一只杂糅着厚重凌厉的拳头轰然落下。轰！洛鹏海猝不及防之下被一拳命中眉心，头盖骨都发出嘎吱一声脆响，300斤的身躯凌空倒飞，轰然跌落到擂台之外。静！全场鸦雀无声，每一个将士都被这一幕震惊到忘记呼吸。洛将军居然被击败了，而且只用了一招。少帅的实力什么时候变得这么强了？倒在地上的洛鹏海整个人都蒙住了，疼痛还是其次，可楚夏居然在他最擅长的速度上碾压了他。他甚至没能捕捉到楚夏出手的动作，他完全不知道楚夏是怎么来到他身前的。我堂堂武道宗师，怎么会被一个小辈击败？不，肯定是我大意轻敌导致的。楚夏只是一个乳臭未干的小子，上次见他还只是聚气境的修为，就算他成长速度再惊人，现在顶天也就是炼神境而已，怎么可能会是宗师的对手？洛鹏海一回头，发现将士们看向自己的眼神充满质疑。当一个武道宗师的实力被人怀疑，那绝对是莫大的耻辱。洛鹏海顾不上跌落擂台外则算输的规矩，他一跃而起，腾飞到擂台之上。刚才不算，再来。洛鹏海耍起了无赖，这次不再有任何轻视留守的想法，身法速度直接全力展开，再次化作一片残影，直奔楚夏而去。动了怒火的武道宗师，危险程度直线飙升。楚夏眉头一拧，浑身灵力激荡，凝聚出厚厚一层护体灵力，爆发出不亚于洛鹏海的速度和身法，与他展开正面交锋。轰轰轰轰！顷刻之间，两人便已交手数十次，狂暴的力量让擂台都不住地晃动起来，很快就承受不住二人的力量而崩塌。但战斗还在继续，洛鹏海咬牙切齿，战意高涨，越战越勇。楚夏依靠灵力层面的优势，力量速度都不逊色于洛鹏海，唯一欠缺的只是战斗方面的经验。但几次交锋下来，楚夏惊人的洞察力和感知能力已经基本摸清楚了洛鹏海的招式套路，并立刻在心中解构出了应对之策。可楚夏并没有着急结束战斗，反而几次示弱，引诱洛鹏海加强攻势。在一次次的轰撞中，楚夏浑身的灵力都被全面调动起来，将洛鹏海猛烈的攻势当作自身的淬炼，借宗师之力磨练自身。哗！锤炼到极致的灵力忽然发生了某种质的变化，楚夏的气息开始猛烈攀升，突破了。借洛鹏海之力，楚夏成功踏入了化劫境的大门之中。化劫境一重，楚夏激增的灵力波动让洛鹏海心头狂震。什么情况？他明明已经露出败相，为何实力反而突然暴增？洛鹏海，前来领死！楚夏一声威吓，重拳直轰洛鹏海面门。哐的一声震动，洛鹏海肉山一般的身躯高高飞起，重重摔落在10余米外。他的额头已经完全凹陷下去，头骨崩裂，脑浆四溢。鹏海！一直在观战的周雪妹惊叫着冲上前去，看到洛鹏海已经断气，整个人瞬间萎靡，双膝一软跌坐下去。怎么会这样？楚夏怎么会如此强大，活生生打死一名武道宗师？你死了，我可怎么办？周雪妹忽然回过神来，不，现在不是为洛鹏海哭丧的时候，他如果想要活命，就必须牢牢抱住楚夏的大腿。恭喜少帅，贺喜少帅，为神武军除掉洛鹏海这个祸害，少帅来了，神武军就有希望了。周雪妹表情瞬间180度大转变，连滚带爬的扑到楚夏面前恭贺起来。周雪妹的想法很好，可她面对的是楚夏。剑芒一闪，绝煞剑飞掠而出，直接穿透了周雪妹的胸膛，将她钉在了洛鹏海的尸体旁。剧烈的痛楚让周雪妹忍不住惨叫起来，但楚夏完全不予理会，而是转身面向将士们。按照神武军的规矩，我在生死决斗中战胜洛鹏海，获得神武第3军兵权，尔等可有异议？如有反对者，可上来挑战我。没有异议，有少帅统领，神武军重振雄风指日可待。杀得好，洛鹏海和周雪妹这2人早就罪该万死了。堂堂神武军上阵杀敌才是吾等归宿，绝非是在这里浪费大好青春。
永远支持少帅。或许是被楚夏的实力折服，或许是发自内心的对神武军有归属感，在场的2万将士们顿时呼喝震天，士气高涨。楚夏满意的点了点头，很好，神武军骨子里的血性仍在，父亲在天有灵也会感到欣慰。大荒村村长家，这里已经被神武军临时征用。楚夏正在倾听部将们的汇报，将自从父亲死后神武军发生的大小状态都梳理了一遍。汇报持续了半个时辰，听完之后，楚夏陷入了良久的沉默。现在的神武军已经是彻底分崩离析的状态，10万大军兵分5路，逃散到了大前各处。第3军的状态还算是比较好的，毕竟江南是富庶之地，扶持了血狼帮后更是不缺物资。可其他几支就没这么好的运气了，有些逃入了苦寒之地，有些去了海外游岛。神武军最精锐的第1兵团，据说更是在关月儿大将军的带领下，横渡西域天山，逃去了邻国。楚夏想要重聚神武军的想法，恐怕不是短时间内能够实现的。血狼帮帮主赵彪已经被我斩杀，从今往后，神武军断绝和血狼帮的一切联系。楚夏目光在部将们脸上扫过，继续道：即日起，你们唯一的任务就是训练，努力提升实力，等待一个时机，一个为神武将军复仇的时机，一个能够洗刷掉过去所有屈辱和不甘的时机。楚夏的声音铿锵有力，落在每个人心头，皆是心神震动。复仇，部将们都曾是神武将军麾下心腹，他们当然知道神武将军的死有很大蹊跷。如今听到楚夏这句话，他们便立刻意识到楚夏肯定是查到了什么。楚夏没有明说，但他们都不是傻子。整个大前皇朝内会对神武将军下手的人屈指可数，而最有动机的，毫无疑问是最顶上的那一位。一时间群情激愤，恨不得立刻就要抄家伙挥师北上。军中男儿血气方刚，没有一个懦弱之辈。看到这一幕，楚夏颇为欣慰，这是父亲带出来的兵，怎会让他失望呢？不过楚夏还是先安抚住了众人。神武军不打没有把握的仗，一旦出击，必将敌人粉碎。我为诸位准备了一些礼物，大家随我到外面来。楚夏大步走了出去，部将们对视一眼，纷纷跟上楚夏的脚步。来到屋外空地上，楚夏大手一挥，一块块银灿灿的玄铁锭哗哗落下。不一会儿功夫，足足30万斤玄铁堆积如山，出现在部将们面前。所有人都看傻眼了，这是玄铁，好多的玄铁。以前我从工造司弄了一些过来，这东西金贵得很，比金刚还要贵重100倍，无论是打造兵器还是甲胄，都是上等货。据说用玄铁铠甲全副武装的重骑兵，甚至可以和宗师强者硬拼几招。楚夏等众人议论完，这才开口：诸位觉得这批玄铁能打造多少重骑兵？3000铁骑绝对够，不，5000我看都够用。众人再次议论起来，最终商议下来，众人得出了结论，非常夸张。这批玄铁如果利用得当，足以打造出一支10000人重甲铁骑。1万铁骑是什么概念？放在战场上，那简直就是神一般的存在。至少在大前皇朝境内，没听说过有10000人铁骑。即便是大前军神中海大元帅巅峰时期，麾下也只有5000重甲铁骑。靠着这5000重甲铁骑，便足以护佑住大前江山稳固。若能打造一支10000人铁骑，我们神武军岂不是立刻就能无敌？话也不能这么说，即便装备足够，但我们没有足够多的临阶战马，也没有那么多通玄进化捷径的武者。而且一个重甲铁骑至少也配备5个侍从步兵，5个侍从轻骑，如此才能发挥出重甲铁骑最强威力。这些条件是我们目前远远不具备的。没错，以我们目前的条件，能够凑齐一支300人的重甲铁骑，估计就已经是极限了。养一个重甲铁骑的耗费无比惊人，那简直就是无底洞，没有巨量的财富和资源，根本消耗不起。说着说着，众部将的情绪从兴奋变得低落起来。想象总是美好的，可现实却很残酷。以大前皇族的财力，都只敢养5000重甲铁骑，神武军想要养起一支重甲铁骑出来，难度实在太大。哪怕是神武将军在位期间，都没敢往这方面去想。不过少帅拿出的玄铁，还是让众人看到了一丝希望。如果有充足的钱财资源提供，这未必是不可能完成的壮举。听着众人的议论，楚夏笑而不语。他当然知道，要打造一支重甲铁骑有多么不易。他还记得年幼之时，父亲最意气风发的时候，就常常在家中与朋友构想，要如何以最低成本构建出一支具备强大战斗力和机动性的重甲铁骑军。他甚至设想多种多方案，但最终仍然没能实行下去，代价太大了。当时朝廷对神武军的军饷已经开始下压，没有充足财力支撑，重甲铁骑是根本无法实现的。楚夏至今都还记得当时父亲的表情有多落寞和遗憾，而这遗憾，楚夏必定要亲手帮父亲弥补回来，打造一支神勇无敌的重甲铁骑兵。10000人，
那只是起步。拥有万神鼎，楚夏甚至自己的前程绝不会局限在一个小小的大前皇朝。他构想中的重甲铁骑，摧毁一个世俗皇朝易如反掌，甚至是可以撼动修仙宗门的。很难，但对楚夏来说，并非没有可能。从古村落离开已经是深夜时分，楚夏临走前任命了几个父亲一手提拔起来的部将，交给他们管理神武军，加强训练任务，推举出更好的人才选拔机制，整改神武军风气等等任务。另外，楚夏还从周雪妹的尸体上搜出了一个储物袋，里面有足足2万两黄金，加上从赵彪身上搜出来的金锭，楚夏手里现在有足足3万两黄金，这绝对算得上是一笔巨款了。哪怕是用来供养2万人的神武军，也足够花销很久。但要用来培养重甲铁骑，那这点钱财就不够看，所以还得想办法多赚点钱和物资才行。若是能让孟家出力，那或许……思绪间，楚夏已经御剑飞上云霄。他正准备召唤小圣军的时候，突然听到一声尖笑从头顶传来。定睛一看，只见清冷月华下，一道飘逸如仙的身影正御剑而行，朝东方飞去。遇见的是一名绝美仙子。月华拂过她的肩头，霓裳羽衣泛起烟青色的涟漪，飘逸的裙带如同抖落的细碎银沙，顺着衣折滚落成银色的珠帘，好似流星的尾焰划过天穹。她速度太快，一眨眼功夫便彻底消失在天际尽头。楚夏根本来不及多看一眼。好强！楚夏心头震惊，这绝对是一位真正的大修仙者。大前皇朝境内肯定没有这等强者，是碰巧路过吗？楚夏正思虑时，一个清幽悦耳的声音忽然传来：“小道友，此地是何地界？”突如其来的声音吓了楚夏一惊，他猛然回过头去，只见刚才那名仙子居然折返回来，飞落到他面前。近距离之下，楚夏终于看清女子的容貌，很美，也很清朗，明明近在咫尺，却给人一种相隔天涯的疏离感。比起江云芝还是要差上半分，不过这种气质的女子莫名会让人有一种征服欲，当然前提是内心足够强大。内心不够强大的人，在她面前恐怕连头都抬不起来，气场太强了。回仙子的话，这里是大前皇朝江南地界。大前没听说过。楚夏犹豫了一会，道：“这里500年前叫做万古皇朝。”什么？这里是江云芝的地盘？仙子的声音都突然高了2度，原本清冷的气质瞬间不复存在，居然露出了一抹惊恐之色。江云芝的名号有这么吓人吗？仙子警惕地看了一眼四周，旋即迅速从袖口中取出一枚丹药，递给楚夏：“收了，别告诉任何人我来过这里。”说完，仙子再次御剑而起，如同逃命似的飞快离去。眨眼的功夫，就连背影都看不见了。楚夏望着手中的丹药，愕然无语。这仙子不知大前，却认识江云芝，想必年龄至少在500岁以上，放在修仙界里应该也算小有实力的高手了吧，胆子却是小得可怜。也不知这丹药是什么品级。正思索间，万神鼎忽然颤动一下，将楚夏手中的丹药直接吞噬。顷刻后，一枚金色丹药出现在楚夏手中，玉华丹，7品灵丹，有强化经脉、滋养筋骨的功效，倒是有点用处。楚夏当即就将玉华丹服下，随后召唤出小圣军来，驮着他一路返回洪湖山庄。抵达洪湖山庄时，楚夏已经出了一身热汗，汗水将衣服都完全浸透。这玉华丹的药效还挺霸道，这一会儿功夫下来，我感觉身体畅通了不少，经脉更加壮实，力气也有所增长。而且楚夏还有一个意外收获，他发现自己服用了玉华丹后，脑海中自动浮现出了玉华丹的炼制方法，应该是要神诀的效果。玉华丹虽然品阶不低，但炼制方法意外的还挺简单，若能弄到大量灵药，楚夏或许可以批量炼制出来。若有足够的玉华丹来培养神武军，那对神武军的整体实力提升将起到巨大的作用。收走小圣军，楚夏飘然落地，回到洪湖山庄内。山庄内灯火通明，大厅已经被一把火烧完，只剩满地残骸。夏子轩依旧守在这里，翘首以盼，似乎在等待楚夏归来。看到楚夏的瞬间，夏子轩就克制不住的主动扑了上来。那一瞬间的眉眼风情，小女人味十足，因为太过甜腻，反而让楚夏有些不适应。和你外公谈的如何了？先回去，我慢慢跟你解释。夏子轩挽起楚夏的胳膊说道。也好，时候也不早了。楚夏点了点头，挽着夏子轩御剑而起，一路飞回唐州城内。夜黑风高，倒也不怕被人看见。回到住处后，白芷青鱼和几名龙渊卫还在院子里等候着，饭菜一直热着，梳洗用的热水也烧了一大桶备着。先吃点东西，然后泡个澡，一起。夏子轩完全没有避讳白芷和青鱼的意思，黏在楚夏身边，柔情似水的说道。这一幕直接把双胞胎看呆了，虽然他们早就猜到
长公主跟楚夏的关系可能不一般，可这般明目张胆，还是头一次，演都不演了是吧？二人对视一眼，将其他龙渊卫带离出去，守在民宅四周。屋内炉火暖洋洋的，火光映照在夏子轩的脸上，不知是火焰温红还是脸红。其实我并非孟家的后人。夏子轩突然开口。正在扒饭的楚夏抬起头来，疑惑看向夏子轩。外公跟我坦言了，母后并非他的生女，而是领养的。母后的真实身份是升仙门大长老殷浩然的私生女。40多年前，母亲出生后就被殷浩然送到了江南，交给孟龙鹤收养，并且约定好，等母亲16岁成年之后，可送她前往升仙门修仙。可这从头到尾都是一场骗局。母后也好，孟家也好，乃至是皇帝，所有人都被骗了。殷浩然从始至终仅有一个目的，那就是夺取母后的先天灵骨。母后的死，罪魁祸首就是我真正的外公殷浩然。不，他不能称之为我的外公，他只是一个人面兽心的畜生。为了修仙，他无所不用其极，亲生女儿的性命只是他眼里更上一层楼的工具。夏子轩越说越怒，美眸中已经满浓浓的仇恨占据，杀心不可抑制的滋长。楚夏，你知道吗？像我母亲这样的女儿，在升仙门一共有300多个，300多个养大了就等着被宰的苦命人，这跟屠宰场里待宰的肉猪有什么区别啊？夏子轩情绪激动，解释起来有些费力，楚夏只好安抚了他一阵。经过一番详谈后，才算将前因后果都理清头绪。简单概括就是，升仙门高层修炼邪法，到处播种，从亲生骨头中挑选出有灵根天资的后代，通过到处散养的方式将他们培养长大，然后再通过传授修仙功法为诱饵，将这些后代召集回来。这些人来到升仙门后，升仙门会热情招待，传授修仙功法，但这只是表现，实际上是进一步对这些人进行测试，评估他们的天赋情况，筛选出有用之人，摘取他们的灵根、灵骨，或是抽取血脉、挖取脏器，总之一切可利用的东西都不会放过。皇后孟婉晴拥有不错的天资，所以是升仙门重点关照对象。结果就是在升仙门待了2年，这期间被挖走了灵骨，摘取了灵根，导致修仙潜力完全丧失，并且在摘取灵骨的过程中损伤了大脑，伤了元气。回来后虽有宫中太医全力医治，依旧回天乏术，最终灵智丧失，精神失常，很快就死了。消化了以上信息后，楚夏心中难以平静。堂堂修仙宗门，干的却是比邪魔外道还残忍的手段。虽说修仙者斗天斗地斗人，为争机缘什么都能豁得出去，但如此行径绝不是正经修仙宗门会做的事情。升仙门十有八九是个邪修门派，甚至可能就是一处魔窟。楚夏断言道：外公，孟老爷子也是托多方势力打探过升仙门的底细，可惜升仙门隐藏的太深，表面上装的像模像样，俨然就是一处正统修仙势力的做派，无论派多少卧底进入其中，都查不到半点有用情报。夏子轩轻叹一声，又道：就算查到了升仙门的邪魔行径，又能如何呢？除非有更大的修仙宗门出来主持公道，否则即便是集合整个大前皇朝的力量，也无法撼动升仙门分毫。世俗世界的军队在飞天遁地的修仙者眼前，渺小的如同蝼蚁一般，100万大军甚至敌不过别人的一箭之威。也不怪夏子轩说丧气话，毕竟现实就是如此。升仙门放眼整个修仙界里，或许只是微不足道的存在，但在大前皇朝眼里，那就是一座翻不过的高山。但如果是500年前江云之统治下的万古皇朝呢？从今日遇到的那位女修的态度，以及玲珑锁妖塔元、主荒古道君对江云之的示好来看，升仙门这样的势力，恐怕挥挥手就能铲平吧？还有机会。楚夏说道：只要你赢下祖龙祭典，成为大前女帝，还是有机会可以替你母后报仇的。当真？别人说这话，夏子轩可能会当成是安慰，但这话从楚夏口中说出来，就有极大的可信度。楚夏并不多言，到时候你就知道了。一夜无眠。第二天上午，楚夏带着妹妹和将军府的长辈们一同出门，顺便还征调了几名龙渊卫帮忙购买物资。他今天还要再去一趟神武军驻扎地，带一些生活物资、稻谷种子、耕作器具等等送过去，并将家人们都安排过去。今后一段时间，神武军还需要驻扎在深山之中，为了确保生计，开荒种地的规划安排肯定要有。要养活2万张嘴不是难事，但楚夏既然决定接管兵权，就不可能糊弄了事。一切安排妥当后，楚夏带着楚白薇前往孟府。楚白薇忽然拉了拉楚夏的胳膊：哥，你能不能别欺负子轩姐了？楚夏疑惑地看了一眼楚白薇：何出此言？昨晚我听到你打子轩姐姐的声音了，她喊得可痛苦了，还一直跟你求饶。楚夏揉了揉楚白薇的脑袋：小孩子别操这些闲心，我们是在闹着玩呢。哦。孟府再次见到孟龙鹤老爷子，他整个人的气色看起来萎靡了许多。大寿当日，他还是一副精神抖擞、龙行虎步的模样，短短1天过后，
感觉精气神都差了许多，生机没有之前那般旺盛了。不是修仙者能活到180岁高龄，已经是将肉身的潜能压榨到极致的成果。但天命难违，不修仙逆天改命，梦龙鹤的寿元其实已经算走到尽头，能活多久全凭一口运势。昨日受灾，梦龙鹤运势受损，精气神一泄，再想恢复过来就难了。但见到楚夏的时候，梦龙鹤还是表现得非常热情。孟家一众高层子弟也都被召集过来，当面对楚夏表示感谢。昨日一战，楚夏一人一剑屠戮血狼帮300精锐的壮举，已经在孟家内部彻底流传开了。虽然没人知晓楚夏的身份来历，但不妨碍他们对这个少年产生强烈的崇拜情绪。见到客套一番后，楚夏和孟龙鹤来到会客厅中详谈了一番。谈话过程不算长，一炷香功夫后，二人就前后脚出来。孟龙鹤的气色看起来好了一些，对楚夏连连拱手：“楚公子慢走，您吩咐的事情，孟家绝对会竭尽全力去办，便是散尽家财也在所不惜。”楚夏摆了摆手：“倒也不需要你们孟家伤筋动骨，血狼帮一倒，黑道上的产业总是需要有人接手的。这一座金山给别人赚，还不如给孟家来赚，由孟家把持，至少有规矩，不会乱来，反倒是件好事。”楚公子说的是，以前是老朽太迂腐了，从今往后，孟家要改变策略，不能像以前那样墨守成规了。说罢，孟龙鹤拉来了一个30岁出头、气质儒雅宁静的男人给楚公子介绍一下，这是我们孟家的嫡长孙孟求书，等我入土之后，孟家会交由他来掌管。孟龙鹤又对身旁的嫡长孙道：“这位楚公子是我们孟家的大恩人，也是孟家千年难遇的贵人，你要跟楚公子打好关系，以后老头子我不在了，孟家的大小决策，你要多问问楚公子的意见，要虚心向楚公子学习，如此孟家方能屹立不倒。”孟求书似乎没想到老祖宗对这位年轻人会如此推崇，虽然心中不解，但还是立刻走上前来，朝着楚夏躬身一拜：“求书拜见楚公子。”这孟求书身上的气质很干净纯粹，武道修为也达到了化劫境，一看就是人中龙凤之姿。也不意外，孟家这种传承千年、历史悠久的大族，对接班人的培养可谓是重中之重，肯定都是从小一步步栽培起来的。大家族不缺纨绔子弟，但纨绔子弟只配吃闲饭，真正的掌权者绝对都是百里挑一、精雕细琢培养起来的天才。和孟求书简单聊了两句后，楚夏便带着妹妹离开了孟府。临近中午时，众人会合，由车队护送前往南方大山之中。山路崎岖难走，御剑飞行的时候感觉不出来，但实地行走在大山之间，诸多不便就显露出来。没有规整的道路，马车难以逾越，入山后大部分路程只能靠步行翻山越岭。山林密集处，瘴气毒物遍地，蚊虫蚂蟥追着人跑，环境之恶劣，普通人绝对承受不住。哪怕是武者，深入山林也需要做好保护措施才行。楚夏也不是有苦硬吃的性格，体验了一下山林中的艰辛后，将锁妖塔内的绝经兽全部召唤出来，每人骑上一只绝经兽，便可在山林中自由穿梭，如履平地。哥，这大狗狗叫什么名字？楚白薇惊喜地问道。其余楚家人可不像楚白薇这么单纯，看到楚夏操控一群妖兽轻松自如，心中都掀起了惊涛骇浪。这叫绝经兽，是挖矿用的妖兽，你若喜欢，可以挑2只留下来养着。楚夏笑道，对自己的亲妹妹溺爱一点是很合情合理的。而且绝经兽除了钻洞挖矿外，伐木、修路都排得上用场，关键4阶妖兽的实力其实也还是很可观的，给楚白薇当保镖也挺合适。太好了，我要挑1公1母，让他们给我生好多好多的小绝经兽。楚白薇喜笑颜开，已经开始四处眺望挑选起来。有绝经兽帮助，一行人终于赶在日落之前抵达了古村落。楚夏先将部将们召集过来，将今日采购的一些物资发放下去，随后在村落外的空地上搭建起一些营帐，暂时给妹妹和家人们当作居所。绝经兽们则被楚夏全部释放出去，连夜进行一些开荒铺路的工作，顺便还能探探周围没有矿脉。一起吃过晚饭之后，便是漫长的会议和商谈时间，一切都在井然有序的推进。孟家答应的条件也会在接下来一段时间陆续履行。部将们看待楚夏的眼神都变得不一样起来。之前楚夏虽然是靠实力夺得兵权，但他毕竟年纪太小，突然成了大军统帅，难免会有人不信服他的能力。但一番见证下来，众人都察觉到楚夏思维迅速，条理清晰，哪怕有他不懂的事情，只要别人稍作解释，他就能举一反三，做出细致的规划安排。直到夜深，楚夏离去时，部将们久久没有回过神来。天才，少帅是真正的天才，神武将军在天有灵，必会感到无比欣慰。有少帅引领吾等，神武军很快就能再次雄起。翌日，哥，你会经常来看我吗？山坡下，楚白薇依依不舍地拉着楚夏的胳膊，楚夏微笑着给了妹妹一个拥抱。
他温暖的胸膛让楚白薇感到无比安心，有种沐浴在阳光下的感觉。记住，神武君在的地方就是我们的家，我当然会经常回家来看你。楚白薇鼻尖一酸，突然感觉一只大手将自己脑袋按了下去，在他头顶揉了几下。再抬起时，楚夏的背影已经凌空而去，消失在远山尽头。哼，臭哥哥，走了也不忘耍酷。江南之行已近尾声，夏子轩取得了母亲的遗物，也了解了母亲死因的真相，和孟家的关系也算成功破冰，此行算得上圆满。但他还有一些顾虑，比如为何父皇要提醒他回江南取走母后遗物，从而让他了解到了真相。夏子轩对自己曾经的想法产生了一些动摇。父皇真的是坏人吗？面对圣仙门这样的庞然大物，他是否也试图过反抗，但最终以失败而告终呢？一对在16、17岁如花一般的年纪结识并结缘的夫妻，又岂会没有感情呢？夏子轩觉得这趟回宫之后，有必要当面找父皇坦诚的聊聊。临行前，唐州西郊文成祠，这里是前任宰相李文成的后人为他修建的祠堂。李文成曾是权倾朝野的大人物，一道政令可牵动千万人的生计，一句话可以决定他人的前程生死。可死后也就只剩下一间破破烂烂的小祠堂，没多少人还能记住他的存在。逢年过节，也就只有后代子孙能来祭拜一下，烧点纸钱。凡人便是如此，死就死了，一切烟消云散，不复存在。祠堂里燃起了3炷紫香，楚夏对着李文成的画像深鞠一躬，而后回到夏子轩身旁说道：夏子轩道，李宰相在位时兢兢业业，为百官做表率，为君王立社稷，为万民求太平，算得上一代大德之名。你能来祭拜李宰相，倒是有心了。他是家父是故友。楚夏并未解释太多，夏子轩似乎并不知晓李文成也曾和他母后一同去过升仙门求学的事情。既不知，说明孟婉晴不希望让他知道，那楚夏也没必要多嘴。祭拜完李文成后，二人转身离开了祠堂，乘上马车开始北上。返程一共用了5天时间，多的2天都用在了游山玩水上。回到帝京城时，天色阴云密布，下起了一阵小雨。南城门外，城门敞开，却诡异的一个人影也看不见。长公主的车队正要入城，突然窜出来一支数百人的精兵，将车队团团围住。白芷和青鱼见势不妙，立刻拔出佩剑护在马车前方。听到异响的夏子轩缓缓掀开帘布，向前望去。杨云川为何阻拦本宫回京？夏子轩对为首的官兵质问道。这杨云川乃是宫中御前校尉，也是龙渊卫副将官职，属于皇帝的亲信部下，武道宗师境强者。他的出现让夏子轩心底涌现出一股不好的预感。杨云川并未下马，而是隔着10米开外喊道：长公主，陛下病危，3皇子下封锁全城，目前全城已进入戒严状态，没有陛下征召，谁也不得入宫，还请长公主先在城外驻扎，等候消息。什么？夏子轩哗然大惊，掀开帘布走了出来。我猜到宫里不会太平，可我真是没想到，率先发起宫变的居然是老三这浓眉大眼的家伙。好，可真是让我刮目相看啊！3皇子夏折彦发动宫变了，楚夏还挺意外的。虽然他只见过夏折彦几次，但夏折彦给人一心追求武道，完全不关心权势之争的感觉。如果说是夏瑞明宫变夺权，那倒算是情理之中，这像是他会干出来的事情。结果率先宫变的是夏折彦，这就有点反差了。也怪不得夏子轩会如此意外，这确实有些超出预料。长公主，对不住了，现在形势复杂，您多担待，不要让下官为难。杨云川抱拳拱手，姿态虽然放得很低，但拦路的枪尖却一刻也没收回。若我执意要进城呢？夏子轩黛眉微蹙，不怒自威。杨云川感到压力，一时间有些迟疑。3皇子他得罪不起，长公主同样也得罪不起。如果长公主一定要闯关，他总不能真动刀动枪吧？走！夏子轩凝声喝道。白芷青鱼左右开弓，驾着马车直接往前闯，丝毫不带犹豫的。其余龙渊卫们也纷纷亮出兵刃，杀气腾腾。杨云川一咬牙，还是选择阻拦。但就在这时，一阵清亮的剑鸣声传出，灼热的剑气从马车中呼啸而出，激荡的剑光泛着涟漪，将杨云川逼得节节后退，硬生生从层层阻拦中撕开一道缺口。退！杨云川身为宗师强者，剑气一出便心知情况不妙。长公主身边有高人，而且不是一般的高人，很可能是一位剑修强者，凭他们的实力根本拦不住，再不退恐怕性命难保。所以他当机立断，呼喝手下众人退散。长公主车队浩浩荡荡驶入帝京城内，进宫。夏子轩吩咐到他倒想看看这老三凭什么有勇气造反。得令。因为全城戒严的关系，大街上一个人影也看不到，
车队无需减速，一路策马奔腾，很快就飞奔到了大前宫外。宫门紧闭，门楼上站着一排弓弩手，利箭呼啸而至，箭矢上夹杂着霸道的凌厉，落地瞬间炸出一团火星，在地面留下一个半人深的大坑。白芷连忙拉住缰绳，将马车停下，朝着门楼上望去。一个身披黑袍，眼眸中尽是挑衅之意。不管来者是谁，今日都休想踏入大前宫半步，等到明日新皇登基之时，尔等再来行朝拜之礼。怎么是他？白芷神色惊恐。夏子轩也看到了门楼上站立的黑袍男子，眼眸中闪过一抹忧虑之色。他是谁？楚夏问道。武吉宗宗主王禅。武吉宗，楚夏倒是听说过，这是大前皇朝境内最大的武道宗门，虽然传授的不是修仙之法，但武吉宗世代流传的炼体功夫堪称上乘，在民间拥有非同一般的影响力。大前很多武道强者都曾在武吉宗求过学，武吉宗也是民间子弟依靠武道向上层攀升的最佳捷径。只要你有足够的武道天赋，且足够刻苦勤奋，加入武吉宗就绝对不会被埋没。武吉宗的宗主绝对算得上是大前皇朝武道界的顶流人物，实力与威望都是顶尖的。堂堂武吉宗宗主居然亲自来为夏哲彦站岗，这三皇子还真是有些手段呢。王宗主，夏哲彦许诺了你什么好处，值得你如此为他卖命吗？夏子轩走下马车，徐徐问道。王禅纵身一跃，从门楼上跳了下来。我这个当师傅的，帮一帮弟子，又何须许诺什么好处呢？长公主眼里的王某，难道就是这般唯利是图的小人吗？说话间，王禅手中长弓一颤，一道利箭破空而出，将数百米外屋檐上藏着的一名龙渊卫射杀。看来王宗主对我这三弟很是器重。夏子轩说道，心思急转，却找不到任何对应之策。宗师强者亦有高低之分，而王禅绝对是大前皇朝所有武道宗师中的顶尖强者。夏子轩怀疑王禅可能有灵根，具备修仙天赋，否则光凭武道天赋不可能凝练出如此霸道强横的灵力。哲彦这孩子我很喜欢，整个皇族子弟中，我只认为他有大帝之姿。长公主若是识趣，现在离开，我可以不加阻拦，若你一意孤行，那就休怪王某不留情面了。王禅的弓箭不知何时对准了夏子轩，但下一秒一道挺拔的身姿挡在了夏子轩面前。王禅宗主，我劝你收手。楚夏语气平静，并没有警告的意思，却给人一种不可抗拒的感觉。楚夏没有佩戴面具，第一次以真容在大前宫亮相。王禅面露异色，似乎看楚夏有些眼熟，可一时半会竟想不起来在哪见过。你是何人？神武君楚夏。王禅先是一愣，旋即忍不住嗤笑起来。原来是神武将军楚浩之子，你爹就算活着都不敢用这种语气跟我说话，你算哪根杂毛？楚夏并不理会王禅的轻蔑言语，转身面向夏子轩。长公主殿下，只要你一声令下，我便替你扫清前路阻碍。他将选择权交给了夏子轩。这个女人够聪明，但缺乏一些果断，有时候需要让她自己下定决心。一旦入宫，便有可能遭遇手足相残的抉择，她必须自己拿定主意。夏子轩美眸轻轻一颤，似乎明白了什么。他沉默片刻，面露坚决之色道：楚夏，助我成帝。好。楚夏嘴角微扬，笑意舒畅。猖狂小辈，我倒要看看你有什么能耐。王禅被楚夏无视，面子本就有些挂不住，听到楚夏如此猖狂的言语，心中更是起了杀机，当即拉弓上弦，一支泛着银芒的箭矢飞射而出，直奔楚夏后脑勺而去。当一声脆响，箭矢未进楚夏身边，就被一道忽闪而过的剑影当空斩断。王禅顿时皱起眉头，眼中露出一抹不可置信的神采。隔空御剑，此等剑修手段是何人所为？他第一时间怀疑有人暗中相助，却没怀疑到楚夏头上。毕竟楚夏流露出来的气息只是化劫境而已，一个化劫境武者怎配拥有剑修的手段呢？敌人在前，还东张西望。王禅，你就这点水平也敢参与造反，是不是太高看自己了？楚夏戏谑的声音忽然从耳边响起。王禅从恐惧阵看着如同瞬一般出现在面前的楚夏，刹那间冷汗浸透全身。是他在御剑？怎么会？武道宗师虽有强弱之分，但再强的武道宗师修炼的也是武道功法，而非仙法。楚夏虽然是化劫境修为，比起宗师看似差距很大，但实际上只是炼气初期和炼气后期的差别罢了。抛开体质上的因素，差距只是灵力强度而已。但修炼了大日阳神诀，又拥有纯阳道体的楚夏，无论是体质还是灵力强度，都远超同境界的修仙者，对武者就更是有碾压之力。这一剑，王禅能够看清是他的能耐，但他躲不开，这就是楚夏的实力。若是没突破化劫境前，楚夏面对王禅，想要获胜或许还需要一点手段，
但现在没这个必要，出手便是碾压。轰！弓弦崩断，王禅的身躯仿佛被大炮轰击一般倒飞出去，重重砸在禁闭的宫门上，砸出一片裂纹，噗，一口鲜血喷涌而出。王禅整个人都是猛的，他已经在关键时刻全力催动灵力护体，可处下这一剑所产生的杀伤力还是远远超出他的预期。但凡自己的反应慢上一点，此刻恐怕已经被劈成两半了。放箭！王禅拼尽所有力气，怒吼一声。刹那间，城楼上的弓弩手全部瞄准处下，密密麻麻的箭矢一波紧随一波，接连至处下轻哼一声，箭意如华光映照而出，大日阳炎犹如金乌将士散落而出，顷刻间就将城楼点燃。金色的火焰直窜数十米高，染上大日阳炎的弓弩手哀嚎着从城楼跳下，拼命翻滚。然而这大日阳炎根本无法扑灭，只能眼睁睁看着金色的火焰烧穿自己的皮肤、血肉乃至骨头，此起彼伏的哀嚎和惨叫，听得王禅头皮发麻。这些弓弩手可都是他从五级宗带出来的精锐，每一个人的修为达到了化劫境，从小就被当作死士训练，这样一支队伍足可抵挡住万人大军的进攻。然而处下只用一箭就轻松瓦解，那金色的火焰只看一眼，眸子仿佛都要被灼穿。处下不仅是剑修，还修炼了仙法，这是货真价实的修仙者。一股绝望的情绪迅速在心底蔓延开来。武道界里，王禅从未惧怕过任何人，可面对一名修仙者，他根本无计可施。修仙者和武者之间横跨着一道天堑，武者注定只能抬头仰望修仙者的身姿，哪怕拼尽全力也难以触碰到修仙者的后脚跟。眼看处下一步步走来，王禅突然愤怒大吼一声：我命由我不由天，就算是修仙者也休想杀我！说罢，在处下错愕的目光中，王禅一掌重重拍向自己的脑门。只听咔嚓一声，王禅硬生生将自己的头骨拍碎，当场横死。处下被王禅的骚操作秀了一脸，这五级宗宗主果然有点门道，宁愿一掌拍死自己，也绝不把人头交给处下。该说不说，是有点骨气在身上的。下一秒，十字剑芒飞掠而过，宫门轰隆一声被撕开，处下招了招手向前走去。白芷和青鱼这才缓过神来，连忙驾着车队迈过宫门，进入大前宫内。夏子轩则是快步跑了过来，跟上了处下的脚步。处下，你是天神下凡吗？察觉到夏子轩眼眸中的惊喜，处下笑而不语，只是揉了揉夏子轩的脑袋。紧随其后看到这一幕的白芷和青鱼眼里都泛起了小星星，简直般配我一脸。处下太爷们了，怪不得长公主会沦陷，换成是我估计孩子起什么名读想好了。你说长公主若是出嫁，我们会不会被当作陪嫁丫鬟一同嫁过去啊？我看行，要是能给楚公子暖床，我做梦都能笑醒。走在前面的夏子轩实在忍不住了，停下脚步，回头瞪了白芷和青鱼一眼。双胞胎姐妹被吓得瞬间把嘴闭上。现在去哪？处下问道。夏子轩沉思片刻，道：先去父皇居住的御前宫，我要看看老三是不是真对父皇下毒手了。但我总感觉这里面有古怪，父皇的实力应该不弱，而且他身边有众多武道宗师明里暗里的保护，就凭老三和一个五级宗，绝不可能成功发动宫变。处下点了点头，他也觉得其中有些蹊跷。大前皇帝正当壮年，一人独揽天下大权，既没有骄奢淫逸，也没有奸臣蛊惑，不说励精图治，但对国家的治理还是井井有条。登基以来，整个国家的局势都非常稳定，可以说是欣欣向荣。这种情况下，突然发生宫变，还重病垂危，实在是不太可信。宫里静悄悄的，一路走来，连一个宫女太监都没遇到。马车行驶到了一座宫殿外，夏子轩忽然面露惊恐，下意识地捂住了嘴。处下顺着他的视线望去，只见大殿之内，一个身穿锦绣华服的男子被悬梁吊死在正殿门外，尸体已经发青。这是年纪最小的七皇子夏木生。夏子轩急忙冲了进去，处下也随后跟上。一进门，处下就看到院子里遍地都是龙渊卫的尸体，空气中弥漫着一股血腥气，还很新鲜。白芷和青鱼立刻上前将七皇子放了下来，简单检查了一下，没气了，死了至少2个时辰，有挣扎的痕迹，是被活活吊死的。白芷语气严肃道。青鱼则将周围龙渊卫的尸体检查了一下，都是七皇子麾下的亲卫，一个宗师，10几个化劫境，全死了，都是被人一招震碎，浑身经脉而亡。下手之人非常狠厉霸道，不是寻常武者。夏子轩眸色一沉，先将小七的尸体用白布盖好，继续出发去御前宫。处下正欲动身，忽然眉头一挑，顷刻间剑芒划破长空，朝着院外斩去。片刻后，一声惨叫响起，众人立刻追了出去。只见绝煞剑将一个身穿蓝袍的中年男子死死钉在一棵老槐树上，他正拼命催动灵力护住心脉，
但心脏已经被绝煞剑洞穿，死亡是迟早的事情。这是何人？怎么从未见过？看穿着打扮，不像是宫里的，也并非来自武极宗。楚夏目光一扫，发现这男人身上的灵力波动不同寻常，并非武者熬炼出来的灵力。修仙者吗？也不像，实力太弱了。应该是修炼过修仙功法，但灵根资质太差，比起武者稍有优势，但还达不到修仙者的层次。楚夏刚想上前询问，可男人已经承受不住，气息衰弱，生机消散，一命呜呼了。楚夏当即在男人身上搜寻了一番，在男人的袖口中，楚夏找到了一枚玉制的令牌。令牌正面刻有升仙二字，背面则是雕刻了一只黑兔。看到令牌，众人皆是面色一惊。升仙门突然冒出来一个升仙门的修士，是楚夏始料未及的。按理说，升仙门这样的修仙宗门不太可能参与到世俗皇朝的权力斗争中来，其中必有隐情。这时楚夏注意到夏子轩的脸色有些不太好看。有什么问题？楚夏拍了拍他的肩膀问道。夏子轩缓过神来道，我只是下意识觉得升仙门的目标可能是祖龙禁地。何出此言？楚夏问道。你想啊，升仙门再不济，表面上也是修仙宗门，他们并没有参与世俗皇朝夺权的动机，而大前最神秘最有价值的就是祖龙禁地，唯一能够引起升仙门兴趣的也就只有祖龙禁地，是这么个道理。可升仙门早不来晚不来，偏偏选择这个时候出现，还是有些蹊跷。夏子轩灵光一闪，莫非是夏兰溪将他们引来的？夏子轩有此想法实属正常，毕竟夏兰溪攀上了升仙门的圣子，大前皇族子弟中只有他最有可能获得升仙门的扶持。楚夏摇了摇头，不会是他。听到楚夏的语气如此笃定，夏子轩似乎意识到什么，不再多言。楚夏将升仙门的黑兔令牌收下，兵来将挡，水来土掩，没什么大不了。说罢，他继续朝着玉乾宫方向走去。越过一条漫长的坡道，登顶时，楚夏眼神一凝，只见视野尽头，一座恢宏气派的宫殿映入眼前。但最吸引注意的却不是宫殿本身，而是宫殿背后宛若一条游龙盘踞在地平线上的墨色虚影。祖龙禁地，皇帝的宫殿居然是背靠祖龙禁地而建的吗？楚夏还是头一次知道。从这个角度看去，祖龙禁地的大小面积有些超出楚夏的想象。大致看上去，这祖龙禁地的面积似乎比整个大乾宫还要巨大。那是龙脉山，以山路为起始，以玉乾宫为界，整个范围都属于祖龙禁地。那本是万古皇朝的皇宫，因一次意外，整座皇宫都陷入诡异的灵气之中，生人踏入其中，九死一生。夏子轩走到楚夏身旁，目光感慨地说道。不等多想，玉乾宫内奔出数十道身影，走在最前方的居然是二皇子夏瑞明，还有他的仆从吴有山。夏子轩看到夏子轩出现在这里，夏瑞明愣了一下，似乎有些出乎他的意料。夏子轩同样也很诧异，怎么是你？夏哲彦呢？我哪知道，我带人闯进来的时候，夏哲彦就已经跑走了，父皇也被他劫持，不知去了何方。夏子轩黛眉微蹙，这又是什么情况？造反逼宫，也不至于把父皇掳走吧？轰！突然，祖龙禁地内传来一阵剧烈的震动，远远看去，有一簇幽绿的火光冲天而起，众人皆是脸色一变。喂，不是吧？老三该不会把父皇带到祖龙禁地去了吧？这家伙脑子里想什么呢？星号瑞明慌了。祖龙禁地对整个大前皇族来说都是禁忌一般的存在，里面的危险程度超乎想象，除了祖龙祭典正式开启的时候，根本没人敢进去。如今祖龙祭典的前期准备尚未完成，现在进入祖龙禁地中，绝对是九死一生的下场。老三他长了几个脑袋，胆子这么肥？我看未必是老三的作为。夏子轩凝眉，他没细说，但楚夏知道他肯定是在怀疑升仙门。眼下看情形，也只有这一种可能性。楚夏沉思片刻，有种不好的预感。升仙门该不会是奔着江云芝而去的吧？我去探探，你们自己小心。说罢，楚夏嗖的一声御剑而起，从夏瑞明头顶飞掠而去，直奔祖龙禁地方向而去。我抄！夏瑞明被吓得原地一蹦，目露惊恐之色。御剑飞行，夏子轩身边的龙渊卫居然有一位剑修强者。吴有山看到这一幕，也是眼皮狂跳。长公主隐藏的也太深了，身边有此等强者，居然一直没有暴露出来。眨眼间，楚夏已经飞出数百米远，越过玉乾宫，来到了祖龙禁地的边界。这里修建了一道高达10多米的红色宫墙，将祖龙禁地与玉乾宫完全隔绝开。越过宫墙的瞬间，楚夏感觉周围的天气灵气猛烈，变得躁动起来。他不是第一次进入祖龙禁地，但这次的感觉却比上次要强烈许多。大概是因为他修为增长后，对天地灵气的感知能力提升了许多，感觉更加敏锐了。放眼望去，祖龙禁地内到处都是残垣断壁，倒塌的宫殿、
破败的花园，入目所及之处皆散发着一股腐朽和死亡的味道。到此为止了。一道身影凌空而起，骤然拦截在楚夏面前，隔空一掌劈出，掌心竟然迸发出湛蓝雷弧，噼里啪啦炸开，化作雷网将楚夏包围。不好！强烈的危机感袭上心头，楚夏不敢有丝毫大意，全力催动浑身灵力，同时将严赤霄召唤出来，借助他庞大的身躯阻挡雷网攻势。噼啪雷网覆盖在严赤霄身上，瞬间炸出无数雷光星火。好在严赤霄的鳞甲非常厚重坚固，硬抗下来并未受伤。楚夏也借此时机退后到安全距离。六阶妖兽，你是御兽门的弟子？出手之人眉头微皱道。楚夏这时才看清他的容貌，这是一个身穿青灰色道袍的老道，乍一看仙风道骨，可仔细一看才发现他脖子上挂着一串眼珠形状的项链，脚下踩着2颗森白的颅骨，腰间悬挂着一柄由脊骨打造的古剑，浑身散发着诡异的邪气，绝非善类。楚夏心思一转，猜想这些道人肯定是认错了他的身份，但不妨碍他借坡下驴。既然知道老子的身份，还不速速让开，别挡了小爷的道。老道冷哼一声，小子休要猖狂，这可不是你们御兽门的地盘，在升仙门的地界上轮不到你来撒野。呵呵，老子就是来撒野的，你奈我何？楚夏凌空一跃，伫立在严赤霄的头顶上，言语充满挑衅之意。对面的邪道人瞬间就被激怒，当即手持古剑，雷法轰鸣，一道道雷弧从自身绽放，身形移动，快若惊雷，迎着楚夏劈出一剑，顿时电闪雷鸣，声势之浩大，宛若千蝉齐鸣，万鸟迎天。修仙者法术以5行术法为主，雷法较为少见，粗浅的雷法修炼难度都很高，高深的雷法更是需要少见的雷灵根才能修炼。这邪道人也算颇有些实力和天赋，单凭一只严赤霄恐怕难以阻挡。正在楚夏犹豫要不要召唤出小圣君的时候，万神鼎忽然猛烈颤动了一下。楚夏眸光一凝，看向邪道人手中的古剑，这古剑莫非是什么宝物，居然能够让万神鼎产生如此强烈的反应？或许楚夏突然心生一计，他先指挥严赤霄上前战斗，同时迅速将着龙衣取出披在身上。楚夏之前做过简单测试，让小圣君对其进行过攻击，结果着龙衣毫发无损，上品宝器的防御性能绝对可靠。但此等重宝不宜暴露，一旦暴露，那就必须除掉敌人，不留活口。轰隆隆，刺眼的雷光在严赤霄身上爆发，伴随着一声凄厉惨叫，严赤霄被击退。邪道人浑身被笼罩在雷光之下，手中古剑爆发出更加耀眼的雷芒，紧接着便朝楚夏飞奔而来，顷刻间便出现在楚夏面前。轰鸣震耳的雷音让楚夏心头一紧，但他没有丝毫退步，反而主动朝着邪道人奔去。猖狂小儿，让你领教一下道爷我恶法红雷的厉害！雷光瞬间绽放，几乎将楚夏的身躯完全淹没。邪道人狞笑一声，没人可以中了他的恶法红雷还能全身而退的。就这，下一秒，邪道人笑容一僵，只见楚夏身处红雷之中，竟然毫发无损。他浑身被一层淡淡的红芒所笼罩，恶法红雷根本无法穿透。邪道人也算见多识广，一眼看出这红芒来自楚夏身上的披风。好厉害的法宝！邪道人心头一惊，下意识要拉开距离，却感觉手上传来一股阻力。楚夏已经趁机抓住了邪道人手里的古剑，嘴角扬起一抹不怀好意的坏笑。下一秒，古剑凭空从邪道人手里消失不见。什么？邪道人大惊失色，这七煞剑可是他耗费数十年时间才打造而成的上品灵器，怎么说没就没了？七煞剑消失的瞬间，邪道人身上的雷芒便开始迅速暗淡下去。正当他意识到情况不妙时，一只利爪从背后猛攻而来，严赤霄出手了。邪道人猝不及防，无从招架，身躯被轰击的往前飞去。楚夏巧好祭出了绝煞剑，邪道人不偏不倚，撞向绝煞剑，身躯噗呲一声被穿了个血窟窿。若只是剑伤，邪道人还有手段应对，可绝煞剑刺破胸膛的瞬间，一团金色火焰瞬间从剑刃上爆发出来，对他的五脏六腑进行猛烈的灼烧，一瞬间就断绝了邪道人的生机命脉。你！邪道人不敢置信地凝望楚夏，眼中神采迅速消散，直至一片灰白。楚夏轻描淡写地抽出绝煞剑，趁着大日阳炎将邪道人烧成灰烬前，在他身上迅速翻找起来，找到了一枚令牌和一个储物袋。他脖子上的眼珠项链，脚下的骷髅，虽然邪气四溢，但楚夏也没放过，一并收取下来。顷刻后，金火流转，将邪道人烧成了灰烬。楚夏拿起令牌先看了一眼，果然这邪道人也是升仙门的人。不过这枚令牌的背面铭刻的不是黑兔，而是一只黑色的狐狸。兔子、狐狸，难道这是升仙门内部的等级划分？楚夏猛然产生了一个大胆想法，这升仙门
不会都是一群化作人形的妖兽吧？这简直太好了！如果真是如此，那他的玲珑锁妖塔便又可以派上用场了。解决完邪道人，楚夏继续朝着祖龙禁地内部深入。越往里去，灵气躁动的就越明显，空气都渐渐变得浑浊起来。雨虽然停了，但能见度反而不如之前，气温也在不断降低。但或许是因为纯阳道体的缘故，楚夏渐渐适应了这里的环境，没有再感到任何不适。楚夏忽然理解，为什么当初自己能够活着跑到祖龙禁地的最深处了，大概率也是因为纯阳道体的缘故。若没有这层特殊体质的帮助，一般人早就死了。轰隆，又是一声剧烈的爆炸传来，幽绿色的火焰冲天而起。这次楚夏看得真真切切，爆炸方向就在祖龙禁地最深处，江云芝被封印的地方。楚夏隐约记得那里叫做求拜宫，很装逼的名字，不拜才能求拜。正欲加速飞去时，楚夏丹田中忽然传来异动，这是一块骨头，一块质地犹如宝石一般晶莹剔透，散发着瑰丽瑰红色光芒的骨头，玄阴恶骨。关于这块骨头，万神鼎给出的信息非常少，楚夏看了一阵，也没发现骨头的用途。玄阴，我记得江云芝的称号就是玄阴女帝吧？这块骨头该不会是为江云芝准备的？楚夏心思一动，取出一根红绳，将这块拇指粗细的玄阴恶骨绑起来，做成了手链戴上。然后他继续往前，直奔求拜宫方向而去。快要抵达求拜宫的时候，楚夏注意到有4名穿着灰袍的修士正在徘徊巡视，看气息实力都比邪道人还要厉害。忽然楚夏注意到地上还趴着一个人，虽然只看到侧脸，但楚夏还是认出来，这人就是三皇子夏哲彦。他虽未受到明显外伤，但气息却十分萎靡，有种被人掏空了灵魂的感觉，都翻白眼了。楚夏眉头微蹙，看这架势，升仙门应该是来了不少人。小圣君看来是藏不住了，不把他放出来，楚夏一个人完全无法应付这种场面。出来吧，小圣君！楚夏一声呼唤，顿时火光冲天起，小圣君腾挪摆尾，鼻息喷涌，散发出煌煌龙威。什么玩意？我靠，哪来的龙？看守夏哲彦的4名升仙门修士直接被吓呆了。突然冒出一头真龙来，谁看了不迷糊？小楚夏刚要吩咐，结果小圣君自己就率先冲了出去，兴奋的大吼一声，与那4名升仙门修士展开激烈的交锋。楚夏嘴角尴尬的扯了扯，好吧，不愧是龙，果然桀骜不驯。凭他的实力，想让小圣君乖乖听令行事，还差得远。但只要能战斗，问题也不大。龙都是生性好斗的，有架打，他1万个乐意。唉，等等，住手！地上那个不是。眼看着夏哲彦被小圣君一记神龙摆尾扫飞出去数十米远，埋在一片废墟中，楚夏忍不住一拍额头，很是无语。虽然夏哲彦的死活他不关心，但不能死在自己手里啊。何况今天这是透着蹊跷，夏哲彦或许知道些什么，楚夏还打算找他问问话呢。轰隆隆，小圣君和4名升仙门修士还在激战。小圣君实力不俗，但那4人也不是吃素的，修为恐怕都达到了结丹境，配合默契，法宝仙术层出不穷，竟也勉强能和小圣君拼个你来我去。不过看小圣君游刃有余的架势，明显没有动真格，完全是拿着4人当沙包在玩。楚夏见状，立刻召唤出一只绝经兽，让他挖地道将夏哲彦搬运回来。应该没死吧？楚夏探了探夏哲彦的鼻息，还有一丝气，但怎么感觉出气多进气少了呢？楚夏拿出几枚从赵彪身上获得的不知名疗伤丹药，也不管3七21，统统给夏哲彦灌了进去。能不能活命就看你造化吧。话音刚落，夏哲彦的身躯忽然抽搐扭曲起来，全身气血翻涌，脸色瞬间从惨白变成酱紫，眼球狂震，青筋暴起，感觉下一秒就要自爆似的。楚夏下意识退后了几步，但过了一会儿，夏哲彦竟然神奇般的恢复了过来。虽然气息还是虚弱至极，但至少恢复了意识，悠悠的从地上坐了起来。你是？夏哲彦看到眼前的楚夏，目光疑惑，紧接着他便看到了小圣君正在和4名升仙门修仙者大战的画面，瞳孔猛地一震，那难道我这是出现幻觉了吗？怎么会有一头龙？他忽然紧闭双眼，往地上一躺，我得先睡一觉。啪！楚夏一巴掌拍了过来，将夏哲彦惊醒。他瞪大眼睛看着楚夏，一脸蒙圈。就你小子造反是吧？楚夏反手又是一巴掌抽过去。我不是，我没有。夏哲彦怕了，连忙捂着脸解释起来。是父皇，是他教我这么做的。皇帝教你逼宫造反，你逗谁呢？楚夏呵呵一笑，作势又要一掌落下。别，好汉饶命，我真没有说谎。3天前，父皇召我去御前宫，他说3天之后大前皇朝将会迎来一次巨变，唯有让我配合他的吩咐，
才能化解这次危难，所以我才按照父皇的吩咐发动了宫变，对外宣称父皇病危，封锁地京城。这一切都是父皇的人暗中配合我的结果，否则凭我的能耐，如何能够完成这样的计划？夏哲彦还挺有自知之明，不过他说的确实也没毛病。那你师父王禅又是怎么回事？楚夏问道。师尊，他自己糊涂，听闻我宫变的消息，居然连夜带着5级宗的高手赶来地京城，说要辅佐我干一番大事，我又不能暴露父皇的命令，只得先让他留下，想着等回头再跟他解释清楚。用不着解释了，你师父已经死了。楚夏淡淡说道。这个王禅也是有点悲催的，想立下从龙之功，结果出师不捷，碰到了楚夏。可就算没有楚夏，估计他最后的结局也好不到哪去。太想进步也不是好事啊。死了。夏哲彦惊声道。是谁？师尊是实力在整个大前武道界都排得上号，什么人有能耐杀死师尊？我。楚夏淡淡说道。夏哲彦顿时没了脾气，眼神干巴巴地望着楚夏，欲言又止，最终归为一声叹息。死得好，不多死一些老东西，怎么能给我们年轻人让路呢？楚夏微微一愣，旋即拍了拍夏哲彦的肩膀。你小子是个人才，将来好好辅佐长公主，我保你性命无忧。此言一出，夏哲彦眸光闪烁，顿时察觉到了什么。我知道了，您是夏初大师。楚夏笑而不语，起身向前走去。此刻小圣军的战斗也已经结束，那4名升仙门修士都趴在地上，2死2重伤，完全没了动静。小圣军正兴奋地腾挪翻转，开心得像个300岁的孩子。以杀戮为乐，乃是凶兽的特征。真龙应是祥瑞神兽，但小圣军的血脉毕竟传承自圣火仙，或许是受到母亲的影响，性格变得更加凶残一些。虽非本性，但这种后天培养的性格恐怕也是很难改变的。但话又说回来，小圣军凶残一点，只要不是主，对楚夏其实好处大于坏处。吼！小圣军张开大嘴，口中火星四溅，看这架势，是想要敌人都烧成灰烬才肯罢休。楚夏连忙阻拦，抓紧时间将4人身上盘查了一番，搜出了4枚背面刻有黑虎的令牌和4个储物袋，同时将4人身上的法宝也一股脑摘取下来。片刻后，一道火柱轰然落下，将4人烧成灰。楚夏站在小圣军的脑袋上，朝着求拜宫腾飞而去。片刻后，一人一龙落在求拜宫大殿门外，幽绿的火焰正在大门上不停燃烧，将宫门灼穿出一个窟窿，里面黑洞洞的，一眼望去深邃无底，多看几眼仿佛就会被吞噬进去。楚夏一挥手，先将小圣军和严赤霄收入玲珑塔内，然后只身一人钻进洞口，进入求拜宫内。进入大殿的瞬间，周围的一切变得明亮起来，一阵沁人心脾的芳香飘荡而来。大殿之上琴瑟和鸣，无数衣着华丽、贵气十足的男男女女宛若幽灵一般出现。楚夏精神恍惚之间，仿佛看到江云之身着地袍走来，他端坐龙椅，6部重臣分列单持两侧，手持玉护，正依次出班向江云之禀奏。说的什么？楚夏难以听清，但每个人脸上的崇拜之情都是显而易见的。盛世皇朝当如此，只是这一切都是梦幻泡影，早已沦为过去。幻境吗？楚夏凝眉思索，忽然大步朝着女帝江云之走去。什么人？快拦住他！宫廷卫队火速赶来，每一个都是神通广大的修仙者，眼看楚夏要接近女帝，纷纷亮出法宝兵刃，就要动手。让他上来！江云之黛眉微蹙，眉宇间闪过一抹异色。这个男人明明朕没有见过，可为何有种似曾相识的感觉？楚夏心无旁骛，径直朝着江云之走去。近距离观察下，江云之的美艳简直惊心动魄，让楚夏心头忍不住狂跳。即便他见识过江云之毫无保留的一面，但也不得不承认，这样的女子普天之下难出第二个。楚夏突然伸手捧住江云之绝美的脸庞，狠狠地朝着她诱人的红唇吻了下去。这一吻，江云之心神震动，满朝文武更是露出匪夷所思的表情。良久，唇分。楚夏对着一脸错愕诧异的江云之说道：别做梦了，快醒来！楚夏轻柔的话音传进江云之的心间，他眸光一怔，恍惚间仿佛想起了什么。是你，楚夏？不对，我为什么会出现在这里？这是我的过去，我的回忆。就在江云之思绪回转的刹那间，周围富丽堂皇的景象如同潮水一般退散，取而代之的是一座漆黑、阴冷、死寂的大殿。江云之并未消失，只是身躯渐渐淡化，变成了半透明的灵体状态。你死了？楚夏诧异问道。眼前的江云之分明就是鬼魂，可上次他与自己双修时明明是有身体的啊，难道当初自己的经历也是一场梦境？你才死了，这是本地3魂之一的胎光魂，有意思，我倒要看看是谁趁着本地沉睡的时候妄图夺取本地的魂魄。刹那间，江云之眸中灵光迸发，阴暗的大殿再次变得明亮起来。
一道黑影迅速隐遁，化作一团幽绿色的火焰，即将消散。滚出来！江云之嗔道。整座求拜宫仿佛活了过来一样，地面有涟漪涌动，竟是将那黑影连根拔起，拍飞到大殿台阶之上。楚夏定睛看去，只见那人身穿绿袍，皮肤苍老褶皱，眼窝深陷，形容枯槁，人不人，鬼不鬼的，好似僵尸一般。该死，坏我好事，去死吧！绿袍老妖瞪大双眼，一抹幽光迸发而出，对视的瞬间，楚夏感觉自己的魂魄仿佛都要被抽走似的。但下一秒，江云之只是轻轻一挥手，楚夏就恢复正常。楚夏眼疾手快，第一时间催动绝煞剑轰去。绿袍老妖还想闪躲，却被一股无名的力量压制住，动弹不得。刺了！利剑从眉间穿过，溅起一地黑血。这就死了？楚夏面色错愕，他原以为还要经历一场恶战才能结束，可这绿袍老妖也太弱不禁风了吧。楚夏不放心，担心会诈尸，便继续催动绝煞剑，多补了几剑，直到将绿袍老妖扎成马蜂窝，楚夏才肯罢休。这一下肯定是彻底死透了。他走上前去，蹲下摸索片刻，取出一枚令牌和一只储物袋。这难道是修仙者的标配吗？这次令牌背面出现的也是一只黑虎。楚夏略感疑惑，黑兔、黑狐、黑虎，肯定是对应生仙门不同层次的弟子。这个绿袍老妖和外面4个看门的档次一样，楚夏还以为能碰到个更高层的呢。此人是何来历？江云之问道。我知道的也不是太详细。楚夏将他所知晓的情况原原本本地告诉了江云之。听完之后，江云之面露疑惑，升仙门没听说过，应该是最近500年才崛起的3流宗门，但他们如何能知道本地的情况？他的身躯忽然又变暗淡了一分。他打了个哈欠，我还得回去接着沉睡，这个升仙门你有空就去打探打探，看看他们对本地有何图谋。说罢，江云之就要离去。楚夏急忙将他叫住，取下手腕上的玄阴恶骨道，你看此物你是否用得上？玄阴恶骨。江云之美眸一动，稍稍提起一些精神。小是小了点，但东西还挺不错，我倒是用不上，但对你或许能有帮助。对我有用？能用来干什么？拿来。江云之摊开掌心，楚夏也不迟疑，当即将玄阴恶骨送上。江云之用拇指扣住玄阴恶骨，使劲捏了一下，下一秒，玄阴恶骨表面灵光闪烁，似乎出现了一行行细小的文字。我在这上面凝刻了玄天经第1卷，你回去之后一边炼化玄阴恶骨，一边修炼玄天经，此功法可保你一路修炼到元阴境不成问题。等你突破元阴之后，我再想办法帮你寻得第2卷来。听到可以修炼，楚夏立刻打起精神头来。能修炼就是好东西，何况还能修炼到元阴境。这玄天经绝对是修仙界里比较高深的功法。楚夏重新收下玄阴恶骨，正要开口道谢，结果江云之眨眼就消失不见了。怪事，这次怎么跑这么快？双修之事也不提半句，这还是江云之吗？楚夏面露狐疑之色，但也没多想，谁还没有个起床气呢？江云之沉睡得好好的，突然被升仙门的人用幻境吵醒，现在估计正不爽呢。还是先离开吧，这地方怪阴森的。楚夏哆嗦了一下，准备离开求拜宫。离开时，楚夏还在大殿内稍微搜索了一番，并未找到狗皇帝的身影。奇怪，这狗皇帝不是被升仙门的人抓了吗？被丢哪去了？对了，夏瑞明看到是夏哲彦劫走了狗皇帝，刚才忘记问他此事了。楚夏不再逗留，立刻离开求拜宫。不知何时，外面的天色已经黑了下来，天空没有半点繁星闪烁，只有阵阵阴风哀嚎而过，彻彻底底的黑，伸手不见五指。楚夏立刻催动大日阳炎，金色的火光将方圆100米照亮。目光一扫，楚夏便发现了夏哲彦。在夏哲彦的身旁还伫立着一个身形伟岸的中年男子，赫然正是大前皇帝夏玉。狗皇帝！楚夏心头瞬间窜起一阵杀意，提着绝煞剑径直走上前。夏出大师！夏哲彦看到楚夏，神色一喜，正要前来迎接，但就在这时，从一旁的阴暗里窜出几道人影，拦住了楚夏的去路。一个是单公公，还有几个虽然没见过，但实力气息都在单公公之上，没有一个是等闲之辈。若只是如此，楚夏大不了放出小圣君，也足以碾压得过去。然而夏玉却忽然转过身来，淡淡的看了楚夏一眼，那是何等淡薄的眼神，仿佛举手投足间便可以掌控整个天下。这是来自帝王的注视，若仅仅如此，也不可能威慑到楚夏。但楚夏察觉到在夏玉眼底一闪而过的奇异灵光，他是修仙者，而且实力很强，超乎想象的强。与此同时，菜菜焦急的声音从灵龙锁妖塔中传来，塔主大人，千万别出手，这家伙很厉害，至少是金丹后期修为，甚至可能是元阴境强者，小圣君也不是他的对手。知道了，
我心里有数。楚夏渐渐收敛杀意，绝煞剑从袖口隐没不见。夏玉微微垂目，并未继续注视楚夏，转而对夏哲彦道：小七死了，有人趁乱浑水摸鱼，此事交给你去查证，3日内找出凶手，否则你自刎谢罪。吩咐完后，夏玉就转身走入了黑暗之中。单公公和其他宗师护卫也一并退散，转眼就只剩下了楚夏和夏哲彦2人。夏哲彦眉头紧锁，眉宇间尽是担忧之色。七皇帝的死在他意料之外，但父皇将调查七弟死因的任务交给他，这就让他有些摸不着头脑了。大乾宫内的局势很乱，用群魔乱舞来形容都不为过。有动机杀死一位皇子的人也不在少数，这让他如何去调查？难道调查只是父皇的借口，让他自刎谢罪才是主要目的？一时间，夏哲彦只觉得眼前一片漆黑，完全看到丝毫曙光。走了，你还想一个人留在祖龙禁地不成？楚夏的声音将夏哲彦拉回现实。夏哲彦仿佛抓住了救命稻草一样，连忙跟上楚夏的脚步。夏初大师，您一定要帮帮我啊！要是找不出凶手，我肯定必死无疑，父皇绝对干得出这事来。楚夏控制着手中的大日阳炎，将前方道路照耀出一片璀璨金芒。现在这情况，凶手是谁已经不重要的，重要的是如何将这场闹剧收场。你父皇是在考验你的大局观，看你能不能将这次宫变圆满落幕。听到楚夏的话，夏哲彦露出一副若有所思的表情。可即便想明白这一点，夏哲彦的叹息依旧止不住。楚夏，想不到仙门五虎会葬送在他手里。楚浩，你还真是生了个好儿子啊！夏玉立于一片残垣之上，看着笼罩在浓浓暮色中的祖龙禁地，一时思绪翻涌，仿佛回到了少年时代。陛下，您的腰牌。单公公毕恭毕敬地将一块紫玉雕琢、精美绝伦的令牌交到夏玉面前。令牌正面是升仙2字，背面凝刻了一条盘踞在山河之上的青龙。夏玉的思绪被拉扯回来，他并未接过令牌，吩咐道：带着我的令牌去一趟升仙门，告诉阡陌宗主，时机尚未成熟，还请他再忍耐一段时间。陛下，阡陌仙子时日无多，恐怕他忍不了啊。忍不了也要忍，这关乎我大乾国运之兴衰，他若不明事理，朕便替他明事理。说话间，恐怖的帝王威压从夏玉身上散发出来。单公公噤若寒蝉，不敢再多言半句，拿着令牌引入夜色中。一阵清风徐动，一名白衣剑客出现在夏玉身后，躬身一拜道：吾皇，赤火龙被楚夏降服了，需不需要微臣去将赤火龙夺回来？不用管他，一个无足轻重的小角色而已，身在局中，先不起任何风浪来，等万劫魔窟开启之后再一起收网。说罢，他不再理会身后之人，而是静静凝望求拜宫的方向，沉默不语。翌日，暖阳斜入窗，楚夏舒服地伸了个懒腰，拨开夏子轩白皙的手臂，独自起身来到窗前，对着灿烂的朝阳修炼了一个时辰的大日阳神诀。修炼完，神清气爽，精神百倍。随后他拿出玄阴恶骨，开始参悟上面的玄天经第一卷。玄天经乃上古玄天大帝所创功法，蕴含天地治理，修者可通玄入道，掌控乾坤。玄天经第一卷为玄气初凝，修炼时需以玄天心法引天地灵气入体，凝为玄气，贯通周身经脉，而后凝成玄丹，觉醒玄魂。修炼道至高时，可在体内开辟一方小世界，容纳无尽玄气，玄天合一，与天地共鸣，举手投足可引动天地意象，最终甚至可以修炼成玄天至尊，超脱生死，掌御万界，成就无上大道。在了解完玄天经的大概后，楚夏心中震惊不已。这玄天经太强大了，这都不是修仙功法的范畴了，这是货真价实的大帝功法。创造玄天经的玄天大帝，18岁渡劫，40岁成就先帝之位，是真正的至尊强者。玄天经虽然是他早年所创功法，但精妙程度丝毫不亚于仙界功法，江云之一出手就是大手笔了。虽然只有第一卷，但仅仅这第一卷若是流传出去，足以引发整个修仙界的轰动，无数人都会为了他打得头破血流，横尸万里。但光有玄天经其实还不够，需要有特殊的媒介，帮助修炼者将天地灵气转化为玄气。巧的是，楚夏获得的玄阴恶骨就有转化玄气的功效，也怪不得江云之看到玄阴恶骨后会将玄天经传授给他。若只是单独传授玄天经，楚夏拿到手也是无法修炼的。楚夏不再多想，将玄阴恶骨放在掌心，双手上下合拢，引天地灵气入玄阴恶骨，开始运转玄天心法进行修炼。千丝万缕的灵气不断汇入楚夏掌心，沉入玄阴恶骨之中，化作一道道玄气进入楚夏的经脉之中。切实感受下来，所谓玄气其实本质也是灵气，只是能量密度更高，如同生铁和金刚的区别一样。修炼不知岁月，转眼到了中午，夏子轩这才起床。他见楚夏沉心修炼，没有前来打扰，自己梳妆打扮了一番，又命人准备了一份灵肉为主的餐食，等楚夏修炼结束后可以立刻享用。
随便他便独自出门离去。又过了1个时辰，楚夏感觉到全身经脉酸楚难忍，这才结束修炼。没想到玄气对经脉的损伤这么大，以我目前的经脉强度，每天修炼1个时辰估计就是极限了，贪多的话反而会得不偿失。对了，玉华丹不是正好有强化经脉的功效吗？虽然多次服用效果会有所减弱，但总归还是在增强的，回头可以多弄些灵药来炼制一批玉华丹试试效果。就算炼制多了也没关系，反正楚夏也打算用玉华丹来强化神武军，玉华丹是多多益善的，就是大批量的灵药不太好弄。楚夏突然想到自己那个便宜徒弟凌月，他可是药王谷首席炼药师，灵药方面的资源找他肯定有办法。不过上次被楚夏指点了一番后，这老头就销声匿迹了，该不会真回去闭关了吧？思绪间，楚夏听到门外有2个熟悉的声音传来，一个是夏子轩，还有一个是夏兰溪。他怎么跑来了？楚夏担心夏子轩会跟夏兰溪打起来，当即起身走了出去。结果一看，楚夏发现这2个女人居然结伴行，相谈甚欢，那一副笑语嫣然的模样，着实让人有些看不懂。黄姐，那咱们可就说定了，下月初1的灯会，咱们一起去逛逛。到时候咱们姐妹好好装扮一下，把地京城的男人都给迷死。说笑间，2人已经走到寝宫门口，一进门就看到楚夏老神在在的坐着，审视的目光朝着2人看来。你们聊，我进去补个觉。夏子轩打了个哈欠，满脸倦意地走进卧房。夏兰溪则是扑通一声跪拜在楚夏面前，见陛下兰溪，参见主人。他跪拜行礼的动作倒是如行云流水一般顺畅，感情是回去专门练过的。楚夏淡淡道：刚才你们在聊什么？回禀主人，只是和黄姐拉拉家常，邀请她一起参加下个月初1的祈福灯会，主人若是不嫌弃，也可以与我们一同前去。此事后议，我更想知道你之前为什么要给夏子轩下毒，如今又为何又要与他重归于好？楚夏直言问道。上次时间匆忙，很多问题楚夏没来得及细问，但今天他必须得探究个明明白白才行。回主人的话，是为了珍宝阁。关于此事，我已经向紫萱黄姐说明，并且我向黄姐发誓，可以用一切代价来补偿她。她说不会原谅我，但看在主人您的颜面上，暂时饶我不死。你动作还挺快，居然主动来找夏子轩请求谅解。具体说说，你和夏瑞明一样，都想打珍宝阁的主意。这珍宝阁里究竟有什么好东西，值得你们如此惦记？夏兰溪道：山河设计图。什么？我母亲说，那是一件从万古皇朝流传下来的法宝，里面极有可能藏着一个大型储物空间，蕴藏着万古皇朝留下的宝藏，此物就在皇后掌管的珍宝阁内收藏。夏兰溪的解释不仅让楚夏很是意外，就连在卧房里偷听的夏子轩都忍不住推门而出。山河设计图？可我从来都没有见过这种东西，如果有的话，我不可能发现不了。夏子轩十分肯定地说道。如果珍宝阁里有前朝遗留的宝藏，那他也不至于在楚夏到来前混得这么差，连第1场试炼都差点过不去。难道是自己遗漏了？夏兰溪道：这我就不清楚了，但我母亲生前就十分笃定地告诉我，山河设计图就在珍宝阁内，那是当年皇后从升仙门带回来的宝物。夏子轩有些迟疑，难道真有此事？楚夏见2人都陷入沉默，忍不住开口道：有没有山河设计图，去看一眼不就知道了。其实他对夏子轩掌管的珍宝阁也一直都有所好奇，说不定里面有能够让万神鼎感兴趣的东西呢，正好趁此机会去查验一番。夏子轩犹豫了片刻，道：也好，不过这事的秘密进行，珍宝阁虽然由我代管，但实际上还是属于大前皇族的皇家宝库，里面的东西名义上都是属于父皇的，那就晚上再去。行，最好后半夜去，毕竟盯着珍宝阁的人太多了，不得不防。楚夏点了点头，我继续睡觉，你们忙你们的。夏子轩迅速回到卧房。楚夏看了一眼旁边空无一人的宫女房，对夏兰溪招了招手，后者匆忙起身，小心翼翼跟随楚夏的脚步走进了宫女房内。主人有何吩咐？夏兰溪美眸轻轻一眨，莫名有种媚态油然而生，轻轻抿起的香唇让楚夏都忍不住多看了2眼。来都来了，我也不能亏待了你，就请你随便吃一顿吧。多谢主人款待。夏兰溪咽了咽口水，俯身半跪下来。1个时辰后，夏兰溪离开了紫月殿。楚夏心情舒畅，回到卧房，不见夏子轩人影。楚夏向窗外望去，只见夏子轩正坐在后院一片由花藤编织而成的暖房中，趴在桌子上写画着什么。符纸。夏子轩这是在钻研神符之术啊。从江南回来的路上，夏子轩就强烈要求楚夏教他画符，楚夏便将道宁神符之术的一些基础手法教给了他。之前没见他练习过，想不到是躲起来偷偷努力呢。楚夏不动声色，御剑飞过去，待在暖房上方静静观察了一下，但看了一会儿，楚夏就有点忍不住了。
你当练毛笔字呢？符文重义不重形，苗苗改改的岂能成符？你得将灵力灌注进去，一气呵成啊！夏子轩吓得一激灵，连忙将桌上的符纸朱砂一股脑收起来。他有些沮丧地说道：“我辜负母后对我的期待了，我天资愚钝，什么都办不好，练武不行，修仙不行，连画符也不行，我就是个废物。”说你一句，怎么还自暴自弃了呢？楚夏连忙飞下来安慰道：“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专长，你只是还没发现自己的天赋罢了。不用安慰我，天下庸才9成9，我有自知之明。你闭上眼睛。”夏子轩疑惑不解，但还是听话的将眼睛闭上。菜菜，我放开神识，你探测一下夏子轩的灵根天赋。好的，塔主大人，让我瞧瞧。哎呀，塔主大人，这位小姐不得了，了不得啊！楚夏愣了一下，难道夏子轩天赋很强？快说，这位小姐居然灵根残废，根骨不全，血脉平平，智力也只是普通人水准，但她气运饱满，福泽深厚，重点是特别有旺夫相，谁要是娶了她，那可真是8辈子修来的福分。听到菜菜如此浮夸的语气，楚夏差点以为菜菜被夏子轩给收买了呢。除了旺夫就没别的优势了。菜菜思索了片刻道：“正常来说，这位小姐应该是没有修仙天赋的，但事在人为，尤其是对于天生拥有大气运的人来说，更不能以常理来评判。对于这位小姐的未来，我只能说顺其自然就好。水到渠成之时，她未必就没有一飞冲天的机会。那该如何先让她换回一点自信呢？这个容易，带她去豪赌一场，以她的气运，天底下的赌徒见到她都会流眼泪的。这也行。罢了，反正要去药王谷，正好带夏子轩出去走一趟，万一菜菜说的是真的，那楚夏也能趁此机会发一笔横财，说不定养神武军的钱都能凑够了。片刻后，夏子轩睁开双眼，一脸期待地看着楚夏。楚夏叫他闭眼，他还以为有什么礼物要送给自己呢，可什么也没看到啊。跟我出宫走一趟。哦，虽然不明所以，但夏子轩还是乖巧地点了点头。不一会儿，紫月殿的銮驾便缓缓朝着宫外驶去。昨日的宫变似乎并未对这座皇朝带来任何影响。路过七皇子宫殿时，这里已经被黑布笼罩起来，夏哲彦正焦头烂额地带着人掘地3尺的翻查，夏瑞明也跑了过来凑热闹，眼神里带着戏谑的笑意。但看到夏子轩的时候，他立刻灰溜溜地躲开了。宫门外，护卫比往日增多了一些，门楼已经被修复，火烧的痕迹完全看不见，空气中甚至弥漫着一股清新的芳香，完全没有血腥味和焦糊味。见到长公主要出宫，守门的校尉恭敬地打着招呼，命人将大门开启。大街上人头攒动，一切都正常如初，表面上也完全没人讨论昨天发生的事情。楚夏至今都想不明白，夏玉自导自演这么一出究竟有何图谋。他和升仙门的关系也让楚夏疑惑不解，但有一点楚夏可以肯定，一切的关键还是在于江云芝。大前皇朝乃至升仙门发生的一切都以他为焦点。你对万古皇朝有多少了解？楚夏忽然问道。夏子轩沉思片刻道：所有史记文献上关于万古皇朝的一切记载都在大前开国之初就被抹去，哪怕是民间也鲜少有关于万古皇朝的传闻记录，即便有，可信度也不高，有很多都是后世之人胡乱编造，用来混淆视听的。即便过去有一些正史传承下来，如今也早已被淹没在无数谣传之中了。楚夏点了点头。500年的时间对强大的修仙者来说或许不算漫长，但在世俗世界里，这已经是几十代人的传承。如果皇族刻意隐瞒万古皇朝的事迹，那么想要在如今这个时代发掘真相还是挺难的。楚夏也不再多想，反正时候到了自然会知晓答案的。不知不觉，马车便来到了一处热闹繁华的巷子口。夏子轩吩咐白芷和青鱼看守马车，单独和楚夏进入的巷子中。这里属于帝京城的老城区，表面看上去很有烟火气息。巷子口的包子铺穿了3代，有上百年的历史。楚白薇就喜欢吃这里的蟹黄包子，但他胃口小，每次吃半个就饱了，剩下的会求着楚夏帮他消灭掉。之所以来这里，肯定不是为了包子。在这条巷子的深处，有一家规模很大的赌坊。楚夏会知道这里和陆奇峰有关。几年前楚夏还小的时候，父亲常年在外征战，将军府家教森严，偏偏楚夏两世为人又憋不住，正好当时陆奇峰负责将军府的守卫工作，楚夏便求着他带自己出去放风，结果这货好赌，每次都把楚夏带到赌坊去吃免费的餐食，自己则趴在赌桌上，直到输完了才肯下来。那2个月里，楚夏记得陆奇峰一次没赢过，次次都是输光了，一脸晦气的回去。楚夏当时也算很有想法，甚至打算利用陆奇峰逢赌必输的天赋，去他的对面下注，想要趁机捞点外快。结果碰到庄家豹子通杀，一下给楚夏半年的生活费搭进去了。打那之后，楚夏打死也不跟陆奇峰出门，他也没在将军府待多久，就被征调去了前线杀敌。思绪间，
楚夏已经带着夏子轩进入了赌坊。数年没有来，这里重新装修过，档次提高了不少，赌客依旧是络绎不绝，男女老少都有。楚夏已经不打算继续隐瞒身份，所以他大大方方以真面目走进这里。倒是夏子轩比较矜持，还戴上了一张紫色的面纱，怕被人认出来。但他的穿着打扮还有整体气质还是太过引人注目，一进门就吸引来不少人注视。这是赌坊，你带我来这干什么？夏子轩很是诧异地问道。去试试手气。楚夏指着赌桌说道。前面是最简单的摇骰子比点数，压中即赔，小孩都能看懂。夏子轩虽然没接触过，可看了一眼后也就学会了。只是他还是不理解，为什么楚夏要带自己来赌钱？他难道不知道自己其实挺不喜欢这种三教九流聚集的场合吗？乌烟瘴气的感觉，多待一会都会窒息。可看到楚夏态度坚决，夏子轩也没什么好说的，抱着试一试的心态走上前去，兑换了一些筹码后，随便压了一注4、5、6顺子，恭喜这位小姐压中奇彩，通吃带双翻，入账300筹码。看着面前突然多出来的一堆筹码，夏子轩颇有些意外。他刚才只压了10枚筹码，怎么一转眼功夫就赢到了30倍？夏子轩用困惑不解的眼神看了看身旁的楚夏，楚夏示意他继续下注。夏子轩没多想，将面前的一摞筹码全部推了出去。压豹子，这姑娘胆也忒肥了，还是太年轻啊，这种概率几乎不存在。片刻后，庄家手一哆嗦，声音颤抖道：“666天豹子，恭喜小姐通吃加10番，再加洗钱1000，共得筹码4500。”话音刚落，庄家就两眼翻白，嘴角抽搐，倒地不起了。这时，一名大腹便便、满脸横肉的男人急匆匆走了过来。这位小姐，劳驾一步一叙。夏子轩下意识就要起身，却被楚夏一把按住香肩，压回座位上。研究赔不起了。楚夏戏谑的声音响起，周围一看这架势，都纷纷散开。严九爷可是赌坊老板，地京城黑道上响当当的1号人物，便是达官显贵见了他也要礼让3分。这年轻人却敢直呼严九爷的大名，这要么是蠢，要么是有依仗。从这少年和小姐的穿着打扮和气质来看，明显是后者。无论是谁，都不是他们小赌徒可以招惹的存在，赶紧躲远点，免得被殃及池鱼。研究眉头微皱，敢问阁下尊姓大名？神武军楚夏。楚夏直言不讳，自报家门。研究听完，先是一愣，旋即忍不住哄堂大笑起来。我当是谁呢？原来是一条丧家之犬。哈哈哈！可血花飞溅，研究脸上的笑容戛然而止。他看到楚夏一脸冷漠地注视着自己，仿佛是在注视一个死人。低头看去，一道泛着寒芒的剑刃从自己的胸膛插了进去。杀人了！随着一声惊呼，赌坊瞬间变得混乱不堪。赌徒们有的拼了命地往门外跑，有的则是趁乱打劫，抢夺起桌上的筹码。但就在这时，一群身穿黑衣、手持长刀的武者冲了进来，将赌场内外团团包围起来。为首之人是一名络腮胡壮汉。看到倒在地上的研究，他脸色顿时大变。小子，你摊上大事了！可根本无人在意他的威胁。夏子轩正在回想刚才的事情，2场赌局他肯定没有作弊，楚夏应该也不会。难道是单凭自己的运气拿下了这2场小概率事件？自己的运气居然这么好吗？难道楚夏之前就察觉到了这一点，带自己来赌坊就是为了证明这一点？他倒是有心了。走吧，再陪我去一趟药王谷。看到夏子轩眼中迸发出来的神采，楚夏就知道他已经明白了自己的优势所在。这下应该能帮夏子轩重拾自信了。强大的气运虽然不能让夏子轩直接成为修仙者，但运气这种东西玄之又玄，强运加身之人绝对可以心想事成，福泽绵绵不绝。所以夏子轩根本没有焦虑的必要。谢谢你楚夏，我会放平心态的。夏子轩满目柔情地说道，亲昵地挽起楚夏的胳膊就要离开。络腮胡见状顿时暴跳如雷，立刻指挥手下将楚夏2人拦截。一道道寒芒指向楚夏，让开！楚夏眉头一拧，一股无形的灵力威压释放出去，离得近的几名武者竟是当场翻起白眼，倒在地上。络腮胡实力最强，但也不过是通玄境修为而已，面对楚夏的威压完全抵挡不住，刹那间有种心脏被人死死握住的感觉，差点就要窒息。他这才意识到对面的少年不是等闲之辈，可作为赌坊的保镖，他如果就这么退后，那这份差事恐怕就干不成了。而且赌坊幕后的大老板可是神通广大、手眼通天的人物，根本得罪不起。念及此处，络腮胡紧咬牙关，靠着意志死死支撑，一步踏上前来。有本事杀了我，否则你休想走出赌坊半步。楚夏意外地看了一眼络腮胡，这大汉看起来毛糙，倒是铁骨铮铮，
硬气得很。那我就成全你。楚夏催动绝煞剑一剑劈出，凌冽的剑芒从络腮胡身旁呼啸而过，绽放的剑气将赌坊的半边墙壁展开一道裂缝，骇人的威势吓人在场所有人都心头一紧，大气不敢喘一口。市井小民哪里见过此等剑仙手段，全都傻眼了。络腮胡也不例外，他已经汗流浃背，双膝发颤，源自内心深处的恐惧本能是靠意志无法抹平的。扑通，络腮胡的膝盖重重撞击在地面上，直接下跪了。楚夏和夏子轩径直从他身边走过，走出了赌坊外。对了，今日赢得的赌金分文不许少，给我准备好，回头我来取。说完，二人这才走出巷子，回到了马车上。也没多少钱，等会还要跑回来拿吗？怪麻烦的，还是算了吧。你要是缺钱，我给你补就是了。夏子轩说道，大有一副富婆要包养小白脸的架势。楚夏笑了笑，你信不信，等会赌坊里至少会准备1000两黄金，而且赌坊幕后的大老板会亲自将这笔钱交到我手里。1000两，那确实不少了。1000两可以买命，但他如果足够聪明的话，就会准备1万两，甚至更多。夏子轩美眸一亮，你那件这么值钱吗？那咱们到地京城各个地方去逛一圈，多砍几件，岂不是能收获更多？楚夏没好气道，那会扰乱市场的，到时候把富商土豪都吓跑了，就得不偿失了。也是哦，还是你考虑的周到。东郊药王谷，马车尚未接近时，楚夏就闻到空气里飘荡着满满都是各种灵药的气息。药王谷很大，整片山谷中栽种的药材不计其数，山谷中心有一口天然泉眼，氤氲灵雾不断散发，滋养着山谷中的灵药。这里的灵药可不是人工栽培的产物，而是从各地收集来的半成熟灵药，送到这里统一栽培养护。如此成熟之后，灵药的药性甚至会比纯野生的更加浓郁。虽然时候已经不早了，可来往药王谷的商队依旧络绎不绝，一车车的灵药不断被运送进来，一车车的灵药也同样被运送出去。药王谷至少垄断了大前皇朝1/5的灵药市场，也正是凭借这一点，药王谷才能吸引大量的炼药师加盟。药王谷的东家很聪明，在药王谷做大之前就想明白了这一点，通过不断招募炼药师，给炼药师出让股份的办法，一点点将药王谷的权势分散开来。据说如今药王谷东家只掌握1成干股，且不参与药王谷管理，药王谷里的一切运转全都交给炼药师们自己负责。上百名在丹药界颇有威望影响力的炼药师聚集一堂，就算是皇族也不敢轻易对药王谷动手。这些事情都是半路上夏子轩告诉给楚夏的。对了，你还记得我们在江南遇到的那位凌霜华林女侠吗？夏子轩突然提起了一个熟悉的名字。楚夏略微有些意外，她怎么了？药王谷谷主也姓凌，也有个女儿叫凌霜华，我觉得大概率是同一个人啊。楚夏还真是有些意外，即便林家只掌握药王谷1成干股，但每年的分红收益也绝对不是一笔小数目。林家绝对称得上富甲一方，而且林家足够聪明，可预见的未来里，只要林家不犯错，家族完全可以靠着药王谷长久的兴旺下去。林霜华绝对是含着金汤匙出生的富家小姐，可她居然选择出去云游，立志要当什么救苦救难的侠女，这姑娘还真是品德高尚啊。二位留步，再往前就是药王谷的核心重地了，游客不得入内，若是来谈生意，可以移步前往南谷的药香楼，那里有专人接待。一名衣着朴素的药童拦住二人去路说道。楚夏道，我来找林月，找林首席。你是何人？我是他师傅。药童呵呵一笑，你这人还真敢乱攀关系，谁不知道林大师是药王谷首席，大前炼药师中的泰山北斗，你说出此等大逆不道的话来，就不怕得罪整个药王谷的炼药师吗？他不耐烦地挥了挥手，正要驱赶二人离去，忽然看到远处有一名锦衣华服的男子，领着几名衣着考究，一看就是身居上位的老者走了过来。药童见状，屁颠屁颠迎了上去。林少爷，您怎么有空来药王谷？这人正是药王谷林家的大少，名叫凌云天。凌云天道，快去通报林大师，有几位达官显贵要来求取丹药。这药童面露为难之色。林大师已经闭关1月有余，闭关前他就吩咐过，不许任何人打扰他。听到此言，几名老者面露失望之色。林少，既然林大师在闭关，那还是别去打扰他了，我们找其他炼药师也是一样的。虽然炼制延年养生的丹药是林大师的专长，但药王谷里高手如云，应该也有其他炼药师能够胜任。实在不行，等林大师出关再说，大不了多跑几趟也无妨。听到老先生们的话，凌云天的面子却有些挂不住。别人是别人，可他凌云天可是药王谷谷主之子，林家的接班人，林月总不能这点面子都不卖吧？你去通报一声，就说是我凌云天有事找他帮忙。这药童也不敢得罪凌云天，只好点头答应下来。那我现在去通报，烦请林少和诸位先生在这里等待片刻。他回头走去，
看到楚夏和夏子轩居然还没离开，没好气瞪了一眼。要不是赶时间去通报，他还想留下来跟这个不知天高地厚的年轻人好好说道。这位小姐，你们也是来找灵月大师的吗？林云天这时也注意到了楚夏和夏子轩二人，他看到夏子轩的时候，忍不住眼前一亮，很是被惊艳到了。他也算是猎艳无数，帝景城的美人基本都认识一二，可眼前这位明明有着国色天香之姿，却还是头一次遇到。这要么是尚未出阁的闺中少女，要么是从外地来的。在他看来，这样的少女是最好下手的。然而让林云天失望的是，夏子轩似乎完全没有理睬他的意思，对他的招呼置若罔闻，根本连看他都懒得看一眼。林云天眉头微蹙，但很快又恢复正常，主动走上前来。在下林云天，家父林卓，是这药王谷的谷主。姑娘若是想求灵月大师炼丹，待会等灵月大师来了，我可以帮你引荐一下，总比二位在这苦等要强得多。夏子轩美眸中闪过一抹厌烦之色，他刚要回绝，却听楚夏笑着说道：林少还真是乐于助人，那等会林大师来了，还请林少帮我们美言几句。好说好说。林云天并未再多说什么，他深知泡妞之事不可操之过急，而且有别的男人在，不方便自己下手，等会可以借炼丹为由，想办法将这二人拆散开。只要这姑娘落了单，他自信凭自己的手段拿下这位美人是迟早的事。啧，这身段这气质真是没谁了。虽然戴着面纱，可以他纵横情场多年的经验，料定这少女的容貌绝对也是极品。凌云天心痒难耐，但表面上却是和同行的几位老先生高谈论阔起来。或许是为了故意显摆，聊的话题都是高大上的内容，什么科举革新、金秋税银、朝廷风向等等，一般人听了肯定会不明觉厉。只是落在夏子轩耳朵里，就有点班门弄斧的意思了。他对这些话题显然没有丝毫兴致，只是和楚夏四下参观了一下药王谷的风景。该说不说，这药王谷颇有几分世外桃源的意思，环境又好，空气又清新，关键是山谷中心的灵泉更是一绝，源源不断释放出灵气来，让山谷内的灵气浓度比外界要高出一大截。有机会可以来这里建造一座行宫，春秋时节来小住几日，别有一番滋味。夏子轩说道，以她长公主的实力或许办不到，可只要登基成为大前女帝，整个大前的江山都将归于她来掌控。修建行宫这种小事，只需一声令下即可。都说了，老夫在闭关，谁都不见，给我滚！突然，一个威严霸道的声音从山谷内传来。不一会儿，药童一路跌跌撞撞地跑了出来，脸上挂着一副劫后余生的表情。林少，您听到了吗？林大师谁都不见，刚才我差点被他老人家用药渣砸死。林云天眉头微蹙，这林月的脾气也太冲了，直到是本少来了，居然还是一点面子都不给。可偏偏林月身份地位非同一般，就算他父亲来了，都要礼让三分，根本不敢得罪他林少。还是算了吧，我们去找其他炼药师。是啊，别惹恼了林大师，这样对我们都不好。林少有这份心意就够了，老头子几个会记着你的好。老先生们劝说道。林云天虽然面子有些挂不住，但眼下似乎也没更好的方法。他点了点头，随后又看向夏子轩。姑娘，今天恐怕是见不到林大师了，你若有需求，不妨跟我们一同来，我带你们去找张大师，他也是药王谷最有名的炼药师之一，炼制的丹药都是专攻皇族的，能力绝对靠谱。夏子轩没想到这只苍蝇还不罢休，还是忍不住看向凌云天，只是他的眼神冰冷无情，好似神明注视蝼蚁，一个眼神便让凌云天心头一震，下意识退后数步。他有些慌了，这哪里是什么待字闺中的少女，这种眼神是只有上位者才有的，这姑娘的身份绝对非富即贵，来头小不了。楚夏没有察觉到这一幕，他相信夏子轩能够处理好自己的事情，但林月闭关不出，让他很是无语。天都快黑了，可没那么多时间浪费下去。于是楚夏干脆将灵力凝聚于嗓门，对着山谷内喝道：林月，你连为师也不见吗？楚夏这一嗓子把药童吓得够呛，连忙扑上来想要捂住楚夏的嘴。该死，你自己找死也别连累我，我刚被林大师教训了一顿。楚夏尚未平息的灵力顷刻间荡漾而出，掀起一阵波涛，将那药童阻拦在外。这个声音是师尊。师尊您怎么来药王谷了？伴随着一阵惊喜交加的呼声，林月着急忙慌地赶了过来。在药童和凌云天震惊的目光中，他扑通一声滑跪到楚夏面前。师尊恕罪啊！药童很慌。不是，这什么情况？这少年真是灵月大师的师傅，这不是跟我闹着玩呢？灵月大师是何等身份的大人物啊，他怎么会认一个少年当师傅？这也太胡闹了。但他现在来不及想这些了，自己得罪了林大师的师傅，这可不是小事，万一对方追究起来，自己可是会吃不了兜着走的。扑通，药童也跟着林月一起跪拜下来。
大师，是小的有眼不识泰山，求您宽恕。林月疑惑地看了药童一眼，很快就反应过来是怎么回事，当即破口大骂起来。药童虚心受教，连连点头认错。行了，不是什么要紧的事，我今天来找你是想让你帮忙筹备一批灵药，找个地方详谈吧。好的，师尊，还有长公主殿下，请二位屈尊降贵，跟我一步去药园。林月恭请道。属下点了点头，和夏子轩一同进入山谷内。凌云天如遭雷击似的愣在原地。等等，林月称呼那位小姐什么？长公主殿下。大前还能有几个长公主？意识到自己犯下大错的凌云天瞬间脸色苍白，惶恐不安起来。完了，这下全完蛋。那可是当下最有夺嫡声望的长公主夏子轩啊，她是极有可能继承皇帝之位，成为大前皇朝新任女帝的皇室子弟，自己差点酿成大祸。这要是真把长公主得罪了，可是灭九族的大罪啊！凌云天急忙在心中回忆起来，想到自己之前并没有什么太过激进的话语，这才暗暗松了口气。但即便如此，也是死罪可免，活罪难逃。不行，诸位老先生，请容我失陪一下，我得立刻回家一趟，必须回去找父亲商议一下，看看有什么办法可以化解此难。不仅如此，这也是一个让林家攀附上长公主的绝佳机会，一定要充分利用起来。不知道长公主会在药王谷逗留多久，所以他必须快去快回，一定不能错过这次机会。药园之中有一个大晒场，千奇百怪的灵药都在这里晾晒泡制，空气中有千百种药材的气味交汇。属下惊讶地发现自己居然能够单凭气味分辨出其中大多数灵药的名称和药理药性。药神诀是好东西啊，回头还得多练练才行。师尊的意思是您需要大量的天灵果、玄黄参、龙息草。属下点了点头，主要是这3种比较难获得的灵药，需要你想想办法，其余灵药市面上都比较场面，帮我批量订购一些就行。林月在心中飞快地思虑了一阵，道：明白了师尊，我会想办法的。药王谷有非常发达的交易网，这3种灵药南方产量比较多，完全可以从南方调运过来，不用耽误多少时间。倒是不急，但我的需求量很大，我会先给你5万两黄金，你先帮我收集一批，我得看看成色如何。属下之前在江南弄到的金锭都已经花在了神武军上，剩下的也交给妹妹楚白薇保管了。回帝京城的时候，身上可以说身无分文，但昨天杀了几个升仙门弟子，从他们的储物袋里翻出不少黄金，零总总加起来有个5万两。属下也没打算留下，便一同取出，全部交给了林月。哪怕以林月的身份，看到足足5万两的金锭摆在面前，也是有点被震慑到了。师尊的财力还真是相当雄厚，就连一旁的夏子轩都愣住了。属下什么时候积攒了这么多钱？不过看他买药材的架势，5万两黄金估计都不够用，还缺吗？我这还有一些私房钱，你要是急用我先给你。夏子轩说道。属下摇了摇头，用不着，等第一批丹药炼制出来后，就能有源源不断的钱财入账了，到时候非但不用再投入，反而能赚不少。这话夏子轩倒是一点也不质疑，炼药师是非常赚钱的行当，尤其还是属下这样的炼药宗师，也就是他太低调了，不然他只要放出话去给人炼丹，每天坐在家里都能赚得钵满盆满。将金锭小心翼翼收好后，林月道：师尊放心吧，您交给徒儿的事情，徒儿肯定会尽心竭力完成，最多1个月，您要的灵药一定帮您收集齐全。属下道：药材集齐后就留在药王谷内，届时我会过来炼丹，你帮我备好丹炉就行。又能瞻仰师尊炼丹的风采了吗？林月大喜过望，上次被属下指点了一下之后，他就一直在药王谷里闭关，这段时间炼丹造诣果然是精进了不少，但想要突破炼丹宗师之境，还是有一些差距。若能再得师尊指点几次，那自己突破炼丹宗师的事情应该就10拿9稳了。别拍马屁了，还有事，先走了。属下摆了摆手，拒绝了林月的送别，带着夏子轩离开了药王谷。返京的途中，林家的车队却是急急忙忙追了过来。长公主殿下，在下凌云天，之前多有冒昧，还望长公主殿下海涵，家父特意命我送来一车灵药灵宝，算是表达我们林家的一点心意，还请长公主收下。凌云天不敢靠近，只敢隔着10多米远躬身说道：这家伙有点烦人。夏子轩黛眉微蹙，正要吩咐白芷和青鱼将他打发走，属下却道：白送的好处为何不要？这凌云天虽然不济，但林双华却是大前年轻一代最厉害的武道天才之一，跟林家交好还是有益处的。这么说倒也对。夏子轩思虑片刻，对白芷说道：去告诉他林家的好意我收下了，他的冒犯之举我可以不追究，另外告诉他什么时候林双华回家了，就说我邀请他来紫月殿做客。好的，殿下。白芷上前去和凌云天交谈起来，凌云天的脸上明显多了几分喜色，连连点头答应。这是凌云天送来的马车内
楚夏正拿着一块干巴巴的灵药入神。这灵药看着像人参，质地如黄金，闻起来香中带臭，捏上去指腹微麻。居然是楚夏不认识的灵药，这只能说明一点，这灵药的品级比较高，和其他灵药完全不是一个档次。怪不得万神鼎会产生反应。嗡下一秒，灵药从楚夏手中消失。片刻后，一株新的灵药被万神鼎吐出来，同样是一株人参，可散发出来的药力一看就不同凡响。雷金参，下品宝药，和法宝一样，药材丹药也是按照灵、宝、道、仙的品级来划分。灵阶宝物最是常见，至少在大前皇朝范围内，各种灵药还是多不胜数的。这种天生地养的东西，只看自然界的灵气浓度，但宝物等级上了宝阶就完全不同的。灵药的年份最多1000年便无法继续生长，只会老死枯萎。但宝药不同，只有突破1000年之上的药材才能称之为宝药。这株雷金参哪怕只是下品宝药，年份至少也在1000年以上，药力非常强劲霸道。但具体有什么作用，楚夏还不得而知，他得继续提升药神诀的等级才行。不多时，车队回到地京城内，天色渐暗，地京城内灯火通明。赌坊所在的小巷口，有不少人在焦急地等候着什么。看到马车徐徐驶来，立刻有人迎了上来。敢问车上可是楚夏楚公子？说话的是一个蓄着山羊胡、衣着复古的老者，语气神态相当卑微。楚夏掀开布帘，向外淡淡的瞥视了一眼。你就是赌坊的幕后大掌柜？不敢当，不敢当，在下客栈，幸得各位贵人抬举，才得以混口饭吃。之前我的人冒犯了楚公子，是他死有余辜，柯某备了一份薄礼，还望楚公子笑纳，高抬贵手，给小的们留条活路。柯掌柜笑眯眯地伸出手来，将一只锦盒双手奉上。楚夏指尖一挑，一道细小的剑气将锦盒打开，露出里面厚厚一摞金票，是大钱银号的官票，看着还不少，差不多有2000两。格局还是小了啊。楚夏也没生气，收下锦盒后笑着说道：柯掌柜发财。说罢，马车便扬长而去，一刻没有停留。柯寨抹了抹额头的冷汗，这才松了口气。哟，柯掌柜今天是吹的什么风，舍得出来露面了？就在这时，一个爽朗的声音传入柯寨耳中。看到迎面走来的年轻人，柯寨神色一惊，立刻上前躬身道：见过林大少。来者正是凌云天。他倒不是故意跟踪楚夏，只是刚好回家也要路过这里，偏偏就看到了刚才那一幕。凌云天有些好奇，长公主跟一个开赌坊的能有什么交集，所以才过来想要打探2句。一番攀谈，了解了事情的原委之后，凌云天哑然失笑。他忽然拍了拍柯寨的肩膀：柯掌柜，给你机会你不中用啊。柯寨一脸茫然：你可知那马车里面坐的是何人？不是神武将军之子楚夏吗？是楚夏没错，但里面还有一个人，是当朝长公主殿下。什么？柯寨顿时吓得脸色煞白，但旋即他便明白过来，凌云天刚才那话是什么意思。这么好一个可以结交上长公主的机会，居然被他白白浪费掉了。马车回到大前宫后，没有直接回紫月殿，而是先去了兰溪殿接上夏兰溪。等到后半夜时，三人一同去往珍宝阁。加上夏兰溪，是因为楚夏和夏子轩都不认识山河设计图，只有夏兰溪知道山河设计图长什么样子。珍宝阁的位置处于大前宫中心区域，距离皇帝居住的御前宫不远。它表面并不起眼，真正的价值在于深藏地下的大宝库。进入珍宝阁后，首先要穿过一条由众多龙渊卫把守的台阶，进入地下空间。这些人都是当年皇后孟婉晴留给夏子轩的死士，对夏子轩绝对忠诚，而且实力都很强，一眼望去几乎都是化解境的高手。即便上次去参加围猎试炼时，夏子轩都没有带上这些高手，因为他们唯一的职责就是守护珍宝阁，平日根本离不开珍宝阁半步。参见长公主。夏子轩点了点头，没有多说什么，径直来到了地下一层。前方是一道厚重如城墙一般的金铁大门，一名身形佝偻的老者默默站定，迎接着夏子轩的到来。莫老，我来找件东西，今日就不用劳烦您了。夏子轩对老者很是恭敬地说道。名叫莫老的老者微微点头，自觉退开。从楚夏身旁路过时，老者浑浊的老眼莫名注视了楚夏一眼，眼神中似有几分赏识和欣慰，但看向夏兰溪的时候，则有几分敌对之意。夏兰溪也不意外，毕竟当年他母亲和皇后孟婉晴是死对头。莫老退下后，夏子轩拿出一枚紫色玉佩，以灵力激发后，解开了珍宝阁大门上的法阵禁制，大门很快缓缓开启。楚夏好奇地观察了一下大门上的法阵，很高明的符文结构，凭他现在的神符之术手段是难以看懂的。怪不得孟婉晴留给夏子轩的遗物会是神符之术，看来他自身要么是一位精通神符之术的高手，要么身边有人是一位厉害的神符师。随着宝库大门开启，宝库内灯光亮起，
一眼看不到头的珍宝映入眼帘之中。楚夏的万神鼎已经开始疯狂颤动了。珍宝阁内有很多东西吸引了万神鼎的注意，但楚夏还是将躁动的心情按捺下来。珍宝阁虽然是夏子轩一手管理，但里面的每一件宝物都是登记在国库名单上的，每次存入和取用都需要登记在册，定期要进行盘查清点。现在还不是时候，但只要把夏子轩扶持上位，等她成为大钱女帝的时候，整个珍宝阁乃至整个大钱国库里的珍宝，楚夏想怎么取用都没问题。这一层都是各地进贡的珍宝，主要用于皇族子弟。下面一层则是积年累月留下的库存，东西很杂，其中也有一些母后留下的东西，我们直接去第二层寻找吧。夏子轩上前引路，到来一处类似电梯的石屋中，用钥匙激活阵法后，可以控制脚下的石板机关启动，直接下降到宝库第二层。这地方连夏子轩自己都很少会来。一进来，楚夏就看到一个类似风车的巨型货架装置正在不断转动。风车有30多格，每一格都存放着几件珍宝。这样的风车足足有20多个。楚夏看的是眼花缭乱，其中引起万神鼎震动的珍宝足足有10余件之多。楚夏强忍住将珍宝阁洗劫一空的冲动，开始挨个查看起来。琳琅满目的珍宝，初见时虽然惊喜，但仔细看过一遍后，其实并没有楚夏想象的那么牛逼。但这也实属正常，毕竟大钱皇朝只是世俗皇朝，举国上下都没多少修仙者，能够收集到的宝物大多还是凡俗之物。一遍看下来，最好的是也就是一些千年宝药，几件灵气法宝都算是不错的东西了。其余珍宝也就是贵在稀有，但实际上对修仙者并没有任何用处，这让楚夏略显失望。看得差不多了，找到山河设计图了吗？夏子轩问道。夏兰溪摇了摇头，没见到。莫非母后骗我？其实山河设计图不在这里，又或者已经被别人取走了。自我掌管珍宝阁以来，里面的每一件宝物进库出库，我都有详细清单。按说这种可能性不大，除非山河设计图被伪装成了其他珍宝，也不排除这种可能。夏兰溪点了点头。楚夏目光再次扫过，这次重点盘查引起万神鼎动静的那10几件宝物，但这些宝物大多都是灵药之类，还有几块矿石。别说山河设计图了，就是小桥流水图也看不到啊。等等，楚夏静下心来，仔细感受万神鼎的震动频率，似乎万神鼎对某一件宝物的震动格外明显。楚夏顺着震动的指引，来到一处风车货架前，让夏子轩将风车停住，取下其中一块琥珀。这琥珀有人头大小，里面封存了一只蓝翅蜻蜓，这种蜻蜓十分稀有，这么大的琥珀也是自然界少见，所以才有资格作为珍宝被收藏。但无论是琥珀还是蜻蜓，看起来都不像是能够引起万神鼎兴趣的东西。楚夏指尖燃起大日阳炎，以金色火光照耀琥珀，仔细查看起来。这一看，果然有过发现，在蜻蜓的翅膀上隐约可以看到一些符文结构，但是排列得很怪异，似乎残缺不全。如果将4片蜻蜓翅膀重叠起来，楚夏心思一动，立刻祭出绝煞剑，开始小心翼翼切割琥珀。用了不小的功夫，楚夏终于将琥珀中的蓝翅蜻蜓完整剥离下来啊！见楚夏额头出汗，夏子轩和夏兰溪几乎同时伸出手帕要给楚夏擦汗。二人对视一眼，略有些尴尬，还是夏兰溪率先将手帕收回。夏子轩帮楚夏擦了擦汗水，问道：发现什么了吗？这蜻蜓有何特殊之处？还不清楚，我得试试。楚夏将4片翅膀切割下来，然而尝试用各种方法拼凑重叠，尝试了几10次后，楚夏还是无奈地摇了摇头。比我想的要复杂很多，符文的排序太杂乱了，恐怕需要大量时间试错才能找到最正确的排序。你认为山河设计图就藏在蜻蜓翅膀上？有这种可能？那直接把蜻蜓带回去慢慢研究得了，一块琥珀而已，回头我再命人买一块补进来就行。这种东西价值不高，没人会来检查的。没必要，翅膀不是关键，关键是上面的符文，拿纸笔来。夏子轩闻言，立刻将他之前准备用来练习画符的符纸毛笔取了出来。楚夏将符纸切割了一下，在每一张上都临摹了一段符号，总共得到了160张符文符号。看来回头还得抽点时间修炼道凝神符之术。楚夏忽然有些头疼，自己现在要修炼的东西属实有点多。大日阳神诀、太乙玄真剑诀、玄天经、药神诀、道凝神符之术，只恨时间不够用啊！要是能有个减缓时间流速、专攻修炼使用的特殊空间就好了。将符纸收好，楚夏又催动大日阳炎，将琥珀重新复原。虽然复原的不算太完美，但不仔细看还是很难看出端倪的。将琥珀归于原位后，3人便离开了珍宝阁。兰溪妹妹，今儿也晚了，要不要去我的紫月店住一宿？夏子轩调笑似的对夏兰溪说道。夏兰溪心头一动，却没敢直接答应，而是用询问的眼神看向楚夏。随你。夏兰溪神色一喜，
那就多谢黄姐了。回到紫月殿后，夏子轩立刻让人将他寝宫隔壁的宫女房收拾出来，带着一丝坏笑的说道：“妹妹别介意，紫月殿不比你的兰溪殿，条件有限，你就将就着住一晚吧。”夏兰溪哪敢有半句怨言，连忙点头称不介意。楚夏刚要开口，却被夏子轩拽回卧房里。不是，你干嘛？好歹让我先洗个澡。翌日天刚亮，一宿没合眼的夏兰溪就匆匆离开了紫月殿。这地方他是1分钟也待不下去了。夏子轩，你是真贱啊，骗我留宿，就给我听这个，以后再信你半句鬼话，我就是傻子。卧房里，楚夏拍了拍夏子轩的脸，人都走了，你还要逞强到什么时候？夏子轩有气无力地翻了个身，我睡了，今天不管有什么事都别叫我。楚夏耸了耸肩，起身走到地下室，拿出符纸开始拼凑组合起来。很快地面就被他铺满了符纸，仿佛在进行一场高难度的拼图游戏。过了一会儿，楚夏就破防放弃了，还得先提升神符之术才行，不然完全盲拼根本不现实。盘膝坐定，沉静心神，楚夏开始修炼道凝神符之术，无数符文印记在脑海中飞速浮现，不知不觉几个时辰就过去了，直到脑袋沉沉，意识开始变得不清醒，楚夏才结束修炼。回房一看，夏子轩果然还在蒙头大睡。他有些饿了，便出门去找吃的。吃饱喝足后，虽然精神恢复了一些，但还是有些昏昏沉沉。正值傍晚，暮色梦幻，楚夏走出紫月殿，打算出门散散心。走着走着，来到了养心湖湖畔，眼见湖面倒映着黄昏落日，景色颇为优美，楚夏便忍不住往湖心的凉亭上走了过去，打算在这里吹吹风。刚进凉亭，楚夏发现这里还坐着一个人，还是老熟人陆奇峰。楚夏没戴面具，陆奇峰也看到了楚夏，先是愣了一下，但迟疑片刻，似乎不太敢相认。虽然只是1年不见，可楚夏的变化太大，跟1年前都判若两人。峰哥，不认得我了？楚夏微笑道。直到楚夏主动打招呼，陆奇峰才猛然站起身来，一脸不可置信地说道：“你，少帅，真的是你？”当然是我，还能有假的不成？虽然陆奇峰现在投靠了夏瑞明，但楚夏并不在意。对他身份构成最大威胁的夏兰溪已经成为他的妖仆。狗皇帝虽然实力强大，但一时半会也不会对楚夏构成威胁，暂时也不用顾虑太多。何况他与陆奇峰相识已久，对他的人品还是很清楚的。除了豪赌一点，这人没什么太大毛病，而且很讲义气，对他父亲更是极为崇拜忠诚。却不料陆奇峰突然眼眶就红了。好啊，少帅你还活着，真是太好了，神武军后继有人，我也能安心去了。楚夏眉头微蹙，峰哥你干了什么？他隐约察觉到陆奇峰的状态有些不对劲，一个人大晚上孤坐在湖边，身上还有一股酒气，这绝对是有事发生了。陆奇峰没有瞒着楚夏，将他入宫以来发生的一系列事情都告诉给了楚夏。听完之后，楚夏一整个大震惊。你是说七皇子夏木生是你杀的？这2天下折燕着急忙慌的在追查凶手，结果凶手就在我面前，而且还是自己人。不对，夏木生虽然年纪小，可身边也有宗师武者保护，你是怎么办到的？陆奇峰背靠长椅坐在地上，拿起地上的酒壶喝了一口。少帅你忘了，我师父可是神武军里最擅长暗杀之道的郭英郭将军，而且我不是一个人，和我一同入宫的神武军有30多人，我们都伪装身份潜入到了几位皇子的阵营里，夏木生手下也有我们埋伏的人。虽然陆奇峰说的轻松，但楚夏能够想象到，凭他们30几个人的力量，要行刺一位有宗师强者保护的皇子，难度有多大。但如他所言一样，的确不是没有成功的可能性。尤其是陆奇峰还选择在宫变之日动手，成功的概率就更大了。只是陆奇峰这么做究竟是为何？楚夏问出了自己的疑惑。少帅不是也混进宫里来了吗？那你肯定也查到神武将军之死和皇帝有脱不开的干系，所以你行刺皇子是在为父亲报仇。陆奇峰苦笑，我能力有限，连靠近御前宫的资格都没有，所以我只能尽我自己的能力去削弱皇家的权势和力量。七皇子虽然年纪最小，但也参与到了祖龙祭典之中，他可能没有机会夺得皇位，但死了一个皇子，分摊到其他皇子头上的压力会更大。原本我打算在万劫试炼开启之后再从中作梗，想办法给其他皇子制造阻碍，可惜这2天3皇子夏折燕查得太严，我的身份恐怕很快就要暴露。为了不连累其他神武军暴露身份，我唯有一死。听完陆奇峰原本的计划安排，楚夏长久无言。虽无法评判陆奇峰这么做是对是错，但他对神武军的忠诚已经是毋庸置疑了。峰哥，你还记得骆鹏海吗？突然听楚夏提起骆鹏海的名字，陆奇峰略显意外，道：当然，我记得他带领第4军南下了。他死了，我杀的。什么？陆奇峰瞪大眼睛看着楚夏。骆鹏海的为人虽然他很讨厌，可他毕竟是货真价实的宗师强者。
楚夏杀了洛鹏海，这怎么可能呢？但陆奇峰深知这位少帅绝不是信口雌黄的性格，他敢这么说，就一定是千真万确。我在宫里还有一个身份，叫做夏初，你就是那天炼制灵阶龙血丹的炼药宗师夏初。这下陆奇峰是真傻眼了，不是？少帅，你这段时间到底是经历了什么啊？说这些是为了让你放心，我现在很好，所以你也用不着寻死。你去把神武军的兄弟都召集起来，晚上我送你们出宫，把你们能够联络上的弟兄都带上，一起南下去和第4军会合。陆奇峰神色一动，少帅是想，别多想，神武军是吾等立身之本，我当然也想给兄弟们一个更好的前程，总不能一直过这种寄人篱下的生活吧。陆奇峰感受到了楚夏眼神里的炽热，这一刻陆奇峰仿佛看到了神武将军的身影，他立刻站起身来，挺拔的身姿行了个军礼。少帅放心，保证完成任务。深夜，在紫月殿的马车护送下，陆奇峰和30多名神武军将士陆续被楚夏送出宫门之外。南郊之外，送别前，楚夏将昨天收获的2000两金票交给了陆奇峰，路上多买些物资带过去。山里的条件暂时还比较艰苦，不过很快就能有所改善了。遵命，少帅，你在宫中也要多加保重，弟兄们会等你回来的。回宫之后，楚夏没有直接回紫月殿，而是先到了七皇子的宫殿外。夏哲彦正一脸失魂落魄地坐在门外台阶上，怎么就跑了呢？好不容易盯到的线索啊，这下我是在劫难逃了，谁能赐我一杯毒酒，让我走得体面一点？听着夏哲彦的碎碎念，楚夏也是无语的很，这家伙确实有点霉运在身上。我问你，大钱现在最大的敌人是谁？楚夏在夏哲彦身旁坐了下来。夏哲彦一愣，看见是楚夏后，便凝眉思索了片刻。大钱地理位置优越，周边没有其他皇朝毗邻，南临南疆，东临沧海，北面有升仙门，只有西面有一些游牧部落偶尔会侵扰大钱，掠夺大钱百姓的财产，那不就结了？你看哪个部落不爽，就将杀害七皇子的罪名安在他身上，证据这种东西要多少有多少，等你明天去面圣时，再主动向皇帝请缨，披甲上阵攻打部落，戴罪立功，到时候下手狠一点，死无对证，皇帝看在你立下战功的份上，又岂会再赐你死罪？夏哲彦惊了，这不是欺君之罪吗？居然就这么轻轻松松的从楚夏口里说了出来。可仔细一想，夏哲彦发现这或许是他唯一的生路了。弄好了，不仅可以平息盛怒，还能在父皇面前彰显自己带兵遣将的天赋，赢得父皇的好感。这个主意真不错，夏初大师，多谢您的指点，我知道该怎么做了。夏哲彦的目光重新焕发神采，感激地对楚夏鞠了一躬后，便急匆匆地跑走了。回到紫月殿时，夜色已深，长公主寝宫，灯火明亮。夏子轩正坐在书桌前，不停写画画，练习神符之术。显然他还并没有打算放弃。既然天赋不足，那就靠努力来补。对于夏子轩这样的心态，楚夏还是挺赞赏的。于是楚夏将那160张符纸全部交给了夏子轩，你拿去琢磨吧。长公主惊奇地抬头望向楚夏，似乎有些意外。你放弃了？她还以为楚夏无所不能呢，看来也有能够难倒他的事情存在啊。我的时间有大用处，反正你闲得很，多在这上面浪费一点时间也无妨。楚夏丢下一句话后，便回到地下室去闭关修炼了。长公主默然无语，合着我的时间就不值钱是吧？哼，等着瞧，我运气这么好，说不定就被我瞎猫碰见死耗子，拼凑出了完整的符文阵法，到时候山河设计图到手，万古皇朝的遗宝都是我的。夏子轩将桌面清空，耐心将每一张符纸放好，左手托着下巴，聚精会神地思考起来。转眼1个月过去了，这1个月里，楚夏几乎没怎么离开过紫月殿。一旦沉浸在修炼中，时间的流逝就变得微不足道。在楚夏的意识里，仿佛只过去了1、2天而已。这期间，他主修玄天经，已经将体内的灵气都转化为了玄气。玄阴恶骨也在修炼玄天经的过程中损耗了不少，现在体积只有之前1半大小了。准确说不是损耗，而是和玄气一起被楚夏熔炼到了身体内部。他内视时能隐约发现自己全身的骨骼强度都有所提升，而且骨质发生变化，散发着微弱的阴凉气息。正常人可能受不了，但楚夏恰巧是纯阳道体，自身纯阳比野外的猛虎还要强烈，根本不惧严寒。这微弱的阴凉气息非凡不会损伤楚夏，反而能够帮助楚夏降低体温，体感变得更加舒适。这1个月修炼下来，楚夏最大的感受就是玄气的强度的确比灵气要高很多。当然，玄气在体内经过周天运转后产生的力量依旧属于灵力，但这种灵力比楚夏之前所掌握的灵力，无论是纯度、韧性、张力、渗透力都要强上很多。楚夏将其称之为玄灵力。在玄灵力的帮助下，楚夏这1个月内修为进展也是飞快，又突破了2次。现在楚夏的修为是化劫境3重，
这次可没有依赖任何丹药宝物的辅助。以楚夏目前的炼丹术水平，如果炼制一些提升修为的丹药一起使用，他的修为还能提升得更快，现在说不定已经是化劫境5重。不过菜菜提醒了楚夏，修仙者初期不宜服用太多丹药，有揠苗助长的风险。楚夏本身资质很高，自然修炼速度就已经很快了，若再服用丹药，追求效率反而不是好事。楚夏不懂这些，但能感觉到菜菜的话在理。反正距离祖龙祭典还有好几个月呢，楚夏倒也不急，突破宗师境肯定是没问题的。不过江云之又传授了他玄天经，那突破宗师境的任务是不是过于简单了？作为一个有追求有斗志的男人，楚夏决定给自己的升级任务上一上难度。再次见到江云之的时候，至少要突破到宗师境后期，最好是宗师境大圆满。1年时间彻底立于武道界巅峰，若能交出这样一份答卷，江云之应该能够满意吧。至于宗师之后的筑基境，不是楚夏不想，但他听菜菜提到过，人类修仙者筑基分为不同档次，筑基的档次越高，代表日后的上限越高。楚夏在无人指导的情况下胡乱筑基，可能会影响以后的发展，所以筑基之事，哪怕有机会，楚夏也肯定不会轻易尝试。到时候得多问问江云之的意见，最后由他亲自指导楚夏筑基，关乎未来，马虎不得。舒坦，楚夏走出室外，舒服地伸了个懒腰。时已入冬，紫月殿外飘起细雪，马车备好了，现在就出发吗？长公主扶着金丝楠木凭栏，紫色烟罗广袖顺着皓腕滑落，露出腕间一对嵌金丝青玉镯，暮云纱裁就的披帛随风扬起，恍若九天玄女遗落人间的云霞，发间类丝巾凤衔着的东珠垂在鬓边，恰映着唇上一点朱砂红。林月昨日派人来通知，楚夏要求收集的灵药他已经集齐，今日便是要去药王谷炼丹。只是楚夏没想到，长公主今天居然盛装打扮了一番。平日里见她都是一副慵懒的形象，甚至有点邋遢，可稍微打扮一下，长公主的国色天香之姿便毫无保留地展现出来，叫楚夏都忍不住多看了2眼。你要随我同去？那今天可是地京城的初雪日，宫内温度高，地面难留积雪，但城外可不一样，现在肯定是一片纯白的景象了，若不去瞧瞧，岂不是辜负了如此良辰美景？或许是换了装扮的缘故，夏子轩说起话来，语气神态都跟往日大有不同。装起来了，那就出发吧。只要炼成玉华丹，药神诀便可突破第2层，到时候楚夏的炼丹术又会迎来一波精进，他已经有些等不及了。很快2人便坐上了马车，长公主还贴心了备上了暖炉，但她很快就发现自己的准备是多余了。楚夏整个人俨然就是一个火炉，只是靠在他身边，周围的寒气便进不了半分。夏子轩果断将火炉丢给了外面赶车的白芷和青鱼，自己则粘在了楚夏身上。楚夏，我今天美不美？夏子轩满目柔情地问道。楚夏点了点头。那你怎么还不搂紧我？不好，长公主的眼神都拉丝了。不就是闭关1个月没碰她吗？怎么给她憋成这副模样了？女人啊！楚夏躺了下来，食指交叉托住后脑勺。就给你半个时辰，你自己看着办。半个时辰有点少，但总比没得吃药强。夏子轩顿时笑逐颜开，急不可耐地扑了过来药王谷外。顶着烈烈寒风和细碎冰雪，白芷和青鱼围着火炉，蹲在马车数米开外的雪地上瑟瑟发抖。这鬼天气1年比1年冷了。白芷没好气地说道。青鱼拍了拍白芷，又指了指马车，那里面可暖和得很呢，你看下面的积雪都融化了，你要不要跟长公主通报一声，说你想进去取暖？你想我死啊？早上出的门，临近中午了，楚夏才见到林月。药王谷内依旧是一片灵气蒸腾的模样，只是覆盖了一层白雪，看起来更是如同人间仙境一般。一座结实的木屋内，林月正在给楚夏清点各种灵药。这天灵果是从东边的海岛上采集的，年份都在500年以上。玄黄参和龙息草构自江南几大老字号药铺，年份都在300年以上。如果这些灵药的品质还不能满足师尊的要求，那就只能去南疆想想办法了。楚夏挨个检查了一下灵药的品质，虽然差点意思，但也够用了。就先这些吧。炼丹炉准备好了没？已经备好，按照师尊的要求，是用玄铁打造而成的，足够坚固。就是。楚夏替林月说完了接下来的话。只是玄铁厚重坚硬，导热能力不如寻常炼丹炉，药王谷内没有足够的火力加热玄铁炼丹炉，怕我使用不了是不是？不敢不敢，弟子哪敢怀疑师尊的本领。林月急忙摇头，看楚夏一副如此镇定的表情，他就明白自己的担心是多余的了。师尊可是大前皇朝有史以来最年轻的炼药宗师，自己只不过刚触碰到炼药宗师的门槛而已，有什么资格去怀疑师尊的所作所为？他要做的唯一事情就是抓住这次机会，好好跟师尊学习炼丹经验。片刻后，楚夏在林月带领下来到了山谷深处的一处人工挖掘的洞窟内。洞里干燥温暖，
设施齐全，一口2米多高，通体散发着玄铁冷硬金属光泽的炼丹炉已经架设好。这些玄铁倒不是楚夏的冶炼厂出产的，楚夏自己的玄铁有大用，而且不宜漏光，现阶段还是得藏着点。市面上的玄铁虽然不多，但以林月的身份地位，要弄一些来倒也不算难事。至于耗费的金钱肯定不少，但林月完全没有提过打算自掏腰包。当徒弟的要时常表表孝心，不然师尊哪肯传授真本领呢？哐哐，楚夏敲了2下炼丹炉，听声音就知道用料很扎实。这一口炼丹炉少说的有7、8吨重，价值很高。这老徒算是有心了。楚夏忽然重重一掌拍下，刹那间金色的流焰从楚夏指尖迸发而出，瞬间笼罩整个炼丹炉。在大日扬言的恐怖高温段烧下，炼丹炉很快就被烧得通红，以至于整个洞窟里的温度都开始飙升。夏子轩很快就受不了，退出了洞窟外。林月虽然也被烤得浑身冒汗，但还是咬牙坚守在洞窟内。去把药材统统取来，楚夏吩咐道。弟子遵命。林月屁颠屁颠跑走，出了洞窟，被寒风冰雪一吹，舒服的脸上的皱纹都舒展开来。不一会儿，林月就带着许多药童回来，将一筐筐分拣好的灵药送入洞窟内。外面开始变得热闹起来，药王谷一些其他的炼药师都被这里的动静吸引过来。首席炼药师林月认了个年轻师傅的消息，之前就已经传来，很多人都是想来看看，能够让林大师如此跪舔的年轻人究竟有什么能耐。可看到楚夏居然要用玄铁打造的炼丹炉炼制丹药，不少炼药师都摇头直呼胡闹。这不是小孩子闹着玩吗？哪有人用玄铁做炼丹炉的？这玩意都能拿来当攻城略地的法宝了，一砸能死一大片。师尊，要不要清场？林月小心翼翼地问道。随你。楚夏并不在意这些，林月却不含糊，当即走出洞窟外，怒吼一声，将人群驱散。开什么玩笑，老夫好不容易获得了一次可以近距离瞻仰师尊炼丹的机会，岂能让你们这些小辈1分钱不花就看去了？楚夏自然不知道自己这个老徒弟的想法，他已经开始徒手搓火焰，将灵药依次置于手心上进行炼制。要神诀的突破，需要不借助任何外物炼制丹药。突破第2层，需要徒手炼制1枚灵阶5品以上的丹药。玉华丹是灵阶7品，显然符合要求，所以第1颗玉华丹，楚夏还不能使用炼丹炉，需要徒手进行炼制，难度无疑会增加不少。但好在这次材料准备充足，楚夏有多次试错机会，所以心里没有任何压力。尤其是这1个月修炼玄天经有所成果，楚夏对于灵力的控制力大幅增强，而这种细微的把控能力正是炼丹师最需要的能力。问题不大，楚夏全神贯注开始炼制玉华丹。可这一幕落在林月眼里，却是惊得他下巴都要掉了。不是，师尊你徒手炼丹啊？这是什么神乎其技的操作？眼睛看懂了，脑子完全学不会啊！林月麻了，这难道就是凡人跟天才的区别吗？他自由学习炼丹术，18岁时已经是10里8乡有名的药师了，可是一炉丹药都没有成功炼出来过。可师尊呢？他不仅可以炼制灵阶丹药，甚至还能不借助任何外物徒手炼丹，这要他往哪说里去啊？时间1分1秒过去，这次楚夏炼制玉华丹的速度很慢，为了确保万无一失，他将灵力的运转和大日阳炎的温度控制到了极限，可以说是完全按照丹方上的流程来进行，1分1毫的纰漏都不会出现。效率虽然不高，但第一次还是以稳健为先。足足1个时辰后，伴随着一阵幽香散发，楚夏摊开掌心，一枚晶莹剔透、宛若白玉的玉华丹呈现在他面前。一次成功，楚夏心中喜悦，当即就将玉华丹服下，亲身感受这颗自己一手炼制出来的玉华丹的药性药力。比起上次万神鼎吐出来的玉华丹，药性还是稍微差了那么一点，但问题不大。徒手炼丹毕竟限制太多，用炼丹炉的话，效率和品质都能得到提升。再次催动药神诀，刹那间，楚夏感受到大量关于炼丹的信息涌入脑海中。药神诀顺利突破第2层，灵阶以内的丹药再也难不倒楚夏分毫，全部都是信手拈来，可以正式开始炼制了。楚夏深吸一口气，将林月和夏子轩都喊了过来，连白芷和青羽也被放过，被他一起叫过来。你们每人负责5种药材，听我吩咐往炼丹炉中投放，都打起精神来，今天连夜奋战，争取把所有灵药全部用完。见众人一脸懵逼，楚夏又补充道，事成之后每人奖励1颗玉华丹。整整1夜，4个人片刻不敢合眼，忙得那叫一个热火朝天，捡药扔药的动作都快养成肌肉记忆了。直到翌日天明，除了楚夏之外，4个人都已经累瘫，剩下的灵药还有一些，楚夏无奈，只好自己动手将最后几炉玉华丹炼出来。直到灵药耗尽，楚夏身边已经堆满了药瓶，1瓶装10颗玉华丹，一共有86瓶，总共就是860枚。这效率
已经堪称惊世骇俗了。夏子轩有气无力地爬到楚夏身旁，脑袋搭在他的大腿上。我的奖励呢？长公主张着嘴求丹药的模样，意外的有点懵。但楚夏总想为他点别的东西嗨嗨，先饶了他吧。楚夏拿出一颗玉华丹，塞进长公主口中，又拿了3颗，分别丢给了林月和双胞胎。服下丹药之后，灵阶7品的药力很快渗透全身，原本疲惫不堪的身躯居然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恢复过来，就连林月都重新变得精神抖擞。这丹药似乎对经脉有格外的效果，浑身上下的经脉都酥酥麻麻的，灵力的运转变得顺畅通透了许多。好东西，这是好东西啊！此丹药名为玉华丹，灵阶7品，有强化经脉、滋养筋骨的功效，能够增强武者实力，提升修行潜力，功效无需多言，你们自己切身感受即可。楚夏拿出10瓶玉华丹交给林月，这批玉华丹你替我宣传一下，寻找合适的买家售出，价格的话先按照3000两黄金一枚来卖。对了，记得少量多次的拿出来卖，别一次暴露太多，那样容易引起观望，要给人一种宝贝稀缺，错过这个村就没这家店的感觉。林月虚心受教，接下药瓶好生保管起来，道：师尊放心，过几天药王谷正好要筹备一次丹药拍卖会，到时候我便拿出一些玉华丹上去压轴。楚夏点了点头，便招呼夏子轩和双胞胎准备回家了。忙活一夜，他的灵力都已经枯竭见底，该回去好好睡上一觉了。回程的马车上，夏子轩依偎在楚夏怀中。我现在才发现，炼丹这个行业真是暴利，成本5万的灵药，经你的手一炼制就能翻上100倍，实在太夸张了。关键是夏子轩居然觉得这玉华丹卖3000两黄金一枚，居然还挺便宜的。灵阶的丹药本就少见，何况玉华丹还是灵阶7品，但就这个品级就值2000两了。毕竟物以稀为贵，在修仙界里，7品灵丹或许没这么高的价值，但在大前皇朝，这种稀罕货卖得再贵也会有人买单。这才哪到哪，赚的这点钱还不够塞牙缝的。而且这玉华丹的销路其实不大，只适用于小有实力的武者，普通人即便有钱也无福享受。接下来我还要炼制一些延寿和驻颜的丹药，那才是真正的暴利。长公主听完眼睛都亮了，她二话不说从储物袋里取出一个锦盒交给了楚夏。这是母后留给我的私房钱，全都在这里了，一共是36万两，我全交给你了，随便你怎么用怎么花，随便你用多久。听到长公主如此阔绰的言辞，楚夏忍俊不禁，他这是看楚夏赚钱红眼了。不过就冲他如此舍得投资的份上，楚夏倒是也不介意带他赚一点。没问题，这笔钱借我用1年，到时候双倍还你。其实有了这批玉华丹，楚夏接下来手里应该不太会缺本金了。长公主这30多万只能算锦上添花，但他既然这么懂事，让他赚一点也无伤大雅。他要是一毛不拔就想从楚夏身上捞钱，那肯定是不行的。回到紫月殿后，夏子轩拉着楚夏来到浴室里。老爷今天累着了，乖乖坐着别动，奴家今天来服侍您沐浴更衣。夏子轩搓着小手，笑盈盈地说道。太现实了，但该说不说，能让长公主服侍自己沐浴，还是挺能提供情绪价值的。一觉睡到傍晚起床，楚夏摇了摇头，这日子怎么过成昼夜颠倒了。见夏子轩还睡得迷糊，楚夏也没叫醒他，独自出门。一转眼，楚夏来到了兰溪店，手里有钱了，接下来自然是要大买特买。灵药可以让林月去采购，但其他东西他就帮不上忙了。楚夏时间宝贵，不可能自己去，所以只能找个人帮自己花钱。目前来看，也就夏兰溪最合适。作为被驯化的妖仆，夏兰溪对自己绝对忠诚，而且她很聪明，6公主的身份也足够高贵，让她去花钱，安全可靠，性价比也更高。东西都记下了吗？楚夏凝视着夏兰溪道。夏兰溪恭敬的点头。主人放心，保证完成您交代的任务。这批采购清单上的东西，以各种功法为主，还有众多辅助武者修炼的装备，以及大批量的灵肉等等，全是拿来培养神武军的。主要是违禁品比较多，不然让夏子轩去采购也没问题，注意保密，不然这事泄露出去对你也不利。楚夏提醒了一句，又道：这里有6万两金票，你先拿着，不够的话你先垫着。多谢主人关心，我会小心的，钱也不是问题，母亲留给我的遗产还挺多的。夏兰溪微微一笑，又道：主人，许哲今日派人送信来了，说想邀请我这月15去灯会赏灯，帮我介绍几个修仙界的朋友认识，我要去吗？你觉得呢？楚夏眉头微蹙，这女人都成了他的奴仆，难道还对许哲不死心？主人别误会，我是想着多了解一些升仙门和修仙界的事情，会对主人有帮助。而且许哲行事还算干净，不会对我有任何逾越的举动。夏兰溪主动坐到楚夏怀中，勾着楚夏的脖子贴在他身上。主人要是不放心，到时候也可以跟兰溪一起去，有您在，兰溪肯定会更加安全的。
楚夏思索起来，要深入了解升仙门的情况，将许哲当成突破口，或许是个不错的选择。也罢，到时候我暗中跟过去看看。做出决定后，楚夏拉着夏兰溪去了兰溪店的厨房。楚夏稍微展露了一下厨艺，给夏兰溪制作了一道美味可口、滋补养颜的米糊，让她改善了一下伙食。毕竟夏兰溪的情况有些特殊，她的体内可是拥有一只13阶大妖的妖魂，现在处于妖魂的融合期内，身体健康是很重要的，隔三差五就得补一补，这样还能进一步巩固夏兰溪的忠诚度，让她完全臣服于楚夏。如此一来，将来等夏兰溪的妖魂彻底觉醒，也依旧会大概率臣服于楚夏。毕竟想要抓住一个女人的心，最好的办法就是先抓住她的胃。回到紫月殿后，楚夏继续闭关修炼，一连数日大门不出，连药王谷的拍卖会都没去参加。也许是找到了修炼的乐趣所在，楚夏现在对别的事情都不太上心，感觉只有修炼能让自己身心舒畅，就跟初尝禁果后的食髓之味一样，很上头。直到15这天，夏子轩问楚夏要不要去逛灯会，楚夏这才想起来还有正事要做。不过时间还早，先陪夏子轩去逛逛灯会也来得及。帝京城武皇大道，夜幕低垂，华灯初上，街市上人潮涌动，笑语盈盈，各色灯笼高挂，或如莲花绽放，或似龙腾凤舞，烛光摇曳间，映得整条街巷流光溢彩。小贩们吆喝着，摊前摆满了精巧的灯谜，引得游人驻足猜解。孩童手持兔儿灯，追逐嬉戏，欢声笑语不绝于耳。远处一座巨大的灯楼巍然矗立，灯火辉煌，宛如天宫降临。河面上莲花灯随波逐流，点点烛光映照水面，恍若星河倒映，好美。上次逛灯会还是母后带我来的，一晃眼都这么多年了。长公主一袭华服，眉目如画，眼波流转间带着几分怀念，她轻摇团扇，缓步走进楚夏，唇角微扬，声音如丝般柔滑。我在河畔酒家订了位置，要不要去喝上几杯？那里环境不错，包厢很私密哦。楚夏略感意外。夏兰溪通知他的地点也是河畔酒家，这是帝京城内一家非常高档的酒楼，不对平民开放，只有王公贵族才能预约。据说里面的酒都是从升仙门购入的灵酒，下酒菜也是来自五湖四海的珍馐，随便一顿饭就能吃掉普通人一辈子的积蓄。那就去吧。楚夏点了点头。与此同时，河畔酒家顶层5楼已经被许哲全部包下，这里权贵云集，来者皆是大前皇朝有头有脸、权势在握的大人物，但气氛却极为凝重，每个人都正襟危坐，席间鸦雀无声，无人敢言。谁都知道这位许哲仙师乃是升仙门圣子，位高权重，神通广大，一言就能定他们这些凡人的生死。在外面他们是一方枭雄，手底下能人辈出，幕僚如云，平民百姓连见他们一面的资格都没有。可在真正的修仙者面前，他们又何尝不是如蝼蚁一般渺小的存在？而且这次宴请来的突然，没有人知道许哲宴请他们的目的是什么，胡乱揣测之下，就更是人人自危了。六公主夏兰溪道。许哲神色一动，起身前去迎接。见到盛装打扮的夏兰溪时，许哲眼眸一亮，称赞道：兰溪今日之美貌，宛如天边皎月，清辉洒落人间，令人心驰神往。夏兰溪笑靥如花。许公子夸奖的我都不好意思了，你当得如此夸奖？许哲笑道：里面坐吧，我邀请的修仙界的朋友马上也快要到了。夏兰溪点了点头，被许哲领到了他的主座旁边落座。也就在这时，一声声刺耳的剑鸣呼啸而至，刹那间3道人影御剑到来。来的3位都是年轻俊美的男子，一个个白衣胜雪，仙气飘渺。许哲笑颜展露，再次上前迎接。云逸兄、青山兄还有长风兄，3位好久不见了。上次见面还是6年前参加青丘剑会，如今许哲兄已是升仙门圣子，前途无限，以后可要多多仰仗许兄提携了。哈哈，许哲兄现在真是意气风发，听说快要突破结丹境了，恭喜恭喜啊！当年我们4人同行，游历山川，现在回忆起来，依旧令人心旷神怡。这3人都是许哲曾经由历时结识的好友，如今虽然都加入了不同的宗门势力，但依旧保持联络，交情很是不错。坐在一旁的夏兰溪却稍微有些意外，他本以为这次许哲要介绍他认识的人是升仙门的弟子，居然是以前世故友，难不成许哲真把他当成了自己人，有进一步发展的想法？不管了，静观其变就好。探不到升仙门的情报，探一探其他宗门势力的情报也好。很快众人落座，宴席开始。见台下宾客都一言不发，许哲端起酒杯道：诸位都是大前皇朝的上流人物，人脉广泛，消息灵通，今日许某邀请诸位前来，是想求大家帮个忙，帮我调查一件事情，事成之后必有重谢。虽未说明要帮什么忙，但许哲此言一出，权贵们顿时松了口气。
不是来找麻烦的就好。在场的都是人精，纷纷起身举杯敬酒，和许哲攀谈起来。宴会的气氛立刻活跃不少。那3位道友互相对视一眼，似乎也察觉到了许哲这次突然邀请他们前来，肯定不只是故友小聚这么简单。不过这对他们来说是好事，修仙界里哪有什么情谊，你来我往皆是利益支撑。至少他们3个如今对许哲来说还有利用价值，那么这份情谊才有可能继续保持下去。若等到别人有事都想不起你来的时候，那关系才算是走到尽头了。另一边，恭迎长公主殿下，一名衣着考究、气质儒雅随和的中年男子从河畔酒家迎了出来。叶掌柜无需多礼，上前带路吧。殿下里边请。来到3楼包厢，楚夏走进门来，发现这里空间虽然不大，但装修的极为温馨雅致，一看就是那种适合小情侣幽会的好去处。不一会儿，饭菜酒水便上齐了。夏子轩倒了一杯酒，随后便往楚夏怀里坐下。这酒名叫紫霞琼浆，你尝尝味道如何？楚夏将手搭在长公主纤细的腰肢上，品尝了一口她送到嘴边的美酒。酒气并不浓烈，更多的是一种清甜芳香，有果香、奶香、木香，虽然多重香味混杂在一起，但并不冲突，口感还是相当不错的。哪怕是不爱酒的楚夏都愿意多尝试几口。这紫霞琼浆的品尝方法有很多种，你想不想试试其他的方法？夏子轩盈盈一笑，拿起酒杯抿了一口，随后勾住楚夏的脖子贴了上来。良酒，纯分。楚夏眸中带笑，这么喝味道的确会好上一些。还有呢。说着，夏子轩将衣领微微往下一拉，露出白皙漂亮的锁骨，拿起酒壶在锁骨窝里倒了一些紫霞琼浆。楚夏莞尔一笑，长公主那些言情小说没白看，撩人的手段是一套一套的。又是一番品尝下来，屋子里的温度都仿佛升高了不少。夏子轩脸颊微红，现在该轮到你喂我了。行。楚夏将酒壶拿到了桌子底下，夏子轩瞬间领悟了什么，轻咬贝齿，缓缓蹲下。轰隆隆，夜空中烟花骤然绽放，五彩斑斓的光点如流星划破天际。事情就是这样，这头赤火龙极为凶残暴力，一旦出现在人间，必定会引发无穷灾祸，造成生灵涂炭的惨剧。我希望诸位可以发动各自的人脉，在整个大前皇朝境内搜寻赤火龙的下落，哪怕是掘地3尺也不能放过。许哲神色凝重地说道，他也是被逼到无计可施，才会想到对外寻求援助的。上次门主率领升仙门长老抵达万古荒漠，却扑了个空，这让他面上无光。好在阡陌宗主没有刁难自己，而是让他戴罪立功，查询赤火龙的下落。这段时间，他率领升仙门弟子游走在大前的大江南北，找了很多地方，然而都没有发现赤火龙的行踪。赤火龙仿佛在万古荒漠中消失了一般，但好端端的一条龙，怎么会突然消失不见呢？许哲左思右想，发现还是人手太少了，难以做到地毯式的搜索，所以他才想到发动大前皇朝权贵阶层的力量。这群本地土著虽然实力不堪入目，但毕竟是大前皇朝土生土长的，对这片土地的了解和认知更深，由他们出力，只要赤火龙还在大前皇朝境内，就绝不会有遗漏。一群凡俗土著，到时候随便给他们几颗丹药就能打发，他们甚至还会对自己感恩戴德。但仅凭土著们的力量，还是不够保险，所以他将自己的3名故友邀请了过来。这3人都是御兽门的弟子，对于搜寻妖兽很是拿手。赤火龙虽然不是妖兽，但本质也差不多，这3人应该可以发挥用武之地。许仙师请放心，吾等定不辱命。邪龙作祟，危害人间，帮助仙门搜寻邪龙，也是吾等应尽的职责。今夜我便回去发动全族之力打探消息，我现在就回去调遣人手，请仙师等我的好消息。权贵们巴不得在许哲面前好好表现，一个个开始卷起来，不一会儿便全都告辞离去了。许哲颇为满意的点了点头，他转头对云逸、青云、长风3人道：“3位道友，现在没有什么闲杂人等了，我还有一件要事要同你们商议。”许兄尽管开口。不知3位听没听说过血月妖尊的事情？听到血月妖尊的名字，3人皆是一惊。我听师尊提起过一些，这血月妖尊是从万劫魔窟里逃出来的一只金丹大妖，上个月曾在南诏国出现过，一夜间屠尽3城，至少100万平民横死。南诏国女娲宫派遣了数十位精锐剑修，都未能击杀血月妖尊，被他给逃走了。许兄突然提起血月妖尊，该不会是这血月妖尊跑到升仙门的地盘上来了吧？许哲神色凝重的点了点头。数日前，有人在南疆发现了血月妖尊的身影，他的赤血妖丹已经修炼到极致，需要吞噬大量精血来帮他突破元阴境。宗主猜测，近期内血月妖尊就会出现在大前皇朝，而且会选择几座人口最多的地区大开杀戒。目前宗门高层已经提前去江南布防，准备对血月妖尊进行围剿。
这可是金丹大佬们出手的大场面，难得一见，有机会倒是想去见识见识，就怕太过危险，我们这些小鱼小虾去了，怕不是要被殃及池鱼。云逸皱眉道：许兄有何打算？云逸知道许哲突然提及此事，肯定是有什么想法，但这种大佬之间的较量，怎么也跟他们三个扯不上关系，除非是看中了他们背后的御兽门。我听闻御兽门的大长老苍玄子今日抵达了大前皇朝。云逸心思一动，这许哲的消息还真是够灵通的。不错，大长老此番前来是想去沧海之上搜寻一种稀有海妖，可否帮我引荐？怕是不妥，大长老性情孤僻，很少跟人打交道，我们都没见过他几次。许哲早料到如此，又道：我这里还有一手独家情报，想必苍玄子真人肯定会很感兴趣，这我可以帮你传达一声，但是否成功取决于大长老的态度。无妨，道友能帮忙传达消息就足够了，他日许某必有重谢。吃饱了没？饱了。夏子轩用指腹刮了刮唇角，露出一副心满意足的表情。哎，女人真是务实。你休息一会，我出去走走。夏子轩非常乖巧地应了一声。出了门，楚夏立刻施展偷天换日诀，将气息隐匿到极致，朝着顶楼走去。此时正好碰见许哲和夏兰溪出来，旁边还有3个筑基境的修仙者。多谢许兄今日热情款待，最迟明早，无论结果如何我都会给您答复。那就有劳云逸兄了。3人当即御剑而起，飞出窗外消失不见，只剩下许哲和夏兰溪2人。许公子，多谢您给我这次机会，让我结识了3位修仙界的前辈，我还是喜欢听你叫我许哲哥哥。许哲凝望着夏兰溪，眸中迸发出一股强烈的占有欲。夏兰溪察觉到许哲的异样，不动声色地退后半步。许哲哥哥，你是不是累了？我没事。兰溪，我知道你想要什么，虽然我现在还没办法带你回升仙门，但我为你寻来了一部功法，靠着这部功法，你足以踏入修仙界的门槛之中。说罢，许哲取出一部功法送到夏兰溪面前。夏兰溪虽然对修仙有着强烈的期盼，但他也明白收下了许哲的功法，必定要自己付出什么，这是绝不可能的。怎么，不满意吗？许哲问道，进一步欺身上前。夏兰溪再退一步，眼看就要被逼到墙角，心中升起了退意。他怕再不走，许哲会动贪念，哪怕只是被许哲碰一下，他都不允许这样的事情发生。现在他的眼里只有楚夏一个人。一部临阶下品功法就想赢得大前6公主的芳心，升仙门的圣子可真是打得一手如意算盘。谁？许哲眉头一皱，心中警觉。有人靠近，他居然丝毫没有察觉到端倪，难道是高手？看到楚夏出现的一刹那，夏兰溪如同找到主心骨一般，心中所有的担忧和顾虑都烟消云散。他完全无法克制自己的情绪，就这么当着许哲的面扑进了楚夏的怀中。这一刻，许哲的内心轰的一声炸开。他并没有多么喜爱夏兰溪，只是看中她的美貌与身份，但在他心里，有资格成为自己道侣的女人，必定是前途无量的修仙者才行。可看到他自以为手到擒来的猎物，居然转头扑向的别的男人，还是让许哲心中燃起一股无名怒火。他感受到了夏兰溪的背叛，也感受到了这个男人对自己的蔑视。这一刻，浓烈的杀心在许哲心头升起。你先走，去3楼找子轩。楚夏拍了拍夏兰溪的后背，吩咐道。察觉到许哲的杀意，楚夏便明白今天必须要将此事了结。反正他已经杀了好几个升仙门的修仙者，也不介意再多一个。主人，您要小心。夏兰溪依依不舍地离开楚夏的怀抱，朝着楼下跑去。许哲并未理会，他的目光始终注视在楚夏身上。报上名来，我不杀无名之辈。我的名字只有活人才配知晓。楚夏咧嘴一笑，绝煞剑轰然而出。上品灵气。许哲眼神顿时凝重起来，他手掐剑诀，几乎同时祭出一柄飞剑展开反击。宛如龙吟般的剑鸣响起，和绝煞剑激烈碰撞，擦出耀眼的火光。初次交锋，势均力敌，2人皆不落下风。但这还是让许哲无比诧异，此人实力修为应该不在自己之下。夏兰溪身边有这等高手，他为何又要通过自己敲开通往修仙者的大门呢？许哲出生寒门，一路爬到升仙门圣子的位置上，难免会多疑。这一瞬间，他脑海里思索出了无数种可能性，其中可能的就是那个女人你是苏清雪派来的。许哲突如其来的质问让楚夏感觉有些莫名其妙，但他很快就意识到许哲应该是做出了某种错误的判断。苏清雪应该是许哲的敌人，亦或者是竞争对手，那他大概率也是升仙门的弟子。许哲是升仙门圣子，那他的对头地位肯定也不会太低，难不成是升仙门的圣女？一个宗门的圣子圣女是这个宗门年轻一辈修仙者的翘楚，代表都是年少成名、意气风发之辈。
会产生摩擦，实属正常。楚夏心生一计，耸了耸肩，用一副十分轻蔑的口吻说道：“你管不着。”果然是苏清雪的人。许哲当下便得出了答案。楚夏若直接回答，他反而还会猜忌一二，但楚夏既不承认也不否认，反而加深了他的肯定。很好，既然苏清雪想玩，那我就陪她好好玩玩。说罢，许哲再次施展腾龙剑诀，朝楚夏猛攻而来。楚夏顺势破窗而出，御剑腾空直上云端，向着城外飞奔而去。许哲穷追不舍他筑基境后期的修为，一身灵力还是颇为霸道的，几个呼吸间就已经追上楚夏，剑势展出如流光，与天空绽放的烟花交相辉映，压迫感十足。楚夏的灵力强度并不亚于许哲，但境界上还是差距太大。化劫境只相当于炼气初期，跟筑基后期比，说是天壤之别也不为过。眼看要被许哲追上，楚夏不慌不忙，反手掏出一把燃火符丢了出去，神符漫天散开，爆裂出无比耀眼的火光。哇，妈妈你看，好大的烟花！是啊，快许愿，以后要考取功名，报效国家。地面上百姓们无不惊叹连连。呸！许哲从火海之中冲出，身上还冒着青烟，一摸头发都被烧得卷曲了。该死，这燃火符可不便宜，他居然一次砸出上百张，太奢侈了，果然是苏清雪的作风。在一阵骂骂咧咧声中，许哲重新展开追击。片刻后，地京城西郊外一座无名山头，楚夏缓缓落地，负手而立等待起来。过了足足7息时间，许哲才追上来。许圣子，你也不行啊，休要猖狂，来战！话音未落，许哲已率先出手，剑光如虹，直刺楚夏咽喉。楚夏身形微侧，手中绝煞剑轻轻一挑，便将对方的攻势化解于无形。紧接着，他手腕一抖，剑光如雪，化作漫天剑影，直逼许哲周身要害。许哲不退反进，剑势陡然一变，剑身如游龙般在空中划出一道弧线，剑气凝聚成一道青色光刃，直劈而下。楚夏眼中闪过一丝凝重，长剑横挡，剑身与光刃相撞，发出一声清脆的金属交鸣，火花四溅。两人身形交错，剑光如电，剑气纵横间，山石崩裂，树木摧折。战至酣处，许哲忽然一声长啸，剑势在变，剑身猛然一震，一道巨大的青色剑气冲天而起，化作一条青龙，咆哮着向楚夏扑去。眼见许哲动真格，楚夏知道单凭自己的实力已经很难胜出了。下一秒，红光冲天，伴随着一声振聋发聩的真龙怒吼，小圣君凭空出现，一爪便拍碎了许哲的青龙剑气，怒目圆睁地注视着许哲。赤火龙！许哲如遭雷击，整个人完全惊呆愣住。他找了这么久的赤火龙，居然在这里出现了，而且是被人召唤出来的。怪不得赤火龙会消失，他居然不是自己逃走，而是被人抢先收服了。可为什么是他？扑哧，利爪穿身而过，许哲反应过来的时候，整个人已经被龙爪狠狠拍在了地上。许哲两眼一黑，强烈的痛楚钻心而来，可他根本发不出半点声音来。他是筑基境后期，可面对一头真龙，根本没有丝毫胜算。我的大好前程明明才刚开始，怎么就结束了呢？吼！小圣君似乎还没过瘾一般，挥舞着利爪想要继续攻击许哲，他甚至张开血盆大口撕咬下去。住口！看到这一幕，楚夏连忙想要制止，可小圣君却突然把头一扭，用一种严肃而死寂的目光注视着楚夏，那眼神仿佛是在说：你不让我吃它，那我就吃你。楚夏忍不住打了个寒战，这邪龙果然是桀骜难驯，保险起见，还是赶紧收了。楚夏大手一挥，将小圣君关回锁妖塔中。怎么回事？好强的力气啊！塔主大人不好，小圣君出常人血滋味，体内的邪性被勾出来了，锁妖塔要压制不住他了，赶紧把他丢到关押妖皇女帝的牢笼里去，不然绝经兽会被他吃光的。菜菜焦急的声音传来。什么？听到菜菜的话，楚夏急忙内视锁妖塔，只见小圣君双目赤红，正发疯似的在锁妖塔内乱窜，眼看就要扑进绝经兽休息的地方，吓得绝经兽们四处乱窜，抱着脑袋瑟瑟发抖。楚夏暗道不妙，赶紧催动玲珑锁妖塔的力量，将小圣君转移到顶层，扔到了妖皇女帝身旁。小圣君可不管那么多，看到眼前躺着一个女子，张口便要撕咬过去。正在休眠的妖皇女帝察觉到异常，蓦然睁开双眼，四目相对，小圣君突然浑身僵直一般，盘踞在半空中，一动也不敢动。仔细看去，楚夏发现小圣君的瞳孔仿佛蒙上了一层白雾似的，感受不到任何的生命气息波动。不会给我的龙宠弄死了吧？楚夏二话不说，催动雷法，刹那间一道道雷霆轰然落在妖皇女帝身上。随着妖皇女帝一阵闷哼，下一秒小圣君才恢复行动能力，然而他却已经动弹不得，笔直的坠落在地上，感觉像是昏死过去了。太狠了！
只是瞪了一眼，就差点杀死一头真龙。这妖皇女帝的实力简直强得难以想象。楚夏来不及多想，刚刚小圣君的气息出现，恐怕已经引起了注意，这地方不能久留，必须赶紧撤离。意识回归，楚夏大手一挥，一把火将山头全部点燃，随后御剑而起，返回地京城。回到河畔酒家后，楚夏整理了一下有些凌乱的衣衫，推门而入。包厢内，夏子轩和夏兰溪二人正面对面坐着，一言不发，气氛安静的有些诡异。楚夏往二人中间一坐，先端起紫霞琼浆喝了一大口。怎么都不说话？你们上次不是还相约一起逛灯会吗？要不现在一起去逛逛？好呀，我们一起去吧，河对岸好像更热闹一些，还有杂耍班子在表演。夏子轩亲昵地挽起楚夏的胳膊说道。夏兰溪自然不会拒绝，当即也兴致满满地站起身来。转眼已经是深夜，灯会已经结束，大街小巷上只剩下一些稀疏的行人，楚夏三人也坐上了回宫的马车。夏子轩逛了一晚上，已经倦怠了，靠在楚夏身上就睡了过去。夏兰溪正在一五一十地汇报他今天获知的相关情报，得知有个厉害的血月妖尊可能出现在江南，楚夏不由眉头微蹙。以人为食的妖邪并不少见，但像血月妖尊这样能造成100万人伤亡的大妖就有点过于恐怖了。若是去别的地方还好，江南水土丰饶，人口众多，会被血月妖尊盯上并不算意外，但神武军也在那里，如果血月妖尊真去了江南大开杀戒，神武军岂不是也有危险？毕竟2万个血气方刚的武者，从食材的角度来考虑，绝对有很强的吸引力。楚夏开始担忧起来。不过升仙门高层既然都去埋伏了，显然不会放过血月妖尊。虽然刚杀了升仙门的圣子，但这一次楚夏希望升仙门可以赢。还有狗皇帝大前是他的国土，有妖邪来，大前大开杀戒，他总不能置之不顾吧？但指望别人终究是不靠谱的，还是得亲自去坐镇才能放心。主人，血月妖尊的消息应该藏不了太久，或许很快大前皇朝上下都会知晓，届时江南必定乱成一团，父皇或许或派人前去镇守，到时候我可以向父皇请缨，带兵南下，就显得你能耐。本该熟睡的夏子轩突然睁开眼睛说道。他又对楚夏道：我也可以。楚夏莞尔一笑，好了好了，知道你们有心了，此事先静观其变吧，不必急在一时，因为急也没用。小圣君现在情况不明，而且他就算能活下来，以他现在的状态，恐怕也帮不上楚夏什么忙。把他放出去，不成为第2个血月妖尊就不错了。一头真龙如果大开杀戒，危害程度可能比血月妖尊还要严重。回到紫月殿后，夏子轩懒得梳洗，直接就趴在床上睡着了。楚夏倒是不困，来浴室里泡了个澡，意识再次进入玲珑锁妖塔中。塔主大人，您怎么不穿衣服？菜菜目光有些怪异地盯着楚夏。楚夏愣了愣，低头一看，果然凉飕飕的。不是，这不是意识体吗？合着我泡澡的时候，意识体也跟着一起把衣服脱了？要不要这么写实？不过楚夏也没在意就是了。玲珑锁妖塔是完全属于他的地盘，在自己家里活动，不穿衣服又咋了？反正就一个妖皇女帝是异性，让他看一眼又如何？自己又不吃亏。身形一闪，楚夏出现在锁妖塔顶层。他将依旧昏迷不醒的小圣君转移到了另外的牢笼中去，同时让菜菜搬来一张椅子，坐在了牢笼外打量起妖皇女帝的容貌。虽然见过不止一次，但每次看都觉得惊艳无比。那种浑然天成的妖媚气质，配合他那高高在上的帝王神态，反差感非常强烈，让人很有征服的欲望。刚刚挨了一发雷劈，妖皇女帝的心情很不好，但这次她没有装睡，而是坐在地上直勾勾地盯着楚夏，四目相对，谁也不肯退步分毫。你不是眼神就能杀人吗？怎么不拿刚才那招对付我？楚夏眯着眼睛说道。你当我是白痴吗？要不是你能控制玲珑锁妖塔，你看本尊灭不灭你蝼蚁？啧啧，口气挺冲啊。楚夏大手一挥，一道比水桶还粗的雷霆轰然劈落，瞬间贯穿妖皇女帝全身。她咬牙死撑，但片刻后还是招架不住，发出一声痛苦的哀嚎，倒在地上，半天都动弹不了分毫。何苦呢？好好说话，咱们还有的聊。你总这样抗拒我，不是自找苦吃吗？楚夏叹息道。妖皇女帝紧闭双眼，又开始装死了。逃避是没有结果的，你落在我手里，而我又希望从你身上获得一些利益，咱们其实有很大的合作空间。但凡你态度好一点，待遇都能提升不少。上次的花蜜好吃不？你就不想多尝尝外面的美食？不想做几件新衣裳？不想看点书打发时间？楚夏的话语宛如魔音一般，不停钻进妖皇女帝的耳朵中。牢笼就这么大，她想不听都不行。或许是实在受不了楚夏的碎碎念了，妖皇女帝重新从地上坐了起来。你想要什么？见妖皇女帝终于松口，楚夏也是松了口气。不怕谈不拢，就怕谈都不愿意谈。
既然妖皇女帝开口了，说明楚夏给她画的大饼还是很合她胃口的。她想改善牢狱生活，楚夏想从她身上获取好处，这不是一拍即合吗？都行，我这人不挑食，功法丹药来者不拒，天才地宝多多益善。以你的身份实力，随便从指缝里漏点东西出来，对我就很有用处了。楚夏嘿嘿笑道，他所贪图的肯定不止这些，最大的目标是拿下妖皇女帝，让她也成为自己的妖仆，对自己唯命是从。不过以他现在的实力，肯定没办法驯服妖皇女帝，所以要循序渐进的来。那你要失望了，当年我被荒古道君镇压之前，就已经遭逢大难，被妖国12大妖尊联手围攻过一次，身上携带的储物法宝皆被打烂。我现在是孑然一身的状态，指缝里连一粒沙都露不出来。不是，你堂堂妖皇女帝这么穷？楚夏顿时没了好脸色，搞半天是个穷鬼女帝，亏他还满心期待能大赚一笔呢。但是毕竟是13阶半步妖仙境修为，我活在人世间7600余年，我这一生的记忆对大多数人来说便已经是无价之宝。妖皇女帝忽然又抬起头来，美眸中闪烁着自信的神采。楚夏一想也对，确实是这么个道理。不过你都7000多岁了，看不出来呢。楚夏笑道。妖皇女帝黛眉微蹙，她从楚夏的眼神中看出了一丝嫌弃。这家伙他怎么敢的？7000岁对凡人来说是遥不可及，可在修仙界里也绝对算不上大。若他有朝一日能够突破妖仙之境，7000岁的寿元仅仅算是人生刚开始，何况他还没有成过婚，说他是待字闺中的小妖仙也毫不为过。妖皇女帝心中腹诽不断，但也懒得同楚夏多做解释。他一个炼气境的蝼蚁，要不是意外获得了玲珑锁妖塔，哪有跟自己面对面的资格？少废话，你还想不想交易了？想啊，但你光说空话没用，总得拿出一些让我感兴趣的东西吧。妖皇女帝凝眉思索片刻，拿纸笔来。楚夏点了点头，立刻取来纸笔，送进牢笼中。妖皇女帝当即奋笔疾书起来，顷刻功夫便写满了整整1页。她这一手字倒是写得极为漂亮工整，看起来有种赏心悦目的感觉，就是写得太小了，有点考验视力。写完之后，妖皇女帝直接将纸扔给楚夏，这是我在太虚殿与某人斗法，他输给我的太虚御空术，此术修炼简单，哪怕资质一般，3天也足以速成，但功效却十分不俗，可以大幅提升御剑飞行的速度，提升效果因人而异，至少也在3成以上。若你资质足够高，甚至可以达到6成提升，提升御剑飞行的速度，这倒真是个好东西。之前和许哲交手，楚夏就因为速度不占优势，差点吃亏。在修仙者斗法厮杀的时候，如果可以在速度上凌驾于敌人，那即便实力弱一些，依旧能够稳操胜券。天下武功唯快不破，还不错。你想用什么交换？楚夏问道。我抄录给你的是上篇，你去给我准备10套衣物，500斤肉食，500斤各类瓜果，500斤蜜糖，我再将下篇抄录好给你。说出条件的妖皇女帝甚至下意识地咽了咽口水。500年了，嘴里都快要淡出个鸟了。就算她是立志要执掌天下妖族的妖皇女帝，但此刻最大的心愿也只是美美的吃上一顿罢了。听到这个要求的楚夏还真有些意外。从价值上来说，双方完全不对等。妖皇女帝提出的这些东西，价值最多也就1锭金子，哪怕是用上好的灵肉，价值也高不到哪去。这让都做好杀价准备的楚夏，一时间都不知如何开口了。但该杀还是得杀。10套衣服可以给你准备，其他的最多一样给你5斤。楚夏说道。倒不是说他有多抠门，但这次能够说服妖皇女帝，最大的原因就是他内心产生了欲望，而口腹之欲是最容易满足的。一旦让妖皇女帝吃饱了，他接下来又没有其他方面强烈的欲望，那下次交易该如何进行呢？所以不能一次让他吃太饱了，这就跟驯兽是一个道理，得让他保持一定的饥饿感，这样才有利于建立依赖关系，让他食髓知味，等下次再饿了就会主动来求楚夏交易的。5斤不行，这也太少了，还不够塞牙缝的，打发叫花子呢。妖皇女帝很生气，如果不是被关在牢笼中，她一掌拍死楚夏的冲动都有了。姐姐，拜托你认清楚形势，这太虚御空术虽然还不错，可我只是一个炼气境初期的小修士，连御剑飞行的能力都没有，我愿意跟你交易，你就偷着乐吧，还要求这么多，我看你还是不饿。那算了，咱们下次再谈。谁是你姐姐？别乱攀交情。妖皇女帝瞪了楚夏一眼，她还是有些心虚的。对啊，这家伙只是运气好，但修为太弱，才炼气境初期而已。自己拿出来的功法神通，就算再厉害，对他也不能立竿见影的产生效果，需求自然大打折扣。罢了，少是少了点，至少也能过过嘴瘾。5斤就5斤，妖皇女帝咬牙切齿地说道。说完这句话，她忽然有种人生惨淡，生无可恋的感觉。在尔虞我诈的修仙界混了7000年，到头来被部下背叛，
导致自己沦为阶下囚不说，如今居然要为了一口吃的讨价还价半天，这天底下还有比自己过得还惨的13阶大妖吗？想哭成，我现在就去帮你准备。楚夏意识离开锁妖塔，倒也不着急，先舒服的泡了会澡，换上干净衣服后走进卧室中，看了一眼躺在床上的夏子轩，楚夏摇了摇头，不行，身材差距太大了，夏子轩的衣服妖皇女帝肯定穿不上，其他人的就更不行了，还是等明天去成衣铺买吧。楚夏转头来到地下室，继续修炼玄天经。翌日，楚夏用了1上午的时间在地京城内大肆采购，各式各样的衣物、食物、小吃、生活用品、书籍，全都买了一大堆。买完之后，全部丢进了锁妖塔最下层，足足堆满了一间牢笼。买了这么多东西，居然只花了16两黄金。正当楚夏打算回宫时，突然察觉到一股强烈的灵力波动，抬头一看，只见好几道修士的身影御剑从低空掠过，是升仙门的弟子。其中一个楚夏认识，上次和许哲一同出现在万古荒原。楚夏并不意外，许哲毕竟是升仙门的圣子，潜力无穷，深受升仙门器重。他就这么不明不白的死了，升仙门绝对不会善罢甘休。要不是现在升仙门高层都在江南布防，准备围剿血月妖尊，估计场面还要更热闹些。不过楚夏并不担忧，唯一知情者夏兰溪是绝对不会出卖他的。至于夏兰溪会不会被怀疑，那倒不至于，他只是化劫禁武者，无论谁来了都不会认为夏兰溪有杀死许哲的能力。而且楚夏对夏兰溪的演技还是颇为放心的，真调查到他头上，他绝对有能力把自己打造成受害者的形象。不多时，楚夏返回紫月殿中，他迫不及待进入玲珑锁妖塔，和妖皇女帝进行交易。你这是什么品味？这肚兜也能算一件衣服吗？妖皇女帝质疑地看着楚夏，她怀疑这家伙藏着什么龌龊的心思。楚夏没好气道，又没让你穿外面，你怎么婆婆妈妈的，还想不想交易了？你……妖皇女帝深吸一口气，努力让自己的杀意平息下来，她拿来纸笔，开始迅速将太虚御空术的后篇抄写出来，交给楚夏。楚夏拿到手后，当即离开锁妖塔，开始修炼起来。这太虚御空术不属于功法的范畴，而是一种神通术法，其高深处在于可以借助天地之势加持己身，从而在御剑飞行时降低空间阻力，提升速度。的确不难，根本用不了3天，仅仅1个下午，楚夏就基本掌握了太虚御空术。稍微测试了一下，这太虚御空术让他的御剑速度足足提升了70%还多，都快接近1倍了。这让楚夏感到颇为惊喜，他的天赋果然很强。离开地下室时，楚夏顺便看了一眼妖皇女帝，他已经将交易的食物都吃得一干二净，此刻正看着眼前的衣物发呆。怎么不换衣服？楚夏的声音突然从妖皇女帝耳畔传来，他黛眉微蹙，却只是将衣物收起来，紧闭双眼，闭目养神。楚夏有些疑惑，仔细打量了他一眼，顿时明白过来，500年没洗澡了，他是怕身上太脏，把新衣服也给弄脏了。哎，谁让我热心肠呢？送你1桶水给你洗洗。楚夏走进浴室，找了个木桶，灌满1桶热水，送进了妖皇女帝的牢笼里。看着木桶里不断冒出的热腾腾的水汽，妖皇女帝有些心动。可一想到楚夏这家伙正盯着自己看，她就很无语。这个新来的塔主太年轻了，年轻男人该有的臭毛病一个不少。她不信自己洗澡的时候，楚夏能够忍住不偷看。不洗吗？那我拿走了。楚夏的声音再次传来。妖皇女帝冷哼一声，忽然身如闪电一般快速移动到木桶内，热水浸泡全身的同时，一团浓密的水汽升腾而起，顷刻间整个牢笼都笼罩在一团水雾之中，根本什么也看不见。咦，怎么还防君子呢？楚夏摇了摇头，人与妖之间的信任哪去了？他突然好奇，如果这个时候自己把水桶转移出去，妖皇女帝会是什么表情？算了，还是给她留点面子吧。楚夏心念一动，从库房里取出一些晒干的花瓣，从妖皇女帝头顶上丢了下去，然后便离开了锁妖塔。察觉到楚夏的气息离去，妖皇女帝这才缓缓从水面探出个脑袋。下一秒，纷纷花雨飘然落下。妖皇女帝美眸愣了一下，下意识捧起双手接住了花瓣雨。这份美景多少年不曾见过了。对了，妖皇姐姐，你要香皂不？洗得干净些。楚夏的声音再次出现。妖皇女帝脸色一变，再次缩回水中，气得咬牙切齿，可又忍不住感到一丝好笑。年轻男人的心思真是太好懂了。虽然可恶，可这短短一瞬的经历，却比他过去被关押的500年的人生加起来还要有趣。在丢下一块香皂后，楚夏彻底离开锁妖塔。此时外面已经天黑了。夏子轩这时才睡醒过来，怎么又天黑了？我还是继续睡吧。他倒头重新躺下，居然真的很快就睡过去了。哪来这么多瞌睡？楚夏佩服不已。能吃能睡的长公主，
怪不得气运惊人呢，这一看就是天生享福的命。修炼，修炼，还是修炼。转眼又过去数日，除了修炼之外，楚夏也时刻关注江南的动静。直到这一日，天还没亮，五龙殿的太监来到紫月殿，宣夏子轩上朝面圣。长公主殿下，陛下说了，可去可不去，您自个决断就行。说完，太监就转身离开了紫月殿。夏子轩眉头微皱，我猜可能是为了江南的事情，我得去一趟。说完，他便火急火燎地出门去了。楚夏想了想，也跟了过去。他虽然没有上早朝的资格，但近距离听听看还是没问题的。结果刚出门一会，就碰到了同样火急火燎赶往五龙殿的夏瑞明和四皇子夏锦城。另一边，夏兰溪和五皇子夏元芳也赶了过来。除了已故的七皇子夏木生和戴罪出征西域部落的夏哲彦外，都到齐了。但他们没来得及多说什么，就看到文武百官已经开始上朝。众人立刻跟上大部队，一同进入五龙殿内。随后便是山呼万岁的声音传来。楚夏蹲在一头石狮子侧面避风，可惜风太大了，听不清楚大殿上在谈论什么事情。正在楚夏百无聊赖的时候，却突然感觉到万神鼎颤动了一下。怎么突然有反应了？楚夏神色一动，循着万神鼎的指引找去，发现是一队龙渊卫正在殿外巡逻。那是楚夏在巡逻队伍中居然看见了一道熟悉的身影。只见领头的校尉身披一套红色软甲，扎着高马尾辫，英姿飒爽，神采奕奕。不是别人，正是立志要当女侠的林双华。不是，怎么是他？楚夏一头问号。你不当女侠，改行投靠朝廷当鹰犬了，反差有点大啊。林双华的出现虽然让楚夏很意外，不过更意外的是，为什么万神鼎会对林双华有反应？他身上有什么好东西吗？不行，得想办法跟他接触一下。但现在他在巡逻，楚夏也不好贸然跑上去搭讪。正好这时早朝也结束了，文武百官和皇子皇女们都陆续从五龙殿走了出来。找到楚夏后，夏子轩立刻说道：和我猜测的一样，血月妖尊的事情父皇已经知晓，他准备在万劫试炼之前额外开启一项新的试炼，让我们6位皇子皇女各自率领10万精兵南下，围剿血月妖尊，护佑江南太平。用调兵遣将来当作试炼内容吗？倒也算合乎情理。行，反正我也打算南下，那就正好一起去了。楚夏看到林双华再次出现在视野中，立刻让夏子轩看过去，道：你去想办法跟林双华接触一下，把他请到紫月殿来做客。是他。突然看到林双华，夏子轩也是颇为意外。他对这个胸有侠骨气的少女还是有些好感的，但楚夏为什么突然对他如此上心，还专门要他去主动邀请林双华？莫非是对他有什么企图？看我干嘛？快去啊，一会人走了。楚夏催促道。那你怎么不自己去？夏子轩垮着个脸，有些不悦。虽然我们无名无分，但你至少得顾及一下我的感受嘛。我堂堂大前皇朝长公主，还要帮着自己的男人泡妞，这成何体统啊？啊！看着夏子轩扭扭捏捏的模样，楚夏这才意识到他是有所误会。想什么呢？我只是有些事情想找他了解了解状况，但我自己出面怕他会拒绝，但长公主你若发话，他岂敢不从？真是这样，千真万确。夏子轩嘴角不自觉地流露出一抹笑意，当即便朝着林双华的方向走去。不一会儿，夏子轩回来告诉楚夏，搞定了，我邀请他中午去紫月殿用膳，还是长公主有面。楚夏竖起大拇指，夏子轩双手叉腰，一脸得意地往前走去。林双华很猛，上次在江南背上了一课后，他深刻意识到自己初出茅庐，经验浅薄，不足以支撑他仗剑行侠的事业。为了磨砺自己，他萌生了从军的想法，打算在最艰苦的军旅之中体验新的人生。但父亲似乎理解错误了自己的意思，居然把他安排进了龙渊卫。本来也还好，可他莫名其妙就受到上司的赏识，被调入了皇宫里，又莫名其妙的成了巡防司的一个小校尉。这就算了，第一天当差巡逻，居然遇到了熟人，在江南有过一面之缘的漂亮姐姐，居然是当朝长公主。长公主还邀请他去吃饭。林双华本来是想拒绝的，可脑海中莫名浮现出楚夏的身影，鬼使神差的就答应了下来。楚夏应该是长公主身边的侍卫吧？那等会岂不是又可以见到楚夏了？这么一想，林双华更慌乱了。他还欠着楚夏钱呢，现在他才刚当差，俸禄还没发，没钱还债啊！罢了罢了，实在不行，回家去找老爷子开口要吧。回到紫月殿后，夏子轩就迫不及待拿出几本兵书，开始临时抱佛脚的阅读学习起来。第一次带兵，他还挺兴奋。什么日子开拔出征？楚夏问道。明天一早就动身，大军已经驻扎在江南各地了。这次出动的兵力都出自中海大将军麾下的天元军，那可是大前皇朝时打时的精锐之师，平均实力达到通玄境4重，战力可想而知是何等彪悍。老实说，
我现在已经兴奋的有些坐不住了。中海大将军居然把他一手培养的天元军拿出来，给皇子皇女们试炼，倒是颇有些魄力。那你抓紧看书吧，临时抱佛脚虽然没啥用，但总比你稀里糊涂就上战场要强。嘿嘿，我也是这么想的，不过这兵法还真是晦涩难懂。楚夏，你说我这么好的运气，是不是上了战场瞎指挥也能大获全胜？如果是别人说这话，楚夏肯定得让他认清现实，别做梦了。可见识过下子轩的强运之后，楚夏还真不敢断言，说不定凭他的气运，上了战场真的会有如神助，倒是可以期待一下。临近中午，紫月殿外，林双华犹豫片刻，还是鼓起勇气敲响门扉。开门迎接的是白芷，你就是林双华林小姐吧？午宴已经设下，您随我来吧。说完，他便上前引路，林双华小心翼翼地跟在后面，还来不及惊叹这紫月殿的雄伟华丽，他就已经来到了会客用的餐厅。夏子轩和楚夏已经在这里等候。林姑娘，又见面了。楚夏笑着上前打了个招呼。林双华尴尬地笑了笑，楚公子，欠你的钱我现在无力偿还，还请您再宽恕几日。无妨，突然把你请过来才是冒昧之举，林姑娘莫要怪罪就好。楚夏说话间，目光来回在林双华身上扫视，他基本断定宝物应该就在林双华腰间的储物袋中，上次见时还没有，说明他也是刚获得不久，但具体为何物还得打开储物袋才能见分晓，还得再探一探。如果林双华知晓宝物的来历功效，楚夏也不好夺人所好，但如果他不知道，那楚夏肯定不能错过，毕竟这次万神鼎的反应还挺强的。一旁的夏子轩却听出了几分猫腻，欠钱是怎么回事，自己可完全不知道。楚夏果然跟林双华关系不浅，这家伙有事竟瞒着我，你们聊吧，我还有事先走了。夏子轩气鼓鼓地转身离开了。林双华尴尬了，长公主好像生气了，我们不会被杀头吧？不用管他，他明天要出征了，现在紧张得很，估计是没心情吃饭。楚夏邀请林双华入座，与他有一搭没一搭的闲聊起来。聊到凌云天的时候，林双华突然想起什么来。我说上次回家，兄长说宫里有大人物想见我呢，原来就是长公主啊。虽然不知道具体经过，但我兄长就是典型的二世祖，最爱结交狐朋狗友，仗势欺人，欺男霸女的事情没少干。他要是做了什么得罪长公主和楚公子的事情，楚公子不必对他客气，该抓就抓，该阉就阉，我举双手赞成。不出所料，林双华就是凌云天的妹妹，不过这兄妹俩的关系不咋地啊。也是，以林双华嫉恶如仇的性格，行走江湖第一站没有大义灭亲，亲手除掉凌云天就已经是相当克制了，倒也没那么严重，阉了就不必，回头给他介绍2个有龙阳之癖的大汉就行。楚夏笑道。林双华忍不住扑哧一笑，你比我还狠啊，不过你这么一说，我还真是有点感兴趣了，要真有这机会，我一定要亲自去看看，哪怕脏了自己的眼也在所不惜。一番说笑后，气氛变得融洽许多。楚夏趁热打铁，聊起了上次在江南分别之后发生的事情。哪天之后，我又反思很多，我一世江湖不只是打打杀杀，更多的是人情世故。于是我回了一趟师门，跟师傅诉苦，师傅开导了一番，建议我到官场历练，但我自知不是当官的料，所以退而求次，打算入军旅，只是结果发生了一点小小的变化。了解林双华这段时间的经历后，楚夏还挺意外，这姑娘年纪不大，但行动力还是很强的，说干就干，绝不含糊，是个能成大事的主。而且在闲谈中，楚夏得知林双华居然才16岁，便已经是化劫境5重修为，楚夏才化劫境3重，距离4重还差一点。该说不说，林双华的武道天赋绝对是楚夏见过的人里最顶级的。菜测一测林双华的灵根。楚夏倒是挺想看看林双华除了武道天赋之外有没有修仙的天赋。好的塔主大人，最好想办法跟他有肢体上的接触，这样测的会更加准确。菜的声音传来，肢体接触吗？楚夏心思一动，突然抓住林双华的手，一脸惊奇地捏了捏她的指骨和腕骨。不看不知道，林姑娘根骨不一般啊，怪不得小小年纪就有如此高的武道成就，依我看你20岁就有机会踏上宗师之境。楚夏突如其来的一番吹捧，打得林双华措手不及，还没等他反应过来，楚夏又已经收回了手。林双华倒是没起什么疑心，只是谦虚地笑了笑。楚公子过奖了，你也不赖，我能感觉出来，你的实力远超我之上，我可能在你手里连一招都过不了。那倒也是。楚夏淡淡一笑。林双华尬住了，我吹捧你2句，你怎么还当真了？再说了，就算真是如此，你也太不谦虚了，习武之人怎么可以得意忘形呢？这时菜终于完成查验。塔主大人，这姑娘资质不错，是土属性的天灵根，虽不是极品，但单一属性的天灵根在修仙界里已经算万里挑一了，毕竟不是谁都能像塔主大人您一样拥有极品天灵根。菜的话让楚夏心思瞬间活跃起来。
单一属性的天灵根，这绝对是极品修仙资质，放在修仙界里，肯定是被各大门派势力争抢的对象。不行，这么好的苗子，既然被自己碰到了，说什么也得留在身边。夏子轩不是也想招揽凌霜华加入荣渊卫吧？他正好也不喜欢在皇宫里巡逻的植物林姑娘。你想加入荣渊卫吗？楚夏直勾勾地注视着凌霜华。我现在就是荣渊卫啊，巡防司本就是属于荣渊卫的下属机构。楚夏摇了摇头，不是这个意思，我是问你，想不想加入长公主麾下，为长公主效力？祖龙祭典你应该听说过吧？1年之内，大前皇朝便要确立新主，到时候长公主有很大概率登基成为大前女帝。你现在加入进来，便有从龙之功，对你的将来绝对有莫大好处。这个凌霜华仔细思索片刻，却是摇了摇头。不好意思，是楚公子，我对立功没什么兴趣，谁当皇帝我也不在乎。我现在只有磨砺自己的内心，让自己的武道意志快速成长起来，因为我的目标是1年之内突破宗师境。除此之外的事情，我并不感兴趣。啊，这碰上个货真价实的武痴了。虽然意外，但也不是太意外。对一个16岁的姑娘说什么建功立业的事情，确实太早了。但楚夏岂会轻易放弃？那你就更应该加入我们了。你当在巡防司待着，无异于空耗生命，宫里是一潭死水，掀不起什么风浪，所有人都围绕着皇家运转。你所经历的事情，都是在教你如何当一个合格的臣子和奴仆。但我们这里不一样，在我这，你有机会经历更多的事情。明日我们会启程南下，参与一场关乎100万黎民百姓生死的大事。之后，我们还要去往万劫魔窟，与邪魔为敌，最后还要进入祖龙禁地，与前朝女帝面对面。这些事情，你觉得是你在外界能够经历到的吗？楚夏越说越激动，突然一把抓住凌霜华的肩膀。林姑娘，机会是要自己把握的。被楚夏这么一说，凌霜华还真有点被刺激到了。听起来好像确实有点意思，至少比在宫里每天转来转去的巡逻要强。我回去考虑考虑。凌霜华挣脱开楚夏的手，跑出了紫月殿。眼看凌霜华溜走，楚夏这才想起来还有最关键的宝物的事情没问呢。罢了，他有感觉凌霜华这次肯定逃不掉。等他来到长公主麾下，那就有的是机会，不必急在一时。咦，怎么还没吃就跑了？白芷刚端着酒过来，看到一溜烟跑没影的凌霜华，很是疑惑地问道。青鱼呵呵一笑，楚公子您可真是胆大，在长公主的眼皮子底下还敢对别的女人动手动脚，这下好了，要是穿到长公主耳朵里，看你怎么交代。楚夏白了双胞胎一眼，坐下来陪我吃，一个人吃得没劲。翌日天还未亮，夏子轩已经收拾妥当，换上一身紫色的软甲，一改平日文静优雅的淑女形象。还在等你的林姑娘，准备出发吧。她不会来的。夏子轩咬着牙说道。那可未必。楚夏微微一笑，只见凌霜华的身影款款而来。凌霜华拜见长公主殿下，愿为长公主效力。经过一夜的深思熟虑，他最终还是做出了决定。好。夏子轩虽不知发生什么，但还是一口答应下来。此番出征危险重重，凌霜华的实力很强，带在身边可堪大用。至于他跟楚夏不清不白的关系，想多了也是心乱，不如随他们去。大前宫外，5支队伍已经集结。夏哲彦目前还在西域征战各大部落，要过几日才能出发。这次带队的依旧是上将军钟海。此外，皇帝夏玉还派出了他的专属龙渊卫。这批龙渊卫数量足足有2000人，而且个个身披黄金甲，骑的是披甲战马，完全武装到牙齿，只能看到一双双明亮的眼睛露在外面。这便是龙渊卫里真正的精锐，龙渊铁骑。楚夏年幼之时就跟随父亲观摩过龙渊铁骑冲锋陷阵的场面，那黑云压城所向睥睨的战斗力，至今都让楚夏难以忘怀。他想要打造属于神武军的重甲铁骑，很大程度上就是受到龙渊铁骑的影响。在场的皇子皇女们看到龙渊铁骑出场后，也都纷纷挪不开眼。这可是大前皇朝真正的顶级战斗力啊！总共只有5000人，全都是钟海亲手带出来的，实力全部都在化劫境之中，宗师强者也不在少数。这次直接出动了2000龙渊铁骑，可见夏玉对此次行动还是颇为重视的。开拔出征，钟海骑着高头大马绕到众人面前，嗓音洪亮的大吼一声。就在这时，天空突然出现一道黑影，紧接着一艘数十米长、两侧有流光溢动的铁甲战船急速降落。这是何物？会飞的船？是什么法宝吗？就连皇子皇女们都瞠目结舌，完全不知道这铁甲战船的来历。钟海却也没有解释太多，只说是军方机密，可日行3000里，由铁甲战船护送，今夜便可抵达江南。众人这才陆陆续续登上铁甲战船，但战船上空间有限，2000龙渊铁骑则没有登船，而是直接策马奔腾向南而去。片刻后，
铁甲战船浮空而起，升至云端，开始往南飞行。对于从未有过如此新奇经历的众人来说，全都是惊叹连连。长公主也不例外，只是她也有些好奇，之前从未听说过大前皇朝有此等宝物存在，这是从哪冒出来的？属下你看，这战船虽然修缮得很新，可还是看得出年代非常久远了，这该不会是前朝留下的宝物吧？属下点了点头，很有可能。以大前皇朝的国力，不太可能打造出这样一艘浮空铁甲战船，其飞行所用到的阵法非常复杂精妙，而且催动阵法的消耗极大，不是一般的世俗皇朝能够养得起的东西。钟大将军，能跟我们说说那雪月妖尊的事情吗？此番大前皇朝出动如此多的兵力，只为围剿一头妖邪，这妖邪的实力想必非同一般吧？夏瑞明忽然朝钟海询问起来，其余众人也纷纷看了过去。血月妖尊的事情，他们大多是昨日早朝上才知晓的。妖邪作乱的事情在民间是常有发生的，但大多妖邪也不算厉害，只要有宗师强者出马，基本都能搞定。可这次情况完全不同，大前皇朝的主力军都出动了，听说升仙门还派遣了大批人手驻扎江南，这架势可是从未有过的。钟海凝眉沉思片刻，道：关于此妖，我所知晓的情报也不多，只知他此前曾在南诏国兴风作浪，酿成一场巨大的灾难，死伤平民足足有上百万之众，其危害之大，可能是大前皇朝建国以来所面临的最危险的妖邪，所以陛下才会如此重视，提前做好准备，只为保护大前百姓不受妖邪侵害。夏瑞明脸色一暗，顿时意识到情况不妙。本以为统领10万大军出征会很有意思，可现在看来，这绝非一趟舒服差事，稍有不慎，甚至可能把命给搭进去。诸位也不必太多担忧，我大前如今国力强势，国运昌隆，区区一只妖邪，绝不可能动摇我大前国本。何况有升仙门的修仙者带头作战，吾等主要职责是守卫江南，未必有直接与妖邪作战的机会，目前大可放下心来。等到了江南之后，我会再收集更详细的情报与诸位交流。现在还请各位回船舱内好好养精蓄锐，准备应付接下来的诸多事宜。众人点了点头，纷纷进入船舱内部，进入各自安排好的房间内。房间不大，但装修奢华，处处都彰显着皇家的气派。夏子轩坐下之后，心情也有些忐忑不安起来，拿着一卷兵书仔细认真地看着，但心思却难以平定下来。楚夏倒是一副漫不经心的悠哉模样，坐在窗前晒着太阳，开始修炼起来。玄天经修炼了这么长时间，也基本入门了，可惜只有第一篇，难入高深之境。现在楚夏还是继续修炼大日阳神诀，进一步提升自己的修为。还别说，云端之上，艳阳充沛，阳气十足。楚夏一同修炼，没过2个时辰，便感受到了突破的契机。随着体内一阵灵力震颤，楚夏轻轻松松迈入化劫境4重大关。同样在修炼的林双华蓦然睁开双眼，满眼惊奇地看了楚夏一眼。这就突破了。楚公子看来也是修习武道的旷世奇才啊！关键他明明只比自己大2岁而已，为人却给人一种极为成熟稳重的感觉，仿佛生平经历了许多事情，心智上远超自己，这就很奇怪了。虽然如此，但林双华还是对自己更有自信。16岁的化劫境5重强者，放眼大前皇朝500年历史长河中都是极为罕见的。为人处事比不上，但至少在武道方面，林双华不觉得楚夏能够胜过自己。一天时间很快过去，傍晚时分，铁甲战船就已经飞过洛水，进入江南地界，前方就是唐州了。楚夏还特意趴在窗口望了望，发现铁甲战船的飞行路径不在神武军所在区域，这才放心。不然被钟海发现神武军屯兵深山，那恐怕接下来就不是围剿血月妖尊，而是先围剿神武军了。又过了1个时辰，铁甲战船开始降落，下方是江南中心最繁华的城池，名为兰陵。兰陵城四周环水，城内河道纵横，古桥如虹，道路两旁桃花盛开，柳絮飘飘，整个城市仿佛置身于一幅油彩画中，美轮美奂。北方积雪还未消融，江南已经遍地入春。兰陵有江南水府之称，据传这里曾是一片龙巢，龙气滋养下人杰地灵，在这片土地上诞生过许许多多的豪杰。兰陵也是大前皇朝历史最悠久的古城，在前朝时期就已经颇具规模，如今更是江南第1人口大城。80里水路范围内居住的人口超过1000万，在这样的时代里，能有人口过1000万的城池，已经算是相当夸张了。也就是江南水土丰茂，资源富饶，换做别的地方，根本养不活这么多人口。此刻，铁甲战船降落的区域是兰陵中心，靠近城主府的一片水坡。这水坡不大，但有一个响亮的名字——盘龙涧。只因这水坡下有一具盘踞着的真龙骸骨。只是现在天黑，水面看上去黑不隆冬的，楚夏也不确定是不是真的。下船的时候，兰陵太守已经携一众官员前来迎接。放眼望去，大小官吏至少来了300-400人，浩浩荡荡，
场面很大。河对岸的夜市上，甚至有不少百姓探着脑袋张望，想看看究竟是什么大人物来兰陵了，居然惊动这么多大官。长公主在钟海的安排下，第一个走下铁甲战船。就身份而言，长公主显然是最为尊贵的，无论走在哪里，绝对是第一个要接受别人参拜的。臣兰陵太守严宽参见长公主殿下。臣等叩见长公主。夏子轩对这场面倒是习以为常，风轻云淡地摆了摆手，行事就免了，此番情况特殊，直接去城主府详细商谈吧。遵命。夏子轩和夏兰溪加上3名皇子和中海大将军一同在太守严宽的恭请下先一步进入了城主府内，随行人员则有其他官员负责安顿。城主府昨日就被清空出来，里面的房舍全部整理过，专门给皇子皇女们使用。楚夏带着林双华双胞胎领着一众龙渊卫入住到了城主府内。龙渊卫们开始巡查打扫，楚夏倒是没什么事情，趁着空闲独自去外面走了走。主要是万神鼎刚刚出现了一些动静，但又消失了。楚夏想碰碰运气，看能不能找到宝物。在城主府内外逛了一圈，毫无收获后，楚夏本都打算放弃了。可就在他走到盘龙剑附近的时候，万神鼎再次颤动了一下。这动静是在水底吗？楚夏神色一动，立刻绕着湖边漫步行走，找到一处隐蔽的桥底后，当即脱了衣服，一个扎猛子就钻进水里。夜里的湖水还是有些清凉刺骨的，但对纯阳之体的楚夏来说，反而还挺舒服。他甚至没急着寻找宝物，而是先在湖水里畅游了一番，而后再猛地往湖底深处扎去。这盘龙剑看着不大，但水倒是挺深，一路下潜200米都没见底。幸亏楚夏体质够强，不然根本潜不下来。依靠大日阳炎的火光照耀，楚夏面前能看清周围水体的环境。水还是很清澈的，水草丰茂，鱼虾很多，还有很多个头巨大的乌龟，甚至遇到了几只猪婆龙。再往下没多远，终于触底了。湖底没有淤泥，而的白皙柔软的沙地踩上去很软很舒服。楚夏跟随万神鼎的指引，在一处沙地里翻找了一阵，他摸到了一块很大很坚硬的岩石，不对，掀开泥沙仔细一看，这分明的一根已经接近石化的骸骨，还真有真龙骸骨啊！想不到传说居然是真的，楚夏还挺意外，毕竟这种民间传说大多不靠谱。等等吸引万神鼎的，该不会就是这龙骨吧？就在这时，一股强大的吸力从万神鼎中传来，楚夏刚发掘出一角的龙骨，直接就被万神鼎被吞噬掉了。还真是，但万神鼎的震动还没结束，是要将完整的骸骨全部吞噬掉才行吗？楚夏一咬牙，虽然有些憋得慌，但他应该还能再支撑10几分钟，时间差不多够。想到这，楚夏不敢再耽搁，迅速催动灵力，搅动水底泥沙，利用水流的冲击，将原本被掩埋的骸骨全部暴露出来，一点点吞噬。10分钟后，呼，浮到水面，楚夏迫不及待的大口呼吸起来，脸色都憋得涨红了。回到岸边坐着休息了一会，楚夏才内视丹田。只见万神鼎上浮现出一枚造型非常精致的古雕令牌，令牌上正面刻着龙神，背面刻着巡天，令牌两侧还雕刻着1清100两头栩栩如生的真龙，龙目有灵韵激荡，压迫感很强。楚夏盯着看了一会，却毫无头绪，不知道这令牌有什么作用。他又转而研究起令牌的材质，似玉似骨，但强度非常高，绝煞剑砍上去不留任何痕迹，大日阳燃烧半天温度都没变化。楚夏又试着滴血认主、熔灵认主之类的手段，但都毫无反应。罢了，先留着以后再说吧。楚夏将令牌收起，返回城主府内。这时夏子轩已经回来，夏兰溪也在，两人正在说着什么。楚夏回来了，快上菜吧，吃点东西好休息，明天有的忙了。夏子轩热情地招呼道。夏兰溪更是直接端着热毛巾上去，主动帮楚夏擦手擦脸，服侍的无微不至。也就是没别人在，不然看到这一幕谁不迷糊啊？大前皇朝的2位公主在楚夏面前居然卑微的跟丫鬟似的。现在情况如何？楚夏问道。夏子轩道，目前还没有血月妖尊确切的消息，但最近江南的确不太平，有深山里的野兽闯入村庄，平日难得一见的妖兽也时常出没于人间，但还没出现大规模的伤亡事件，恐怕是风雨欲来之前的宁静。明天开始，我们几人就要各自领兵分散驻扎到江南各地进行镇守。我负责的区域是南边的锦州，那里人口有500万，人口十分稠密。如果血月妖尊是奔着吃人的目的而来，锦州被盯上的概率会非常高。夏兰溪跟着说道，我主要负责守卫兰陵，明天和将士会合后，便着重开始加强兰陵城的防守。兰陵河湖众多，边际无法有效设防，如果血月妖尊从水路入侵，防守难度会很大，这一点的多花点心思应对。夏子轩说着，脸色都变得严肃起来。先吃吧，吃饱了好好休息，有什么事情明天再考虑。楚夏说道。江南腹地，
3000里水泽浩渺，其名万古源，自古便是灵秀之地。此地乃江南4大水域交汇之处，洛水、沧江、图河、衡溪与此相融，灵水润泽万年，甘霖从未断绝，滋养万物，孕育天地精华。夜色深沉，万籁俱寂。万古园内，一座古老的殿宇悄然浮现，仿佛自时光长河中挣脱而出，巍然矗立于一片浩瀚湖泽之上。殿宇古朴庄严，隐隐透出苍茫之气。忽然4道水蓝色光华自殿宇内冲天而起，如泉涌般喷薄而出，映照的殿宇内一片湛蓝。光华之中似有龙吟低回，震撼人心。龙神令重现人间，万古园灵脉重续，这天怕是要变了。速去寻找新任龙神大人，万古传承岂能就此淹没？吾等当然尽最后一线生机，为万古皇朝重续道统。声音如洪钟大吕，回荡在天地之间，仿佛唤醒了沉睡已久的古老意志。万古园内，风云骤起，楚夏做了个奇怪的梦，梦见一条妩媚的白蛇和一条妖娆的青蛇缠在自己身上扭来扭去，还吐着信子冲他嘶声呢喃着什么。但因为太过诡异，楚夏被惊醒了。醒的时候天色刚刚破晓，但夏子轩已经起床，穿戴上繁琐厚重的甲胄，出门点兵去了。林双华和双胞胎也出门了。楚夏一个人倒是清闲，不过想起刚才做的梦，楚夏总感觉有点不对劲。他忽然意识到什么，将昨晚收获的令牌拿了出来，一模一样。仔细看了看令牌上盘踞的2头龙，正好也是一白一青，眉眼神态都很相似。只不过他梦见的是蛇，不是龙，这是否寓意着什么呢？楚夏沉思片刻，却也想不明白。他干脆不去多想，来到窗前，迎着朝阳开始一天的修炼。转眼来到中午，夏子轩一行人风尘仆仆的回来。这兰陵真是好地方啊，百姓还如此热情，对我们处处设防设卡都很支持，还送了好多鱼来。白芷和青鱼随后而至，2人怀里都抱着一个大筐子，里面装满了各种鱼虾螃蟹，还有长得奇形怪状的贝类。夏子轩从筐子里拿出一个比手臂还粗，类似海参的东西，交给楚夏。什么意思啊？楚夏问道。夏子轩悄悄伏到楚夏耳畔道：渔民说此物名叫龙参，最是壮阳，我买了一些给你补补。楚夏顿时一头黑线，我看着像是需要补的样子吗？说罢，他不动声色地将龙参收入囊中。夏子轩嘿嘿一笑，2人相视不语。林双华此时也走进屋子里，放下佩剑后道：江南本就是富庶之地，而这兰陵城更是富庶到了极致，河里的鱼虾仿佛补之不尽一样，随便下网一捞就有源源不断的收获，怪不得江南武者数量更多，有大量的肉食补充体力，强健气血，习武会变得更加容易。说到这，夏子轩也来了兴致，坐下来道：不仅如此，我仔细看过兰陵城周边水域内的水产，有一部分先天蕴含灵气，堪比妖兽的灵肉，只不过这种灵鱼资源已经被江南各大武道世家所垄断，普通百姓即便抓到了也不舍得吃，都会卖给武道世家。但也因此催生出了江南兴旺的捕鱼业，尤其是兰陵城周边，当地百姓中有70%的青壮年都从事捕鱼行业，一人打鱼便足以养活一家老小。而且江南水域不同于大海，没有什么风浪，也极少有妖兽为害，更加安全轻松。我还听说有些灵鱼非常稀少，价值连城，其中最贵的叫做龙鱼，若是有渔民捕到一条，卖掉的钱抵得上10年的收入。楚夏对此倒是不意外，昨夜潜水时他就发现了这一点。白芷、青鱼，你们挑选一些水产处理一下，拿来当午餐，剩下的分发给其他龙渊卫。夏子轩吩咐道。遵命。双胞胎立刻去厨房忙碌起来。水产料理起来很方便，不一会儿一桌丰盛的大餐就备好，尝起来味道确实鲜嫩可口。楚夏一个人就干掉了18条鱼、上百只大虾和螃蟹，就是包起来有点麻烦，楚夏懒得浪费时间，就连壳一起吃了，反正他牙口好。吃饱喝足，夏子轩一行人又风风火火地出门去了。全城布防的任务还是很紧张的，必须抓紧时间。下午闲着无事的楚夏便一个人走上街头溜达去了，顺便看看能不能买到龙餐。龙餐好啊，给金长伯伯走着走着，楚夏来到了一处鱼市码头上，陆陆续续有船只靠岸，将一筐筐水产搬运上岸。我的乖乖，老张你发达了，居然捕到了1筐赤裸鱼，这得有200-300斤了吧。突然有一阵惊呼声传来，许多人都跑去围观，楚夏也混迹到了其中。捕获到灵鱼的老张头笑得合不拢嘴，连道侥幸。不一会儿便有几名衣着光鲜的武道世家子弟闻讯而来，用5两黄金的价格买走了这筐赤裸鱼。楚夏凑近看了一眼，这赤裸鱼的确富含灵气，灵气浓郁的程度比蟒兽的肉还要高出一截来，绝对称得上大补之物，看得楚夏都有些心痒难耐了。他琢磨着自己要不要去购买一些渔网去潜水捕鱼，但想想自己也不缺钱，
没必要跟这群渔民抢生意，还是作罢了。最终楚夏只买了一副鱼竿和饵料，打算找个地方去抛两杆，过一过钓鱼佬的瘾。小哥看着面生的很，是外地来的吧？想钓鱼我倒是可以给你推荐一个好去处，城东有家云来渔场，那片水域里有很多鲮鱼，随便钓上一条来就能回本，运气好还有机会碰到龙鱼。售卖渔具的摊主对楚夏说道。半个时辰后，一路闲逛，楚夏来到了云来渔场。这里还挺热闹，来来往往的钓鱼佬多不胜数，进门还需要缴费，一个时辰1两黄金，比起其他渔场来说简直贵得离谱。但贵有贵的道理，运气好肯定有的赚。楚夏交了一个时辰的钱，打算浅玩一下。刚抛竿，旁边就有几个老钓客看不过去了。小兄弟，你这么抛竿不行的，我来教你。话音未落，楚夏便感到手中鱼竿猛地一抖，他当即大力提竿，没有技巧，全凭运气，一条金灿灿的大黄鱼跃出水面。龙鱼？不是，今天云来渔场的第一条龙鱼就这么被你钓上来了。小兄弟，不，师傅，请收我为徒吧。眨眼间，一群钓鱼佬闻讯而来，将楚夏围堵得水泄不通。楚夏看着眼前活蹦乱跳的龙鱼，也是略感意外。难道这就是新手保护期？他可是第一次正儿八经的钓鱼，完全没有任何经验。这就是龙鱼吗？看着倒是挺漂亮，金灿灿的鳞片在阳光照耀下十分耀眼，浑身上下龙气翻腾，鱼唇边还挂着几缕犹如龙须一般的触须，仔细看确实有几分龙的神态。小兄弟，我出50两黄金，卖给我吧。50两也好意思开口，我出80两。都别吵了，我出100两。小兄弟，这已经是公道价了，卖给我绝对不吃亏。楚夏对此只是笑而不语，将鱼收好，紧接着抛出第二杆。楚夏虽然年纪轻轻，但看穿着还有气质，就是非富即贵，周围众人倒也不敢继续纠缠。可就当众人要散去的时候，鱼竿再次动了。楚夏迅速拉竿，又一条金灿灿的龙鱼跃出水面，比之前那条还大。和之前惊叹连连的状况不同，这一次周围的钓鱼佬们同时陷入了沉默。云来钓场虽然是好地方，隔三差五就会有人钓上龙鱼，可一连2竿都钓上龙鱼的情况，众人也是闻所未闻。有鱼口，快下竿！不知是谁喊了一声，顿时间周围的钓鱼佬们一哄而散，各自回到自己的钓点，开始疯狂抛竿。消息以惊人的速度传来，不一会儿功夫，周围便多了一圈钓鱼佬，鱼竿甩个不停，场面倒是颇有些壮观。然而钓来钓去，上钩的还是一些普通的鱼儿，鲮鱼都少见。楚夏现在也有点懵，不是，我真没开过啊。他第二竿甚至连鱼饵都忘记放了，就很诡异，难道自己有什么特殊的吸引龙鱼的体质？楚夏犹豫了片刻，又甩了一竿子下去，这次依旧没有挂鱼饵。不到3秒，鱼竿又动了。楚夏顺势一拉，又是一片金光跃出水面，第3条龙鱼。还在疯狂抛竿的钓鱼佬们彻底惊呆了。闹呢？龙鱼是找他报恩来了。我滴乖，这条更大，怕是有3、4斤重了，一条岂不是能卖500两黄金？这回功夫他就赚了1000两黄金了，兰陵城首富都没他能赚。这少年什么来历？消息一传十，十传百，很快整个兰陵城的钓鱼界都被惊动，乌泱乌泱的人群聚集在渔场外，他们不舍得交费进来，只能趴在渔场的围栏为驻足围观。也有武道世家的子弟问询而知，来到渔场中要向楚夏收购龙鱼。楚夏皆不理会，他感觉到事情有些不对劲。菜菜，你知道这是什么情况吗？楚夏已经将神识感知对菜菜放开，让他探明一下水下的情况。龙鱼接连3次主动上钩，感觉就跟演戏一样。楚夏不得不怀疑这背后是否有什么神秘力量在操控，但菜菜的话却让楚夏感到意外。水下一切正常，不仅是龙鱼，还有不少富含灵气的鲮鱼也聚集在塔主大人面前的水域之中，他们也想咬钩，只是竞争不过龙鱼。等这几条龙鱼被钓完，估计就该轮到他们。不对，又有龙鱼被吸引过来了。这楚夏仔细斟酌片刻，如果他有什么吸引鱼类的天赋体质，那昨夜潜水时应该就会发现才对。排除这些可能性的话，那唯一的解释就是这些龙鱼和鲮鱼是被他昨夜得到的龙神令牌吸引过来的。这龙神令牌肯定大有来头，但现在不是考虑这些的时候，管那么多干嘛？先赚钱。楚夏又甩了一竿子下去，不出意外，又是一条龙鱼咬钩了。这条龙鱼更大，足足有10多斤，浑身金灿灿的，即便在阳光下都显得格外醒目耀眼，周身散发的灵气更是强烈无比，闻起来也没有水产的腥味，而是一种淡淡的香甜气息。这10斤的龙鱼，这得活了上千年吧？龙鱼生长很缓慢，100年才能长到1斤重，这条值大钱了，估计几大武道世家会砸下大价钱的。楚夏不语，只是一味的抛竿，一条接着一条的龙鱼被钓出水面，很快就过去了半个时辰。
平均1分钟一条龙鱼。足足62条龙鱼被楚夏收入了锁妖塔内，用水缸暂时养了起来。这期间，他也稍微了解了一下龙鱼的作用。龙鱼的鳞片、鱼骨和龙须可以入药，鱼肉有非常强的滋补和延年益寿功效。最有价值的是鱼心，对武者强化气血有极大的帮助。如果这62条龙鱼拿来卖的话，估计能值个5万两黄金。若是之前，楚夏说不定真会动了卖掉换钱的心思。但现在楚夏有长公主贡献的36万两金票，就算给了夏兰溪6万，也还剩足30万。而且夏兰溪也不差钱，楚夏给他6万两，但他用来采购物资花费的钱财至少超过了15万两。楚夏真要向他伸手，他临时凑凑，弄个20-30万两黄金也不成问题。不缺钱，自然没有卖的意义，自己留着用岂不是更香？但就在楚夏收了鱼竿，打算离去的时候，一群人乌泱乌泱地冲进了云来渔场，来的全是武者，而且实力不弱，最次也是通玄境修为。赵家来人了，我就知道。赵家可是兰陵第一武道世家，麾下武者成千上万，而且仅凭一家之力就垄断了兰陵城半数余市。这么多的龙鱼同时出现，也就只有赵家有这个能力吃得下。不过那小子恐怕要出点血了，赵家行事向来霸道，能按照市场价的1/10出价就算不错了。那又如何？不卖也得卖，不然就是死路一条。虽然众人的议论声很小，但凭楚夏的耳力，还是听清楚了。赵家嘛，来的路上他好像听说过。虽然赵家势力很庞大，但主要依靠渔业，只在兰陵城以及周边地带有影响力。放眼整个江南的话，还是有江南王孟龙鹤坐镇的孟家更有地位。赵家在孟家面前还是要逊色一筹的。不过在楚夏眼里，无论是孟家还是赵家都没什么区别，就是你小子钓上来62条龙鱼，来人，把他给我押起来。赵家人群中，一名众星捧月的年轻男子走了出来，先审视了一眼楚夏，随后便趾高气扬地呼喝道。刹那间，数十名赵家武者团团围了上来，凶神恶煞的就要羁押楚夏。看到赵家武者气势汹汹围过来，楚夏眉头一拧，这赵家的霸道程度超出他的预期，理由都懒得找了，上来就要扣押他。看来这62条龙鱼的利益已经让这群赵家子弟彻底红了眼，估计是看楚夏一个人外地人好欺负，想来一手吃干抹净。倘若是别人遇上这种事情，为了保命，恐怕也只能自认倒霉，将龙鱼乖乖上交。但楚夏眼里可揉不得沙子。砰！一声闷响，为首的赵家武者直接被楚夏一拳轰飞，重重摔在地上，口中喷出一口鲜血。其余赵家武者见状，顿时大惊失色，纷纷拔出兵器，朝楚夏围攻而来。然而楚夏的身法快得惊人，他们的攻击根本碰不到他的衣角。楚夏如同游龙般在人群中穿梭，每一拳每一脚都带着雷霆之势，赵家武者们一个接一个的倒下，惨叫声此起彼伏。不到片刻，赵家的武者们已经全部躺在地上，哀嚎不已。对付这群臭鱼烂虾，楚夏连绝煞剑都懒得用，没那个必要。好小子，有点实力，倒是小看你了。年轻男子低垂的眼眸中燃起一抹兴奋之色，他展开双臂，身后的仆从立刻将他身上名贵的袍子脱下，露出一身线条分明的精壮肌肉。赵家赵玉龙，请赐教。就在楚夏以为这个赵玉龙要跟他单挑的时候，两道人影飞掠而来，出现在赵玉龙身旁两侧。这二人气息深厚，目光深邃，双双负手而立，神情淡然。区化捷径小辈，能够打伤这么多赵家武者，的确有点实力。可惜你惹上了赵家，只有死路一条。二人同时上前，周身散发出一股无形威压，每一步落下，地面仿佛都微微震动，彰显出雄厚的灵力。这二人皆是宗师境的强者，是赵乾和赵坤，赵家的宗师强者里，就属这二人出手最为狠辣凶残，哪怕敌人认输，依旧要把对方活活打死才肯罢休。完了，这少年钓龙鱼把运气耗尽，今天恐怕在劫难逃，快躲远点，免得被殃及。围观的钓鱼佬一哄而散，生怕惹上麻烦。赵玉龙眉头一挑，神态嚣张道：怕死的话，现在把龙鱼交出来，我做主放你一马。楚夏却压根没有理睬赵玉龙的意思，他目光落在赵乾和赵坤身上，蔑视道：一起上吧，我赶时间。死到临头还嘴硬，看我撕烂你的嘴。赵乾赵坤同时出击，二人速度极快，身形如电，瞬间逼近楚夏。赵乾拳锋凌厉，直取楚夏面门，而赵坤则从侧翼包抄，掌锋如刀，直逼楚夏的腰腹。刺了！剑芒一闪而过，楚夏负手而立，不动如山。赵乾赵坤二人同时震飞出去，浑身上下血流不止，每个人身上至少多了几十道剑痕。二人也是能忍，硬撑着一声不发，只是眼神中的惊恐根本藏匿不住。好恐怖的剑意，如此凌厉霸道的剑意，绝非普通人能够修炼出来的。
这次赵家恐怕惹到阴茬了。你们两个搞什么？连区区一个化捷径都对付不了。赵玉龙脸色很难看，他完全没有想到搬出2位宗师强者，居然还是奈何不了对方。这下他倒是有些骑虎难下了。若早知道楚夏实力如此强横，他也不会一上来就动手。少爷，您先退下，这里交给我们。赵乾深吸一口气，浑身肌肉鼓胀，依靠肌肉的收缩，硬生生将伤口挤压起来，不再往外流血。赵坤则拿出一瓶丹药服下，伤口瞬间止血，而且整个人气息飙升，额头青筋暴涨，轰鸣的心跳声清晰可闻。你们先撑住，我去叫人。赵玉龙知道形势不妙，立刻拔腿就跑，但楚夏岂会给他机会？绝煞剑御空而出，几乎瞬间就从赵玉龙后脖颈飞掠而过，刹那间血如泉涌。赵玉龙满目愕然之色，轰的一声扑倒在地，温热的鲜血浸润脸颊，惊恐、后悔、不甘各种情绪在他脑海闪过，可为时已晚。看到楚夏一剑劈死赵玉龙，不仅赵乾、赵坤惊呆了，在场的钓鱼佬们更是震惊不已。赵玉龙可是赵家家主赵武吉的小儿子，虽不是最受宠的，但还是很受器重。他就这么死了，这可是大事，赵家绝不会善罢甘休的。这少年虽然有几分能耐，可要跟整个赵家抗衡，恐怕有几条命也不够送吧。赵家麾下的宗师武者可足足有20-30人，尤其是赵武吉本人早已登上宗师境巅峰，在江南武道界也算数一数二的强者，比起孟家老爷子年轻时候，恐怕也不遑多让。你摊上大事了，神仙来了也保不了你。赵乾、赵坤看着倒在血泊中的小少爷，心头一片慌乱。这下全完了。楚夏是什么下场他们不知道，可他们两个的下场一定很惨。2大宗师强者贴身保护小少爷，居然还让小少爷在众目睽睽之下被杀了，就凭这一点，他两个绝对是在劫难逃。老爷发起疯来，天都能捅个窟窿。杀个不学无术、仗势欺人的2世祖能有多大的麻烦？楚夏呵呵一笑，语气满是不屑。从赵玉龙把主意打到楚夏头上的那一刻，他就注定一死，没有回旋的余地。快去禀告家主！赵乾吼了一嗓子，随后和赵坤2人再次围住楚夏，似乎生怕他会逃走一样。楚夏在这里等家主来了，怨气可以发泄到他头上。他要是跑了，那他们两个可就只能直面承受家主的怒火了。放心，我不会跑的。楚夏气定神闲地说道。他甚至又拿出鱼竿，甩了一竿子。看到这个时候，楚夏居然还有心情钓鱼，云来渔场里的一众钓鱼佬们都忍不住发自内心的给楚夏竖起了大拇指。有这份气魄，这少年的来历绝对不简单，说不定真能跟赵家碰一碰。鱼竿微微一动，楚夏面露喜色，又上货了。哗啦一声，一条金灿灿的龙鱼跃出水面。我去，第63条龙鱼了。看来这少年的运气还没用完，今天可真是小刀拉屁股，开眼了。楚夏不语，只是一味的收竿。又钓了几条龙鱼，凑足了70条的数量后，水里的龙鱼似乎被钓光了似的，不再上钩。就在钓鱼佬们终于松了口气的时候，一条条灵鱼被楚夏无情地拽出水面。这是8角仙纹鱼、星辉鱼，这么大个头的还是第一次见。我去，幻影鱼都钓出来了，这鱼的鲜美程度甚至在龙鱼之上。不一会儿功夫，楚夏已经钓上来几10条灵鱼，到后来他甚至不需要等待，杆子甩下去立刻拉上来，必定会带着一条鱼上岸。最离谱的是，还钓上来一头足足有200多斤重的玄龟。玄龟生性胆小警觉，最是怕人，可这只玄龟见到楚夏，居然主动往他身边凑，踹都踹不开。楚夏干脆坐在玄龟的龟壳上，拿它当凳子继续钓鱼。忽然，云来渔场外传来一阵急促的脚步声，浩浩荡荡的人群鱼贯而入，足足有300-400人，来的全是赵家精锐武者，可谓兴师动众。为首之人身着一袭玄色长袍，衣袂飘飘，猎猎作响。他面容刚毅，目光如电，周身散发着凌厉的气势，仿佛一柄出鞘的利剑，锋芒毕露。他便是赵家家主，宗师境9重巅峰强者赵武吉。是谁？胆敢残杀吾儿？闷雷般的声音从赵武吉喉咙里发出，他满脸怒容，杀气外溢。赵乾、赵坤连忙指着楚夏说道：家主大人，就是他杀了小少爷，拿命来！赵武吉暴躁如风，步伐似箭，一窜就来到楚夏身后，一掌拍下，厚重如山的掌风夹杂猛烈的刚劲，宛若一座大山从天而降，猛烈的威势压得水面都掀起波涛。有其父必有其子，怪不得赵玉龙如此蛮狠霸道，原来是有个好爹当表率。楚夏轻描淡写地伸出2根手指，将赵武吉劈落的手掌钳住。宗师巅峰境强者的霸道刚劲就这么被化解，散逸的灵劲好似秋水无痕，没有引起半点波澜。只有将力量控制到极致，才能做到这种程度。寂静云来渔场内鸦雀无声，赵武吉满脸涨红，
额头青筋暴起，显然已经用尽了全力。然而，无论他如何催动体内的刚劲灵力，手掌却始终无法再进分毫，仿佛被一座无形的山岳牢牢镇压。这怎么可能？赵武吉心中惊骇万分，他堂堂宗师巅峰境的强者，竟然被一个年轻人用2根手指轻松制住，这简直颠覆了他的认知。楚夏神色淡然，目光如水般平静，仿佛眼前的一切都在他的掌控之中。他微微抬眸看向赵武吉，语气中带着一丝淡淡的嘲讽：赵家主，你的实力似乎配不上你的脾气。赵武吉闻言，脸色更加难看，心中的怒火几乎要将他吞噬。他猛地抽回手掌，身形暴退数步，眼中闪过一丝狠厉之色。小子，这是你自找的。话音未落，赵武吉体内的刚劲疯狂涌动，周身气势骤然攀升，仿佛一头觉醒的猛兽。他低吼一声，双掌猛然推出，一道巨大的刚劲掌印凭空凝聚，带着毁天灭地的威势直逼楚夏而去。霸玄掌！赵武吉怒吼道，这是他压箱底的武技，凭借这一招，他在江南罕逢敌手。他相信这一掌足以将楚夏彻底碾压。然而面对这惊天动地的一掌，楚夏却依旧神色淡然。他轻轻抬起右手，五指微张，仿佛在虚空中轻轻一抓。轰！那道巨大的刚劲掌印在距离楚夏数尺之处突然停滞不前，仿佛撞上了一堵无形的墙壁。紧接着掌印开始剧烈颤抖，随后在众人惊骇的目光中轰然崩碎，化作无数光点消散于空中。这不可能！赵武吉瞪大了眼睛，满脸不可置信。他引以为傲的武技竟然被楚夏如此轻描淡写的化解了。楚夏缓缓收回右手，目光平静地看向赵武吉，语气中带着一丝淡淡的怜悯。赵家主，你的实力还不足以让我认真对待。本以为凭赵武吉的实力能让自己稍微认真一点，可现在看来根本没这个必要。修炼过玄天经后，楚夏的灵力强度已经和宗师武者拉开悬殊的差距。赵武吉的刚劲看似凌厉霸道，可在他眼里却是一盘散沙，触之即散。这就是修仙者和武者真正的差距所在，灵力的强度完全不是一个量级的。赵武吉闻言，心中顿时涌起一股无力感。他从未想过自己竟然会败得如此彻底，甚至连对方的衣角都未曾碰到。他真的只是一个化捷径的武者吗？赵武吉似乎想到了什么，眸中升起一片骇然之色。你是？话音未落，外面忽然传来一阵急促的马蹄声，刹那间一群战马飞驰而来，浩浩荡荡，威势惊人。官兵来了，快逃啊！但为时已晚，大批骑兵已经将云来渔场团团围住。赵武吉看到这一幕，不由眉头微蹙。官府的人怎么跑来了？按照武道界的规矩，武者之间引发的争端，官家一般情况是不会出手的。公子，你没事吧？一道倩影策马奔腾而来，正是白芷。楚夏略感意外，你怎么来了？我听巡城的龙渊卫传来的消息，便立刻带兵赶了过来。长公主随后就到。此言一出，在场众人无不惊愕万分。长公主要来？谁不知道长公主昨夜抵达兰陵，带领10万天元军驻扎城内，似乎是有什么大事情要发生。怪不得这少年如此强横，原来他竟然是长公主身边的人。而且长公主听闻他有难，居然要亲自赶来，可见重视程度非同一般。赵武吉此刻的脸色很不好看。赵家虽然在兰陵城颇有地位实力，可就连在江南争霸都有一个孟家牢牢拦在前头，更别说整个大前皇朝了。长公主的身份何等尊贵崇高，一般宗师武者都没有资格近身，哪怕是他见到长公主也必须老老实实的跪下。更别说现在的长公主还统领着10万天元军，那可是10万训练有素、实力高强的正规军啊！只要一声令下，半日之内恐怕就能将整个赵家夷为平地。这少年居然有这么大的来头，这一下真是惹上大祸了。轰隆隆，马蹄声震耳欲聋。云来渔场外，黑压压大一片铁骑正飞奔而来，转瞬间数百铁骑就将云来渔场完全围困起来。天元军的铁骑虽不及皇家的龙渊铁骑装备精良，但也是天元军的核心力量，实力绝对称得上强大。而且在铁骑先锋之后，还紧随着成千上万的天元军将士。这场面任谁看了心底都要瑟瑟发抖，连抬头直视的勇气都没有。在万众瞩目之下，一袭紫衣的夏子轩赶到。他骑在一匹雪白的战马上，英姿飒爽，面带着几分冷峻，目光如电，扫视着众人。他的到来仿佛让整个云来渔场都安静了下来，连马蹄声都变得轻微了许多。作为大前皇族长公主，夏子轩出门在外时，那种自小培养的皇者气度还是很有压迫力的。但随着夏子轩目光落在楚夏身上，他的嘴角顿时扬起一抹灿烂的笑容，随即纵身一跃，落在楚夏身旁，绕着他转了一圈，似乎是在确认楚夏没有受伤。你不该来的。
楚夏轻叹一声，夏子轩身份特殊，贸然参与到武道世家的争斗中来，难免遭人口舌。更何况此番他带兵而来，一旦和赵家产生冲突，便有可能对外释放出皇族要对武道世家开刀的信号，引起整个江南所有武道世家的反抗。但话是这么说没错，夏子轩能在第一时间不顾后果的赶来，楚夏还是挺高兴的。谁能拒绝一个满眼都是你的女人呢？没事，我来之前跟中海将军通了通气，他建议我趁此机会敲打一下这些武道世家，免得等血月妖尊杀到的时候，他们反而会拖后腿。夏子轩嫣然一笑道：原来如此，那就没什么问题了。但有些事情还是得自己出面比较稳妥。楚夏嘴角一扬，走上前去对赵武吉道：赵家主为何一言不发？是天生内向吗？赵武吉被楚夏一句话呛得满脸涨红，可纵然心中有百般怒火怨气，也不敢往外撒上分毫。打不过一个话捷径的后辈，就已经让他颜面尽失了。现在如果还敢当刺头，赵家恐怕会沦为兰陵城的历史。在付出了莫大的决心后，赵武吉的脸上露出了一副比哭还难看的笑容。自古英雄出少年，小兄弟实力惊人，赵某佩服至极。这一战是赵某输了，犬子之死赵某不再追究。赵某今夜会在赵府设下宴席，届时恭请小兄弟和长公主殿下大驾光临，赵某绝对会拿出满满的诚意来，绝不让二位失望。作为在兰陵城横行霸道数十载的赵家家主，赵武吉能够将姿态放低到这种程度，已经是彻底豁出去了。可楚夏却完全不买账，赵玉龙的死完全是他咎由自取，你还有脸追究？你们赵家不是很霸道吗？现在碰上硬茬就开始装孙子，企图糊弄过去，天底下哪有这么便宜的事？对付这种作威作福惯了的人，就得比他更强势更霸道，狠狠的一脚踩死，不留余地，如此才是起到最好的惩戒效果。不然等楚夏一走，赵家依旧会在兰陵横行霸道，甚至变本加厉，会有更多人因此受到牵连。赵武吉没想到自己如此卑微的低头认错，居然没有产生任何效果，心中怒火不由高涨。小子，你当真打算跟我赵家硬磕到底？就算你有长公主撑腰，在兰陵这片地界上，想要撼动我赵家，也是需要付出代价的。赵武吉凝眉道，语气中带着几分威胁的意味。他知道自己招惹不起长公主，但他咽不下这口气，所以他在独独长公主不可能无条件向着这名少年去得罪一个在兰陵城拥有无法撼动地位的武道世家。在兰陵背靠赵家吃饭的黎民百姓可远不止10万，纵然是长公主也要掂量一下和赵家对抗带来的后果。但他显然低估了楚夏在长公主心目中的地位。夏子轩黛眉微蹙，赵武吉是吧？听说赵家垄断了兰陵城4成渔业，向渔民收取高额保护费，渔民的收入有几乎一半要缴纳给赵家，否则就要家破人亡。你猜猜看，有多少人对赵家心有怨念？这兰陵城里又有多少武道世家愿意将赵家取而代之呢？此言一出，赵武吉顿时脸色大变。他没想到长公主的态度会如此强硬，不惜为了一个少年做到这种程度，这是完全没有息事宁人的打算啊！赵武吉又后悔了，他错估了形势，没想到楚夏在长公主心目中有如此分量。本来就严峻的形势，现在更是雪上加霜。这下哪怕出让一部分赵家的利益，恐怕都很难摆平此事了。长公主殿下，赵某知错了。扑通一声，赵武吉重重跪倒在地，无比卑微地说道：庶民愿听长公主殿下发落，任何处罚赵某都一力承担，只求殿下放过赵家上下几千条人命一条生路。夏子轩冷冷地看着赵武吉，丝毫没有因为他的认错而动摇。他深知像赵武吉这样的人，只有在绝对的强势面前才会低头，一旦有机会，他们依旧会固态复萌。楚夏似笑非笑地看着赵武吉，赵家主真是能屈能伸啊，不过你真以为几句认错的话就能抹去你们赵家多年的恶行？楚夏语气冰冷，兰陵城的百姓受你们欺压已久，今日若不彻底清算，他日你们必定会变本加厉。赵武吉脸色铁青，心中怒火中烧，他知道这次赵家是在劫难逃了，可就让他如此屈服，他做不到。拼了！赵武吉突然闷吼一声，浑身肌肉暴涨，撑得皮肤崩裂，血如泉涌。他的体型竟然瞬间暴涨1倍有余，化身成一名2米多高的小巨人，双目赤红，鼻息喷涌，刹那间爆发出恐怖的速度，直奔楚夏而来。只有杀死此人，赵家才有一线生机。长公主绝不会为了一个死人跟赵家翻脸。拿命来！浓烈霸道的刚劲扑面而来，仿佛一座大山从天而降，恨不得将楚夏碾成肉泥。真是冥顽不灵！楚夏冷哼一声，迎着赵武吉一剑劈出。大日阳炎依附在剑气之上，顷刻间将赵武吉笼罩在一片金色火光中。数息之后，火焰散去，赵武吉宛若凭空蒸发消失一般，至于下一簇骨灰随风而逝。赵武吉死得太过突然，让在场所有人都始料不及。
一代宗师巅峰强者就这么原地被烧成骨灰了，这是何等恐怖的手段！这少年难道之前一直都没出全力，这才是他真正的实力吗？浴火之术，这绝非普通武者的手段，他莫非就是传说中的修仙者？夏子轩看到这一幕，也是稍稍愣神了片刻，旋即他便反应过来，娇喝一声道：“扣押在场所有赵家武者，其余人随我前往赵家，通知太守严宽去赵府彻查赵家，还兰陵百姓一个公道。”虽然夏子轩一开始没打算要处决赵武吉，但既然他已经死了，那就必须改变策略，趁此机会一举将赵家拿下。反正赵家的发家历程并不光彩，只要稍微查一下，必定能够搜出大量罪证。到了这一步，就必须雷霆出击，让赵家彻底翻不了身，永绝后患。片刻后，一行人浩浩荡荡出发，直奔赵府而去。云来渔场的钓鱼佬们这才冒出头来，仿佛看了一场大戏一般，啧啧称奇。今天真是大开眼界了，居然让我遇到了活着的修仙者！我一开始居然还大言不惭，妄图指点这位修仙者钓鱼技巧。哈哈，今天来的不愧，跟修仙者一起钓鱼这事我能吹1年。赵家的收尾工作并不难，虽然赵家武道宗师强者足足有20-30人，可在得知赵武吉死去的消息后，这群赵家宗师压根没有任何抵抗的想法，第一时间就投诚了。接管赵府后，接下来就是太守严宽的任务，他会带领官府的人连夜彻查赵家。这种事情严宽是高兴都来不及。长公主来到兰陵城第2天就雷霆出手，灭了赵家的赵武吉，这简直就是太合他心意了。在兰陵城担任太守多年，严宽深知赵家的霸道，仗着有众多宗师强者坐镇，赵家甚至连他这个太守都不放在眼里，没少跟他作对。现在有长公主出头，赵家大厦将倾，兰陵城送走了这位土皇帝，那空缺的这部分影响力必将由官府的势力填充进去，对于大前皇朝的统治绝对是大大有利的。不愧是长公主啊，行事就是干脆利落，武道世家又如何，说拔除就拔除，完全不带犹豫的。只是接下来江南各地的武道世家恐怕会有很大意见，但这与他无关，他只需要老老实实办好长公主交代的任务就行。夜深，回到城主府后，夏子轩忙着去沐浴洗漱，他这一天奔波下来还是有些疲倦的，打算今天早点休息，毕竟明天还得起早。林双华倒是精力充沛，回来后也不吃饭休息，直接在院子里打坐修炼。楚夏看了都摇头，天才还这么努力，这世道的武者也挺卷啊。他转身来到厨房，挑了一条7、8斤的龙鱼取出来，将鱼鳞、龙须和鱼心取下后，又将鱼肉剔下，取下完整的鱼骨。这些部位富含灵气，而且可以入药，当然不能直接拿来炼药，需要风干处理之后才行，先留着以后再说。楚夏将剩下的鱼肉打散，做了一道鱼丸汤，然后又取了几条鲮鱼，交给白芷去料理。不一会儿，晚餐就准备好了。楚夏招呼众人过来饱餐了一顿，席间众人都对龙鱼的味道赞不绝口，好充沛的灵气，吃下去感觉5脏6腑都暖暖的，很是舒服。怪不得这龙鱼如此金贵，赵家眼红的要明抢。这龙鱼对武者来说的确是上等珍品，若能长期服食，便是普通人恐怕都有晋升为武道宗师的希望。不过这一条鱼能卖到上千两黄金，也还是太过奢侈了，不是普通人有资格享受的。提起到钓鱼的过程，众人也是惊叹连连。夏子轩忍不住抓住楚夏的胳膊，到处打量了一阵，似乎是想看看楚夏有何特殊之处，对河里的鲮鱼有如此大的吸引力。楚夏两手一摊，我也不知道啊。林双华犹豫片刻，对楚夏开口道：“楚公子，可不可以卖我几条龙鱼？我手里只有3000两金票，全都给你了，你看着给就行。”林家还是有些底蕴的，林双华能拿出3000两黄金也不算离谱。不过他对龙鱼如此感兴趣，不惜掏空存款也要买，说明这龙鱼对他应该是大有帮助。当然可以。楚夏拿出了5条龙鱼交给林双华，还叮嘱他鱼心的效果最佳，鱼骨鱼鳞这些如果他用不上，可以转卖给楚夏，或者多拿1条龙鱼。林双华考虑片刻，选择了多要1条龙鱼，毕竟他也不知道如何利用这些东西，留着也是浪费。他主要还是看中的龙鱼肉的功效。吃饱喝足，楚夏舒服地泡了个澡，今夜就不打算出门去了，早早睡下。可刚躺下没一会儿，夏子轩就蹑手蹑脚地进入他的房间里，十分熟练地钻进被窝。我还没吃饱。夏子轩眼巴巴地望着楚夏，楚夏无奈，只能再次下厨，做了一碗米糊喂饱了长公主。长公主也没有吝啬，煮了一份海鲜粥给楚夏当宵夜。吃饱喝足后，二人便相拥而眠，沉沉睡去。这夜倒是没有做梦，楚夏舒舒服服睡到日上3竿，身旁早已经没了夏子轩的身影。天没亮他就出门去了，今天依旧要在兰陵城内进行布防，设立更多岗哨以及避难所，防止突发情况出现。起床前，楚夏进入了玲珑锁妖塔一趟，打算看看妖皇女帝还有没有交易的需求。
太虚御空术让楚夏尝到了甜头，他现在对妖皇女帝脑海里的仙法神通很是惦记。妖皇姐姐，滚！哦，楚夏灰溜溜跑走了，真是小气，不就偷看了一下你洗澡吗？又不会少块肉。再说我不是也搭进去一块香皂和一桶热水吗？对别人虽然是不值钱的东西，但对被囚禁了500年没洗澡的妖皇女帝而言，这些说是无价之宝也不为过。算了，近期还是不要去他那触霉头比较好。楚夏顺便去看了一下小圣君的状态，小圣君依旧昏迷不醒，不过气息已经平顺许多，小圣君的意识还能恢复清醒吗？菜菜飞了过来，神色略有担忧地说道：醒来应该问题不大，但小圣君体内的邪性已经被激发出来，以后塔主大人再想命令他就有些困难了，除非以血食为饵，彻彻底底把小圣君当作邪龙去培养。邪龙？那还是算了，弄不好会是主的。江南时雨，上午还是艳阳天，下午便刮起了绵绵春风，漫天淅沥沥的小雨飘摇落下，润开了花蕊，浸湿了青石板。街道上行人匆匆，撑起的油纸伞在雨中绽开，像是朵朵移动的花，雨滴敲打在伞面上，发出细碎的声响。远处的山峦隐在朦胧中，仿佛一幅水墨画，淡雅而静谧。大军驻扎，四处设防，给兰陵城百姓带来了恐慌和焦虑，似乎也随着这场雨散去。日子还是照常的过，在大是大非面前，普通人并没有多少选择的权利。楚夏漫步在雨中的长街上，林立好似一层薄纱衣，将落在楚夏身上的雨点隔绝在外。来这里！轻柔悦耳的呼声时不时在楚夏耳畔回荡，不是青楼里的红官人在揽客，这个声音仿佛从9天之外传来，勾魂摄魄。楚夏起初只是好奇，循声而来，走到的大街上，但随着这个声音不断变得清晰，他感觉自己仿佛着了魔似的，完全顾不上别的，只想立刻找到这个声音的主人。恍惚之间，楚夏竟不知不觉走出了兰陵城边郊地带，伫立在一座长满苔藓的断桥之上，脚下是一条蓝色的河流，河水清冽见底，水草飘摇，数不清的鱼虾不知何时聚集过来，一个个将脑袋探出水面，凝望着楚夏，嘴里发出呼噜噜的声音。这些声音以一种怪异的频率组合起来，便是楚夏听到的那个不停呼唤他的女声。很诡异的画面，但楚夏一眼就看到鱼群之中有3、4条龙鱼的身影，几乎一瞬间，楚夏的绝煞剑就已经刺了出去，4条龙鱼顷刻间被剑刃贯穿，回到楚夏手中。然而这一幕却没有惊吓到其他鱼儿，它们仍旧吐着泡泡，发出咕噜的叫声。这次声音的频率出现了一些变化。龙神大人，救救我！终于表明来意了吗？龙神大人，楚夏心道，果然如此。带路。楚夏凝声道。虽然可能有诈，不过楚夏还是决定去一探究竟，不然他会好奇的睡不着觉的。话音刚落，鱼群开始旋转起来，在河水中搅动出一片漩涡，不知通往何处。楚夏迟疑片刻，将着龙衣穿戴上，这才一跃跳进涡流之中。在水流的带领下，楚夏身躯不受控制地深入河底。河道比想象的要深，而且底部环境非常复杂，有一条条深不见底的沟壑，数不清的洞穴。楚夏粗略估计，他至少跟着漩涡下潜了200多米。当水流开始变得平缓起来，楚夏出现在了一座漆黑的水下洞穴内，周围是伸手不见五指的黑，除了水流，还能感觉到有什么东西在自己身上蹭过来蹭过去。楚夏第一时间催动大日阳炎，凝聚出一团耀眼的金色火光，将水下世界照亮。好多鱼，而且全都是灵鱼，其中还能看到为数不少的龙鱼，至少有几10条。楚夏下意识咽了咽口水，但他没有趁机抓鱼，而是先观察起周围环境。这洞穴里居然有一些残破的建筑痕迹，仿佛这里曾经修建过一座宫殿。龙宫，一个念头在楚夏脑海中闪过，他继续凝聚火光，将火球不断往四周抛去，很快就将整个洞穴完全照亮。这时周围的鱼儿统统聚集过来，居然组成了一条鱼桥，似乎是在给楚夏指引方向。楚夏跟随鱼桥往洞穴内部深入，顺手捞了几条龙鱼，这些鱼儿也不反抗，甚至主动往楚夏手里钻，仿佛能被他擒获是一种莫大的荣幸一样。很快楚夏来到鱼桥尽头，这里是一片残垣断壁的废墟，下面似乎埋藏了一条通道。楚夏催动绝煞剑劈砍出一条道路，钻进废墟下方，果然出现了一条路径。憋气时间有限，楚夏不敢犹豫，立刻往里面游去。游了大约几10米后，居然出现了一个小一点的洞穴，而且这里没有水。楚夏立刻浮出水面，大口呼吸起来。喘息片刻，楚夏抬头望去，发现眼前是一个昏暗的地牢，角落里一名女子蜷缩着，她的身体半人半蛇，肌肤如玉石般光滑，却泛着淡淡的青色灵光。她的长发如瀑布般垂落，发丝间隐约可见几片细小的蛇鳞，闪烁着幽冷的光泽。她的双手被沉重的铁链束缚，锁链的另一端深深嵌入石墙，
随着他的轻微动作发出沉闷的金属碰撞声。他的蛇尾盘绕在身下，鳞片在微弱的光线下泛着冷冽的光，仿佛每一片鳞都蕴藏着某种神秘的力量。他的眼眸狭长而深邃，瞳孔如蛇般竖立，透出一丝疲惫与无奈。但在看到楚夏的瞬间，他的眸子里迸发出一抹惊喜之色。龙神大人，您终于来了，是你在呼唤我？楚夏并未上前，而是手持绝煞剑退后半步，做好了战斗准备。嗨，龙神大人，请恕小女子冒昧，若非迫于无奈，我绝不敢用这种方式诱导您前来。楚夏眉头微蹙，菜菜，对方实力如何？楚夏心中问道，放开了神识。塔主大人在说什么？菜菜并未感应到周围有任何生命存在啊。菜菜的话让楚夏眉头皱得更深了。搞起灵异事件来了？你不是活人？楚夏壮着胆子质问道。青蛇女娇躯微微一颤，不愧是龙神大人，一眼就能看穿清玄的底细。我名清玄，乃是上一任泗水龙神江云之大人赐封的落水司空，负责掌管落水流域，治理洛河水患。500年前龙神驾崩，江南水域群龙无首，又遭海来大妖侵扰，从此一蹶不振，4大水域陷入内斗。我无心参战夺权，却被殃及池鱼，叫那白帝钻了空子，趁机将我处决，并将我的魂魄囚困于此整整500年，夺取我落水司空之意。司空，那不是掌管水利的官员职称吗？搞半天，这青蛇女还是前朝官员啊！最离谱的是，上一任龙神居然是江云之也对，清玄是万古皇朝的司空，那他的顶头上司不就是前朝女帝江云之吗？没毛病。所以你已经死了500年，魂魄不散，一直被囚禁在这里。楚夏还是有些质疑，不敢轻易相信这青蛇女的话。这一点清玄其实也不太清楚。清玄生前虽然是元婴境修为，但元婴已经被白帝一剑刺破，按说应该是没有生还可能的，但死后就是魂魄不散，要一直承受囚禁之苦。我怀疑是白帝在我身上施了什么咒法，故意要让我吃苦头。顿了顿，清玄又道，我那姐姐白离是执掌沧江的司空，实力在我之上，以半只脚踏入化神境，可她始终不如我受龙神器重，因此对我怀恨在心。清玄提起白离，那叫一个咬牙切齿。说着说着，他不自觉地落下眼泪，一脸凄凄惨惨戚戚的模样。魂魄还能流眼泪？楚夏摇了摇头，现在不是考虑这个问题的时候。他思虑片刻后问道，跟我详细说说江云之的情况。清玄点了点头，一切要追溯到1600年前。那年万古皇朝还处于盛世之中，四方仙门俯首称臣，八荒妖族顶礼膜拜，直到天罚降临。我未曾亲历此事，具体缘由了解不详，只知道万古皇朝触怒了一位仙尊，自那天起，江北气温骤降，大雪下了10年，连地都被100米高的积雪笼罩，江南更是凄惨，海水倒灌，群妖乱舞，真龙化作邪蛟，泗水被魔血染黑。但玄阴女帝不信苍天不信命，号召各部猛士开启伐天之战。那一战，万古皇朝的至高强者全员出动，从万劫魔窟一路杀到昊天门下，将那仙尊斩下黄泉。但那一战也耗尽了万古皇朝的气运。我和姐姐都是当时不出名的小修士，但因国力空虚，也被女帝强行征调，赋予治理水患的任务。之后100年间，我们姐妹2人屡屡立功，一路升官，最终在江南4大司空中占据2席之地。当然，这期间出力最多的还是女帝，我们更喜欢称呼她为龙神大人。她虽是人类，却比吾等更加精通水性，为平海乱，3次亲征沧海，深入海域数10万里，接连诛杀5头13阶大妖，她简直强得可怕。之后，龙神大人便开始了漫长的闭关，将江南泗水彻底交托给我们4位司空。直到500年前，听闻龙神大人驾崩的消息，吾等根本不敢相信，这天下谁能伤得了他？但泗水奔腾，江河枯涸的景象做不得假，灵脉断绝后，江河灵气迅速枯竭，万古道统从此沉沦寂灭。姐姐又跟发了疯似的，阻拦我北上的步伐。听完清玄的讲述，楚夏震了个大惊。伐天之战，杀入昊天门，斩仙尊，定海乱，连诛13阶大妖，哪怕只是听一听，楚夏都感到热血沸腾。我这个双修对象简直不得了啊！此刻，楚夏也大约知道了，万古皇朝如此强盛，怎么会被一个小小的大钱灭掉？这一场伐天之战，彻底耗尽了万古皇朝的气运，顶级强者几乎全灭，剩下的估计也是逃得逃散的散。想来也是挺唏嘘的，伐过了天，但依旧无法逆天。偌大的万古皇朝，最终结局还是一样，这何尝不是另一种形式的天罚呢？龙神大人，您可以帮我斩断铁链吗？我保证对您唯命是从。清玄眼巴巴地望着楚夏。楚夏并未着急做出决定，他的意识沉入玲珑锁妖塔中。既然菜菜感知不到清玄，那就只能将希望寄托在妖皇女帝身上了。刚才我没收回神识，清玄的话你应该也听见了吧？
楚夏对囚笼中盘膝而坐的妖皇女帝说道。她默默睁开双眼。所以呢，帮我出主意，我给你10斤蜜饯，成交。这次妖皇女帝没有丝毫迟疑，也没有讨价还价的打算，立刻就答应下来。楚夏也不废话，直接取来10斤蜜饯送入囚笼中。妖皇女帝立刻将蜜饯收起，道：这小蛇妖并未说谎，不过他的魂魄之所以能够保留至今，是因为地下独特的环境导致，若将它释放出去，他很快就会神形俱灭。啊，那有什么其他办法可以让他的魂魄保留下来吗？楚夏问道。20斤蜜饯，搁这等着呢。楚夏大手一挥，又将20斤蜜饯送入囚笼中。妖皇女帝淡淡道：办法就是找一个合适的容器让他附身。什么容器？妖皇女帝沉默不语。楚夏一脸无奈，只能又拿了20斤蜜饯送进去。他这才开口：上等法宝可以，但你应该没有这种法宝，那就只能选择活人当容器，而且不是随便什么人都可以，需要和这条青蛇的灵运相似才行。不过你运气不错，你身边有一个小姑娘，魂魄灵运与小青蛇相近，是最好的寄宿容器。楚夏一愣，我身边要说气质神态相近，该不会是青鱼吧？正是。楚夏一时无语。青鱼和清玄名字虽然都有一个青，但青鱼的名字只是龙渊卫的代号，并非真名啊。再说他是纯正的人族，总不可能是蛇妖的后裔吧？但说来也怪，看到清玄的时候，楚夏脑海中的确闪现过青鱼的身影，感觉二者有种莫名相似。具体要怎么做呢？说的详细点，我再给你50斤蜜饯。妖皇女帝满意的点了点头。乖。兰陵城，青鱼正率领着几百名天元军战士设防。老乡，你家地窖还蛮大的嘛，我给你50两银子，临时征用一下你家地窖行不行？不行不行，我家地窖是用来放粮食的。老汉直摇头。再给你加10两。青鱼好言相劝。再加30两。老东西贪得无厌，走，换下一家。青鱼气鼓鼓的带队离开，留下老汉一脸错愕，连忙喊叫众人回来，却已经无人理会。就在青鱼打算敲响下一家的院门时，一道身影从天而降，飞落在青鱼身旁。跟我走，有要事。唉，是楚公子啊，那好吧。青鱼下意识一惊，但看到来人是楚夏侯，便不假思索地答应下来。顷刻间，楚夏已经带着青鱼御剑飞走，几个呼吸的功夫便来到河道上方。在青鱼茫然错愕的眼神中，楚夏拉着他一头扎进水里。咕噜噜，青鱼呛得直吐泡泡。抱歉，太心急了。楚夏连忙拽着青鱼浮出水面，让他赶紧换换气。喘了几大口之后，青鱼才恢复过来，有些委屈地看着楚夏。楚公子，你要带我去啊？送你一场大机缘。楚夏也没有瞒着青鱼，将事情简单叙述了一遍，说明的让他来的用意。一听楚夏要借用自己的身体给一只蛇妖的魂魄当容器，青鱼当时就吓得脸色煞白。楚公子，你说这是机缘，我怎么感觉我小命要不保了呢？放心吧，我还能害你不成？此事若成了，你的实力绝对可以突飞猛进，到时候宗师境只是起步。你难道不想跟我一样御剑飞行，当一名修仙者吗？御剑修仙，青鱼忽然觉得也没那么抗拒了。昨天他也真正见识到了楚夏的实力，一击秒杀宗师巅峰啊！这种实力手段，谁看了不羡慕？如果真有这样的机会，哪怕有风险，青鱼认为也值得尝试。慎重考虑后，青鱼点了点头，这活我接了。说罢，他便深深吸了口气。楚夏笑了笑，拉着他的手再次没入水底，一路下潜回到洞穴中，再次来到地牢中。看到眼前被铁链囚禁的青蛇妖，青鱼还是有点胆怯的，躲在楚夏身边，只敢露出半边脑袋。清玄则是满脸惊喜，刚才楚夏不告而别，他还以为自己要被抛弃，刚才还在抹眼泪呢。想不到楚夏去而复返，还带了一个人过来，只是这个女子看起来修为平平。龙神大人为何要特意将她带过来呢？刺了！火光四溅，绝煞剑猛烈地斩落在铁链上。然而让楚夏意外的是，这铁链极为牢固，根本无法被斩断。大人，用龙神令！清玄急忙说道。楚夏心思一动，将令牌取出，轻轻往铁链上扣动了一下，啪嗒一声脆响，铁链从清玄身上脱落，重获自由的感觉真是妙不可言。清玄舒展了一下双臂，水蛇妖情不自禁地扭摆起来。这一幕忽然让楚夏想起了前天晚上做的那个梦，不对劲，十分不对劲。难道那个梦是在预示什么？龙神大人，接下来我们去哪里？清玄听您的调遣。清玄毕恭毕敬地说道。不着急，你现在这个状态可出不去。清玄愣了一下，忽然也醒悟过来。是啊，自己现在只是一具魂魄而已，
说白了就跟孤魂野鬼差不多，待在水底深处暗无天日的地方可能还没事，可一旦回到阳光下，说不定很快就要魂飞魄散了。这可如何是好？莫慌，我有办法。楚夏将计划说了出来。按照妖皇女帝的办法，楚夏只需要将清玄的魂魄强行塞进青鱼体内就行了，前提是青鱼不会反抗。当然具体过程不会那么粗暴。他交给了楚夏一道法咒口诀，叫做护灵咒，主要是用来保护青鱼的魂魄不受侵害，不然直接将清玄的魂魄塞进去就成夺舍了，青鱼弄不好会意识消散的，所以风险还是挺大的。如果没有护灵咒，楚夏肯定不会答应这么做。现在嘛，还是可以一试的。妖皇女帝这种实力的顶级强者，没必要在这种事情上面说谎，除非她是受虐狂，还想尝尝万雷钻心的滋味。片刻后，两只小青都做好了准备，二人同时面对面席地而坐，楚夏立于中间，开始默念护灵咒。灵台清明，魂守太虚，万邪不侵，神光永固。随着咒言响起，一团柔和的金芒笼罩青鱼全身，他感觉像是在泡温泉一样，浑身舒泰放松，差点就忍不住要睡过去。等到时机差不多时，楚夏再次催动护灵咒笼罩清玄，将他的魂魄一点点拖拽到青鱼体内。整个过程比楚夏预想中还要顺畅丝滑。不一会儿功夫，清玄的魂魄就完全融入到了青鱼体内，青鱼也渐渐苏醒过来。他打了个激灵，忽然感觉小腹火辣，连忙起身，也顾不得楚夏就在身旁看着，火急火燎地脱下软甲，掀开上衣，露出有8块腹肌的小腹。不是，你这么强？楚夏惊叹道。青鱼笑脸一红，但来不及回答，而是将裤带也松了松，往下拽了一点。只见在青鱼的肚脐3寸之下，出现了一道盘踞的青蛇符文，表面还有青色灵力流转，热热的，好像有灵气不断扩散大我全身，感觉又难受又舒服。青鱼嘀咕道，他基本确定这次自己是赌对了，因为伴随灵力涌现全身，青鱼能够清晰感受到自己的实力在不断提升。原本他的修为卡在通玄境巅峰已经有很长日子了，但随着这股灵力的冲击，他感觉原本阻碍自己的瓶颈已经消失不见。只过了几个呼吸的功夫，青鱼就如同水到渠成一般，成功突破到了化劫境一重。青鱼妹子，你这具身体还是挺有潜力的，只是经脉位置不对，我要花费一些时间帮你修补修补，如此一来，你修炼的速度会大幅提升的。清玄的声音从他丹田之中传来，内视之下，果然发现清玄的魂魄就盘踞在他丹田内。虽然有点瘆得慌，但适应之后应该也能接受。清玄姐，我可以拜你为师吧？青鱼羞答答地说道。当然可以啊，我还没收过弟子呢，现在有的是时间了，我肯定好好教导你修行。以你的资质，多的不敢保证，帮你突破金丹境肯定是不成问题的。太好了，青鱼高兴坏了，忍不住抓住楚夏的胳膊，给他分享了这个好消息。那就跟着清玄好好修炼，机会难得，一定要把握好。楚夏笑了笑，趁着青鱼情绪还没平复下来，在地牢中四处转了转，倒是没发现什么值钱货。最有价值的应该是那根黑色铁链，材质不同一般，拿回去熔炼一下，或许还有用处。发现便再次拿出龙神令，将铁链砸断，整根收入锁妖塔内。这会青鱼也冷静下来，楚夏便带着他回到水面。上岸后，楚夏叮嘱道：今日之事暂时不要对外说，长公主问起也不能说。青鱼使劲点了点头，楚公子你放心，我肯定不会出卖你和师傅的。行了，先回去吧，有什么事晚上再说。楚夏挥了挥手，青鱼催动灵力，将身上的衣服和软甲蒸干，和楚夏告别后继续回去布防了。只是脸上那兴奋的神采怎么都掩饰不住。楚夏舒展了一下身形，却没急着走，河底还有不少龙鱼和灵鱼呢，来都来了，总不能空手而归吧。正当楚夏打算再次跳回河里的时候，一个绵软轻柔的声音忽然叫住了楚夏。龙神大人，何必匆忙呢？不过是几条鱼儿，你若喜欢的话，就有沧江里，要多少我送您多少。楚夏蓦然回头，只见一名撑着油纸伞、白衣胜雪、风华绝代的女子伫立在断桥上方，她就这么凝视着楚夏，眼角带着盈盈笑意。白离。断桥附近一座茶馆内，楚夏和白离面对面而坐，四目相对，沉默不语。他不开口，楚夏也不说话，只是一味打量着他的容貌。白离身着一袭素白长裙，身姿柔美，体态轻盈，身上带着一丝清冷而飘渺的气质。她肌肤白皙如玉，透着淡淡的光泽，眉如远山，眼若秋水，深邃的眸子里却又透露出一种不谙世事的纯净。她长发如瀑，乌黑柔顺，垂至腰间，发尾上系着粉色的丝带，平添了几分娇媚可爱修长的玉指搭在桌案上，轻轻拨弄着面前的茶盏。同样，白离的目光也一刻没有从楚夏身上离开过，丝毫不避讳地来回打量着楚夏，
明亮的眸子好似可以穿透他的皮肤，深入他的五脏六腑。僵持了许久之后，最终还是白离率先开口：“似水龙神的位置可不好当，弄不好会有生命危险。小哥要不考虑一下，将龙神令转让给我，我可以给你一个非常合理的价格哦。”说罢，白离笑盈盈地看着楚夏，拿出了一只储物袋推到他的面前。楚夏略感意外，他还以为白离是为了清玄的事情找上门来的，结果居然是想要他手里的龙神令。你想当龙神？白离摇了摇头，不是我想当龙神，而是以江南现在的情况，只有我才有资格胜任龙神之位，其他任何人来都不行。好猖狂的口气，真是人不可貌相啊！光看外表，还真感觉不出来白离是这种性格。那如果我不卖呢？楚夏似笑非笑地看着白离说道。白离也没变脸，只是用一种沉稳的语气说道：“你想自己找死，那我也拦不住。但作为前辈，我还是想劝告你一声，江南这滩浑水，不是什么人都可以插手的。你若有金丹境以上的修为实力，我都不会跟你争夺。但你只是一个炼气境的小辈，我怕你身份一旦暴露出去，连3天都活不过。这就不劳前辈关心了。生死有命，我既然有此机缘，又岂会轻易放手？”楚夏呵呵一笑，他心道：“菜菜，能不能把这蛇妖收了驯化？塔主大人可别急，这蛇妖修为很高，虽然看起来受了伤，但实力也在元婴境后期。以菜菜现在的实力，根本没办法对他进行驯化，甚至连强行收入玲珑锁妖塔内都办不到。元婴后期岂不是比狗皇帝下狱还强？”不过楚夏也明白，这种级别的强者不是现在自己有能力驾驭的，但要让楚夏交出龙神令，那也是断然不行的。他也不怕白离会出手抢夺，如果他能抢，刚才就不会主动跟楚夏打招呼，而是直接出手了。白离选择找楚夏商谈，便意味着他肯定受到某种限制，不可以对龙神动用武力，类似于官大一级压死人。现在楚夏手持龙神令，身份就是江南的似水龙神，而白离只是沧江司空，属于他的下属。下属对上司动武，那不成到反天罡了吗？正因如此，楚夏就更不可能将龙神令拱手送出了。有龙神令在手，他的安全还有一些保障。没了龙神令，那谁能保证白离不会出尔反尔，顺手把他解决掉呢？毕竟眼前这女子可是能亲手杀死自己亲妹妹的恶毒蛇妖。你当真考虑清楚了？白离的眼神微微凝起，语气多了一丝威胁的味道。楚夏起身往茶馆外走去。你大可以试试，就算楚夏的猜测错误，他依旧不惧白离，大不了放出妖皇女帝来个鱼死网破呗。看着楚夏离去的背影，白离眼眸中闪过一抹异色，这个家伙居然真不怕他。看来龙神令会选择他认主，也不是随便乱来。若楚夏只是一个寻常的炼气境小辈，连坐下来跟他平等对话的勇气都不会有。而且楚夏比他想象中要更加聪明，他似乎察觉到自己无法违抗龙神令，不会真的对他出手。有意思。天色渐晚，楚夏浮出水面，大口喘息。摸鱼还是挺有意思的。短短1个时辰不到，他又抓了上百条龙鱼，数百条灵鱼。严格来说不叫抓，毕竟楚夏只要在水里待一会儿，附近的龙鱼就会自己送上门来。就凭这一点，楚夏都绝不可能将龙神令让出去的。很快，楚夏便回到了城主府。夏子轩已经回来，正在和太守严宽交谈着什么。那下官就先行告退了。严宽起身行礼告退，离开时见到楚夏，十分友善地冲他点了点头，问候了一声。楚夏进了屋子，见夏子轩一脸喜色，问道：“有什么好事？”对兰陵城的百姓的确算得上一件喜事。对赵家的彻查已经结束，你是不知道，赵家这些年来在兰陵作威作福，所行恶事多不胜数，单单是杀人命案就有上千条，欺男霸女、打家劫舍的事情更是没少干。仅昨夜就有3000余位渔民状告赵家，对犯事的赵家子弟目前已经全部落网，明天就要押送帝京城进行审判。严太守当了一个为民做主的青天大老爷，刚才特意来向我道谢呢。楚夏对此并不感到意外。不只是道谢吧？夏子轩嫣然一笑，就知道瞒不过你。他将一个锦盒交给楚夏，昨夜在赵府抄家搜出来的金银珠宝不计其数，总价值超过100万两黄金，这还只是明面上的财富，不算赵家的各项产业。赵家的财力之雄厚，实在是令人叹为观止。楚夏打开锦盒看了一眼，里面赫然是一摞厚厚的金票，总共有50万之多。赵家的大部分财产都充公了，这部分是严宽上交给我的，除了这些现金外，还有一些房契地契，要处理完赵家之后才能送来。夏子轩笑道：“这次能够打下赵家这只大老虎，多亏有你出手，否则赵武吉还活着的话，要扳倒赵家不是件容易的事情，所以这些东西理应归你。50万两金票，还有房契地契的价值肯定也不低。”这些夏子轩居然完全不心动，直接转手就交给他了。好女人啊！夏子轩有此心意，楚夏断然也不会叫他失望。
收下锦盒后，楚夏又亲自下厨，今天直接烤了10条龙鱼，将大家伙一起叫来犒劳林双华。昨夜已经将买去的6条龙鱼给吃了。经过一夜修炼，他深刻感受到了龙鱼的功效，简直比师傅给他炼制的气血丹还要强大。若能天天吃上龙鱼，他甚至有信心在3个月内突破宗师境。但想到龙鱼的价值，林双华无奈摇头，只希望楚公子能多多大发善心，每天都拿出一些龙鱼来给他们品尝，他也好跟着沾点光。吃饱喝足，劳累了一天的夏子轩早早就睡下了。楚夏则是给青鱼使了个眼神，他领会过来，片刻后单独找到楚夏。龙神大人有何指示？青鱼的声音和神态都发生了略微的变化。楚夏知道现在是清玄在操控青鱼的身体，你这样不会对青鱼构成影响吧？龙神大人放心，我曾经好歹也是元婴境修士，对魂魄的控制还是比较拿手的，只要不长时间占据徒儿的身体，对他并无妨害。楚夏点了点头，这才谈起正事，将今天百里与他接触的过程都说了出来。姐姐居然这么快就找上门来了吗？也对，龙神令被激活的瞬间，4大司空应该都能感应得到。兰陵城本就处于沧江的水域范围内，他想找到龙神令的气息肯定不算难事。清玄忧虑片刻道，我与姐姐500年未曾相见，她如今变成什么样子我也很难把握，但龙神大人您拒绝她是对的。姐姐这人喜怒无常，翻脸比翻书还快，哪怕她表面上对您和和气气，但只要拿到龙神令，恐怕立刻就会杀人灭口。有什么可以对付她的手段吗？楚夏询问道。清玄摇了摇头，姐姐的实力在4大司空中当属最强，而且她这个人几乎没有任何弱点，她没有感情，不知怜悯，更不知恐惧，平时可能跟正常人一样，可一旦发起疯来，那场面您肯定不会想见识的。那你可知另外2位司空的情况？江南4大水域分别为洛水、沧江、图河、衡西。图河司空名叫雪妹，是一位人类修仙者，曾是玄阴女帝身侧的掌灯宫女，现在是否还活着不得而知，但司空之名也是可以传承的，就算她死了，肯定也会将司空之位传给她的弟子或是后代。衡西司空名叫13娘，是一位狐族的美人，我与她接触不多，只见过几面。这位姐姐长得妖娆妩媚，就是听说她喜欢女人，所以我们几个都不敢跟她走得太近。这司空都是女子。清玄解释道，当年那场伐天之战，万古皇朝的男修出征最多，战后国内留存下来的就只剩我们这些年轻女修了。当时朝堂之上，9成官员都是女子，但我们也不曾辜负女帝的栽培，至少在我们的治理下，还是给万古皇朝争取来了1000年的盛世。只是国运已毁，吾等再怎么拼命挽救，也是徒劳。顿了顿，清玄似乎不想在这个话题继续谈论下去，转而道，龙神大人如果是想与另外2位司空取得联系，或许可以去往万古园，那里有一座龙神殿，里面有女帝留下的万古道统，这是女帝命令吾等一定要拼死守护的东西。但如今那里是什么模样，我也不知道。龙神大人若要前往，必先做好充分准备，到时候龙神大人可以将我带上。我现在虽然只是一具魂魄，但借助弟子的身体，勉强也能发挥出一些实力。说罢，清玄眼眸一暗，紧接着唤作青鱼苏醒过来。刚才师傅和楚公子的谈话，他自然是听到了，只是听得云里雾里，完全不明所以。他也不敢多问，便向楚夏告辞，打算回房闭关修炼去。等等，楚夏叫住青鱼，拿了2颗玉华丹和几条龙鱼交给他，好好修炼。青鱼目光感动，朝着楚夏用力的点了点头。青鱼绝不辜负楚公子和师尊的栽培之恩。回房后，楚夏泡了个澡，并未睡去，而是盘膝而坐，继续修炼起来。玄阴恶骨已经被他炼化的只剩1点了，今晚他打算一鼓作气，将仅存的1点玄阴恶骨全部炼化掉。再加上吃了这么多龙鱼，体内也积攒了不少灵气，这一夜修炼下来，效果相当不错。天未亮时，楚夏便顺利突破化劫境5重，玄阴恶骨也彻底耗尽。就在玄阴恶骨全部炼化之后，楚夏突然感觉身体某处传来一阵淡淡的光晕，他闭目内视，扫过全身，最终发现原来是心脏前方的一段肋骨在发光。这种清凉的感觉和玄阴恶骨的气息有些相似，应该是炼化玄阴恶骨后的副作用，但不是坏事。楚夏能够清楚感觉到这段骨头散发出来的清凉气息，正好可以给他的心脏降温。楚夏拥有纯阳道体，又修炼大日阳神诀，体内时常会有多余热量淤积，虽然看似影响不大，但偶尔还是会感觉到燥热。现在心脏自带降温，就非常舒适了。调息片刻后，楚夏站起身来。晨曦破晓，夏子轩也醒了过来，他舒服地伸了个懒腰，贴身的绸衣沿着香肩滑落，睡得好舒服，但总感觉缺了点什么。夏子轩迈着优雅的步伐，径直走到楚夏身后，将他抱住。今天的早点想吃双份的，你就馋吧。楚夏无奈摇头，可还是满足了夏子轩的要求。谁叫他善呢？
兰陵城的布防工作已经结束，10万天元军驻扎城内。虽然不说万无一失，但血月妖尊若真出现在兰陵城，至少可以做到快速疏散民众，尽可能保卫住大钱子民的生命安全。今天夏子轩不用出门，但他也没闲着。吃完早餐后，就在城主府内召开了动员大会。接下来的任务重心是派遣大量的斥候打探情报，以尽可能掌握第一手情报消息。一切看似准备妥当，但夏子轩的心中总有些忧虑，仿佛这一切都只是风雨欲来之前的短暂平静。沧江源头，绵延数千里的雪山，作为大钱皇朝南方的一道天险，阻隔了大钱与南疆。这里终年被阴霾笼罩，狂风暴雪从不间断，便是能够上天入地、御剑飞行的修仙者都无法轻易翻越。雪山东面山脊下，冰冷的雪融水汇聚成一条条溪流，源源不断为沧江水源提供给养。冰冷的雾霭中走出几道人影，为首之人是一名全身被黑袍包裹，只露出一双眼睛在外的女子。她清冷的眼眸里带着一丝疲倦。国师大人，前方就是大钱皇朝的国境，沿着沧江一路向东，就是大钱最富庶的国土。一名满面褶皱的灰袍老者走上前来，躬身说道：大钱就是500年前那伙窃国之臣创造的国度吗？倒是挺让人意外的。我还记得当年师尊预言过，大钱的气运最多不过100年，能够撑到今日，不知是谁人在背后改天换命呢？黑袍女子摇了摇头，没去多想。她振臂一挥，加速前进。我能感觉到血月妖尊的气息就在前方，这一次无论付出多大的代价，都要将他彻底诛杀。是。闭门修炼，又是一天。直到傍晚时分，楚夏感觉到天地间的灵力似乎出现了一些躁动，这才伸了个懒腰走出屋外。同样在修炼的林双华和青鱼也不约而同地走了出来。三人先是对视一眼，随后目光都朝着天空望去。今天的晚霞红得略显诡异，快看，那是血月。青鱼指着天际惊声道。楚夏望去，只见一轮猩红的血月正冉冉升起，血月的红好似是被鲜血浸染过一样，非常魔幻。血月现世，这是大灾之兆，莫非和血月妖尊有关？楚夏没有开口，而是直接御剑而起，直冲天际而去。大约飞到1000米高空的时候，那轮血月又悄然恢复了正常。结界，楚夏上下反复测试了几遍，都是如此。1000米高空之上有一道无形的结界，结界之内血月出现，结界之外一切正常。但这结界除了给月亮染色之外，似乎就没别的功效了，很奇怪。菜菜，你看看这是什么结界？啊，塔主大人为难我了，咱们妖兽灵智不如人类，修炼功法都费劲，更别说这种高深莫测的阵法结界了。菜菜尴尬地说道。楚夏还没开口，妖皇女帝的声音突然传来，自己愚蠢，别把我给带上。这是9天阴魔血河大阵，虽不是上古流传的完整版，但简化后的威力依旧不容小觑。大阵完全展开后，覆盖的范围会非常巨大，而且会源源不断消耗大阵内所有生灵的气血力量。初期虽然危害不大，但大阵吸收的气血之力会用来滋养大阵本身，时间越久阵法越强，直到阵法威力达到某个临界点后，可在短短1天内将大阵内的所有生灵全部诛杀。听到妖皇女帝的话，楚夏眉头微蹙，听上去情况有些不妙，这绝对是血月妖尊的杰作，只是没想到这血月妖尊居然会使用如此阴邪狠毒的手段，可有破解之法？楚夏问道。妖皇女帝沉默不语，额楚夏老老实实上供了50斤秘剑，他这才开口。此阵因为范围极大，所以很难找到阵心所在，破解的概率几乎为0。你，楚夏强忍住爆粗口的冲动，这就骗走他50斤秘剑，真不愧是妖皇女帝啊！妖皇女帝轻笑一声，虽然无法破阵，但要想降低危害还是很简单的，阵法范围再大也有极限，顶多覆盖大半个江南就了不起了。只要将江南百姓全部撤离出去，大阵无以为继，时间一久，自然会耗尽自身灵力而消散。亦或者找到布阵之人，将其诛杀，亦可化解。最后再不济，你可以放我出去，仅需1瞬，我便可将大阵扭转，令其失效。楚夏呵呵一笑，然后你就重获自由，从此海阔天空是吧？妖皇女帝难得露出笑颜。放心，看在密剑的份上，我至少会留你一条命。那我可真要谢谢你啊！楚夏翻了个白眼，不再跟他多啰嗦。回到城主府时，夏子轩已经赶了回来。楚夏，情况如何？他知道楚夏刚刚上天去了，急忙询问起来。楚夏道：血月是9天阴魔血河大阵导致的效果，这阵法相当邪恶，目前形势恐怕不容乐观。他简单将情况和夏子轩讲述了一遍，随后又道：目前需要确定的是大阵的影响范围，你多派遣一些人手往周边去探查，只要能看到血月，就意味着还在大阵范围内。话音刚落，楚夏再次御剑而起，朝着北方飞去。
他现在最担心的是当然的妹妹的安全，不知道9天阴魔血河大阵有没有笼罩到唐州范围，他得去看看才行。正好之前夏兰溪收购的物资都在楚夏这里，可以一并带过去。很快便出了兰陵，在太虚御空术的加持下，楚夏的御剑速度可以说相当快了，1个时辰飞出上千里肯定不成问题。而且修炼玄天经后，楚夏的灵力转化为玄气，后劲更足了，一口气飞1个时辰都不成问题。沿途楚夏一直在观察血月的变化，他发现随着自己不断北上，阵法结界的高度也随之不断降低，这意味着阵法的全貌应该弧形对外延展的，类似于一口罩在地表的大锅。如果去不同地点进行标记，通过各地结界的高度落差不同，可以组合成结界完整的轮廓，那岂不是可以推算出大阵中星点的位置，从而找到阵心所在？楚夏脑海中灵光一闪，他顿时被自己的聪明机智给震惊到了。我简直就是天才啊！不过凭他一个人的力量，要测量大阵全貌还是挺费劲的。对了，升仙门不是也守在江南，准备围猎血月妖尊吗？怎么至今不见他们的行踪？要是能让他们去执行这项任务，效率应该会很高。思绪间，楚夏已经看到了唐州。继续飞了一阵，楚夏终于来到了神武军驻扎的地点。这里抬头依旧可以看到血月当空，不过结界的高度明显降低了不少，只有200多米，但依旧属于危险范围内。楚夏考虑要不要让神武军往北撤离，免得遭到牵连。片刻后，楚夏飞入山谷，目光一扫，找到楚白薇的身影，直接降临在他面前。楚白薇刚盯着血月出神，突然发现哥哥的身影从天而降，下意识还以为自己出现了幻觉。他先是揉了揉眼睛，确定没有眼花后，小脸之上迸发出莫大的喜悦，刹那间就扑进楚夏怀抱中。哥哥！再次见到楚白薇，楚夏欣慰不少，这丫头终于长肉了，气色也红润了许多，看起来没之前那种病恹恹风一吹就倒的感觉。楚夏拍了拍楚白薇的脑袋，看在你最近有好好吃饭的份上，给你奖励。说着，楚夏拿出3颗玉华丹、100张燃火符，还有一大堆吃喝用具，统统塞给了楚白薇。楚白薇差点抱不动，但脸上却是笑开了花。谢谢哥哥，最爱哥哥了，么么。楚白薇隔空给楚夏抛了几个飞吻，然后拉着楚夏去他房间，先把东西给放下。虽然楚白薇是楚夏的妹妹，但在神武军中也没有对她有特殊的优待，住的也是平平无奇的茅草屋，胜在多加了几层茅草，保暖效果要更强一些。这时不少神武军也闻讯而来，其中就有陆奇峰。参见少帅。看到楚夏，众将士脸上都充满了崇敬之意。楚夏看了一眼，发现不少人都装备上了玄铁打造的铠甲和兵器，看来之前楚夏留下的玄铁已经被充分利用起来。找个地方详谈。楚夏没有废话，他这次来还是有挺多事情要交代的，必须尽快办妥。好的少帅，请跟我来。陆奇峰道。片刻后，楚夏来到了古村落外的一座大帐篷来，包括陆奇峰在内，20余名神武军高层将领也跟着陆续进入帐中。楚白薇也在楚夏的示意下跟了过来。待众人坐下后，楚夏先询问了一下神武军的近况，和众将士寒暄了几句，随后便步入正题。楚夏先交代了江南目前所要面临的危机，分析了一通利害关系和对神武军的潜在影响。此言一出，众将士都惊愕不已。楚夏没有停顿，继续说道：虽然神武军目前所处位置便宜，不太可能成为血月妖尊的目标，但依旧要小心谨慎，是留下还是撤离，需要各位自己拿主意。楚夏仔细思量过，虽然留下来会有风险，但神武军现在不宜抛头露面，一旦失去了这片崇山峻岭的掩护，以神武军的人数，很容易被大前皇朝的主力军发现，依旧会有麻烦。继续留在这里，风险虽然有，但其实并没有想象中那么高，因为血月妖尊是从南疆进入大前皇朝的，而神武军所在位置是江南的最北方，血月妖尊不可能先迈过整个江南，跑到神武军的地盘上来。在血月妖尊北上之前，就必须对他进行围剿。如果围剿失败了，神武军躲到什么地方去都是一样的结果。经过一番激烈的商讨后，将士们最终还是决定留下。这片山谷易守难攻，而且极为隐蔽，是神武军目前最适合驻扎的地点。往外迁移风险说不定更大。楚夏点了点头，那就暂时留住此地吧。不过等还需时刻保持警惕，那9天阴魔血河大阵会不断蚕食生灵气血，如果感到气血快速流逝，那就无需思考，立刻动身北上。当然，我也不是空手来的，这次带来了不少物资，运用得当，应该能让神武军的整体实力提升一个台阶，速去准备一个仓库出来。不多时，楚夏一行人来到一处阴凉干燥的山洞内，楚夏大手一挥，将大量物资从锁妖塔中倾倒而出。首先出现的是比上次数量还多的玄铁，直接震慑的众将士哑口无言。上次少帅送来的玄铁还没消耗完呢，这次居然又送来了这么多。
选帖之后是成堆的硝石，数量非常多。看到这一幕，将士们直接震惊得合不拢嘴。这硝石可是制作黑火药的原料，在大前皇朝属于管制品，寻常人可弄不到。少帅居然一下子拿出来这么多，这得做出多少黑火药啊！运用得当，这可是一件大杀器，足以令任何敌人都闻风丧胆。硝石的作用无需我多言，木炭和硫磺在山里还是比较好弄的，不用我多说了吧。但此事注意要秘密进行，不可声张，知道的不用太多，你们要管控好。属下凝声说道，看着年轻俊秀的脸庞，却散发出一股不输给神武将军的威严。众人心头一震，纷纷点头附和。等会就千军令状，谁敢泄露消息，格杀勿论。收集木炭和硫磺的任务由我们亲自来进行，必须全程监督，小心谨慎。属下点了点头，继续往外倾倒物资。各种丹药、毒药、杀人暗器层出不穷，看的将士们一脸迷糊。少帅这是打劫了大前皇朝的军火库吗？属下当然没有去打劫军火库，这些违禁品物资都是夏兰溪帮他收集的，用的也是民间渠道，不会留下把柄。最后，属下搬出来一个大箱子，交给了陆奇峰。陆奇峰好奇地打开看了一眼，只见里面满满当当装的全是各种武技功法，他忍不住倒吸一口凉气。功法可是对武者最重要的东西，神武军传承多年，但所拥有的功法也只不过7、8种而已。但少帅一出手就拿出了上百种功法，这实在有些骇人。属下拍了拍陆奇峰的胳膊，这些功法由你来保管，从军中挑选合适的人才进行培养，我需要一支精锐中的精锐。说罢，属下又拿出一堆玉华丹，同样交给了陆奇峰。解释完玉华丹的功效和用法后，属下嘱咐道：峰哥，我打造神武铁骑的目标就靠你帮我实现了，前期的话先组建50人的重骑兵当做试点吧。主要是现在神武军没有合适的战马，只能用属下的绝经兽临时充当战马来用。正好菜菜也抱怨每天投喂绝经兽太累了，属下打算将大部分绝经兽都留在神武军内，除了充当战马，还可以挖挖矿，给神武军制造一些营收。留在自己的锁妖塔里，绝经兽天天就是吃了睡，睡了吃，太浪费了。感受到属下对自己的信任，陆奇峰胸中涌起一股热流，使劲点了点头道：少帅您放心，属下保证完成任务，绝不辜负少帅的信任。属下点了点头，又和众将士们聊了许久。处理好物资的事情后，属下忽然想起什么，道：这里距离洛水不远，附近可有洛水的支流？有，就在山谷北面不远有一条支流，顺流而下40里外就是洛水。属下心思一动，反正时间还早，顺便去洛水抓点龙鱼也好。与楚白薇告别后，属下一路北上，顺着支流而下，很快就进入了洛水。在洛水中畅游了一会儿，虽然吸引来很多灵鱼，但奇怪的是并未发现龙鱼的踪迹。难道是因为水域不同，导致水产种类也有区别吗？属下略微有些失望，但很快他就在河床底部发现了一大窝龙参，足足有数百只，最大的甚至有大腿粗。这一堆吃下去，钢板也难防啊！属下立刻拿出网兜，将满地的龙参一网打尽。被他吸引过来的灵鱼，属下也没放过，专门在锁妖塔里挑选了一间密封性比较好的牢房，在里面灌满水，抓到的灵鱼全部丢进去饲养起来。洛水的资源还是非常丰富的，属下只游了10几里，抓上来的灵鱼都已经多到数不清，估计抓了有大几千斤，时间却只过去了不到半个时辰。眼看着天亮还早，属下干脆又回去一趟，将这批灵鱼全部倾倒进入山谷中一处清水潭内，当作给神武军将士们的犒劳，也可以帮妹妹改善一下伙食。之后，属下又去了一趟洛水，继续搜刮灵鱼。直到天微亮时，属下已经抓获了足足上万斤的灵鱼，龙参收获了500多只，还有一些杂七杂八叫不出名字的水产，只要是富含灵气的，属下统统都没有放过。这时已经有渔民陆续开始下河捕捞，属下不便继续逗留，原地起飞返回兰陵城。回到城主府的时候，刚好赶上吃早饭。夏子轩一口螃蟹粥还没咽下去，看到属下归来，便急忙放下碗出来迎接，问道：调查如何了？比较棘手，9天阴魔血河大阵的范围比预想中要大很多，将江南的百姓全部撤离出去是不现实的，事先准备的防御工事恐怕也派不上什么用场，未经之计，只能找出阵心所在地，将大阵击破。听闻属下的话，夏子轩神情凝重严肃道：我将血河大阵之事告知给了中海将军，他已经动员整个江南的天元军展开地毯式搜查了，但江南太大，大部分天元军还需要镇守各城之中维持治安，可调用的人手不足。对了，升仙门派人来过，要求我们维护舆论，切莫让百姓知晓此事，以免造成恐慌。属下心思一动，升仙门的人来了？是什么人？走了没？还没，他就在城主府中，正和钟将军进行商谈，带我去见见此人。属下说道。夏子轩虽有顾虑，
但也来不及多想，当即点头答应，带着楚夏往城主府的议事大厅走去。抵达议事大厅的时候，钟海正和一名身着青衫、白发须眉的老者一边交谈一边往外走。那老者忽然脚步一顿，目光落在楚夏身上，带着审视的意味打量了他2眼。这位少侠不知如何称呼？老者主动开口询问起来。楚夏。楚夏没继续用他的假身份，堂堂正正地报上了自己的大名。谁料那老者还没什么反应，一旁的钟海却是目光一震，满脸不可思议地注视着楚夏。你是楚浩之子楚夏？楚夏点了点头。钟将军，我小时候还差点拜您为师呢。钟海一拍额头，真是老了，不中用了。之前见到你几次都没能认得出来。钟将军老当益壮，只是当年楚夏还只是个孩子，如今长大变了模样，自然难以认出。钟海哈哈一笑，忽然想起什么，对楚夏问道：你们风风火火来此地，是有什么事情吗？我找这位升仙门的道长有件事情商议。巧了，老道正好也想跟这位少侠聊聊。既如此，老先生里面请。2人一同走进了议事大厅内。夏子轩刚想跟进去，就被钟海拦住。长公主殿下，有些事咱们还是不必知道的好。虽然刚知晓楚夏的身份，但关于长公主身边这位少年高手，其实他早就有所关注。前天楚夏一击秒杀赵武吉的事情，他也有所耳闻。钟海十分肯定，楚夏绝对是一位修仙者。他和升仙门的道长要聊的事情，也肯定非常重要，不宜过去打扰。夏子轩愣了愣，旋即点了点头，乖乖待在外面等候起来。2人倒是没有聊多久，不过一盏茶的功夫，楚夏和升仙门道长就走了出来。楚小友提供的情报非常关键，我会立刻回去禀告宗主大人，交由他来定夺。另外，小友还请仔细考虑老夫的提议，升仙门绝对不会亏待小友。楚夏微微一笑，魏道长慢走。老者听出楚夏语气中的拒绝，但没有生气，毕竟这事轮不到他做主，还是得交由宗主一并定夺。他御剑而起，卷起一阵罡风，飞天而去。夏子轩听出了老者话中含义，问道：他想招揽你加入升仙门？楚夏点了点头，又道：我拒绝了。会不会有麻烦？兵来将挡，水来土掩，没什么大不了的。虽然楚夏神态轻松，但夏子轩内心还是担忧起来。升仙门可是披着正统修仙门派外衣的邪修势力，里面的人狠辣无情，倘若楚夏触怒了他们，恐怕会麻烦缠身的。但这也不是他能左右的事情，他只能期盼自己的好运能分一点给楚夏，帮他化险为夷。告别钟海大将军后，2人回到住处，先吃了一顿丰盛的早餐。不管外面兵荒马乱，山崩地裂，饭还是要吃的嘛。吃饱喝足后，楚夏想了想，暂时好像没什么事情可做。寻找血河大阵振兴的事情已经交给升仙门去干了。不管升仙门是不是邪修门派，他们既然参与进来，必然是有所图谋。如果围剿血月妖尊对升仙门没有利益可言，他们也不会如此积极。长公主，外面来了个很漂亮的女人，自称13娘，说是来找什么龙神大人的。这时林双华突然走进来禀告道：13娘。楚夏站起身来：是找我的，我去会一会。说罢他就往城主府外走去。夏子轩愣了愣，他看向林双华问道：很漂亮？有多漂亮？林双华思索片刻道：说不上来的感觉，看起来很成熟妩媚，但年纪好像又不是很大，大眼睛，高鼻梁，瓜子脸，长得跟妖精似的，尤其是眼神，被他盯着看了一眼，我感觉浑身都酥麻了。夏子轩忍不住轻叹一声，楚夏也不知道对这女人干了什么，居然让人家主动找上门来了，该不会是意外怀孕了，来找他要说法的吧？不行，我得去看看城主府外，声音嘈杂，似乎聚集了不少人。楚夏刚走出门外，就看到一群人聚在一起，对着什么东西正在围观，一个个脸上露出猪哥一样的表情，有些定力不足的更是口水横流。楚夏定睛望去，只觉一阵幽香随风而来。人群之中，一位女子款款走来，她身姿婀娜，步履轻盈如风，身着绯红纱衣，衣袂飘飘，似有若无地勾勒出曼妙的曲线。乌黑的长发如瀑垂落，发间点缀着几朵娇艳的碎花，更衬得她肌肤胜雪，眉眼如画。这就是横溪司空狐族美人13娘吗？真不愧是狐妹子，一出场就惹来这么多人围观，就连楚夏都忍不住多看了她2眼。她身上有一股子很特别的气质，让人看着看着就容易血脉喷张。13娘拜见龙神。她朱唇轻启，声音如丝如缕，带着几分慵懒与魅惑，眼波流转间似有万千风情，令人心神荡漾。楚夏心中一凛，暗暗催动灵力护住心神。这狐妹子有点道行在身上的，只一句话，一个眼神，楚夏内心深处的邪火就差点被勾了起来，脑海中甚至莫名幻想出了一些少儿不宜的画面。楚夏尚且如此，
城主府外的官兵将士就更加不堪了，不少人甚至面红耳赤，鼻孔喷血，有人按捺不住，干脆脱了衣服往湖中跳去，想用冰凉的湖水降温，场面一度陷入混乱。而始作俑者的13娘却只是掩面轻笑，她显然正以此为乐。楚夏眉头微蹙，收了你的小手段，进来说话。是，龙神大人。13娘娇滴滴地应了一声，迈着风情万种的步伐跟上楚夏。与此同时，门外众人瞬间恢复正常。刚才发生了什么？我似乎看见18个狐狸经围着自己转圈，我好像看到一群美娇娘在河里洗澡，还叫我过去给他们搓背。城主府内一座凉亭中，说吧，你找我又是所谓何事？楚夏语气冷漠道。龙神大人，不要用这种拒人于千里之外的口吻跟人家说话嘛。我跟百里可不一样，他满脑子只想变强，但我所期盼的只是能够安定的生活下去。我对龙神之位断然不会有丝毫觊觎之心。奴家只是好奇，新任龙神大人是何方神圣？今日得见，没想到龙神大人如此年轻英俊，真是叫奴家好生喜欢呢。说人话。面对楚夏的冷淡斥责，13娘也丝毫不生气，反而拿出一只锦盒，双手递上前来。这是奴家为龙神大人准备的一点心意，还望龙神大人不要拒绝。锦盒出现的刹那，楚夏丹田中的万神鼎突然剧烈震动起来，如此强烈的震撼还是很少见的。楚夏不由诧异地看了13娘一眼，最终还是顶不住诱惑，伸手接过了锦盒。打开锦盒，里面赫然装着一颗拳头大的宝珠，晶莹剔透，表面泛着淡淡的水波纹，珠子内部似有流光游动，时而如深海幽蓝，时而如碧波荡漾，隐隐还能听到海浪轻拍的声音。此物名叫沧海明月珠，是水族至宝，产自沧海之渊，汲取万年月华与海灵之力，佩戴者可避水而行，遇水如避十指，更能窥探水中万物之灵。13娘嫣然笑道，唯有此物方才配得上龙神大人您的身份。楚夏伸手接过，只觉珠子入手温润，仿佛有生命般微微颤动。来不及多想，万神鼎已然发力，一瞬就将这颗沧海明月珠吞噬。说吧，你想要什么？楚夏开口道。拿出如此珍贵之物相送，这13娘肯定是带着目的来的。13娘笑靥如花，不断朝着楚夏身边靠近，紧挨着楚夏坐了下来，轻挽住楚夏的胳膊。奴家真没有什么目的，单纯就是来拜访一下龙神大人您，而且此物原本就属于前人龙神，现在交还给您，也算是物归原主。当真？千真万确。那没事，我走了。楚夏起身就要离开，13娘顿时急了，忙将楚夏拽了回来。谁知这一拽用力过猛，楚夏直接坐到了他的大腿上。就很怪，人家是美人在怀，怎么到他这就成了猛男入怀了？搞反差是吧？13娘也是愣了一下，却也没有推开楚夏，而是笑盈盈地说道，龙神大人坐得舒不舒服？这里人多眼杂，不太方便，要不我们换个地方坐坐？人多眼杂。楚夏目光一扫，忽然发现夏子轩、林双华和白芷3人正在院门内探出脑袋偷看，3颗脑袋依次叠加，场面略显滑稽。被楚夏发现，3人顿时一慌，急忙缩了回去。楚夏有些无语，刚才那一幕肯定被他们看去了，我的一世英名啊！他从13娘身上挣脱出来，站稳身形后道，别说这些有用没用的，再不交代你的来意，就请你打哪来回哪去。龙神大人，您真是性急。13娘娇嗔了一声，脸上笑意收回，正色道，横溪水域遭难了，有外来的妖邪闯入，我麾下水族生灵受损严重，水域已经遭到严重的污染，我想开启万古园的元水法阵，净化水域污染，但是需要龙神令才能启动法阵。楚夏算是听明白了。说来说去，你的目的还是和白离一样，都是奔着龙神令而来。当然不一样，白离是想夺取龙神令，但奴家只是想要借用。如果龙神大人不放心的话，可以跟我一同前去，我会护送龙神大人来回，保证安全无忧，也不会耽搁多少时间，最多1天就足够了。13娘握住楚夏的手，抬头冲他眨了眨眼睛，还顺势在他手心挠了2下。楚夏不为所动，脑海中飞速做出思考。清玄也建议他去万古园的龙神殿，这次倒是一个好机会，毕竟这13娘看着还是有点实力手段的，如果值得信任的话，拿他当保镖倒是挺不错的。知道了，在这等着，待会给你答复。楚夏说罢，甩开13娘的小手，扬长而去。他得去找清玄商议一下。哇哦，好硬气的龙神大人，奴家更喜欢了呢。13娘眼中闪过一丝狡黠的光芒，她轻轻抚了抚自己的长发，嘴角勾起一抹意味深长的笑容。楚夏没有急着去找清玄，而是先进入院子，将藏在花丛后面的夏子轩3人给揪了出来。好奇就正大光明过去偷看有什么意思？楚夏说道。夏子轩虽然有些尴尬，但还是忍不住询问道，那个小烧杯是谁？她叫13娘，是个狐狸精。我就知道，真是狐狸精。
夏子轩有点懵，狐妖吗？倒是听说过，可见还是头一次。还别说，那女人的神态气质，真有几分狐妹子的感觉。楚夏怎么会认识一只狐狸精？货真价实的狐狸精，而且实力很强。你们千万不要去招惹她。楚夏叮嘱道。13娘目前看来没什么危险，但也不能掉以轻心。楚夏没再多解释什么，直奔青鱼的房间。他现在变得格外勤奋，一天大部分时间都在闭关修炼，实力也是突飞猛进的增长。短短2天，实力已经突破到了化劫境2重，这修炼效率都快跟楚夏有的一拼了。不得不说，对修行之人来说，有一位名师指导，优势是非常大的。我闻到了13娘的气息，她找上门来了吗？清玄主动征用了青鱼的身体，缓缓睁开双眼问道。楚夏点了点头，将13娘的来意说了一遍。元水法阵的确有净化水质的作用，也确实需要龙神令才能开启。13娘倒是没有说谎，而且她实力很强，由她护送大人您来往会更加安全。至于13娘是否可信，我也无法保证。以我对她的了解，应该不是什么坏人，但如果她被白离利用，那就难说了。楚夏最担心的其实也是这一点。上次白离没有直接出手抢夺龙神令，是不是有什么顾忌？楚夏问道。没错，龙神令是4水龙脉凝聚而成的圣物，5等臣服于龙神令之下的4大司空，接受到龙神令的限制，是绝不可能伤害龙神大人的，如有违背，必定魂飞魄散。怪不得这龙神令之中应该存在某种阵法，以此限制4大司空，应该是类似思想钢印的东西。这种限制只对4大司空生效吗？好像是的，毕竟龙神主要负责号令4大司空，再由4大司空治理整个江南水域。龙神大人通常不跟底下的人接触，而且上任龙神实力强大，也用不着那么多限制。楚夏脸色一黑，我知道我现在实力很弱，谢谢你提醒啊。龙神大人息怒，属下绝对没有这个意思。没事，你说的是事实。楚夏没有在这个问题上多做纠结，他思索片刻，还是决定亲自去万古园走一趟。清玄之前说的万古道统传承，他也很感兴趣。起来收拾一下，跟我出发。好的，龙神大人。清玄站起身来，丝毫不避讳楚夏，当着他的面就换起了衣服。楚夏被清玄的灵针起手打了个猝不及防，没等转过身去，就已经看到了不该看的。青鱼，这可不怪我，是你师父的过错。楚夏摇了摇头，转身离开房间。片刻后，换好衣服的清玄走了出来。龙神大人，属下无法长时间占据徒弟的身躯，所以去往万古园的路程还是让徒儿陪伴您比较合适。不过我会一直在暗中观察，有任何危险发生，我会第一时间接管徒弟的身体。楚夏点了点头，没问题。下一秒，青鱼恢复了身体的支配权，他瞬间羞红了脸，低着头不好意思看楚夏。显然刚才换衣服的事情他是知道的。楚夏怕他尴尬，便装作什么都没发生过一样，道：出发吧，你跟着我后面就行，遇到13娘不用跟他有任何交涉，一切听我安排。好的，楚公子。刚走2步，楚夏就看到了夏子轩。楚夏将他叫来，吩咐道：我和青鱼要出门一段时间，你在这里要多加小心，风头不对就赶紧往北边撤离，过了洛水基本就安全了。你跟青鱼？夏子轩一脸狐疑，这又是什么情况？他不由瞪了一眼青鱼。青鱼不敢说话，只能默默低着头。好啊，自己的亲信心腹居然都开始瞒着他了。楚夏啊楚夏，兔子还不吃窝边草呢，你怎么好意思下手的？不等夏子轩开口，楚夏拿出厚厚一摞燃火辐射到夏子轩手里。这300张燃火符你拿去用，另外给你留一只妖兽当护卫，一般情况下足以护佑你的安全。说完，楚夏将严赤霄给召唤出来。不等夏子轩反应过来，楚夏便已经走出院外，朝着13娘走去。夏子轩张了张嘴，却终究还是没能开口。他知道楚夏一定有很重要的事情要去办，自己帮不了他什么忙，也绝不能拖他的后腿。守护好兰陵城才是他现在最应该做的事情。再次见到13娘，楚夏正欲开口，忽然感觉到丹田之中一阵悸动。他急忙内视丹田，只见万神鼎中忽有万道湛蓝光华飞溅而出，那蓝色光华好似游龙，钻进楚夏的经脉之中，驰骋遨游，最终全部涌入楚夏脑海，如同醍醐灌顶般，一段清晰的功法信息在楚夏脑海中清晰浮现。这是龙神诀，上古碧水神龙传承功法，仙阶功法。楚夏目光一片骇然，他猜到这次万神鼎吐出来的东西肯定不同凡响，但没想到如此夸张，居然是货真价实的仙阶功法，而且不是玄天经那样残缺不全，而是完整全套的仙阶功法。仙阶功法意味着那是仙人修炼的功法，万神鼎居然连仙阶功法都能吐出来，这实在出乎楚夏的意料之外。他可能还是远远低估了万神鼎的强大。龙神大人是决定要跟我一同前往万古园了吗？
13娘轻柔的声音叫楚夏拉回现实。楚夏暂时按捺住心头激动，道：“带路吧。”13娘神色一喜，二话不说，寄出一艘粉玉雕琢而成的镂空小船，邀请楚夏登船。这是奴家的座驾，名唤粉霞逐月舟，是我自己攒了200年的私房钱，托人从天宫阁定做的。虽然只是上品灵器，但里面请厉害的神符师凝刻了7重御空阵法，飞行速度很快，最多2个时辰就能抵达万古园。介绍起自己的法宝飞船时，13娘脸上满是骄傲之色。晴空万里，粉霞逐月舟在云端缓缓穿行，周身笼罩着一层淡淡的粉色霞光，宛如一抹晚霞划过天际，轻盈而梦幻。舟内空间宽敞，陈设雅致，淡淡的灵气缭绕其间，显得格外宁静。楚夏盘膝坐在舟中央，双目微闭，神情肃穆。龙神诀是仙阶功法，非常深奥晦涩，其中部分文字还是用上古龙族语言组成。楚夏虽然经过醍醐灌顶，可以理解文字内容，但想要完全参透，还是非常耗费心神的。13娘斜倚在一旁的软榻上，一袭轻纱长裙勾勒出她曼妙的身姿，裙摆随着周身的轻微晃动而轻轻摇曳。她单手托腮，目光流转，带着几分戏谑与妩媚，落在楚夏那张棱角分明的脸上。楚公子，这般修炼多无趣啊！13娘轻声开口，声音如清泉般悦耳，却又带着一丝撩人的意味。她微微倾身，靠近楚夏，吐气如兰。这粉霞逐月舟上风景独好，不如陪我说说话，解解闷。楚夏纹丝不动，仿佛未曾听见他的声音，依旧沉浸在修炼之中。一旁的青鱼更是背过身躯，面壁修炼，对外界一切充耳不闻。这2个人都是他惹不起的存在，想要明哲保身，还是装作小透明比较稳妥。反正有师傅盯着呢，他只管修炼就行。13娘见楚夏不理睬自己，唇角勾起一抹笑意，眼中闪过一丝狡黠。她伸出纤细的手指，轻轻在楚夏的肩头一点，指尖带着一丝温热的灵力，试图扰乱他的心神。楚公子，你这般冷淡，可真是伤人心呢。他故作委屈地叹了口气，声音柔媚入骨。难道我在你眼中就这般无足轻重？楚夏依旧没有回应，只是眉头微微皱起，似乎对他的干扰有些不悦。13娘却不依不饶，索性站起身，轻盈地绕到楚夏身后，俯身在他耳边低语：楚公子，修炼虽重要，但人生苦短，何必总是这般严肃？不如放松片刻，与我共赏这云海美景，岂不快哉？他的气息轻轻避过楚夏的耳畔，带着一丝若有若无的香气，仿佛要钻入他的心底。然而楚夏依旧稳如磐石，心神丝毫不为所动。13娘见状，眼中闪过一丝无奈，却又带着几分欣赏。她轻叹一声，退后几步，重新坐回软榻上，低声自语：真是个木头人，不过倒也有趣。她不再打扰楚夏，转而望向窗外的云海，眼中却依旧带着几分笑意，仿佛在盘算着下一次的进攻。而楚夏依旧沉浸在修炼之中，仿佛外界的一切都与他无关。牛逼啊！这龙神诀简直太牛逼了！楚夏内心狂呼，狐狸精有什么好看的，比不上龙神诀的1/1000。这龙神诀不愧是仙阶功法，简直强到离谱。仔细了解完龙神诀后，楚夏才明白，这龙神诀其实本质上并不属于功法的范畴，它是一种属于龙族的秘法传承。通常来说，这种传承只能通过血脉继承的方式传递给血亲后裔，外人是无法获得的，更别说楚夏还是人族修仙者。但在万神鼎的改造下，传承被整合成了一部完整的仙阶功法，让楚夏拥有的修炼的资格。此功法蕴含了碧水神龙一族的血脉之力与天地法则，修炼者可借助神龙之力突破凡体极限，成就无上仙道。龙神诀共分9层，名曰神龙9变，每一层变化都代表一次蜕变，每次蜕变都可以大幅增强血脉、肉身、魂魄的强度。完成神龙9变之后，更可以彻底蜕变成龙神之体，拥有毁天灭地的威能。只是粗略看了一遍后，楚夏都忍不住有些心潮澎湃起来。这种级别的功法，真的是我可以修炼的吗？一般来说，这种功法是有血脉要求限制的。楚夏一个人类，无论如何不可能修炼龙族的功法。可万神鼎完全帮他扫清了这方面的阻碍，让他以人类之躯可以修炼龙族仙法，就离谱。可惜现在不是时候，不然楚夏肯定要好好闭关修炼一段时间，感受着神龙9变的威力。轰隆，天色突变，一道惊雷毫无征兆地从非洲一旁掠过。突如其来的炸雷吓得正在修炼的青鱼花容失色。楚夏也睁开双眼向外看去，刚才还是晴空万里，现在天空突然布满阴霾，好似黑云压城，磅礴大雨就在眼前，马上就要飞入暴雨之中。13娘倒是一副气定神闲的模样，慵懒地依靠在软榻上。她轻轻挥手，一道粉色的华光将粉霞逐月舟笼罩起来，隔绝的外界的声音。已经抵达万古园了，这里的气候向来多变，
龙神大人无需担忧，再过一会儿我们就能到达目的地了。万古园是个什么地方？楚夏问道。清玄之前说过，但解释的不清楚，而且他被关押了500年，如今的万古园变成什么模样，他估计也不清楚。13娘解释道，万古园位于江南腹地，是一片方圆千里人迹罕至的地带，也是江南4大水域的交汇之地。这里水气丰盈，地面多是湖泊沼泽地带，不宜居住，但水产极其丰茂，也有一些妖兽盘踞于此。等会我们要去的地方是万古园东边的泗水洲、洛水、沧江、图河，横溪于此交汇，最终组成一道宏伟的奔流，东入沧海。说话间，暴雨已经吞没了粉霞逐月洲，但在法阵的保护下，狂风暴雨无法侵入分毫，飞行始终很平稳。青鱼这会也不修炼了，好奇地探出脑袋，领略起了窗外风景。又飞了一炷香的时间，飞舟逐渐接近泗水洲。穿过暴雨地带后，天气也逐渐放晴。楚夏能够清楚看见4条奔涌的大江在这里交汇，融合成一条宽阔的入海口。再往东去，便是茫茫沧海，一望无际。飞舟缓缓降落，但并未落地，而是贴着地面进行移动。下面全是丰茂的水草植被，根本看不见地面，完全没有下脚的地方。到了，前方就是远水法阵的所在地。13娘收起飞舟，御空上前。楚夏也抓住青鱼的胳膊，带着他御剑跟上。只见满地的翠绿之中，出现了一座蓝色的湖泊，好似一只眼睛凝望着天空。湖水清澈见底，底部依稀可见有一座建筑的轮廓。这就是不对劲，这里有被妖邪气息污染过的痕迹。13娘的表情忽然变得凝重了起来。13娘眉头紧锁，目光如炬地扫视湖面，的手指轻轻一弹，一道粉色的光芒从指尖飞出，如同灵蛇般在湖面上游走，似乎在探测着什么。这气息是黑水毒蛟。13娘的语气带着几分凝重。这种妖兽极为罕见，擅长隐匿和毒术，它的气息能够污染水源，甚至侵蚀法阵。从气息来看，这只黑水毒蛟的实力恐怕达到了金丹后期，不在我之下。楚夏闻言，心头一紧，他当即询问蔡这黑水毒蛟的情况，得到的回答令人不安。黑水毒蛟是8阶妖兽，实力比小圣君要强上一些，而且身上自带的毒素非常猛烈，金丹修士都很难抗住。这片湖水已经被黑水毒蛟的毒素污染，别说潜入其中了，就是碰一下都有可能会死。而且此妖兽非常阴险难缠，一旦被他发现，能穷追不舍的追杀数百里都不放弃。有动静，13娘猛然拉着楚夏的胳膊，没入草丛之中隐蔽起来。楚夏也顺势将青鱼拽了过来。青鱼很是紧张，紧紧抓住楚夏的衣袖，大气都不敢喘一口。哗啦啦，湖面水波翻涌，一只漆黑的蛟龙脑袋探出水面，仰着头大口呼吸换气。他似乎没有发现楚夏3人，换完气之后便再次沉入水底。13娘沉吟片刻，倒看来这黑水毒蛟正在破坏远水法阵，虽不知他是如何找到这里来的，但一定要阻止，否则远水法阵一旦被破坏，整个江南水域都会发生灭顶之灾。你们俩在这等我，我去探查一下情况。这黑水毒蛟虽然厉害，但我若能偷袭成功，也有8成把握可以将他一击毙命。说罢，13娘身形一闪，化作一道粉色流光，瞬间钻入湖水之中。楚夏眉头一皱，虽有些担忧，却也知道13娘的实力远在自己之上，他贸然跟上去反而可能拖累他，便带着青鱼在附近暗中观察起来。时间1分1秒的过去，湖面依旧平静，但楚夏却感到一股莫名的压抑感。他总觉得有什么东西在暗中窥视着他们，仿佛随时会从水中窜出来。楚公子，你看那边。青鱼突然指着湖面，声音有些颤抖。楚夏顺着他指的方向看去，只见湖面上泛起了一阵诡异的波纹，仿佛有什么东西在水下游动。紧接着湖水开始变得浑浊，原本清澈的湖面渐渐被一层黑色的雾气笼罩。不好！楚夏心中一凛，立刻拉起青鱼准备后退。然而就在此时，湖面突然炸开，一条巨大的黑色蛇影从水中冲天而起，张开血盆大口，直扑楚夏和青鱼而来。怎么回事？13娘败了。楚夏来不及多想，眼看黑水毒蛟口中喷着腥臭的黑雾撕咬而来，当即拿出一摞燃火符扔出去。燃火符制作简单，所以楚夏抽空就会制作一些，现在已经积存了不少。虽然它的威力比不上楚夏自身的大日阳炎，但神符的优势在于瞬发和量大。1-2张燃火符威力肯定不如大日阳炎，但100张同时炸出去，威力也是相当可观的。关键还不用消耗自身灵力。轰隆隆，火光冲天而起，灼热的高温火浪顷刻间将方圆100米之内的水草烧成黑灰。然而如此猛烈的攻势，居然没有对黑水毒蛟的攻势产生半点阻碍。火焰还没覆盖过去，就被他身周涌动的黑雾吞噬，仿佛泥牛入海，起不到半点效果。不愧是8阶大妖。楚夏心中一凛，
搂住青鱼加速后退。但黑水毒蛟速度惊人，眨眼功夫便嘶吼着追了上来，吐着漆黑的蛇信，一道黑雾翻涌而至，下一秒就要将楚夏二人吞没。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一道粉色的光芒从天而降，如同一道利剑，直刺黑水玄蛇的头颅。孽畜，休得猖狂！13娘的声音冷冷响起。黑水毒蛟发出一声痛苦的嘶吼，身体猛地一颤，随即重重摔回湖中，激起滔天巨浪。13娘的身影出现在楚夏和青鱼面前，手中握着一柄粉色长剑，剑身上还残留着淡淡的黑气。你没事吧？13娘回头问道，语气中带着一丝关切。楚夏摇了摇头，忽然神色一凝，当心！黑水毒蛟在湖水中猛烈翻腾，身上的黑气将湖水完全染黑，然后猛地摆动尾巴，将大量黑水溅上岸，好似一场黑色暴雨倾盆落下，先撤。13娘袖手一扬，卷起一道粉色罡风，将楚夏和青鱼护送到安全地带。这毒蛟的实力比我想象的要强，远水法阵已经被它污染了，必须尽快解决它，否则后果不堪设想。楚夏犹豫片刻，还是做出决定，大手一招，小圣君轰然出现。这是真龙。13娘看到混着披着火红色龙鳞的小圣君，不由神色一惊。蛟龙常见，真龙可不多见，不愧是龙神，随手就能召唤出一头真龙来，之前倒是有些小瞧他了。吼！不等楚夏吩咐，小圣君就已经察觉到了黑水毒蛟的气息，嘶吼着腾空而起，一双龙目散发出炽热的光芒，死死注视着湖面上翻腾的黑水毒蛟。黑水毒蛟突然愣了一下，抬起头来和小圣君对视一眼，下一秒黑水毒蛟竟是全身瑟瑟发抖起来，二话不说钻回水下逃走了。啊，这8阶大妖被只有7阶实力的小圣君一个眼神吓跑了，难道这就是血脉压制？吼！小圣君可不管那么多，怒吼着就一头扎进湖水中，追了上去。我去助阵。13娘剑光再起，好似一道粉色流萤冲进湖中。楚夏道士也想跟过去凑热闹，但现在湖面一片漆黑，毒气四溢，显然不适合进入。他小心翼翼靠近湖边观察，只见湖水翻涌不止，时不时有大簇水花炸起，足足持续了好一阵子才平息下来。轰！小圣君叼着比他身躯还要大一圈的黑水毒蛟飞了出去，将毒蛟丢到陆地上，便开始用利爪分割蛟尸，开始大块朵颐起来，完全不顾毒蛟的血肉都蕴含剧毒。13娘过了一会儿才飞出来，皱眉道：龙神大人，您麾下这头真龙怎么回事？居然如此邪性，该不会是一头邪龙吧？楚夏一时语塞，不知该如何解释。小圣君本身其实不能算作邪龙，只是自幼在他母亲培养下长大，沾染了一些邪性，尤其是上次击杀许哲时受到了血腥味的刺激，心中的邪性被激发出来。但小圣君毕竟还属于幼年阶段，存在很强的可塑性，其实是可以改正回来的。只是楚夏实力有限，菜也没这方面的经验，目前只是观察。这次小圣君又吞噬了黑水毒蛟的血肉，接下来邪性恐怕会变本加厉。说实话，还是挺棘手的。楚夏勉强解释道，只是性子有些野，可能对妖兽的血肉特别感兴趣。13娘眉头紧锁，显然对小圣君的行为感到不安。她握紧手中的粉色长剑，警惕地看着小圣君，低声道：龙神大人，真龙虽强，但若心性不正，恐怕会带来更大的祸患，您还是多加小心为妙。楚夏点了点头。吼！小圣君忽然抬起头，发出一声低沉的吼叫，龙目中闪过一丝红光，他似乎察觉到了楚夏和13娘的注视，缓缓转过头来，嘴角还挂着黑水毒蛟的血肉，显得格外狰狞。小圣君，停下！楚夏低声喝道，试图用命令的语气让他冷静下来。然而小圣君并没有理会楚夏的命令，反而缓缓站起身，朝着楚夏和13娘的方向迈了一步。他的身躯庞大，每一步都带着沉重的压迫感，仿佛一座小山在缓缓逼近。不好！13娘脸色一变，手中的粉色长剑瞬间绽放出耀眼的光芒。龙神大人，小心，他可能要失控了。楚夏心中一沉，急忙从怀中掏出一摞燃火符，准备随时应对突发情况。然而就在这紧张的时刻，小圣君忽然停下了脚步，龙目中的红光渐渐消散，取而代之的是一丝迷茫。吼！小圣君低吼了一声，缓缓低下头，仿佛在努力压制体内的邪性。他的身躯微微颤抖，似乎在经历某种内在的挣扎。楚夏见状，心中一松，急忙飞身上前，摸了摸小圣君的龙须，轻声安抚道：冷静下来，你是高贵的真龙，不应被邪念支配。小圣君抬起头，龙目中的迷茫渐渐消散，取而代之的是一丝温顺。他缓缓低下头，用巨大的头颅轻轻蹭了蹭楚夏的手，仿佛在表达歉意。13娘见状也松了一口气，手中的粉色长剑光芒渐渐收敛。他看了楚夏一眼，低声道：龙神大人，
看来您的真龙还有些不稳定，日后还需多加驯化。楚夏点了点头，心中有些后怕，小圣君如果真的失控，后果恐怕不堪设想。不过有点意外的是，这次小圣君对他的忠诚度似乎有所提升，能好好听他的话了。难道是因为龙神诀的缘故？虽然还未开始修炼，但获得龙神诀的时候，楚夏吸收了一些碧水神龙的力量。或许是这种变化对小圣君产生了亲和力吧。他也没多想，轻轻拍了拍小圣君的头，低声道：放心吧，我会好好教导你的。小圣君低吼了一声，似乎听懂了楚夏的话，缓缓退到一旁，继续享用他的战利品。不一会儿功夫，黑水毒蛟就被小圣君吃得干干净净，只留下一具乌黑的蛟龙骨架。这骨架依旧冒着黑气，看起来充满剧毒，留着也是祸害。楚夏暂时将它收入了锁妖塔内。13娘看了看湖面，眉头再次皱起。黑水毒蛟虽然被解决了，但远水法阵已经被污染，必须尽快修复，否则江南水域的灾难依然无法避免。楚夏问道：有什么我能帮忙的吗？我感知到这附近还有一些妖兽的气息，实力并不强，龙神大人只需防止他们过来破坏即可。楚夏点头应下，转头对小圣君吩咐道：小圣君，你守在湖边，不要让任何妖兽靠近。小圣君低吼一声，缓缓盘旋在湖边，庞大的身躯如同一道坚实的屏障，不需要龙神令吗？楚夏又问道：只要龙神令在附近，远水法阵可自动感应得到，无需经过我手。那倒是还挺方便。说罢，13娘盘膝坐在湖边，双手结印，口中念念有词。她的粉色长剑悬浮在身前，剑身散发出柔和的光芒，与湖面上的黑气形成鲜明对比。随着她的咒语声，湖面上的黑气开始缓缓消散，远水法阵的修复正式开始了。或许是修复法阵的灵气吸引了周围的妖兽，顿时间周围有一道道妖气显现而出，但根本不用楚夏出手，小圣君只是仰天怒吼了一声，那些妖兽便立刻没了声息，全都有多远逃多远了。楚夏乐得轻松，清理出一片空地，盘膝而坐修炼起来。一旁青鱼的眼神久久无法平静，他发现自己对楚夏的了解还是太少了。那可是一头真龙啊，就这么被楚公子给召唤出来了，简直太厉害了。此刻青鱼看向楚夏的眼神已经变得无比崇拜。楚公子这么厉害，还对我这么好，赐予我如此大的一场机缘，做人要知恩图报，我必须要想办法好好报答楚公子才行。察觉到弟子的心态变化，清玄的声音出现在他的脑海中：徒儿若想报恩，那便好好修炼，努力让自己的实力强大起来，成为楚公子身边的助力。青鱼认真的点了点头，弟子一定努力修炼。不过这种报恩方式来得有点慢，如果徒儿对楚公子有好感的话，不如以身相许，这才是最简单有效的报恩方式。啊，师父你在说什么？青鱼瞬间羞红了脸。师父果然是妖啊，不然怎么能堂而皇之的说出这种话来？你看你害羞个什么劲？为师也就是没了肉身，不然还轮得到你报恩？龙神大人如此年轻，天赋出众，前途不可限量，哪个女子能爬上他的床，那才是真正的机缘。青鱼茫然了，真是这样的吗？应该是吧。青鱼忽然有些佩服起长公主了，这眼光真是绝了，怪不得人家是主子，他们是奴才呢。一个时辰后，13娘缓缓起身，万幸法阵的核心没有受损，现已完全修复，可以开始净化被污染的水域了。楚夏起身走过去，只见湖水重新恢复清澈，湖底的建筑熠熠生辉，连带着周围水域都开始发出微光，荡漾出纯澈清净的灵气波动。咦，你的耳朵？楚夏忽然发现13娘的头上长出了2只白色的狐狸耳朵，一动一颤的，十分引人注目。13娘愣了愣，伸手捏了捏自己的耳朵，道：无妨，只是灵力消耗的有些多，难以维系人形，休息一会就好了。楚夏被13娘突如其来的提议弄得一愣，脸上不由得浮现出一丝尴尬。他下意识地瞥了一眼那对毛茸茸的白色狐耳，心中虽然有些好奇，但还是摆了摆手，干笑道：这不太合适吧。13娘轻笑了一声，眼中闪过一丝狡黠：怎么，堂堂龙神大人连摸一下耳朵的胆量都没有吗？还是说你怕我吃了你？楚夏被他的话噎住，一时不知该如何回应。13娘的言行举止总是带着一种难以捉摸的魅惑，让人既想靠近又不敢轻易触碰。嗨嗨，楚夏轻咳了2声，试图转移话题。既然法阵已经修复，我们还是尽快离开这里吧，毕竟你的危机解决了，江南的危机才刚开始，血月妖尊的情况你应该也有所知晓吧。13娘见楚夏避而不答，只是微微一笑，收起了那副调侃的神情。她轻轻挥了挥手，粉色长剑化作一道流光，没入她的袖中。随后她转身看向湖面，淡淡道：的确有所耳闻，这血月妖尊妄图以生灵血肉炼成赤血妖丹，以此为契机突破元阴境，若是成功，不仅是江南，对整个大钱都会有危害。不过也算不得什么，
真到了那一刻，白梨大人肯定会出手的。白梨见13娘眼中露出一抹敬重之意，甚至还夹杂着一些其他难以言说的情绪，楚夏不由心中一凛。之前清玄介绍4大司空时提到过，13娘喜欢女人正因如此，楚夏对她的诱惑始终无动于衷。现在看来十有八九是真的。公子，我们该动身了。青鱼这时突然开口说道，他在提醒楚夏该去寻找龙神殿了，这才是楚夏这趟来的真正目的。楚夏点了点头，当即转身对13娘道，你的忙我已经帮完了，现在我有别的事情要去处理，就此分别吧。哎呀呀，龙神大人这么急着跟我分手，是不是害怕奴家了？13娘眨了眨眼，嘴角勾勒出一抹意味深长的笑意，语气中的魅惑之意更胜从前。她一边说着，甚至贴近楚夏身旁，挽起他的胳膊，狐狸耳朵轻轻颤动了几下，仿佛是在故意挑逗楚夏的神经。却不料下一秒，楚夏突然一把抓住了13娘毛茸茸的狐耳，贴着她的耳廓凝声道，不要用伪装来逃避自己的内心，喜欢女人又不是什么不光彩的事情，你连自己的喜好都不敢承认，又如何奢望其他人理解你？说罢，楚夏不顾满脸震惊错愕的13娘，带着清玄御剑而起，向西而去。直到二人完全消失在天际尽头，13娘才缓过神来，一时间又羞又恼，万般情绪涌上心头。原来她一直都知道，可她没有瞧不起自己，反而为她开导。这一刻，13娘忽然有些被感动到了。噗嗤，青鱼忍不住爆笑出来，她在背后抱着楚夏的腰杆说道，楚公子你太坏了，那狐狸精恐怕要破防，公子你可要小心他上门报复。楚夏莞尔一笑，不至于，虽然戳到了他的痛处，不过我看得出来13娘本质不坏。清玄，龙神殿的具体位置你可知晓？青鱼眸光一变道，回龙神大人，大概位置我虽知晓，但这500年是否发生变化就不得而知了。可惜我的司空印被白离夺走，失去了全能，不然倒是可以直接传送去龙神殿内。全能是什么东西？类似官吏的执法权，是上任龙神大人赋予吾等的，相当于龙神的一部分力量，平时被封印在司空大印内，需要时方可调用，可以让我们短时间内在江南各地快速移动，可以操控水域走向，调节灵气浓度。不过最主要的功能还是防止海域妖族逆流入侵。又是江云之的杰作吗？那我的龙神令有什么全能？楚夏问道。龙神令的全能倒是不多，只能用来解锁一些机关阵法，毕竟龙神是赋予全能的一方。这么说好像也没毛病。江云之自身实力足够强大，那他所持有的龙神令自然没必要整那么多花里胡哨的功能。清玄，既然你知道龙神殿的大概位置，那我们就先过去看看。楚夏说道。清玄点了点头，随即指引方向。楚夏全速飞行，速度极快，大概半个时辰后便抵达了一片灵韵盎然、水草丰茂的沼泽地上空。我记得龙神殿就在此处，怎么不见了？清玄很是意外。楚夏贴着地表四下搜索一番，全然没有半点收获。难道搬走了？正当楚夏感到困惑时，一道粉色流光从天边掠过，急速飞驰而来。只见13娘伫立在粉霞逐月舟之上，面带笑意飞到楚夏二人面前。龙神殿就在此地，只是灵运耗尽，平时无法显现罢了，只需在此地注入大量灵气，便可让龙神殿重现人间。你怎么过来了？13娘嫣然一笑，目光看向清玄。我再不来，还不知道这位落水司空要将我多少秘密往事抖落出来。完蛋，被发现了。清玄神色窘迫，挥了挥手跟13娘打起招呼。横溪司空，好久不见。13娘轻笑一声，调侃道，落水司空，你怎么变成这副模样了？是不是嘴里藏不住事，泄露了太多天机，遭到天谴了？清玄眉头微蹙，小狐狸，别以为我现在这副模样就治不了你，你看看龙神大人是更信你还是更信我？说着，清玄一把搂住楚夏的胳膊，姿势非常亲密。都说我们狐族天生魅惑，但比起你们生性好淫的蛇妖，我只能是甘拜下风。你敢诋毁我们蛇族？你再说一个字试试，看我不把你过去的那些糗事全部抖落出来。啧啧，怕你不成？都给我闭嘴！楚夏呵斥了一声，道：同朝为官都是自己人，吵来吵去有什么意思？如今江南正逢大难，9天阴魔血河大阵还悬在头顶，你们有吵架的经历，不如想想如何对付血月妖尊，守护江南百姓安宁。楚夏这一声呵斥还是有些效果的，两位司空顿时偃旗息鼓，虽然还在大眼瞪小眼，但至少没有继续争吵下去。楚夏这才满意的点了点头，他望向13娘，你说要注入大量灵气才能让龙神殿重现人间，具体该如何做？若有灵石自然好办，可伐天之战已经耗尽了万古皇朝的全部灵石库存，境内灵石矿脉也被挖掘一空，如今想要快速筹集到大量灵气，只有一个办法，那就是献祭灵宝。什么样的灵宝？灵阶以上的法宝
丹药、符箓皆可，品阶越高越好，这样献祭时产生的灵气才能更多。需要多少？楚夏凝眉问道。他手里的灵宝可没几件，最厉害的灵宝应该是着龙衣，但要献祭着龙衣，他还真有些舍不得。没有准数，越多越好。13娘嫣然一笑，龙神大人若是信我，便将龙神令暂时交给我，献祭的灵宝由我来出，等日后龙神大人再给予奴家一些补偿即可。13娘这么好心，但眼下似乎没别的办法。清玄肯定是指望不上的，他现在仅存魂魄，比孤魂野鬼都强不到哪去。思虑片刻，楚夏下定决心，将龙神令取出，交到13娘手中。不管你献祭多少灵宝，将来我双倍奉还给你。楚夏说道。有龙神大人这句话就足够了。13娘笑靥如花，她挥了挥衣袖，刹那间一件件神兵法宝被她倾倒出来，足足有上100件之多，每一件皆是灵气品质的法宝。楚夏看了都有些眼馋。可下一秒，13年变手掐法诀，燃起一团粉色火焰，将满地法宝笼罩。随着火焰侵蚀，法宝纷纷分解，一股磅礴的灵气如漩涡般涌出，被13娘一股脑注入到龙神令中。似乎还不太够，13娘又献祭出一堆丹药。受到大量灵气滋养，龙神令开始有光芒焕发而出。紧接着，楚夏便听到大地深处传来一阵轰隆隆的响动，仿佛有什么庞然大物正在苏醒。下一秒，龙神令的光芒扩散开来，形成一道巨大的光柱没入地下。紧接着，大地猛烈颤动，裂开一道地缝，一座宏伟的宫殿虚影自地缝中显现。那宫殿巍峨壮丽，散发着古老而神秘的气息。楚夏被眼前一幕震撼，不由屏住呼吸，目不转睛盯着那逐渐凝实的宫殿。就在龙神殿即将完全凝实的瞬间，13娘突然停下了手中的法诀，脸色微微一变。怎么了？楚夏察觉到她的异样，急忙问道。13娘眉头紧锁，低声道：有人来了，而且来者不善。楚夏心中一凛，立刻警觉起来。果然，远处的天空中几道黑影正急速逼近，是他。13娘似乎认出了来者的身份。楚夏定睛望去，只见一名身着黑色纱衣、气质清冷孤高的女子带着几名老者飞驰而来。其中一名老者他认识，正是之前在城主府见过的魏道长。魏道长也算是升仙门的高层了，他都跟在女子身后，那这女子的身份绝对不简单。难道是升仙门的宗主？阡陌，回去吧，这不是你该来的地方。13娘冲着来人娇喝一声。黑衣女子停滞在半空中，目光扫来，看到13娘，面露疑惑之色，紧接着又看到地缝中隐约可见的宫殿轮廓，不由大惊失色。龙神殿重现人间，怎么会这样？他也曾是万古皇朝的一份子，对龙神殿自然不会陌生。这座沉寂了500年的宫殿居然重现人间，难道说江云芝的传人已经出现了？他忽然瞥见了楚夏，看到他手中拿着龙神令，不由黛眉微蹙，几乎没有任何犹豫，一抹乌黑的剑芒便从他手中飞射而出，直奔楚夏的眉心而来。这一剑速度快到不可思议，楚夏完全来不及反应。就在那乌黑剑芒即将刺中楚夏眉心的瞬间，一道粉色的光芒骤然闪现，挡在了楚夏面前。冷阡陌，你未免太心急了吧？13娘的声音冷冷响起，她手中握着一柄粉色折扇，轻轻一挥，便将那乌黑剑芒震散。楚夏这才回过神来，背后冷汗直冒。刚才那一剑若是击中，他就算凭借着龙衣可以抵挡住，肯定也要受到不轻的伤势。他心中既惊又怒，抬头看向那黑衣女子，眼中闪过一丝冷意。少废话，我们冷氏一族苦熬了500年，才有今时今日的地位，我绝不会眼睁睁看着那个女人卷土重来的。冷阡陌厉声道，再次连出鼠剑，展出一朵墨色剑帘，威压十足。其余几名升仙门长老也迅速反应过来，分散到四周，准备对楚夏3人展开围剿。眼看形势不妙，13娘当即催动粉色灵力，将楚夏2人卷起，直接跳进地缝之中。追！冷阡陌以墨色剑帘开路，速度快到极致，竟然眨眼间就追赶上楚夏3人。当年女帝就不该手软，给你们冷氏一线生机，叛臣的血脉果然是无法改正的。13娘冷哼一声，手中折扇重重一扬，卷起的粉色罡风中夹杂着上百道剑气，朝着冷阡陌呼啸而去。冷阡陌眸色一紧，匆忙避开，眼睁睁看着3人进入龙神殿内。等他再次追上去的时候，宫殿大门已经紧紧闭合。该死，给我调几人手过来，将这里彻底封锁，我要他们3个不能活着出来。冷阡陌厉声喝道。一名面容阴鸷的老者飞了过来。宗主，眼下围剿血月妖尊是头等大事，不可节外生枝，顾不了那么多了，你们去搜寻血月妖尊的下落，我要亲自镇守在此。冷阡陌目光决然，他绝不能允许万古传承重现人间，属于那个女人的一切他都要毫不留情的摧毁，不给他任何可以翻盘的机会。
与此同时，龙神殿内，楚夏三人已经进入了宫殿之中。宫殿内部极为广阔，四周墙壁上刻满了古老的符文，散发着淡淡的光芒。那女人什么情况？为何如此狠厉？她跟江云之有仇？有仇，凭她还没那个资格。只不过当年冷氏一族妄图谋反，被女帝一手镇压，冷氏一族几乎被满门处决，只有冷阡陌和少数几人因为年纪太小才得以幸免。13娘摇了摇头，轻叹道：早知如此，当初还不如杀干净了。原来如此，怪不得这冷阡陌对江云之恨之入骨，原来他是被灭门的叛臣之后。上次升仙门的人闯入祖龙禁地，还惊动了沉睡中的江云之，肯定也是冷阡陌下的命令。他仇恨江云之，也恐惧江云之，怪不得他那么想杀我，肯定是将我当做了江云之的传人，将对江云之的恨意转移到我头上了。楚夏心中暗自思忖，思绪逐渐清晰。他更加确信升仙门就是一个邪修门派，一个诞生在仇恨之中的宗门，为了提升实力必然会无所不用其极。而邪修功法虽然残忍，但在快速提升实力方面肯定比正统修仙功法要更加有效。后面升仙门高层培育子嗣，挖掘灵根灵骨的事情，归根究底肯定还是因冷阡陌而起。这个女人绝对是一个为了复仇可以干出一切伤天害理之事的恶毒邪修。现在冷阡陌估计还在龙神殿外，甚至可能召集人手将他们包围起来，势必要将楚夏给诛杀。情况有点棘手，但楚夏现在也考虑不了那么多了。既然进入了龙神殿，那么接下来肯定是要获得万古传承，说不定还能附带一些宝物，帮楚夏度过燃眉之急呢。得赶紧行动起来。万古传承在何处？楚夏问道。清玄指着大殿尽头的一座被黑暗笼罩的雕像，就在这座神像之中，但要想获得万古传承，还需要通过3重试炼。怎么又是试炼？感情大前皇朝的皇位继承试炼，还是从万古皇朝继承下来的老传统啊？什么试炼？清玄神色凝重，缓缓说道。这3重试炼分别是心魔试炼、生死试炼和天命试炼，每一重试炼都极为凶险，稍有不慎便会万劫不复。但只有通过这3重试炼，才能真正获得龙神的认可，继承万古传承。心魔试炼考验的是你的意志力，生死试炼考验的是你的实力，而天命试炼则考验的是你的气运和悟性。13娘补充道。这3重试炼缺一不可。楚夏深吸一口气，心中明白这3重试炼绝非易事。这万古传承究竟是什么？楚夏问道。他不怕冒险，但总得知道自己究竟是为何而冒险，毕竟他现在已经拥有了龙神诀这种仙阶功法，如果万古传承的上限还不如龙神诀，那就没有拼死拼活的价值了。13娘沉思片刻道，具体我也不清楚，但我曾听玄阴女帝隐约透露过，当年那场伐天之战，她就是依靠万古传承才获得了最终的胜利。楚夏心思一动，这下不得不试了。走。楚夏毫不犹豫，当机立断朝着神像走去。就在楚夏靠近神像的瞬间，原本被漆黑笼罩的神像开始散发出朦胧的光芒。楚夏手中的龙神令自动飞起，化作点点滴滴的细碎金芒，融入到了神像之中。此刻楚夏才看清楚神像的模样。意外的是，神像并非按照江云之的形象刻画，而是一名头上长着一双金色龙角、神武伟岸、挺拔如剑的男子。这位乃是初代龙神，名叫江无敌，他也是万古皇朝的开国大帝，江云之的先祖。居然是龙族。楚夏有些疑惑起来。清玄解释道，江无敌是上古时期的一位大能，他是人族与龙族的混血，但血脉经过一代代的稀释之后，龙族血脉已经微弱到难以察觉，不过万古皇朝依旧习惯以龙的后裔而自称，那就不奇怪了。楚夏没多想，问道，要如何开始试炼？触碰神像即可。楚夏点了点头，伸手触碰神像，刹那间神像爆发出耀眼光芒，将楚夏整个人都笼罩其中。第1重试炼，心魔试炼开始。一道威严的声音在楚夏耳边响起。楚夏只觉得眼前一黑，再次睁开眼时，发现自己置身于一片荒芜的沙漠之中，四周黄沙漫天，烈日当空，空气中弥漫着灼热的气息。这是幻境。楚夏心中一动，意识到自己已经进入了心魔试炼。就在这时，沙漠中突然出现了一道熟悉的身影。楚夏，你终于来了。那道身影缓缓转过身来，赫然是大前皇帝夏玉。夏心中一凛，没想到心魔试炼竟然会幻化出狗皇帝的形象。你父亲楚浩死于我手，今日我要将你诛杀，以绝后患。夏玉冷笑一声，帝王威势爆发，手中长剑一挥，一道好似龙爪的剑气直奔楚夏而来。楚夏迅速闪避，心中不断提醒自己，这并非真正的夏玉，而是他内心深处对狗皇帝的仇恨所化。他必须战胜自己的心魔，才能通过这1重试炼。来吧。
楚夏大喝一声，催动体内的灵力，与幻化出的夏玉站在一起。两人交手数十招，楚夏意志坚定，不动不摇，渐渐占据了上风。他心中明白，只要自己不被恐惧和仇恨所左右，心魔便无法击败他。破！楚夏一拳轰出，将幻化出的夏玉击碎。随着夏玉的身影消散，幻象逐渐崩塌，楚夏再次回到了神像前，耳边响起了那道威严的声音：心魔试炼通过。楚夏长舒一口气，心中感到一阵轻松。虽然杀的是幻想，但还是挺解气了。不过这幻境中的夏玉也太弱了吧，这种程度的试炼，楚夏岂不是手拿把掐？生死试炼开始。楚夏还未反应过来，第二次试炼已经开始。他再次被拉入一片白茫茫的虚空之中，虚空中突然出现了无数道黑影，每一道黑影都散发着强大的气息，朝着他扑了过来。这是幻化出的敌人。楚夏心中一凛，迅速祭出绝煞剑，与漫天黑影展开激战。大日阳炎从剑刃之上爆然而起，黑影根本无法靠近楚夏身边。然而这些黑影的数量越来越多，仿佛无穷无尽，根本杀不完。随着灵力不断消耗，楚夏逐渐力竭，不能倒下。楚夏咬牙死撑，他知道这一关考验的不仅仅是实力，还有毅力。又激战了许久，楚夏的灵力几乎完全耗尽。就在他将要支撑不住的时候，体内忽然爆发出一股澎湃强劲的龙威，他掌心的大日阳炎消失不见，取而代之的是一汪碧绿的清泉。这是碧水神龙的力量。吼！一声高昂清亮的龙吟声从楚夏肺腑之中爆发，刹那间万道碧华朝着四面八方轰射而出，漫天黑影在这一击之下化为乌有。生死试炼通过。楚夏再次回到了神像前，浑身已经被汗水浸透。他低头凝望着掌心之上仍在流动的碧绿清泉，眼中满是惊喜之色。仙阶功法，恐怖如斯。